怎么办？王府就要被抄家了，咱们指不定也得被流放。王爷被召入宫还没回来，咱们当下人的能有什么办法？但那流放可是要死人的呀！明明咱们王爷打了胜仗，结果却落得一个被抄家的下场啊！江晚迷茫地睁开眼，便瞧见两个穿着绿色衣裳的小姑娘脚步如飞地出了房间，而外头闹哄哄的，很吵，像是有人在砸东西。这场景莫名像是在拍古装剧，可我已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身死了呀，莫非这是地府？江晚脑瓜子嗡嗡嗡的，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涌入脑海，刺得他脑仁疼。但是呢，他得出两个结论来：第一，他穿了，咻的一下才穿成书里面用不光明手段嫁人的恶毒女配；第二呢，他很快就要大难临头了，新婚第二天便要跟随着夫家被流放，原主是用尽手段落得这样的下场，估计是被活活气死的。哎呀，也来不及捋太多的信息了。江晚说得起身，这被流放的可是蛮荒之地，他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啊！好在因为原主本来就不受宠，这会儿偌大的府邸居然没有一个人关注他。江晚就运用异能，飞快地将库房里自己的嫁妆全部都收入空间。没错，他不仅是一个异能者，还是一个携带了医疗空间的神医。空间里面那装的可都是他前世保命的各种物资跟器材，但若是生活在蛮荒之地的话，这些远远不够啊，所以他必须抓紧时间囤物资，匆匆将他院子里的嫁妆收入空间。江晚有些嫌弃，原主他爹可真是够小气啊，看着那么多台嫁妆却没什么值钱的。但是吧，江晚是雁过拔毛的性子，不值钱也收走。一出门就瞥见凌乱的府邸，众人皆是像那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忽然有一个狼狈的女子瞧见江晚了，当即就恶狠狠地说：江晚，都怪你，你还有脸出来，你要害死我了。江晚捋了捋记忆，这个人吧，就是原主的死对头沈谦，嫁不成他男人战王，于是乎呢，就嫁给了他的堂弟宋晨。咱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他还特意选了跟原主同一天成亲。王爷紧急被召入宫，到底如何还没定局，你不想着怎么应对，反而还来纠缠我，是不是有毛病？江晚冷着脸，不欲同他纠缠，他事儿多着呢。然而这个沈谦是死皮赖脸不放过江晚，恼怒之下，江晚直接一脚就把沈谦踢飞，恶狠狠地警告他：别惹我！他脚下生风离开。要不是因为记忆里面原主欠了宋九州一个恩情，他现在就能跑路了。但是吧，既然已经承接了原主的身子，那他就得替原主报完了恩再走，总不能做出落井下石的事儿来。如今呢，王爷已经被召集入宫，很快就会传来被抄家的圣旨，江晚可不想浪费时间。江晚！而沈谦被踢飞了之后，狼狈地落在地上，首饰洒落一地，衣服凌乱，头也被撞了个包，气得差点昏厥。然而此时哪儿还能看见江晚的身影啊？江晚现在是抓紧时间薅羊毛，为免再遇上像沈谦这种人耽误时间，他唰的一下直接运用了异能瞬移，除了他那个死鬼男人的私库，江晚把府里大大小小的主子库房全部都扫荡一空，厨房他都没放过。这会儿各院的主子都是急得慌不择路，居然没有人发现江晚的骚操作。紧接着江晚又回了原主的娘家尚书府，书里边可说了，原主的嫁妆都被继母给私吞了。江晚可没有便宜别人的性子，于是乎一溜烟的就去了尚书夫人的私库。我去，好家伙呀，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外加百件书籍等等等等等啊！这个尚书夫人啊，不过就是个妾出身的。这个东西呢，分明就是原主的母亲留下的。江晚毫不手软，一根毛都不给他留。
就连尚书府的大厨房里粮食蔬菜全部都给耗光了。去大厨房的路上，正好就听见渣爹在说话。这战王也真是够倒霉的，刚打了个胜仗，我还以为他能得到嘉赏，巴巴的将女儿给送过来，哪料身心难测呀。老爷，那咱们怎么办？府里大大小小这么多人，可不能被他们连累。断亲，必须断亲。男人的声音异常坚定。江婉的脚步微微一顿，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本来呢，给他们留点渣渣的江婉，又返回到尚书府的大库房，将一库房的金银珠宝、财物跟粮食全部收走，就连几个庶弟庶妹房间的私库他都没放过，当真是1粒米都不给他们留。想到原生男人，江婉又想起了原书里的剧情了。暗害他们的是原书男主六皇子和狗皇帝，功高盖主那也是功臣啊，用完就丢的性子让江婉特别嫌弃这对父子，所以不能放过他们。于是呢，江婉的身形一闪，就去了六皇子府。好家伙，这皇子府简直富得流油，收东西收得不亦乐乎，六皇子还网罗了不少的奇珍异宝，江婉不客气的全部卷走。他一连清了六皇子几个库房，走之前发现，这六皇子府底下居然还有地下室。呵，成箱的金子和粮食，甚至还有不少精良武器。这想要造反的人八成是他吧？拿走拿走，不能便宜敌人。他飞快的就朝着皇宫瞬移。考虑到天下黎民百姓嘛，江婉也没有太过分就卷了狗皇帝还有皇后的私库。谁让皇后当初骂原主贱人呢？江婉走之前，顺带就卷走了御膳房的东西。等他气喘吁吁的回到战王府的时候，眼看着抄家的官兵即将抵达，但还记得有个粮仓不顺路没收的话，那就便宜狗皇帝了。等他终于忙完回到自己院子里的时候，没人发现他离开过。意识进入空间，看着空间里这闪闪发光的财宝，他乐的是见牙不见眼啊。遗憾的呢是时间不充足，不然他还想在京城美食铺子买些吃的。听着外面乒乒乓乓砸东西的声音以及哭喊声，来了，来抄家了。等江婉到前院的时候，前院都已经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了。吕副将，看在我们家九渊的份上，你能不能下手轻点啊？老夫人，圣上口谕，宋九渊意图造反，人赃俱获，念及宋九渊曾经立下汗马功劳，这才没被斩首，只是收回兵权，贬为庶人，抄家流放，这已经是圣上开恩。我大哥，他可待你不薄啊！你就是这么回报他的？我呸！要不是有他大哥的提拔，这人还只是个看门的守卫呢。如今倒好，居然还主动来抄家，这样的肥差他还上赶着，摆明了就是六皇子的走狗。吕副将轻嗤了一声：“都给我搜仔细点儿，务不要找到宋九渊造反的证据，财物全部充公。”江婉冷静地站在角落，这会儿他总算是有时间捋捋这书中的剧情了。在原主的各种花样作死、爬床、嫁入战王府的第2天，战王就被抄家了。也就是说呢，原主仅仅当了1天王妃。然而即使是被流放，原主性子不改，一路各种作死，惹得反派是各种厌恶，最终死在了流放途中。这就叫开局一手烂牌。是他，一定是他！你个扫把星，刚嫁进来就害人！他将江婉恨的是牙痒痒了。如果不是为了跟江婉怄气，他也不会嫁进来。那不嫁进来也就不会被流放了。对，肯定是江婉这个扫把星害了咱们。以前多风光啊，她一嫁进来，咱们王府就要被抄家了。我不想被流放啊！许是找到了发泄的地方，众人看向江婉的眼里都是怨恨。你我同时入门，非要这么说的话，扫把星是谁还真不好说。这种关键时刻不想着怎么脱身，居然还要咬我，
这女人还真是愚蠢到极致。就是你，眼看着就要闹腾起来了。都给我闭嘴！老夫人经历的事情多呀，明白圣上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整他们了，如今再怎么闹腾都是没用的。这个江婉好歹是尚书府的嫡女，说不定被流放的时候，娘家还会贴补贴补，所以不宜得罪。再一个呢，如今他们全府的生死，怕是还要依赖这宋九渊呢。即使他不喜这江氏，好歹也是他娘子啊。然而在这时候，早早被召入宫中的宋九渊回来了，但是他是被抬回来的。他下半身红的呀，触目惊心。刚缓过来的宋夫人一瞧见儿子这模样，彻底晕过去了。大哥！宋九池急忙就迎接上去。平时英勇的大哥，此时被打得奄奄一息，这会儿面色发白，不知生死。这不就是原主男人，也是书中的反派吗？江婉急急的上前，素手悄悄的就搭在宋九渊的脉搏上，不动声色的唤道：啊，王爷！天啊，这狗皇帝下手也太狠了吧，明显已经出气多进气少，这是往死里打呀，不死也得残。瞧着宋九渊这个模样，本来还抱着希望的各院女眷，这会儿是心如死灰啊！完了完了完了，他们全完了！宋九渊费力的睁开眼眸，望着院子里崩溃的众人，也是悲从中来。唉，是他无能，护不住亲人啊，破碎感十足。还莫名的吧，让江婉就觉得美到极致。去院子里搜查的御林军忽然齐齐出来，个个面如菜色的对着吕副将就摇头：库房什么都没有，厨房也没东西，主院也没有。御林军们都懵逼了。当时圣上召王爷入宫的时候，还没有透露任何的风声，他们直奔王府，就算转移财物，那速度也不该如此快啊！这抄家竟然抄了个寂寞。本来想趁机薅点羊毛的吕副将是面色铁青，而王府众人听到御林军的话，个个都是一脸懵逼，下一秒皆是齐齐的看向宋九渊。莫非是王爷神机妙算，事先藏起了财物？吕副将也是这么想的，当即就看向了宋九渊。王爷，哦不，你现在已经不是王爷了。宋九渊，你可知藏匿财物罪加一等？我没有。宋九渊去皇宫之前就有不好的预感，但是他藏匿的是外头的私产，王府内的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啊！他这会儿自己都是满头的雾水。吕副将不信，扬起手里的剑就要指向宋九渊，却被江婉一脚把剑就踢飞了。该罚的圣上已经罚过，怎么也轮不到你来罚我夫君。宋九渊可是原主的恩人，所以能护他就护着他几分吧，就全当感谢原主了嘛。反应过来的宋九池也是死死的护着自家大哥，眼睛像是狼一般的就狠狠的瞪着吕副将。吕副将被他瞪的是浑身发毛。这时候一个御林军忽然冲了进来。吕副将，不好了，皇宫和六皇子府失窃，皇上召您。给我盯着他们，现在王府的所有财物都要充公，绝不许他们带走。吕副将在走之前还下了死命令，于是呢，本来还戴着首饰的女眷们都被迫摘下了时尚的首饰。江婉摸了摸头上的木簪子，幸好他有先见之明，薅也薅不到他身上。他悄悄松了口气，一垂眸却对上了宋九渊那双疑惑的双眸。江婉有些沉默了，其实他空间里呢是有不少的药粉，还有金疮药，但是这会儿当着御林军的面他不太好拿出来啊。娘的冤儿啊！这时晕倒的宋大娘子总算醒了过来，宋大娘子连忙让贴身丫头去拿药，然而此时府里哪儿还有药啊？就算是有药，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御林军也是不许他们用的。场面一度混乱，御林军可不会手下留情。这会儿江婉在庆幸着宋九渊只是被剥夺了异姓王的位置，贬为庶人，若是沦为客上罪奴的犯人，那江婉他一定是当场跑路，大不了这恩情他以后再还便是了。快点儿，都换上粗布麻衣。王府的众人平时穿的都是绫罗绸缎，也是值些银子的，这些都不能穿走。宋九渊例外，毕竟他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血染得不成样子了，这会儿换跟不换区别不大。等大家换上了粗布麻衣，就被粗暴地赶出王府。
迎接他们的就是满城百姓的臭菜叶子还有鸡蛋。该，真以为打个胜仗就能当皇帝了？都是报应，这当官的草菅人命，咱们使劲打！我咒他们不得好死。姜婉吧才刚传过来，冲击没有那么强烈，但是王府众人个个都如同是双打的茄子，尤其是宋九渊，想他一心守护黎民百姓，最终却被这些人谩骂怨恨，还被气得晕过去了。大哥，背着宋九渊的宋九池一慌，姜婉就连忙替他们挡住砸过来的烂菜叶子，可惜并未获得王府众人的一个好脸色。众人皆是自顾不暇，一向养尊处优的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住这些，个个都哭得是稀里哗啦的，所以出城这一路走的是万分的艰难。等到了城门口，众人的身上都已经被砸得不成样子了。押送他们的官差自然不是御林军，除了他们王府，还有因为其他罪名被流放的各家人，浩浩荡荡几百人出了城，很快就到了长亭外。长亭外亲人前来送别，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官差也不会阻拦。毕竟这些人拿到银钱了，最终还是贴补到他们的口袋，所以他们反而还会故意拖延一番时间。众人满怀期待地等着自己的家人，陆陆续续的不少女眷的娘家人就送来了盘缠。这会儿来的是沈家人，沈家人对于沈谦还是挺看重的，他母亲差人送了一个大包裹，老夫人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不少。看来我母亲还是惦记着我的，不像有些人呐，这都快走了，也没见着她娘家的半个人影。切，这摆明了就是在故意嘲讽姜婉。姜婉不为所动，只是小心地替昏迷的宋九渊擦了擦脸。是尚书府的人。众人皆是一震，个个满怀期待地望着马车，就连老夫人嘴角都牵出了一抹苦笑。哎呀，没想到呀，他们会沦落到靠别人接济的地步。马车停在面前，却只是出来了一个小丫头。这个小丫头有点面生，姜婉记忆当中压根就没这号人啊。可她手里并没有拿任何的东西，只是从袖子里面抽出了一张素白的纸。大小姐，当日你执意要嫁入王府，如今遭了大难，老爷虽于心不忍，可为了府中其他的公子小姐，只能忍痛与你断亲了。这是断亲书，老爷的意思是往后你和尚书府再无任何关系。这一遭简直就是落井下石，说是原主还在的话，怕是会气得发疯嘛。怪不得原书里的原主神经兮兮的呢。王府众人也都是纷纷不可思议的就看着这嚣张的小丫头，个个心里发凉。这个姜尚书还真是最绝情的那个呀。比起其他人那快要惊掉的下巴，姜婉淡漠地接过断亲书，望着小丫头掷地有声地说：你转告尚书大人，我姜婉往后是生是死，是贫穷还是富贵，都和尚书府无关。姜婉就不信了，他堂堂现代中医传人会一直混得这么差呀？总有一天他会让尚书府的人求着跪舔的。哼，最好如此。小丫头嚣张地爬上马车，马车哒哒哒的就消失在了众人面前。怔愣住的众人这才回神，我还以为大嫂的娘家人是来送东西的，没料想居然是断亲。这话就像是水珠滴入油锅，瞬间就炸开了锅。本来还隐忍着的老夫人看姜婉是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二房三房的人更是瞧不起姜婉。二娘子汪氏忍不住附和她儿媳妇的话，嘲讽姜婉：看来我儿媳说的真是没错，你就是一扫把星，一进门就害得咱们王府被抄家，现在就连你娘家人都跟你撇清关系，你不是灾星谁是啊？我看不仅是姜婉，就是你们大房拖累了我们二房三房，你们得负责。三娘子许氏冷漠地看着晕倒的宋九渊，要不是宋九渊，他们家也不至于被连累啊。我娘说的对，要不是大哥，我们才不会被流放。我不想被流放，都怪大哥大嫂，都是你们。二房三房的孩子都纷纷指责大房的人，老夫人袖手旁观，偏心都偏到嘎吱窝了。本来就精神不太好的宋大娘子差点被气晕了，要不是宋九渊，宋九池这小暴脾气估计早就爆发了。姜婉冷冷地扫过这些人丑陋的嘴脸，当初我父亲封王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们说怪我们大房？现在倒霉了啊，就怨怪我们大房，还想敲诈，想屁吃吧你们！这粗俗的话
恰好就落到了刚刚悠悠转醒的宋九渊耳朵里。他眼皮子颤了颤，倒是没想到这个心机娘子还有牙尖嘴利的时候。但是骂得好，他痛苦地掀开眼皮子，下半身是钻心的疼。然而那些曾经靠着他过得风生水起的人，并没有人关心他。人心可怕，不外乎如此啊！渊儿，眼泪扑簌簌的落。哎呀，这是一个只知道哭的美人娘亲。江婉觉得有点头疼，然而沈谦已经被他的话给气得冒烟儿，刚想张嘴对江婉，看热闹的官差忽然恶声恶气的开口：“都给我闭嘴，继续赶路。”对于官差来说，他们是有任务的，没有在规定的期限之内把犯人们送到蛮荒之地，他们也将面临惩罚。所以确定没有人再过来送别，官差就挥着鞭子将众人驱赶走。大房的人是走在最后边的，尤其是宋九池背着宋九渊，平时又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这会儿正气喘吁吁呢。九池，你等等！江婉趁着官差没注意，轻声地喊住宋九池。然而他非常的讨厌江婉，根本就没搭理他。而一侧的宋九离是宋九池的龙凤胎妹妹，这会儿扶着宋大娘子也没搭理他。得，看来这宋家没人喜欢原主哈。但是江婉总不能眼看着原主的救命恩人失血而亡吧，于是加快脚步追上宋九池，然后飞快地将一瓶金疮药塞到了宋九渊的手上，又小声说：“等会儿休息的时候，你们悄悄抹点药吧。再拖下去了，宋九渊怕是会失血而亡的。谁知道娘的什么心？说不定他就是因爱生恨，想害死他大哥呢。对，要不是你这扫把星，咱们肯定不会被流放。闭嘴！”一直沉默着掉眼泪的宋大娘子忽然就呵斥住自己的儿女。她心疼的半昏迷的宋九渊说：“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这会儿是内讧的时候吗？”虽然吧，她不喜欢江婉这个利用不光明手段嫁进来的儿媳妇，可她愿意跟着流放，她倒是高看她一眼。虽然即使江婉她不愿意跟来，也会被圣上的人给押来，毕竟那些人可不知道江婉跟宋九渊压根就没缘房，还担心江婉肚子里留下宋家的血脉。娘，你不是也不喜欢他吗？他英俊潇洒的大哥不得不娶江婉这个心机女，还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是他是真心喜欢你哥哥。哎呀，他家不比以前呢。江婉虽然性子不好，但是他是真心爱慕九渊，他尚且还能忍忍。宋九离嫌弃的撇撇嘴，不认同他娘的话。谁知道呢？以前指不定是爱慕大哥的身份。当官差发现他们聊天呢，一鞭子抽在地上，吓得宋九离尖叫着没敢再说话。而更让他们被吓住的是，前头有一个少年说走不动了，想赖着休息一会儿，结果被官差狠狠地抽了几鞭子。才走几步路就想休息？那官差毫不犹豫地又抽了几鞭子，这摆明了就是杀鸡儆猴，吓得其他人都不敢再轻举妄动了。那少年被抽得浑身是血，再也不敢多言，只能是忍痛赶路。江婉走在最后边，也没再说话。约莫走了1个多时辰，江婉就发现宋九池走的腿已经在微微发颤了，却害怕被打，不敢说话，只能是咬着唇强撑着。好在官差这会儿总算停下来了。领头的官差姓任，神邦板着脸说：“原地休息吃午饭。”他一开口，脚步虚浮的众人才敢休息，一个个虚脱的瘫在地上。浩浩荡荡的一群人，看起来颇为壮观。那金疮药是我特地藏的，没毒就吃，给你大哥抹上。宋大娘子下了决定，他们没有药，这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啊？她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硬撑。如果姜王敢暗算他儿子，他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宋九池很犹豫，这个时候，一直晕晕乎乎的宋九渊虚弱地开口：“给我抹上吧。”虽然他不信姜婉这个颇有心机的女人，但他相信对于姜婉来说，她还是很重要的。没有她的话，这些人就再也没有回京的希望了。宋九池闻言，这才不情不愿地换了方位，遮挡住官差们的视线，将金疮药飞快地洒在了宋九渊的伤口上。姜婉看得直蹙眉，没有经过处理的伤口这么做，怕是会感染。但是这时候条件特殊，貌似也只能这样了。而更让姜婉诧异的是，即使疼得快要没命了，宋九渊的眉头都不皱一下。这么坚强的人，倒是让他挺佩服的。
官差拿了几个黑乎乎的馒头过来，一人一个黑不溜秋的馒头，这就是他们的午餐。这怎么吃得下去？以前我家马夫吃的都比这个好。我的嗓子割得好疼，不吃了不吃了。还没有真正吃到苦头的少爷小姐们，这会儿还有心情嫌弃，甚至沈谦还特意拿出娘家人给他准备的包裹，他拿出了一根金钗送给官差，换得他们2房跟3房吃了白面馒头。也不知道沈谦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故意撇下他们大房，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唯有大房众人都沉默地坐在那儿。宋九龄年岁小，看着他们的白面的馒头很心动。娘，他好饿呀，又累又饿的。梨儿，娘身上也没有银子。宋大娘子面容窘迫，比起江晚娘家的绝情，宋大娘子没有娘家人，这也是从前老夫人偏疼2房3房的原因。要是沈谦是我大嫂多好，只要你大哥同意也不是不行。江晚当即冷嘲了一声，他忍宋九渊是因为原主欠了他人情，但是其他人他可没有必要忍着。果然宋九龄气得恨不得挠花了江晚的脸，却被宋大娘子一把拽住了。梨儿，你也想被鞭子打吗？宋九龄被宋大娘子警告，这才讷讷的没有再说话。江晚心里微暗，好歹有大娘子这个明事理的。这般想着，他就悄悄地从空间里摸出了一块碎银子，几步走到一个官差面前。大人，我想换2个水囊，可以吗？那官差没料到江晚手里居然还有银子，但是这个水囊本就便宜，不值这么多银子的，他也算是占了便宜，当即就绷着脸同意了。行吧。说完丢给了江晚2个新水囊，看他不换吃的换水囊。没受过人间疾苦的众人纷纷就开始挖苦，尤其以沈谦为首。有银子不换点粮食，居然换水囊，江晚脑子有病吧？我看你有那闲银子，还不如孝敬祖母。宋三娘子讨好的对老夫人笑笑，本来就郁闷的老夫人当时就冷冷的看了过来，那个眼神怎么看怎么厌恶。显然同时入门的2个心腹，老夫人如今更偏爱沈谦一些。宋二娘子啃着白面馒头，对沈谦很满意，当即附和着他的话：是啊，还是谦谦聪明，咱们现在最需要的可是宝富，不然哪有力气走路啊。江晚就全当没看见，他空间里有的是吃食，只是现在不适合拿出来。有这个闲心，还不如想办法给宋九渊喂点药。没错，江晚的目的就是给宋九渊喂一点消炎药。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河，他和官差打过招呼，就径直朝着那边走去。因为距离不远，就在能够看到的范围，官差便默许他过去了。恭喜主人完成60%的囤货任务。一道电子音在江晚脑中响起，他顿时就是精神一振。啊，谁？他没敢说的太大声，但他确定这道声音不对劲儿。主人，我是你的系统小精灵。系统连忙蹲下，稍后闭上眼眸，意识进入空间，还是跟前世一样黑不溜秋的空间，黑不见底的地方堆满了金银珠宝还有物资，那是他抄了敌人库房的。另外还有一堆呢，是他前世存的物资，有药品有食物，应有尽有，就是量不多。忽然他头顶浮现出了一个电子屏幕，电子屏幕上有一个进度条，显示60%。电子音继续响起。是的，因为主人穿越异世界，空间精灵升级，只要主人完成囤货任务，空间便可以升值成为种植空间。电子音说的话让江晚内心是震撼不已。前世这个空间跟随他很久，他从来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升级的空间，就一直只是当储物用的。他心里微微一动，可以种植的空间，也就是说往后我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想到这儿，江晚的眼珠子一转，说：明明我的空间以前都没有所谓的系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是真的。电子音有些急迫的想要证明自己，却发现江晚神色淡然，没有预料之中的惊喜。这就让系统很挫败了。我不信。江晚蹲在小河边上，一时在空间里就跟着电子音白扯。除非你证明给我看。那就证明给你看。电子音气得差点破音了，于是空间一阵扭曲，差点将江晚的意识给弹出来。几秒之后，空间里就出现了一汪泉水。小精灵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升级以后才能出现的灵泉，只要主人努力的囤货，以后空间还会出现更多的东西。原来是这样啊，我相信你了。那这灵泉有什么作用？江晚好奇地望着灵泉，
可惜黑漆漆的，也看不见多余的东西。这灵泉虽然没有活死人生白骨的功效，却也有补药的效果，具体如何，主人试试就知道了。闻言，江婉的气势出了空间，悄悄装了一点灵泉水放到这水囊里，然后喝了几口。水很甘甜，喝下去就像是一股清流涌入体内，疲惫的身体也是瞬间就充满了力量。江婉顿时就是精神一振，飞快地将水囊里的水喝了一半，然后加了一点普通的水进去。这些水都是抄家的时候江婉从厨房里顺走的，这会儿用上刚好。而另外一个水囊里装的也是普通的水。除此之外，他还在兑了灵泉水的水囊里加了一点前世存在空间里的消炎药，怕宋九渊尝出味道来，他兑换了一点葡萄糖。看他蹲在小河边那么久，江婉这么久还不回来，他该不会是想着逃跑吧？这话不仅是让大房的人精神一振，就连官差都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眼里开始有了防备。他要是敢跑，我打断他的腿。宋九池恶声恶气地咬着牙，宋九离满脸厌恶。至于宋九渊，这会儿身心备受折磨，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心思去关注这些了。他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就对上了神色各异的众人。官差这才悄悄松了口气，有人逃跑那可是大罪呀，他们绝对不能容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江婉几步走到了宋九渊面前，直接蹲下道：“我喂你喝点水。”宋九池连忙阻止他：“等等，我怎么知道你这水里有没有下毒？”就是，万一你要是因为被大哥连累，心生怨恨害死大哥可怎么办？沈谦冷嘲热讽，面带鄙夷，显然是想要看江婉笑话。刚想一拳的呼过去，宋九渊缓缓开口：“我喝。”如今他这身子已然是强弩之弓，所以死不死的他都不在意了，嘴唇干得厉害。喝吧。江婉烦躁的用指尖抬起他的下巴，将水囊放到他的唇边，这动作很粗鲁，看得其他人是愤怒不已。从前尊贵的战王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啊？但是宋九渊已经张嘴喝了一口了，清甜的水流流入喉间。宋九渊诧异地看向江婉，这水居然是甜的。这个眼神太过于直白了，让宋九池看了个正着。他当即忙不迭地问道：“怎么了，大哥？可是味道不对。”我就知道，这女人肯定没安好心。宋九渊沉默着没说话，默默地等了几息，没发现身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才说：“没有。”只是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女人居然还能够弄到甜水，似乎跟他想象的不一样。莫非从前那个心机女才是她的伪装？宋九渊一时看不懂江婉了，江婉也没想让他看懂。原书里的原主啊，可没有他这么好，一路上折腾宋家人，让宋家人是厌恶不已。他收起了装着药的水囊，将手里的另外一个水囊递给了宋大娘子：“娘，喝点水吧。”谢谢。宋大娘子接过水囊，径直喝了起来，继而又把水囊递给了宋九池。九池，我不喝，我才不要喝这个坏女人装的水。宋九离这个小丫头就不一样了，讨厌归讨厌，但这并不影响她吃东西啊。看他们一家人亲亲热热地喝着水，沈谦眼珠子一转说：“祖母，我们没本事，只能给你换了白面馒头，您可不可呀？”漫不经心的就看着沈谦表演。宋老夫人艰难地吞了吞嘴里的馒头，嗓子干巴巴的，她闷声闷气地说：“赶了这么远的路，谁不渴啊？”她渴得嘴里都快要起泡了，从前哪儿受过这种苦头呀？大嫂啊，你们总不能只顾着自己不管娘吧？宋二娘子意有所指地看向大娘子，她这个大嫂性子软弱，最好欺负了，一句话就能把江婉换的水囊送过来。果然，宋大娘子有些纠结的就看向江婉，江婉却是口吻冷淡地说：“那你们换馒头的时候怎么不说帮帮我们？我记得咱们还没分家吧？一点水而已了，她不是小气，就是见不得这些人得意。”宋大娘子刚要送出去的水囊，连忙就收了回来。是好，明明还没有分家呢，他们还是一家人。可是早在之前，他们就分得很清楚了。不能一样嘛！宋二娘子是满嘴的歪理。我们可都孝敬了娘，那你也得孝敬娘啊！娘，我们得孝敬祖母。宋九离从小就跟老夫人亲，看老夫人抿着唇，立即就心疼了。祖母这是渴了。宋大娘子再度纠结的不行，只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她的呀。于是她看向了江婉，江婉几步走过去，直接就把手囊给收走了，眼神冷漠的落在了沈谦的包裹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那包裹里有水囊。
除了水囊，还有一些干粮，没想到被姜丸给揭穿了。让你孝敬祖母，你还要推脱？我的水和你的不能比，我们的水可是从河里装的。既然要孝敬祖母，自然要用最好的，不是吗？老夫人虎视眈眈地看向沈谦，没错，她要的自然是最好的了。沈谦心里是极为的不情愿，然而他的夫君宋晨已经开了口：芊芊，咱们做晚辈的，总不能让祖母失望。沈谦拉着脸打开包裹，怕别人看到里面的东西，他飞快的就拿出水囊递给老夫人。祖母，芊芊不是不孝敬你，我只是想留着，晚些再拿出来。宋老夫人欣慰的点头。放心，祖母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不像有些白眼狼。宋九离生气的瞪着姜婉。姜婉，你怎么这么小气啊？那可是他们祖母啊。你大方，有本事你自己去找吃的。好，那我自己找吃的。宋九离放了狠话，姜婉可不管他。宋九渊伤得这么深，天天吃黑面馒头可不行啊。可是这一大家子太复杂了，姜婉可没有养这么多人的想法，所以呢，最好就是分家。但是分家这事儿还得靠宋九渊。官差已经休息好了，催促他们继续赶路。后半段路大家都是在咬牙坚持，其实姜婉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他还在空间里拿出了前世断体的药，赶路就当是在强身健体了。根据原书的剧情吧，很快就会迎来一波灾难，没有强壮的身体，他可护不住自己。娘，原来是美人娘晕过去了。怎么回事？官差面色难看的走了过来，那模样凶神恶煞的，眼底还有不耐。宋九离就只知道哭，我娘身子孱弱，怕是累晕了。切，病秧子！宋二娘子嘀咕了一句，成功的让官差黑了脸。大人，我知道这会耽误赶路的进度，我来背他吧。他开始后悔了，不知道跟着这家人流放到底是对还是错呀。可迎着宋九池背上那宋九渊无助悲伤的眼神，姜婉冥冥之中感觉这样没错。行，那你背着他，不要掉队。这会儿宋九池还有宋九离倒是也没找茬，一个个都默默的看他把宋大娘子背在了背上。但是对于姜婉这种弱女子来说，着实是累人啊。咬着牙跟上了队伍的步伐，这倒是让官差们都不由得高看了他一眼。宋大娘子呢，确实是累晕的，所以姜婉背着她走了一段路，她就醒了。姜婉，你快放下我下来吧，我能走。姜婉也就没有勉强，把人给放了下来，但她额头上已经满满的都是汗水，这让宋大娘子心里感动，对姜婉也有些改观了。也许之前那些不光明的手段是尚书府用的，这姑娘只是被坑的呢。想到长亭外尚书府的断亲行为，宋娘子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好孩子，谢谢你。哎呀，应该的。慢慢的走到了队伍的最后面，然后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巧克力，悄悄咬了一口补充体力，又不敢吃太多了。巧克力这个玩意儿，他前世囤的不多，不能浪费啊。主人，不要忘记你的囤货任务哦。我现在在流放的路上，别说这些官差不许人乱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去哪里整东西囤？姜婉很无奈，然而小精灵还一直诱惑他。难道主人不想拥有可以种植养殖的空间吗？到时候你想要的应有尽有，没有你得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停，行了，我尽力吧。回头他会找机会囤些东西的。赶路还在继续，实在是太累了。姜婉就明显感觉到脚底似乎是磨了水泡，其实不只是他，其他人也都感觉到了，尤其是沈谦，一肚子的怨气。瞥见前方的宋晨，他的眼珠子一转，沈谦趴在地上呜呜的就哭了起来。好痛啊，夫君，我走不动了。这么一哭，本来以为宋晨会怜香惜玉背他，结果宋晨皱着眉说：唉，你爬起来继续走吧，我也走不动了。沈谦愣住了，他的眼角还挂着泪珠。相公。宋晨加快脚步朝着前面走去。走不走？我走，我马上就走。被打的滋味太难受了，好在因为他长得漂亮，那打人的官差趁机砍了他一把油，所以打得并不重。但沈谦还是吓得不敢再偷懒了，不说脚步飞快吧，也是咬着牙在硬撑。有沈谦打了头阵，这会儿众人也都知道这些官差的秉性了，没人敢装模作样。
倒是有其他人动了点歪点子，有人往官差那边塞了一些银两，终于换来了休息1刻钟的机会。原地休息，江婉提着水囊走到了宋九渊的面前，喝点水吧。以他的聪明，自然发觉只有这一个水囊的水是甜的，不然就以宋九龄那不懂事的性子，肯定是要大惊小怪的。谢谢。纵然娶这个娘子是被迫的，这一刻看来他是真的还喜欢自己啊。如果他能好起来的话，即使不能给他爱，也一定会和他相敬如宾的。江婉可不知道这个家伙已经想歪了，凑到了宋九渊的耳边说，你若是能摆脱那些吸血虫，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家人弄好吃的。吸血虫说的就是二叔三叔他们吗？宋九渊抬眸看了过去，发现二叔三叔自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他一句。这个江婉形容的吧，还挺贴切的，他们就是依附在他身上的吸血虫，他早就该知道的。我会好好考虑。摆脱他们不仅仅是需要时机，更重要的是让家人们对他们死心。这江婉不是宋九渊厌恶的人吗？怎么如今还这般亲近？众人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次就他跟江婉喝了水，宋九龄想要喝，又想到先前江婉说的话，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至于宋九池，那就更拉不下这脸了。江婉可不会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全当看不见他们那干裂的嘴唇。江婉本来以为宋九渊考虑需要一些时间，孰料计划赶不上变化。天黑时分，刚到达晚上休整的山洞，宋九渊就发起了烧。坏了！宋九是第一个感觉到背上大哥的温度不对的，连忙祈求般的就看向领头的官差。任大人，我大哥发热了。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医馆呢，能不能撑过去看他自己的命。神帮见多了这种事儿了，所以并不意外，甚至他还知道也许圣上的人还在暗中观察着这一切呢。毕竟宋九渊是圣上恨不得立马死的人，这里距离京都并不远，他也不敢发那些可怜的善心。这话让众人皆是一愣，大房的人都万分着急。渊儿，婉婉，这可如何是好？江婉也摸了摸宋九渊的额头，他这会儿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娘，附近是没有医馆，可这些官差都是常年遣送犯人的，腿脚好，你瞧他们现在多有精神。若是能给些银子，让他们去前头村子请个大夫也行啊。是这个理儿，可是我身上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银子更是没有的。当初抄家的时候，他们身上的首饰都被那些人给薅走了，更别提还有其他的了。我也没有。宋九龄的性子单纯好骗，自然没有这种藏银子的心思了，而宋九池已是如此。江婉看向了不远处看好戏的2房3房的人。娘，夫君好歹也养了他们这么些年，如今也到了他们还恩情的时候了，咱们可以去借些银子。以他对那些人的了解吧，必然是会拒绝的，这可不就是提出分家的好时机吗？好，我去。为了儿子，他就算在敌人面前放低姿态也不委屈，怕就怕他的孩儿再也回不来了。于是他们等了等，等官差去山洞门口开小灶的时候，宋大娘子馒头都没啃，就满脸泪水的来到了2房和3房的人面前。二弟三弟，两位弟妹，渊儿发热了，要是再找不到大夫，这条命怕是难以保住。你们能不能帮帮我的渊儿？哎呦，大嫂说的是哪里话呀？我们要是能帮，那肯定会帮的呀。但现在这荒郊野岭的，我们也帮不了呀。二娘子汪氏嘴上说着遗憾的话，实际上她眼里深至满满的都是幸灾乐祸。宋老二宋禄也是叹了口气，摇头说：大嫂，我们也不是大夫呀。对于柔弱的大娘子，实际上老二也是喜欢的。当年他跟大哥一同瞧上了大娘子，可是大娘子没瞧上他，这一直都是宋禄的心病，当然也是宋二娘子的心病，这也是他一直针对宋大娘子的原因。我知道，你们能不能借我一些银两？他紧张地拽紧自己的袖子，这是相公失踪之后他第一次这般求人。我说大嫂呀，你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不过你求我也没用啊，我没有银子呀。二娘子只觉得解气，一开始她有男人护着，后头她有儿子护着，切，没料到她也有亲事呀。松露倒是心疼大嫂，但她如今也是依仗娘子还有儿媳妇娘家的贴补过日子的，只能是摇头拒绝。大嫂，
对不住了。我看渊儿被打成那样，活着也是受罪，还不如让他痛快一点儿。这话是宋老三宋仁说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性子，对谁都不在意的。但这话一出口，让宋大娘子是心中发寒，不敢置信地看向宋仁。三弟，你什么意思？我相公什么意思？你不是听见了吗？要不是你家九渊野心太大，我们也犯不着被抄家流放。我看他现在就是报应，是老天爷要收他，想什么办法都没用。闭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动怒，所以许氏也没料到，就被打了个正着。他反应过来，扬起手就要揍宋大娘子，江来已经飞快地将宋大娘子拉到了一侧，于是许氏就扑了个空，直接在地上摔了一个狗啃泥，那个模样特别的狼狈。贱人！许氏从地上爬了起来，又朝着宋大娘子扑过去，啪啪啪的，江婉揪着许氏狠狠打了几巴掌，把他那脸都给打成猪头了。等三房的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宋九池跟宋九离齐心协力就拦住了他们。即使他们讨厌江婉，但是也不妨碍他们一致对外，毕竟三房的人侮辱的是他们娘啊。江婉，你个扫把星，你放开我！江婉一用力就把人给推到地上了，宋三娘子的牙齿都摔掉了几颗。贱人，江婉，你这个贱人！不说你们当初是仰仗我相公才能过上衣来张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娘也是你们的大嫂，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厮打穿越过来之后，江婉就憋了一肚子的气，这会儿总算是发泄了一些，狠狠地揍了一顿许氏，他感觉自己心情都舒畅了。娘，我打死你！你这个贱人，你敢打我娘，我打你！我三房的儿子宋阳才7岁，他还没动手就被江婉给提溜起来了。宋阳挥舞着手就要揍江婉，可惜不得其法。唉，住手！一直沉默的老妇人总算是开了口，却是心疼他的小孙子。江氏，放开杨根儿。祖母，我若是放开他，他便要打我。刚才他们大房被欺负的时候，他可是当做什么都没瞧见的，可真是偏心偏到嘎吱窝了呀。祖母，他打我娘！宋阳委屈的瘪着嘴。果然，老夫人心疼的不行，恶狠狠地瞪着江婉说：江氏，你不敬长辈，欺负幼弟，该张嘴。祖母，我来替你张嘴。沈谦一听，当即浑身的疲惫都被驱散了，摩拳霍霍想要揍江婉。这真当自己是以前的老夫人呢？娘，你看见了没？只有二房和三房是祖母的后人，咱们什么也不是。从前相公劳心劳力立下汗马功劳，那时候怎么不说各家顾各家的？现在我相公病在危膝，你这当婶子的不仅不帮忙，居然还要我相公去死！我告诉你们，我揍你还算轻的，反正我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就是一死。老夫人被定在了原地，脸都涨成了猪肝色。祖母，江婉太过分了，我帮你教训她。沈谦怕错过这一次揍江婉的机会，飞快地来到江婉面前，结果刚扬起手来，就被江婉给反手抓住了。就凭你也想打我？哼！一巴掌就打在沈谦脸上。大嫂，宋晨不满地走了过来，却被宋九池给拦住了。堂哥，女人的事情让他们女人自己去解决。婉婉说的对，到底不是亲生的，母亲做不到一视同仁，我能理解。但母亲能不能看在渊儿护了你儿孙这么多年的份上，帮一帮他？你瞎说什么？宋老夫人心虚地闪烁着眸子。再说我们也帮不上什么，能不能挺过来就看渊儿的命了。哼！宋大娘子是彻底心寒了，说出被老夫人隐藏了这么多年的秘密。你不配当我孩子的祖母，你当年不过是个妾出生，若不是父亲宠妾灭妻，这老夫人也轮不到你来当。我的孩子才是嫡亲的嫡系，你的孩子不过是庶子墨。若不是父亲宠着你，你有什么资格享受我儿带来的荣誉？你给我闭嘴！宋老夫人气得跳脚，这是她隐藏了许多年的秘密，因为她曾经不过是夫人身前的洗脚丫头，一朝得宠，甚至将当家主母给气死。她本来以为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人都已经死了，没料到她那个好儿子居然把这样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家娘子。你利用了我的孩子这么多年，现在没价值了，居然让我的孩子去死，好狠的心呐！江婉一把甩开沈谦，扶住摇摇欲坠的宋大娘子。这时候反应过来的宋九离也跟江婉一左一右的扶住宋大娘子。二房跟三房的人全部都震惊傻了。他
他们的母亲居然曾经是个小妾，怪不得呢，怪不得爹死的时候还要拉着大哥求他原谅，求他好好的孝敬母亲。而三娘子许氏痛苦地闭上了眼眸，我一个贵女，居然嫁给了妾生子，活该呀，一切都是活该。除去他们，另外一些流放的人也都好奇地看了过来。被揭了老底儿的宋老夫人身子一颤，眼皮子一翻就晕过去了。娘，祖母！二房三房的人纷纷围了过去。江婉，你看看你将祖母气成了什么样子！这话成功的让二房还有三房的人再度怨恨上了江婉。哼，既然是我将人气成了这样，我总得负责呀。众人都没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指尖落在他的人中，狠狠的一掐。宋老夫人疼得跳起来了，说是仔细看的话就能发现她的人中已经被江婉那尖利的指甲给掐出血了。江氏，你要害死我是不是？宋老夫人先发制人，您老误会了，我这是为了救您呢。要不是我刚才那一下，您现在还在昏迷呢。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迟早被江婉气死。娘，渊儿的事情你打算如何？我能有什么方法？他即使有银子，也不会去救那个女人的死孙的。我要借银子。大房的人真是疯了。祖母，咱们先不说那些陈年往事，宋家上下一家人既然没有分家，那我相公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还望诸位长辈不要推辞，不然我发起疯来，怕是亲娘都不认识。江婉冰着个脸，说出让大家心惊的话。所以比起宋大娘子的担忧，她更在意的是能不能达成她的目的。听她这么说，宋二娘子的眼珠一转，忽然对老夫人说：娘，如今父亲不在，大哥也失踪1年了，咱们这家早就散了，还不如分家呢，您说呢？啊？宋二娘子是不断的给老夫人使眼色，她是老夫人的侄女，两个人关系一向最好。宋老夫人心里一动，从前不愿意分家，是因为她的儿孙需要仰仗那个贱人的儿孙，结果反倒因为这个获罪了。如今她的儿孙身上都有阴钱，即便是到了蛮荒之地，也必然要比宋九渊他们活得好，所以他们何不分家来的利索呀？我不同意分家，你们必须得救我的渊儿。江婉给宋九渊喂过药了，所以他没有那么担心。但是宋大娘子为母心切，她并不知道这些。如今最心疼的还是宋九离。祖母，离儿不要分家，离儿最喜欢的祖母只有您。他自小跟老夫人亲近，是真心把老夫人当成长辈的。这话让江婉的眉心蹙了蹙，看来往后就算分了家，这宋九离他也得防备着点儿。这人似乎脑子不太好，分不清亲疏啊。宋大娘子也被宋九离的话气得心口疼，说是她那真正的婆婆泉下有知，怕是会怪罪自己教子无方的。我也不同意分家，我要救大哥。一天之内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了，这些曾经关心他的家人一下子变得面目可憎，他接受不了，更接受不了他们对大哥的见死不救。那可是曾经让他们荣华富贵的大哥呀！不行，宋老夫人看向两个儿子，口吻坚定地说：这家不分也得分，他的孩子们绝对不能再被宋九渊他们拖累。我要分。门牙缺了一颗的三娘子许氏是最先同意的，她再也不要跟江婉他们有任何关系了，气死她了。既然娘子都这么说了，宋人自然也是赞同的。宋老二没意见，于是根本就不用大房同意，这家就被老夫人给强制分了。现如今咱们也没什么财产纠纷，各过各的就行。我跟着老二，不用你们养老。至于你们家渊儿是生是死，也是他的命。我一个老婆子实在无能为力。这话让宋大娘子是浑身发凉，顿时感觉从前那些尊敬啊都喂了狗。她颤抖着声音说：你好狠的心呐，你们都好狠。娘。忽然一道微弱的声音传来，众人顺着声音看过去，原来是昏迷的宋九渊。他醒了过来，只是嗓音还有些沙哑。江婉一个箭步就跑了过去。相公。他这模样倒是急切，甚至还拿手试了试他额头的体温。宋九渊一时间是越发看不透眼前的女子了。但此时宋大娘还有宋九赤也都飞奔了过来。渊儿！宋大娘子握着宋九渊的手，
心疼的眼泪是刷刷刷的掉。宋九池这半大的少年也是落了泪，而宋九离这个拎不清的，此时还在老夫人身侧呢。祖母，离儿不要分家，离儿还想和祖母在一起。这姑娘哭的呀，哎呦，梨花带雨的，完全遗忘了她家刚醒来的大哥，简直就有些缺心眼儿嘛。宋九离，宋九离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迈步走过来。宋九渊眸光晦涩的瞥了眼宋九离，我同意分家。宋九渊同意的话一出口，2房3房，包括是老夫人都是心里一喜。江湾也是轻轻勾了勾唇，目的达到了，那接下来呢，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渊儿，不能分家呀，分家了你怎么办？他比谁都清楚自家此时的家底儿，分了家，他们几个弱女子怎么拯救他的渊儿啊？流放之路如同是披荆斩棘，他怕保护不了他的孩子。宋九池跟宋九离也都不能接受，两个人倔强地望着宋九渊。宋九渊轻咳了一声，坚定道：都听我的。他说话是一言九鼎，家里人向来是很少反驳的，于是只能咽下心底的不情不愿。宋九渊则是看向不远处的老夫人说：分家可以，我要分家文书，往后我们各不相干。这荒郊野岭的，哪来的笔墨纸？沈谦嘀咕了一句，昔日爱慕的男神如今变成这副模样，他除了心疼还有些庆幸，幸好她没嫁给宋九渊，不然的话如今就得照顾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了。我有。江晚忽然开口，在众人震惊的目光当中，他顺手就把半包着头发的这绢帛拿了下来。在众人疑惑的眼神中，江晚走到生好的火堆，从里面捡了一根没有完全燃烧尽的树枝，大步走回到宋九渊的身侧，将绢帛铺在了石头上。我来写，你们签名就行。说完，众人就诧异的看到他手持树枝，如行云流水般的写下了分家的文书，还留了空白给宋九渊他们签名。拿，签名吧。江晚将写好的绢帛递给了宋九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宋九池一向是听大哥的，也签了自己的名，怕宋家其他人反悔，就连宋大娘子还有江晚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江晚又拿着绢帛走到了老夫人面前：祖母，该你了。宋老夫人红着脸，那她总不能说自己其实不识字儿吧？母亲身体不太舒坦，我们代替她来签。好啊。江晚眉也弯弯的看着大家签完字了，随后轮到沈谦，沈谦得意的写上自己的大名。江晚，你一个没有娘家帮衬的人，居然这么热心要分家，以后有你后悔的。他的身上可是有爹娘藏到包裹里的银票的，可他江晚有什么呀？切，我们一家如何，不劳你费心。江晚一把就把这绢帛拿回来了，针织甚至的塞到袖子里，实际上吧，已经放到了空间。还好，好像退热了。宋九渊觉得嘴里有些发苦，并不知道是他昏迷的时候，江晚偷偷喂了药，就只当是身子不舒服的缘故呢。看他紧蹙着眉心，江晚就把水囊递给他，嗓音柔和了一些：快喝些水吧。好。这时候在外头开小灶的官差也是晃晃悠悠的进来了，当然他们并不是没有听见里面的吵闹，只是刚才忙着吃东西呢，懒得搭理他们而已。而且人帮也不想面对宋大娘子的哀求，官差们进来就间接是等同于闹剧散场了，谁也不敢再惹事儿，个个都随意的在山洞里躺着休息。宋九离还在一旁捂着脸无声的哭泣，今儿个呀，他已经哭了一整天了，这会儿也没有人有心情劝他。而宋九池则是躺在地上，双眸无声地望着山洞，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江晚对满脸难受的宋大娘子说：娘，明日还要赶路，你们先休息吧，我照顾相公。等大家都睡着了，他还能偷偷的给宋九渊换点药呀，喂个药啥的，不然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敢呢。你休息吧，我来照顾渊儿。儿子变成这样，当娘的哪儿还能睡得着？宋大娘子的心揪着一般的疼，满心都是怨恨，怨夫君的失踪，怨老夫人跟亲人的无情，一时间是毫无睡意。倒是宋九离哭着哭着就睡过去了，宋九池则是背了宋九渊一整天，累得睡着了。江晚在水囊里边放了一丢丢的安眠药，
宋大娘子喝了水，这才沉沉的睡过去了。当然，宋九渊呢也是同样昏了过去。就着火光，江婉悄悄的将宋九渊翻了个身，轻柔的替他处理了伤口。看他这个模样，江婉甚至还从空间里拿了几瓶消炎药水，直接给他打了几针，效果比吃消炎药要快一些。处理完了这些，江婉打了个哈欠，刚要休息，耳边又响起了小精灵的声音：“主人，该囤货了。”江婉头疼的揉了揉眉心，小精灵，这荒郊野岭的，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没有开玩笑，这山洞下面有密室，里面有宝物。小精灵的话让江婉是精神一振，瞌睡瞬间就被赶跑了。啊，真的吗？那入口在哪里？我现在就去。宝物呀！想一想，江婉就兴奋了。这个时间能让她兴奋的唯有美食跟钱财。入口就在山洞的最里面，主人可自行探索。说话间，江婉就发觉意识里面浮现出了一幅地图，分明就是山洞的方位图。她瞥了眼，心中了然，然后运用起异能，瞬间就消失在了众人面前。只是熟睡的众人都没有发现。这个山洞很大，容纳下他们几百人是绰绰有余，甚至里面还有不少的空间。江婉根据地图来到了山洞的最里侧，就瞧见了一个很大的密室。密室里大大小小摆了几十个落了灰尘的箱子，一将箱子打开，随即他就傻眼了。天哪，我这是什么神仙运气？20箱金元宝，20箱银元宝，还有20箱奇珍异宝，甚至还有20箱古董字画，另还有10箱书籍手札，都是些珍品。发了，我发了！江婉兴奋地绕着箱子跑了一圈。小精灵，这些东西是有主的吗？就算是有主的，他感觉自己这个爪子已经快要忍不住了。主人放心，这东西是前朝叛军留下的钱财，是无主之物。他小手一挥，就把这些东西都丢进了空间，然后就听到了兴奋的电子音：“恭喜主人，囤货任务完成70%。”看得出来，这个小精灵也是个爱财的，同道中人呐。江婉嘴角微微翘起，满意的看着空间这满当当的财物，这才悄悄来到了宋九渊身侧。刚坐下，就对上了宋九渊那深邃的眸子，吓得江婉身子一僵，心都跳到嗓子眼了。我刚刚去小姐。妈呀，这家伙什么时候想来的？应该没看见我偷溜过来吧？毕竟他现在的情况，身子也动弹不得。江婉心里边是疯狂的想着应对之策。早些休息。他收起眼底的复杂还有狐疑，合上眼眸就开始休息，显然并不关心江婉去何处做了啥。江婉这才松了口气，看来这个家伙应该是刚醒，没发现什么，但是自己往后还需要更注意一点。江婉也没睡，他坐在火堆旁，趁着大家熟睡挑破了脚上的水泡，富儿又从空间里拿了一支药膏擦了擦，然后安心的闭上眼眸休息。次日他是被官差们给吵醒的。出发了，都给我起来，不许偷懒。这些人从前都是养尊处优的主，承受不住这个落差呀，这会儿还迷迷糊糊的想要赖着休息会儿呢，结果人帮拿起鞭子狠狠的就抽打在石壁上。谁要敢拖老子的时间，别怪我不客气。这一鞭子砸在石壁上的声音，吓得还在酣睡的众人身子一颤，一个机灵，没人敢贪睡了，甚至宋九池猛地跳起来，这才感觉到身子像是被碾压过一般的疼。其实不只是他，在场的众人身子都疼得不行。娘，我全身都疼。娇滴滴的大小姐第一次受这样的苦，可是宋大娘子也没法啊，只能轻声安抚她。倒是宋九渊，明明是伤得最重的人，他却是最坚强的，自始至终都不曾吭一声。江婉是打心底里面佩服这样坚强的人。早饭是一人一个黑不溜秋的馍馍，噎得人嗓子疼，但是经历过昨天的众人都没敢再抱怨了。但手里还有些银钱的人却是嫌弃的不想吃，比如沈谦，这次的馍馍他压根就没吃，而是从包裹里面拿出他母亲给他准备的干粮，结果才刚拿出来分给宋晨和二房的人，就被老夫人压着分给了三房，一共才这么点干粮，这么多人吃啊，最后也没剩点啥，把沈谦气得够呛。倒是大房这边依然是啃着难吃的馍馍，即使空间里有好吃的，江婉也不嫌弃，毕竟前世激发异能以前他什么苦都吃过。出发继续赶路，
江晚明显就感觉那种被人监视的目光消失了，他猜测应该是狗皇帝的人先撤了，依然是宋九池背着宋九渊，看得出来这瘦弱的少年一直在强撑着，大抵是昨日分家的事情让宋九池看明白了，如今他们家除了大哥就他一个男人，他不背谁背啊？江晚走着走着就发现这路边有野生草药，他连忙弯腰采摘了一些，还悄悄地顺了一些丢进空间，往后若是能够种植的话，自己空间就有不是吗？看他一边走一边采摘，引得宋九离嫌弃道：你怎么什么东西都采啊？该不会要吃这野草吧？他心里对江晚有怨气，要不是他的话，说不定昨天大房就不会被分出来的，指不定今儿个他也能从沈谦那儿得到一些干粮的。闻言，宋九池也瞥他一眼，眼里带着厌恶：你少乱说话，你大嫂这么做肯定有她的用意。宋大娘子对江晚的意向改观了，对江晚的态度自然也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这东西名唤荠草，通常有止血、化瘀或祛痈等功效，我觉得相公应该需要，所以才采摘了一些。说完，他还似笑非笑地瞥了眼宋九离。其实有一点小妹没有说错，这东西还真能吃呢，可以炒着吃，凉拌着吃，至少比黑馍馍好吃。宋九离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她自然不知道这些了，被江晚嘲讽的面色清清白白的。哼，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她别开脸，没看江晚，眼里的嫌弃是不加掩饰。管他是真是假，你别吃就行。江晚心想，他可不惯着他，都是流放的人了，谁比谁高贵啊？宋大娘子听江晚这么一说，当即就激动道：婉婉，这个东西真的可以给渊儿用吗？该怎么用？娘，谁知道这女人安的什么心啊？她可不相信她，反而是宋九渊目光淡淡的落在江晚身上，似乎还夹杂着好奇。若单单是止血的话，可直接捣碎敷在伤口上，当然若是内服的话，可以水煎后服用。那等会休息的时候，快让渊儿用一用。吃苦他不怕，他怕的就是渊儿的伤口恶化。娘，他又不是大夫，你这么相信他，万一害了大哥怎么办？迪儿，你们这是怎么了？沈谦一副知心姐姐的模样，目的自然是要看江晚的笑话了。于是宋九离就把方才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沈谦。听完之后，沈谦不赞同地对宋大娘子说：大伯母，我从前和江晚也算熟悉，可不知道他会医术。这两个人以前就是死对头，没人比他们更了解对方，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江晚早就不是从前的江晚了。闻言，宋大娘子看向江晚：婉婉，她显然还想给江晚一个解释的机会的。这把沈谦气得够呛了，哼，没想到这才短短1天的功夫，江晚就已经获得大娘子的信任了。娘，荠草确实可以止血。江晚似笑非笑地看向沈谦：我还从来不知道你这般了解我，就连我在家中有没有看医书都知道。你……沈谦气得俏脸涨红。大嫂，我这是为了你和我大哥好，毕竟有些药可不能乱吃，届时大哥有个万一，你后悔都来不及。顿时就让宋九池跟宋九离埋怨地瞪着江晚，江晚都没搭理他，而是直直地看向宋九渊：相公，你信我吗？这个药是给宋九渊用的，但是如果宋九渊不信的话，那就丢了呗。宋九渊对上江晚淡漠的眸子，忽然就意会到他的想法了。我信你。大哥，你忘记他是用什么手段嫁给你的吗？江晚这样的人，他根本就配不上他大哥，要不是他上赶着，他们肯定不会被刻的流放。沈谦的话到底还是入了宋九离的心。莫要再提往事。就瞧见一个官差这会儿正倒在地上。头儿，小邓被毒蛇咬了。神帮走在最前面，长长的队伍，他过来还需要时间。江晚就抱着荠草蹲下。啊，我学过医术，可以帮他。说着，他就从自己的粗布麻衣上撕下了一小块布条，快速的就捆在小邓被咬的小腿上，这是为了阻止毒素被吸收。看他手法这么娴熟，老张松了口气，悄悄的就把位置让给了江晚。江晚就把水囊里的水倒在了小邓被咬的伤口处，这里面是掺了灵泉水的水，直到伤口处冲出的血由黑色变成红色，他才快速的把荠草揉吧揉吧揉碎了，敷在小邓的伤口上，随后又用布条给包扎到了伤口上。这个时候，在前头的人帮也终于跑了过来。沈谦眼珠子一转，立即大喊道：官爷，
我大嫂她自小好强，虽然她不懂医术，但也是一片好心啊。这位官爷万一有个什么，请你们千万不要怪罪他。这话查里查气的，偏偏宋三娘子许氏还有火上浇油。江婉，你为了立功也不应该拿人命开玩笑。闭嘴！要不是人帮在场啊，他可能一拳揍一个呢。你怎么处理的？神帮却并没有如沈谦所想的指责江婉，先绑住他的小腿，不让毒性扩散，然后用水清理了伤口，再敷的剂草，等会儿再口服些剂草，应该就没什么大碍了。神帮也瞧见了被江婉处理的伤口，眼底浮现出了一抹赞赏。他常年走这条路，自然是了解一些紧急的处理方式。江婉不仅没做错，反而做得很好。疼，我是不是要死了？小邓是个新人呢，第一回走这路，年岁也小，这会儿吓得魂不守舍。神帮拍了拍他肩膀，放心吧，你没事，这小娘子处理得很好。瞬间让众人是诧异不已。原来他真的会医术啊！可惜了，再厉害的人也得跟着咱们被流放。唉，有一技之长总比咱们好。你瞧着吧，他帮了官差，这些官差肯定会对他宽容一些。谢谢。小邓也连忙对江婉道谢，小少年眼尾发红，看起来特别真诚。原来这凶巴巴的官差有感性的时候呀。沈谦气得折断了自己的手指甲，许氏也是面色扭曲，恨不得那小邓出事儿，江婉能够被神帮打死呢。江婉什么时候会医术的？宋老夫人咬着牙问宋大娘子，宋大娘子散应淡漠，不知道。嘴上这么说，其实她心里啊满满都是雀跃。看来我的渊儿有救了。只是举手之劳，这些我本来打算采摘下来给我相公用的，没想到能帮上你。他是故意这么说的，这样往后给宋九渊上药也能光明正大呀。果然，因为他帮了小邓，人帮对江婉的态度稍稍友好了一些。那你休息的时候可以给你相公擦些药。这是允许他光明正大给宋九渊治疗了。宋大娘子激动的眼底含泪，就连宋九离跟宋九池也都很高兴，心里对江婉的态度也是稍稍的改观了一些。只是老夫人还有二房三房的人被气了个半死，才刚刚分家，没想到江婉就讨好了官差，真是气死了。果然中午休息的时候，江婉将荠草交给宋九池，让他给宋九渊敷药。他别别扭扭地对江婉说，谢谢你，江婉。不用谢。江婉摆了摆手，他也算是在帮原主报恩嘛。等着宋九渊身子好了，他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离开了。正在帮宋九渊敷药的宋九池嗤了一声，就算你帮了我大哥，也不能磨灭你曾经干的蠢事。没错，当初吧，原主为了嫁给宋九渊，那真是干过不少的蠢事儿啊。除了下药啊，还翻过墙，以及当街追着宋九渊表白。当然这些都是原主的黑历史啊，又不是江婉的，所以江婉坦坦荡荡的。以前年纪小不懂事，往后不会了。这话让众人有些沉默。是哈，往后他们都是被流放的人了，哪儿还有什么资格任性啊？江姐姐，谢谢你帮了我，这是我送你的谢礼。小邓突然出现了，因为被蛇咬了不能运动，上午都是坐的牛车，这会儿他恢复了不少，就拿着一只烤鸡来送给江婉。其他人都是纷纷瞪大眼眸，看向江婉的眼里都是艳羡，显然是馋的。你不用这般客气，只是举手之劳。嘴上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江婉那个眼珠子呀都盯在那烤鸡上呢。毕竟穿越过来，他几乎还没有时间好好的吃一顿，这嘴巴都快淡出鸟来了。小邓似乎是看穿了江婉的小心思了，把烤鸡塞到江婉手里。你吃吧，我问过头的，他没反对。实则人帮呢是他姐夫，小舅子差点被毒蛇给咬死，那总得安慰一番，免得回去娘子找他闹啊。江婉他也不知道自己误打误撞的就救了领头的小舅子。那我不客气了，谢谢你。不用客气。小邓没有久待，他一走，宋家众人就忍不住了，个个垂涎的望着江婉手里的烤鸡，眼里都冒着绿光唰唰的。大嫂，祖母一天没进荤腥了。只要江婉开了这个口子，他就得像他一样把这只野鸡给平分出来。然而江婉可没有那么好说话，他眉毛一挑，是啊，你们这些小辈怎么能饿着祖母呢？就在沈谦得意江婉即将中计的时候，江婉一本正经地说，二叔三叔，你们是该想办法去给祖母弄些荤食吃吃。你手里不就有吗？宋老二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江晚面色冷了下来。这是人家送给我的谢礼，咱们已经分家了，各家吃各家的。言下之意就是说，这烤鸡啊，你们就别想了啊！宋老夫人脸倏的一下就沉下来了。宋老二跟宋老三都不敢置信的瞪着江晚，质问宋大娘子：“大嫂啊，这家到底是你当还是他当啊？”这烤鸡本来就是人家感谢婉婉才送的，自然是他做主。宋大娘子倒是个拎得清的，江晚心里挺满意的，掰了一个鸡腿递给她：“娘，快吃些肉补充体力，咱们要走的路还长着呢。”好，谢谢婉婉。宋大娘子眉也染着浅浅笑容，渊儿好一些，她的心里才没那么难受了。这一幕特别刺眼，但是不远处，小邓跟任邦就盯着他们。老夫人跟宋老二他们瞅见任邦手里的鞭子，到底还是忍住了脾气，但是这心里憋屈的不行啊。宋老二生气的骂沈倩：“就你多嘴，拿些干粮出来！”爹，我的干粮也没多少了。沈倩求救似的就看向宋晨，结果这家伙根本就不敢反驳自己父亲，他只能是不情不愿的把干粮拿出来，干粮彻底清空了。当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江晚差点笑出声来。相公，你吃。他给宋九渊递了个鸡腿，幸好这个鸡腿烤得挺嫩的，也没有放任何调料，不然宋九渊这个伤患还不能吃。谢谢。宋九渊虽然是浑身乏力，好在已经能够自主进食了。分给他之后，江晚本来是不想给宋九池分的，想了想，这个家伙还得背宋九渊呢，如果他没力气了，回头累的还是他。于是江晚就给宋九池也分了一些鸡肉，但是不多。谢谢。不客气，我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宋九离口水都泛滥了呀，大家都分到了，那下一个应该是他了吧？只是好的肉都分出去了，他怕只能分到的全是鸡骨头了。他看着江晚掰了半边鸡身子，虽然肉不多，但也不差。嘿，宋九离伸手去接，却发现江晚他自己咬着吃了。啊，我的呢？宋九离恼怒地瞪圆了眼珠子。凭什么我没有？你自己说以后不吃我的东西，想吃自己找。江晚一脸无辜地咬了一口鸡肉，这个烤鸡确实不大，分出去之后，鸡身子所剩不多，但是好歹有荤腥嘛。宋九离只觉得晴天霹雳啊，也想起了先前自己说的话，顿时面红耳赤，气得眼泪哗啦啦的掉。不吃就不吃。宋九离赌气地坐在一边，就啃着黑馍馍，一边啃一边掉眼泪，仿佛受尽了委屈。结果江晚就当没看见，依然淡定自若地啃着嘴里的鸡肉，吃的是香喷喷的。一旁的宋九池看到他的龙凤胎妹妹这么委屈，又不好意思找江晚，于是想把自己的鸡肉递给宋九离，却被宋大娘子制止了。他对小儿子摇了摇头，让他长长记性。如今咱们已经不是从前，而是被流放的人，总得成长，才能面对接下来这条艰难的路。宋大娘子就是因为这样，她才能快速的接纳江晚，因为她清楚，你只有团结起来，他们一家子才会更好。宋九吃着心里闷闷的，只是嘴里的鸡肉是味同嚼蜡，很不好受。倒是宋九渊冷静的可怕，他淡定的吃完属于自己的鸡腿，甚至还喝了一口江晚递过来的水。江晚其实明白，这里边啊，心理打击最严重的就是宋九渊，他现在怕是在调整自己的情绪。不过这些江晚都不关心。既然又到了继续出发的时候，路上宋九离还在默默哭泣，不过江晚就全当没看见。他呢纯属自作自受，因为救过小邓的原因，所以即使江晚在路边采摘草药，也没有人会阻止他，只要他不掉队就行。这样的信任让沈千气的是心肝疼，于是他悄悄走到了宋九离身侧，贴心的安抚他：“离儿，你也别生气，江晚的性子就是这样，咱们习惯就好。”他一个被娘家放弃的弃妇，凭什么这么嚣张？宋九离抽抽搭搭抹着眼泪：“是，他确实没资格这么嚣张。”沈千眼珠子滴溜溜的转着，压低声音对宋九离抱怨道：“不过谁让他救了人家官差呢？现在官差对他可比对我们宽容，所以咱们不能明着找他的茬。他就是运气好而已，是这样的道理，但人家官差不觉得呀。”宋九离沉默了。其实他都知道，官差对江晚好，对他们大房来说是有好处的，并没有引出宋九离的话。沈谦心里气恼，暗骂他活该。离儿，虽说咱们已经分家了，但是我好歹也是你的堂嫂，若是有需要的地方，你尽管和我说，反正我一直看不惯江晚，不怕得罪他的。
回眸瞥了眼正在跟娘说话的江婉，心里的情绪复杂。即便是怨江婉，但其实他也不傻。即使沈谦此时劝他，那肯定也不会是单纯的好心，所以他并没有承诺沈谦什么，这可把沈谦气得不行。但你还不能明着挑拨，看来只能是循序渐进了呀。今夜他们都比较好运，天黑之前赶到了城外的一家客栈。沈邦先进去交涉了一番，随即回来对大家说：大通铺每人5铜板一晚，你们自己给。至于他们官差呢，自然是住房间的，众人也不敢有异议，都纷纷拿出银钱。这会儿才刚流放，个个身上到底是有些银钱的，除了他们大房啊，毕竟被流放的时候，大房可是没有任何亲戚来送别，这让宋大娘子有点发愁了。沈谦就故意发问：官爷，那如果给不起银钱的怎么办？那就住牛棚。江姐姐，我帮你们出。小邓心里很感激江婉，但他也明白不能够利用恩情一直替自己谋利的，于是他笑着摇了摇头：谢谢你小邓，不过我们自己出得起。说着他就当着众人的面从挽着的发髻里面掏出了1粒碎银子。大家都震惊了，没想到他这么能藏银子，居然藏在包着的头发里面。不是，他那头发是个百宝箱啊！就连宋大娘子跟宋九离都诧异的瞪大眼眸，简直不可思议啊！沈谦气的脸都快扭曲了，本来是想看江婉笑话的，结果小丑竟然是他自己。碎银子给换成铜板，江婉顺利的缴纳了他们一家5口的过夜费。只是大通铺的环境让他差点吐了，坑上放着脏污的被子，别说是江婉了啊，这些养尊处优的人哪儿盖过这样的被子啊？官爷，我们自己出银子可以住楼上吗？沈谦可怜巴巴地看向任邦，结果任邦不为所动，而是挑着眉心反问道：你觉得呢？被流放的人还想住单人间？只好是乖乖进了房间。宋九离又开始哭了：大哥，这被子都是臭的。以前打仗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席地而睡，有被子总比没有的好。为了大封的百姓，他吃过的苦是不少，可是狗皇帝却这么对他，江婉都替他不值。你身上还有伤，先休息吧。江婉把荠草交给了宋九吃，让他给宋九元擦药。另外一边，沈谦出了屋子，找客栈的老板娘兑换了几床干净的被子，怕是钱袋子又缩水了。江婉冷漠地看着这个人作死，他想，就沈谦这大手大脚的模样，后面的路啊，怕是得饿死。好在晚上的伙食不再是黑乎乎的馍馍了，而是糙米粥，虽然依旧卡嗓子，那总比馍馍好一些啊。吃过晚饭，沈邦把大家都召集到了一块儿。明儿一早我们会去采购物资，你们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可以找老张登记。自然他们会从中抽取银子，但是为了自己能生活得好一些，大家都会选择换一些需要的东西，比如2房还有3房一直哭穷，这会儿也拿出银钱来让官差帮忙带一些锅碗瓢盆还有细米之类的。有人要水囊跟衣服，还有的人要馒头等等，就只有大房的人没有出声。宋九渊在屋里没出去，但是宋九池跟宋九离身上没有银子。宋大娘子看向江婉，沉默不说话。江婉没有去登记，而是私下找到了任邦。官爷，我明早能和你们一起去镇上吗？说完了，又怕任邦怀疑，他连忙说道：你放心，我绝不会跑的，只是我们家人需要的东西有些多。他知道这样有些得寸进尺了，但只有离开一段时间，他才能够囤货，甚至还可以合理的拿出不少东西来。仅此一次。任邦也是看在小邓的面子上，随后不忘警告道：你若是跑了，那你家人就得完蛋。这一次算是还了他救小邓的恩情了。好。江婉高高兴兴地回到房间，很快就收敛起了脸上的笑容。这天晚上他睡得特别香，因为要去镇上，所以他起得很早。睡在他旁边的是宋大娘子，忽然小声说：婉婉，我这里还有些银子，你拿去用。他塞给江婉一张不大的银票，是50两面值的。江婉有些狐疑，以宋大娘子的性子的话，如果身上有银子，怕是放不了这么久，昨天就会拿出来的。而昨天晚上就只有宋九渊一个人在这屋子里面，看来是有人给他送了银子，只是这个家伙嘴硬，非得借大娘子的手给他。我知道了，谢谢娘。江婉嘴角微微翘起，有了这个银子，他花钱就能够大气一点了，毕竟之后会有大娘子跟宋九渊给他打掩护的。江婉转身下地，
屋里的宋九渊睁开眼眸，目送着他离开，直到不见人影了，宋大娘子才没好气地看向宋九渊：“你怎么不自己给他？”他的声音很小，但是习过武的宋九渊自然听得是一清二楚的，可他却沉默着没说话。江晚在客栈门口跟官差们集合，就只有负责采购的老张还有小邓。见着江晚，小邓脸上洋溢着笑容：“嗨，江姐姐，快上来！”官差们是有一辆牛车的，因为方便拉他们随行的物资。此时，小邓就坐在牛车上对他挥手，江晚径直坐了上去。谢谢你啊，小邓，咱们可以出发了。吃点东西。小邓递给江晚一个白面馒头。我现在还不饿，等会儿去城内就可以买些东西吃。小邓也没有勉强江晚。此时天还没亮呢，牛车哒哒哒的朝着最近的城镇驶去。好在距离不远，等到达城门的时候，看看天亮，交了入城费。小邓对江晚说：“江姐姐，你想买什么自己去买吧，咱们4时在城门口集合回去。”小邓，老张诧异地扯了扯小邓的袖子。虽说这个小娘子救过他，但若是离开他们的视线，他跑了咋整啊？江姐姐，可不要错过时辰，过时不候哦。小邓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能当上官差，他自然是不傻，他这是给江晚机会。即使江晚真的跑了，他也就当还了江晚的恩情了。放心，我会准时回来。江晚笑着跳下马车，几个转身就进了小巷子。老张看着他消失，那脸都吓白了几分呢。小邓，他要是真跑了，你怎么跟头交代？即使他是人帮的小舅子，那也讨不到什么好的，毕竟丢了犯人是大罪啊。你放心，江姐姐不会跑的。小邓有一种直觉江晚一定会回去，因为那里有他重要的人。江晚可不知道小邓如此信任他，他呢先找了一个小巷子，进空间换了一身衣裳，然后用留在空间里的化妆品来了一个大变样。很快，落魄小男子就化身成了富家夫人。哎呀，可惜身边没个侍女，当初王府的下人都被充气发卖了。不过他头上戴的金光闪闪，即使小邓在，也不一定认得出他来。江晚就直奔粮铺。掌柜的，你们铺子里的存货我都买了。江晚大手一挥，系统交代的囤货任务他可没忘。蛮荒之地很穷的，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啊。粮铺的掌柜一瞧，嚯，江晚一身气派，当即就笑得合不拢嘴。好嘞，夫人，小的这就算账。掌柜的拿着算盘噼里啪啦一阵算，还让伙计去库房瞧了瞧存货。江晚正在想着要不要先去囤点其他东西，就听到路人的对话了。快，听说陈家要被抄家了，咱们快去瞧瞧。那可是咱们这里最有钱的富商啊，这是得罪谁了？管他什么原因，咱们过去指不定还能捡点漏。后面的江晚也没注意听，他只听到富商。富商意味着什么呀？那就是有钱呐。这个东西抄了也是充狗皇帝的库房，既然遇上了，那他江晚可不能错过。你好好给我算，算好的放进库房，晚些我来拿。走之前对掌柜的交代了一声，在门口随意抓了一个路人问了一下陈家的位置，然后就脚下生风去了陈家。也不知道陈家跟宋九渊有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时间点抄家怕是有些关联的。江晚也来不及多想，等他悄悄潜入陈府的时候，他明显已经听见官兵从大门口进来的声音，他也没含糊，直接就开始收。陈家不愧是富商啊，这库房里的宝物不比王府的差呀，大到古董字画、折扇啊，南海珊瑚、北海珍珠、翡翠头面等等等等，小到什么棉衣棉裤啊、棉鞋布匹的，江晚是毫不手软。这玩意儿要是不收，那可就是便宜了狗皇帝。大不了流放的时候，如果遇上陈家的人，他就帮衬一把。几个库房私库被他搬空了，他飞快地去了厨房，先是把里面的新鲜蔬菜全部都装进了空间。他的空间是可以保鲜的，所以不怕烂，又将点心、粮食这些都归置好。最后呢，就连库房的这火舌子呀、煤油啊、酱啊、粗茶这些全都没落下。离开厨房之前，江晚还顺走了一个大水缸。眼看着官兵们来到厨房，江晚拍拍手离开，挥一挥衣袖，没留下一片云彩。可惜的是前院他没来得及去，不过收获也不少。江晚麻溜的就准备回粮铺去。粮铺的掌柜刚算好账，伙计忍不住劝道：掌柜的，那夫人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没给押金什么的，真要将东西都搬去库房？伙计也是替掌柜的着想嘛，万一那个夫人没过来，这就等于是损失了一天的生意啊。
掌柜的点了点小伙计的脑袋，叫你搬你就搬，这些夫人最讨厌被糊弄了，这可是笔大单子，不能懈怠。万一那夫人生气了，他这铺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开下去呢。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啊，眼力劲儿还是有的。好的，掌柜的。等掌柜的跟伙计们把东西都搬到库房，江晚刚好赶上，瞥了眼掌柜算的账单，从空间拿出对应的银票，挥挥手将物资全部都收入了空间。时间还早呢，江晚的眼珠子一转，也没急着去城门口，而是如法炮制，搜刮了这条街的铺子，酒楼饭菜呀、糕点点心、包子馒头等等的，衣服也搜刮了几家成衣铺子，男女老少的衣服啊，他都买了不少。另外搜刮了鞋子等等耐用的东西啊，锅碗瓢盆啦，最重要的是去药房购买了一批药材以及一套银针。总之他需要的是一点儿都没错过。当然东西拿走，银子或者是银票留下。囤货任务完成85%。忙碌的江晚并没有注意到小精灵的声音，他总算是有时间去空间换好衣服，然后好吃好喝了一顿。这是从一家酒楼里面卷走的饭菜啊，江晚吃的是特别满足啊，他总算是感觉这胃里啊有了点东西了。吃完之后，他才从以前自己的物品里面找出了一双运动鞋，是每天走山路走的脚都起泡了，他可不想把脚底磨穿，于是乎就把运动鞋的鞋垫垫在了如今的布鞋底下。另外他还拿出了竹碗、竹筒，包括一个锅子，外加油盐，还有一些干粮，还给宋九渊拿了一些药材，这才匆匆地赶往了城门口。而此时城门口小邓还有老张正在东张西望的，眼看着时辰就快要到了，江晚还没出现，老张急得嘴巴冒泡。小邓啊，他怕是跑了。流放的犯人要真跑了，他们几个都难辞其咎的。不会的，你也才刚认识他，哪里了解他的秉性，指不定他先前救你，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啊。忽然他眼眸一亮，咧着嘴笑道：嘿，老张，这次你真看走眼了。就瞧见江晚大包小包的小跑过来，让你们久等了，我买的东西有些多，顺势就把东西放到了他们堆放物资的牛车上，人也爬上去了。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咱们便回吧。说完抽了一鞭子牛，赶着牛车就往客栈里走。他们回到客栈的时候，正好赶上大家在排队领中午的粥喝。宋大娘子连忙对江晚招手：婉婉，快来。娘，我吃过了。江晚没有凑过去吃东西，而是回了房间。这会儿宋九池正在喂她喝粥，江晚从包里拿出2个大馒头递过去：喏，就着粥喝吧。谢谢。看向他的眼神依旧是无比复杂的，江晚就全当没看见，他也没再操心了。既然昨天晚上有人来送了银子，怕是药膏这些东西少不了，他终于不用担心宋九渊会死翘翘了。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宋九离会在出发之前来找自己道歉。对不起，之前的事情是我的错。不远处的宋大娘子一直探着脑袋去观察这边啊，江晚就知道了，怕是大娘子要求宋九离来道歉的。但是这个宋九离心里怎么想的呢，还尚未可知。你说的是什么事情啊？他露出了一个恶劣的笑容。是骂我扫把星，还是不相信我采摘的是药材，亦或者不该和我作对？江晚，你别太过分。哎呀，才这么点道行都不够他玩的。江晚扑哧一下就笑了。哼，你这不太真心的道歉，我不接受。你！宋九离气得牙齿磨得咯咯响。又到了重新出发的时候了。江晚发现他们的队伍并入了几个官差，还有流放的犯人，不用猜也知道大抵是陈家人，只是隔得有些远，江晚暂时也不好多问。怎么样，你道歉了没有？娘，我按照你说的道歉了，但江晚不接受。莫非是你不够真诚？娘，你怎么不说是江晚小心眼？他娘是越发撇清江晚了，真是气死他了。你当娘不了解你的脾性啊！咱们家现在靠你大嫂支撑着，你可别给我惹麻烦，回头好好的给我道歉。宋九离都快要气疯了，每日所有的事情都得亲力亲为，他简直是痛不欲生啊。宋九池背着宋九渊，宋九渊则是侧目望着走在身侧的江晚。你这么看我做什么？莫非他今天早上洗脸没洗干净？宋九渊一向话少，这会儿却忍不住说：总感觉你和从前的江晚不一样。以前的江晚怎么说呢，就跟个花瓶似的，成日里追着他打转。不过那都是几年前的江晚了。这几年他在边关，一回来就遇上他当众表白，紧接着还下药污了他的名声，让他不得不娶她。然后就是流放。江晚的神色微微一僵，心里想：废话当然不一样了。
他又不是原主，但是总不能告诉他自己是穿越的吧？我先前说过的，不改变不行，毕竟我已经和尚书府断亲，婆家又被流放，所以我必须坚强。背着宋九渊的宋九池呲了一声，他是打心里边不喜欢江晚的，但是这2日江晚的付出他也是看在眼里，所以啊，纵然是不喜，但他并没有口出恶言。沈谦回头的时候，眼看着江晚跟大房的关系越来越好，气得咬碎了一口银牙。就在得知宋九离道歉的时候，到达了顶峰。离儿，你又没做错什么，要道歉也是他道歉。我娘让我道歉的。宋九离叹了口气，其实他也意识到了自己不应该说话那么恶毒的，毕竟那是大哥的娘子啊。大伯母太过分了，你才是他的女儿啊，江晚算个什么玩意儿？宋九离没搭话，他就是再傻，这会儿也发现沈谦不怀好意了，于是就只是扯唇笑了笑。我看呐，你就是被欺负惯了。他还给宋九离塞了一块点心，这是方才我托官差买的，你快吃吧。谢谢二嫂。宋九离心中微微一动，莫非是我误会沈谦了？这人还挺不错的，不像江晚，一点鸡肉都不愿意分给我吃。江晚可不知道，这个小姑子呀，又差点被一块糕点给收买了。这次他准备充足，还给大家一人分了一个竹筒装水。路上他又采摘了一些野菜，看江晚采摘，他也跟着采摘。他可没有忘记江晚说并没有原谅他，所以他只能自己动手，免得江晚吃的时候他看着眼热。晚上休息的时候，江晚排队领了自己的收，同时架起了锅子，将今日采摘的野菜洗干净了，就放在锅子里煮了煮，香喷喷的，引得宋九离时不时地盯着锅子看。除了野菜，江晚还拿出了白面馒头热了热。今天大家都采购了物资，所以伙食都还不错，他们这样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也没有谁敢吃大鱼大肉的。一来呢，因为要节省，二来也是怕官兵找茬。倒是沈家人因为是刚刚流放，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只能喝稀的跟水一样的粥。其实他们的状态吧还不错，江晚觉得至少比宋九渊好。此时的宋九渊虽然已经没有发热了，但是伤口还在隐隐作痛。短短2天的时间，他跟宋九池2个人就瘦了很多。宋九渊的脸色特别难看。相公，可是要小姐让九池带你去吧。粗鲁。好在宋九池反应快，连忙主动跟官差说了一声：“你这话怎么这么粗俗啊？粗俗怎么了？切，你还以为自己是从前的王府大小姐？如今咱们可是庶人，吃喝拉撒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江晚的话说的宋九离心里难受，又想哭了。偏偏他娘也没有向着他，他只能是默默的垂泪，喝着面前的粥。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江晚悄悄从空间里拿了几个鹌鹑蛋，就埋在火堆下烤了烤。等宋九渊回来的时候，江晚悄悄塞了2个鹌鹑蛋给他，快吃。带着温热的指尖划过他的掌心，宋九渊大手猛地缩了缩。怎么嫌弃我？他要是敢说个是字儿，江晚绝对转身就跑路。没有就好。江晚轻哼了一声，又给宋大娘子塞了2个鹌鹑蛋。至于宋九池还有宋九离，抱歉，没有。他江晚可是很记仇的，反正现在也饿不死，2个人是敢怒不敢言。毕竟这东西是江晚的。再者呢，要是闹起来，怕是娘跟大哥也没得吃了。娘身子弱，大哥还受着伤，确实应该补一补。江晚就是料定这一点了，所以光明正大的助这2个人的心，吃得好不欢快啊。宋大娘子虽然心疼2个孩子，但是想到宋九离这个不省心的，道歉都不会，于是忍痛没有看他们，一口一个就把鹌鹑蛋给吃了。天色渐晚，不远处的沈谦阴沉着脸，虽然采购回来不少的物资，可是缩水的是他的荷包。眼看着父母送给他的银子就只剩下一小半了，他怎么能不心痛啊？偏偏宋晨还是个不懂事的，完全没有替他着想，生怕他不拿出银子似的，气得他又恨上江晚跟宋九渊了。如果不是他们，他也许就不用被流放了。江晚可不知道自己这是坐着还得躺枪。野菜倒是分给了宋九池一些，但是宋九离没有，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吃。知道错了吗？婉婉一心为咱家着想，这种时候你就不能省心点儿。娘，对不起，我可以借用你的锅子吗？可以啊，你自己做吧。奇怪了，明明就是按照江晚的方法，为什么他的野菜会寡淡难吃，甚至还带着一股子涩味？娘，对不起，我可以借用你的锅子吗？可以啊，你自己做吧。奇怪了，明明就是按照江晚的方法，为什么他的野菜会寡淡难吃，甚至还带着一股子涩味？娘，对不起，我可以借用你的锅子吗？可以啊，你自己做吧。娘，
他真的是太惨了呀！以后他再也不敢骂江婉了。这个野菜真的好难吃啊！江婉在心里默默吐槽，瞧把这孩子可怜的呀，谁叫他自作自受呢？恶毒大嫂江婉翻了一个漂亮的白眼。吃完以后别忘记把锅子刷干净。娘，我不会刷锅子。不会就学。宋大娘子就像一个恶毒的后娘，她也不是不心疼闺女啊，而是因为她知道从今往后他们一家人再也没有伺候的下人了，想要吃什么想要什么呢都得依靠自己，她的儿女成长起来才是好事。江婉冷眼看着宋九离抽抽搭搭的收拾好了碗筷，又拿着锅子去旁边的小溪冲刷。还没洗干净。我知道了。在宋九离拿着锅子再度去小溪边上的时候，沈谦就假装去洗脸。离儿，江婉是不是折磨你了？二嫂，大嫂没有折磨我，是我自愿的。你个傻妮子，长嫂如母，伯母身子不好，江婉照顾你们是应该的。这种脏活累活怎么能由你干呢？你就得让她做。宋九离刷锅的动作顿了顿，苦涩的牵起嘴角，没回他。离儿，江婉她就是欺软怕硬，娘和哥哥都是你的，你怕什么？但凡你硬气一点，她指定不敢欺负你。宋九离想起娘逼着自己去道歉了，而大哥二哥二人熟视无睹的模样，轻轻抿了抿唇。二嫂，你快洗脸吧。嘿，沈谦气得不行，这宋九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好忽悠了？你那蠢妹妹指不定又得被人挑拨着来针对我呢。宋九渊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果然就瞧见沈谦正喋喋不休地对宋九离说着什么，距离有些远，再加上天色晚了，他也听不清楚。但是宋九离洗完锅子回来，宋九渊将人叫到身旁。离儿，往后你离沈谦远点，他不是什么好人。大哥，宋九离其实都知道沈谦心机太深。宋九渊简单的给出理由，他讨厌沈谦，就跟讨厌从前的江婉是一样的。心机深沉的女子让他心里没来由的厌恶。我知道了。难过的抱着自己的腿坐在那儿。江婉瞧见这样的宋九离，有一瞬间的心软。哎呀，到底还是个15岁的小丫头啊，家里忽然遭受巨变，一时情绪突变也是正常的。但是脑子里宋九离那恶毒的话又让江婉瞬间清醒了。她不改变啊，休想让自己原谅她。江婉去小溪边洗了把脸，好在因为是背对着人的，大家也看不见她的动作，于是她就拿出了空间里的洗面奶，细细的洗了洗，又拿出护肤品擦了擦。可惜不方便洗澡，她难受得起，晚上等大家睡了再说吧。江婉不得已就回到了今晚临时休息的地方，谁知道早上起太早了，身体有些疲惫，靠着大树居然就这么睡着了。半夜的时候，他是被脚踩在树枝上的声音给惊醒的。他倏地睁开眼眸，便瞧见不远处有2道身影。黑影。江婉当时就清醒了，他大概也是猜到了队伍里怕是有人跑了。他快速瞥了眼熟睡的众人，发现不远处的宋家二房少了2个人。倘若是其他人吧也就罢了，可是二房的人，江婉才没这么好心看他们溜掉呢。于是他就拿起一个小石子儿，飞快地丢在不远处小邓身上，紧接着又若无其事地躺下。小邓一个机灵醒了，一眼就瞧见不远处的黑影，当即就慌忙地大喊：有人跑了！这一声大喊让官差们一哆嗦，瞌睡瞬间被赶跑了，忙不迭的就起来追人。至于这些被流放的人，几乎也都被吵醒了，大家直勾勾地盯着那2道黑影，眼里散发出了奇异的光芒。江婉明白，他们肯定是想看看那2个人能不能跑掉，如果能跑掉的话，其他人肯定会有样学样的。宋九离看着追过去的官差，小声问宋大娘子：娘，你说他们能跑掉吗？哎呀，这荒郊野岭的，能跑到哪里去啊？宋大娘子叹了口气，宋九渊却是眼尖的发现跑掉的是宋家人，他小声提醒：是二房的人。什么？宋大娘子当即扭过头一看，果然是二房的。宋老二居然带着宋晨跑了。这会儿老夫人跟宋二娘子也是急得不行，生怕儿子跟丈夫被抓回来一顿暴打。看他们的样子，估计在祈祷着他们能够成功逃跑吧。江婉嘲讽地勾了勾唇，一顿胖揍啊，肯定是少不了的。果然，不过一会儿的功夫，官差就把宋老二跟宋晨押回来。为了杀鸡儆猴，神帮把他俩是绑在树上。敢跑！手里挥舞着鞭子，狠狠地抽打在2人身上，一边抽打一边骂：都给我看清楚点儿，这就是逃跑的后果。想跑，老子打断你腿！那鞭子狠狠地抽打在2人身上，打的是皮开肉绽。不跑了，我再也不跑了。
娘，救我呀！两人忙不迭的求饶，老夫人跟宋二娘子心疼的掉眼泪啊。官爷，官爷，求您放过他们吧，他们知道错了。快把你的银子拿出来！宋老夫人一把抢了沈清的包裹，手忙脚乱的就把里面的所有银子都捧在手里。官爷，接下来我会好好看管好他们的，别打了。沈邦却没听，手上鞭子没停，不打得狠一点。这些人是不会怕的。沈清眼看着自己最后保命的银子被抢走，气得差点吐血。这两个狗男人跑的时候都不带上他，而这会儿却需要他的银子救命。沈谦觉得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嫁给宋晨。看人帮发了疯似的打宋老二跟宋晨，宋二娘子跟宋老夫人都急着想要去拉人帮，却被官差给踢飞了。两个人狼狈的被摔在地上，哪儿还有曾经贵夫人的模样？江婉忍不住嘲讽的扬了扬唇，这才刚开始呢。滚远一点！江婉，沈谦却忽然像是反应过来似的，飞快地跑到江婉面前。江婉，你救救相公和爹吧！你救了官爷，他们一定会听你的话的。这话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不仅是宋老夫人，还有神帮跟小邓。前者是满怀期待，希望江婉能够制止一下人帮。神帮勾着唇，手上动作都没停，而小邓是握紧了拳头，江姐姐肯定不会得寸进尺的。果然，江婉都没让她失望，慵懒地坐在那儿，漫不经心地开口：“我一个被流放的人，哪有这么大的脸？相公，你说对不对？”要不是他提醒小邓，那俩货指不定就跑了。哼，江婉才不想当这种好人呢。也不知道宋九渊知道了会怎么想，一定会认为她是一个恶毒的女人吧。哎呀，不过不要紧了，她不在乎这些的。宋九渊戏谑的就瞥了眼江婉，顺着她的话说：“娘子说的没错，我们自身难保，别人的事情确实管不了。”宋九渊，宋老夫人气得脑袋发昏，字字泣血。这可是你嫡亲的二叔和弟弟呀，你不能不管他们。帮不了。宋九渊直接就合上了双眸，一副拒绝交流的模样，气得宋老夫人想要骂宋大娘子，但是宋大娘子直接就背过身子，显然也是不想搭理她。她只能是颤抖着手指着江婉：“江婉，他们都姓宋，和苑儿大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你要袖手旁观，就是心思歹毒。”江婉，以前是我的错，我不该针对你，求你救救我相公。无论如何，他一定要让官差厌恶上江婉，也要让宋家人都恨上江婉。她才嫁过来，要说对宋晨有多么深的感情吧，也没有。哼，对啊，我就是这么心思歹毒的人，爱莫能助。他拍了拍衣服起身，对小邓说：“我去洗漱，你们继续啊，千万别管我。最好呀，打得再狠一点。”这会儿天已经快要微微亮了。宋晨跟宋老二两人浑身是血，没有宋九渊严重，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说完，他当真好像局外人似的，起身去了一侧的小溪边，弯身准备洗漱，将老夫人一众人气得吐血啊！神帮弯唇，继续挥舞着鞭子，到底是没下死手。下次谁再敢跑，就是这个下场。将在场的人都给吓得不轻，都是被流放到蛮荒之地的人，谁心里还没点侥幸心理啊？但是官差也不是吃素的，每日里不让他们吃饱，使劲儿的折腾他们，让你即使想跑也没有力气啊！宋二娘子哭得稀里哗啦的，瞧见两个人身上的皮肉伤，宋二娘子差点哭晕过去了。宋老夫人心疼的连连瞪宋大娘子。哎呀，这些人呢，似乎永远都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总是在怨怪别人。等江晚洗漱完，施施然回来的时候，就瞧见老宋家的人在互相推诿，互相的怨怪，他就全当没看见，熟练的架起锅子。这怎么办呢？这荒郊野岭的也买不着药啊！娘，我先前看酒池，再给大哥擦药，指不定是江晚去买的。宋老夫人跟宋二娘子身形一僵，他们俩同时想起来了那天晚上宋九渊发烧，宋大娘子求他们的场景了。这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记仇的，怕是不会愿意的。娘，相国和爹都成这个样子了，咱们赌不起，这可是有银子也买不到的呀。沈谦如今身无分文，想想就生气。凭什么江晚还能过得那么好？娘，我不能眼看着晨儿痛死啊！怕老夫人拉不下脸，甚至还叫了一声：“姑母，求你了。”宋老夫人神色隐隐的有些松动。哎呀，为了儿子跟孙子，
他还是得豁出去老脸。于是就在江晚做好了简单早饭，烤红薯就着野菜汤吃的时候，老夫人走了过来，看江晚吃烤红薯吃得正香，老夫人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因为儿子孙子被揍，他们的粥还没排队去领呢，此时饿得有些饥肠辘辘的。然而即便如此，江晚甚至宋九渊都好像没看见似的，自顾自地吃着东西。唯一有些触动的就是宋九离，然而他手里端的是排队领的粥。祖母，你吃了吗？还没。老夫人等着他们主动开口邀请，然而并没有。江晚甚至就连宋大娘子这个当儿媳妇的都没有开口说一句话。老夫人觉得没脸，绷着脸就看向宋大娘子：“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同你讲。”娘。宋九池喊了一声：“放心，娘去就来。”江晚看他跟着老夫人去了一侧，他一边吃着烤红薯，一边就查看着动静，方便随时帮忙。老二和程二受了伤，你从渊儿那儿运点药过来。宋老夫人还当是从前呢，理直气壮的就命令宋大娘子，大娘子都被气笑了，直接拒绝：“药是婉婉采的，我做不了主。”如今的宋大娘子就摆出了一副完全听江晚话的样子，把老夫人给气够呛。你是她婆母，她敢不听你的话？祖母的话她都不一定听，婆母又如何？我知道先前渊儿的事情你心中有气，但你要想清楚，如今你们大房也没个顶事儿的男丁，二房三房还有老二老三，咱们只有相互帮衬着才能够走到蛮荒之地，不是吗？是我们单方面的帮衬着他们吧，要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我还要给渊儿缝补衣服，忙。转身回到宋九渊身侧，将老夫人给忽视了个彻底。老夫人气得脑袋是阵阵发晕，眼神多了一些悲伤。这一幕落在了宋九离的眼里。娘，祖母找你做什么？听他一口一句祖母，宋大娘子心里难受，苦涩地扯了扯唇。他想要你大哥的药。什么？这怎么能行？大哥的药本来就不多，给了他们，大哥怎么办？他简直要被这无耻的话给气无语了。曾经那么慈祥的祖母，如今怎么成了这个模样？宋九池有些怀疑人生，宋九离也是瞪圆了眼珠子，他讷讷的张唇：“娘，那些草药我们可以再采摘一些的，二叔和二哥他们好像伤得挺重。”他想起往日里祖母对他的好，忍不住心里难过，却也是不愿意往坏里想祖母。反正江晚认识草药，他们可以采摘一下。那你自己去采。他以为妹妹就只是蠢了一点，现在看来蠢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宋大娘子也是不敢置信地望着自己女儿，万没想到啊，她居然会愚蠢到这个地步。那可是她嫡亲的哥哥呀，她居然会为了别人想将宋九渊的药给匀出去。就连宋九池眼底都夹杂着失望，唯有江晚跟个局外人似的，就冷漠地看着宋九离。宋九离也是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大家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劲儿啊。我说错什么了吗？麻烦你下次打算盘之前不要将我算进去，我和你不熟啊。今天呢，又是宋九离吃不到他东西的一天。到了这会儿他还不反思，江晚都懒得多看他一眼。江晚的话就像是什么东西卡在了宋九离的喉咙，让他上也不是下也不是的。他呆愣地站在那儿，手足无措的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宋大娘子失望的摇头：“离儿，你这样分不清亲疏，寒了娘和你哥哥们的心呐。”江晚再不好，那也是渊儿的娘子，比宋晨他们要亲呢。亲娘的话让宋九离是如当头一棒，敲得他手脚冰凉。是啊，娘跟哥哥才是他的亲人，祖母从前对他再好，那也是基于哥哥养了他们一大家子。如今想到自己方才的想法，宋九离是羞愧不已，想要找江晚道歉。然而江晚已经背上了行李，准备好出发了，那个模样显然就是不太想搭理他。而宋九池也背上了宋九渊，看都没看他一眼，非常气恼的走了。就连宋大娘子这一刻也不要他扶，自己坚强的就跟上他们的脚步。宋九离着急忙慌的就拿起自己的行李，刚要跟上就被沈谦给拦住了。离儿，二嫂，你有事吗？宋九离冷了脸，很是烦躁，生怕娘跟哥再也不理他了。沈谦落寞地垂着眼帘说：“离儿，爹和相公伤得很重，需要药。我知道大哥有，我们不贪心的，你们分一点点给我们就好。你也不忍心看着他们被痛死吧？你求求大伯母吧，他肯定听你的话。”宋九离纠结地抿着唇，想到娘跟哥哥们的话，口吻坚定：“我大哥的药本就不够，没法匀，你们自己想办法吧。”说完，脚步加快就越过沈谦。
虽然拒绝他很难受，但是不拒绝他，宋九龄就觉得自己会更难过的。瞧着他们这一家子人的背影，沈谦捏紧了拳头，眼里都是愤恨。怎么样俩？宋二娘子急得嘴巴都冒泡了，恨不得上手去抢，但是他们不敢。不说现在官差向着江晚，那他们也不一定能抢过来啊，到时候免不了又是一顿胖揍。他没答应。沈谦面部扭曲，不过是短短几世的时间，如今竟然连宋九龄都偏向了江晚。算了，我们还是先赶路吧。宋老二叹了口气，心里郁闷。那官差经验老道，将他揍得浑身发疼，却也都只是皮外伤，没有伤到筋骨，看着可不死不了人的，就是没有力气再跑，简直是丧心病狂。为今之计也只能是这样了，他们不想再被打了，只能是相互搀扶着继续赶路。好在老弱病残本来就多，这赶路的速度本来就不快，再加上流放的犯人是不许走官道的，所以走的都是小路，翻山越岭走沟壑，路不好走。但是宋九池依然是咬牙撑着。自从换上了鞋垫，江晚就感觉脚舒服了不少，也琢磨着给大娘子的鞋子也加固一下。还有宋九池，如果他表现好的话，看在宋九渊的面子上也加固一下吧。江晚一边想，一边随手从地上就采摘了一把野菜。宋九龄也跟着采，他羞怯地靠近江晚。大嫂，对不起啊，先前都是我的错。这一次宋九龄是第一次如此真心实意地叫江晚是大嫂，而且诚意十足的道歉。但是江晚也不敢轻信，还故意对他。我可不敢说你错，大嫂，有什么用得上的地方，你尽管吩咐我。娘说的对，他们才是一家人。虽然以前不喜欢江晚，但是现在他变了许多，他也不是不能接受的。江晚微微有些诧异，就理直气壮地吩咐他，行，这些你多采些。至于宋九龄是真的改变呢，还是假的改变，江晚观察观察就能看出来。但是想要吃他的东西，那就得干活了。好，宋九龄狗腿式的应下，动作生涩地扯着野菜，虽然不太成功，倒也是挺认真的。宋大娘子不由得微微点头，看来女儿还没有蠢到极致，还有挽救的可能。后头沈谦看他们一家人亲亲热热的，颇为气恼，他也学着江晚的样子去采摘东西。因为江晚先前采摘草药的事儿，他下意识就以为江晚这会儿采的也是草药呢，忙不迭地跑过去扯了一把。宋九龄没想到他会抢，顿时有些不高兴了。啊，二嫂，你干什么？这草药都是野生的，也没有规定是你们的，难道就许你们采，不许我们采？沈谦洋洋得意地抓着手里的草药，只要是能够气到江晚，他就高兴。江晚意味深长的就瞥了眼沈谦手里那所谓的草药，哎呀，连野菜跟草药都分不清楚的人呢。你想采就采吧。江晚转身的时候，差点没憋住笑。于是接下来的路程，江晚没有采摘草药，一路上都是采摘野菜，偏偏沈谦还得意地跟着采，而且得意地对宋二娘子说：“娘，江晚采什么我就采什么，你拿去给相公和爹敷一敷。”好，辛苦你了，芊芊，咱们再坚持坚持啊！咱们很快呀要到娇娇家了，她知道咱们被流放，一定会想办法帮咱们的。娇娇呢是宋二娘子生的嫡女，嫁出去也不过才2个月，也是命好。倘若这会儿没出嫁的话，怕是也会被流放的。娘，你放心，我会继续努力的。江晚再怎么蛮横，总不能阻止我采东西吧？这山也不是他的。你仔细替相公和爹敷药，我们一定能撑到见到妹妹的那一日的。见到宋娇娇，他一定要拿回他的私房银子。宋二娘子也不知道这是野菜啊，揉吧揉吧就往宋老二还有宋陈身上敷。恰好神帮中途巡视见到这一幕了，好家伙，差点没绷住笑出声。拿野菜当草药敷，简直要笑死他了。而当事人却并不知道这些啊。我看那个江晚就是这么敷的，你们忍着点啊。娘，好痛！深深的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草药啊？这可是你娘子辛辛苦苦赚来的，你往后啊可得记着她的情。宋二娘子一边说，一边没好气的就瞥了眼宋晨身侧可怜巴巴的小妾段姨娘。我知道了，娘。悄悄看到这一幕的江晚，差点忍不住笑出声了。你笑什么？沈谦有些不明所以，他此时正在跟江晚一起采摘草药，对，他就有一种江晚是在笑自己的错觉呢。没什么，
一路上都特高兴，嘴角轻轻扬着，甚至还忍不住的哼着小调。看他心情不错，宋九渊睁开眼眸，轻声问道：“你看起来很高兴。”是啊，看见一些傻子做蠢事儿，我能不高兴吗？直到中午，所有人才知道他在乐呵什么。去把这些洗一洗。哦，好。生怕娘跟哥哥会生气，对江婉的话是言听计从。这还要洗一洗吗？很快他就得到答案了，因为江婉接过宋九离洗好的草药，然后丢进了锅子里。这草药是内服的？宋九离狗腿的排队领回了所有人的粥，江婉第一次给了他好脸色。拿，今天的野菜有你的份儿。江婉特地咬中了野菜2个字儿，让沈切是如遭雷劈。你这是野菜？对啊，挺好吃的。果然比他做的好吃多了。你手里不是也有吗？自己弄了尝尝呗。宋九池实在是没忍住笑，就连宋九渊唇角也是轻轻扬了扬，显然心情是极好的。宋大娘子只觉得解气，甚至觉得嘴里这个野菜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宋二娘子一把丢掉手里野菜，恶狠狠地瞪着江婉。我说江婉呐，你怎么这么歹毒啊？相公跟陈儿好歹也是宋家人呐，他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野菜当成草药呢？宋晨跟宋老二铁青着脸，两个人一想到先前身上敷的是野菜，就浑身都不自在，甚至觉得伤口在隐隐作疼。而另外一些听见他们对话的众人，无论是官差还是同被流放的人，都差点忍不住笑出声了。宋家人就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所有人都在看他们笑话。我怎么歹毒了？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那是草药吧？谁知道你们这么蠢，居然五谷不分，将野菜当成草药。他就是故意看戏的，怎么着？不对，让他们这么蠢啊！你个蠢货，草药和野菜都分不清楚。这一巴掌明显就是泄愤的。哎呀妈呀，沈谦被打的是脑瓜子嗡嗡响。江婉，你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你个贱人！他只想挠花江婉那张笑容灿烂的脸，谁料刚扬起手，江婉就眼疾手快拍掉他的手。沈谦的脸就被打得微肿，还挺对称的。沈谦气得尖叫，疯狂地朝着江婉就跑过去，结果刚靠近就被江婉一脚给踢飞了，啪叽一下摔地上，好不狼狈啊！闹什么闹？老邹是不是？官爷，是他打我，你一定要严惩他。我这是正当反击，是他先打我，我总不能站着任他打吧？江婉神色无辜，都不许聚众滋事，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没惹事，是江婉揍我。就算是正当防卫，下次也注意点。好。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人帮就是偏帮着江婉嘛。这下子大家都不敢得罪他了。沈谦也吓得没敢再说话，就只是看向江婉的眼里都是怨恨。看大家都冷静下来了，人帮就把鞭子别在腰间，转身离开了。沈谦想说人帮偏心，但是这个话吧，他又不敢说出口，他怕那个鞭子甩在自己身上。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干的蠢事儿，如今宋家人都不愿意搭理他，他连午饭都没得吃。瞥了眼明显有些心软的宋九离，把碗塞给他，去洗碗。好的。相公，我是为了让你早些好起来，没想到会遭了江婉的算计。宋晨轻飘飘地瞥他一眼，没说话。段姨娘正在替他清理身上的野菜，对于他来说，这就是耻辱的象征。沈谦有苦难言呐，好不容易采摘的野菜也全部被他丢在地上，似乎是不解气，他还狠狠地踩了几脚。姐姐，这些野菜是可以吃的，你这样浪费可不好。气得沈谦一巴掌狠狠地就甩过去。这是我的东西，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他奈何不了一个江婉，难道还奈何不了一个血气出身的小妾？他只是委屈地咬着唇，并没有找宋晨告状。爷，奴婢给你吹一吹就不疼了。就是他如此懂事的模样，让宋晨对沈妾是更厌恶了。你若是再不安分一些，别怪我不客气。如今他已经是身无分文，全靠宋家人了，他不敢再乱来。明明沈谦娘家送了大把的银子，本该是活得最好的那个的。哎呀，没想到他比原书里那个原主还能作呢。宋九池又在给宋九渊擦药，江婉拿东西遮挡住了众人的视线，将一块软软的鞋垫垫进了大娘子的鞋里。娘，你垫着走走。好。有了鞋垫之后，走路都轻省了不少。宋大娘子又有些心软，宋九池他不比九离，每天背着宋九渊已经是极大的压力了。看得出来，他想把鞋垫让给宋九池。江婉就塞了一双鞋垫给大娘子，你给九池垫上吧。谢谢你，婉婉。谢谢。江婉似乎真的是不一样了，就连宋九渊都不由得诧异地瞥了他一眼。
眸色里带着他看不懂的复杂。江婉觉得很不自在，就直接避开了他的视线，起身说道：“我去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吃的。”靠山吃山，纵然是坐拥异空间的物资，江婉也没想过要放弃寻找食物。当然了，找物资的时候呢，也会偷偷从空间里拿一些糕点吃。渊儿，看得出来婉婉是真心喜欢你，从前做的那些事情，怕是也有尚书府怂恿的原因。他既然一心一意和你过日子，你要珍惜。娘，他心机颇深，这说不定是他的计策。宋九池蹙着眉，他就是觉得江婉配不上自己那厉害的大哥。闭嘴！宋大娘子狠狠地瞪了一眼九池，他给你的东西都喂了狗是不是？还有这鞋垫都是人家给的，用着人家给的东西你还私下说他，爹娘从前教你的礼义廉耻呢。宋九池诺诺地张了张唇，竟是说不出一个字反驳了。宋九渊道：九池，无论江婉是个什么样的人，至少如今他对我们是真心的。他不是一个不识好歹的，即便和九池说的一般，也许他别有所图，那要等他将目的说出来再说呀。我知道了。倒是宋九离被江婉给折腾了一天，也没有心思想其他的，老老实实的跟着赶路。走了几日，也不知道这是哪里。方才我听官差们说，应该快到闽州了。闽州？娇姐就是嫁到了闽州，也不知道她是否知晓咱们被流放的事。娇姐儿是二房的嫡女哦，是宋晨的亲妹妹，曾经欺负江婉的一员。因为宋娇娇呢，她跟原主同父异母，妹妹是好闺蜜，曾经没少联合在一块嘲笑她。她摸着下巴想了想，若是有机会的话，宋娇娇的私库也不能放过。不过因为宋九渊的身份，宋娇娇以前比较讨好她而已。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几日愈发的热了起来。每次夜里面，等大家都睡着了之后，她就悄悄的去空间里洗漱一番。又这样过了2日，江婉感觉有点恶心，想吐，脑袋眩晕，走路都是头重脚轻的。中午的饭菜她差点吐出来了。哎呀呀呀！原主这个破身体啊！只有锻炼好了身体，她的异能才能够发挥到极致。婉婉，你怎么了？没什么事情。她感觉自己好像是中暑了。这2日温差有些大，又都是借宿在野外的，加上她才赚到这具身体，所以有些不适应也是正常的。天，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我出嫁前娘教过我，似乎怀孕了就是这么吐的，你说对不对啊，娘？本来想继续冷着沈谦的宋老娘子一愣，倩倩说的对啊，这孕妇一般都是这么呕吐的。哎呦，恭喜大嫂啊，怕是要当祖母了呢。听听，这话满满都是嘲讽。江婉嫁给宋九渊不过才1日就跟着流放了，这要是真的怀孕了，就说明她对宋九渊不忠，怀的自然也就是孽种。没有的事，婉婉只是累着了。大嫂，你这么生气做什么呀？哎呦，我这都是为你们好才好心提醒的嘛。是啊，这流放不比其他的，万一要是孩子没保住就不好了呢。前些日子被江婉揍狠了，如今她说话的时候门牙还在漏风。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居然被迫怀孕了，没影儿的事！再瞎说，我撕烂你的嘴！有没有瞎说？将来你自己清楚吧。我有没有怀孕，你比我还知道的清楚。难道你以前蹲墙角了？你自己不守妇道，还要扯上我做什么？哼，谁说的？袖子轻轻一撩，大家都瞪圆了眼珠子，震惊地望着江婉手腕上那一点红，刺得沈倩眼睛疼。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比不上你们，新婚之夜好歹还能安稳一晚。相公半夜就被召集入宫，我们没时间洞房，有什么好稀奇的？江婉却落落大方地说了出来。反而让宋九渊颇为不好意思。他耳尖悄悄爬上红晕。你这么关心我们，该不会还觊觎我家相公吧？宋晨当即眉眼发冷地看向沈谦，我眼眸微闪，这会惹是生非的蠢货，害得他又丢了脸。如今沈谦身上也没有银两，宋家人对他态度大变，这会儿自然是讨不到好。想找宋晨求救，谁料宋晨心里膈应，这会儿拉着段姨娘的手嘘寒问暖呢。沈谦顿时就感觉是无比心寒呢。明明是炎炎夏日，他感觉从头发丝凉到了脚尖。从空间里拿了解暑的药丸子之后吞下。其实中暑也不是什么大病，约莫半个时辰以后也没有再头重脚轻了。因为中暑的原因，发现路边有藿香的时候，江婉就顺手折了一点。宋九离什么都不懂，反正吧，江婉让他折什么他就折什么。这次沈谦没敢再去江婉，怕江婉坑他。今天走的是山路，还得爬山，大家都静默无声，咬着牙在忍耐着。娘，
宋九离扶住身子摇摇欲坠的宋大娘子。娘，你怎么了？宋大娘子脸色很不好看，不仅是她，队伍里好些人这会儿看起来都不太对劲。你们等会儿，一边瞧大家的脸色，一边追到人帮。官爷，我看大家脸色不太好，怕是因为天气炎热都中暑了，不如中途停下来休息一番，我煮些避暑的东西给大家喝点，这样大家也能走得快些。当然江晚的目的呢是让大娘子休息一会儿，她应该是中暑比较严重的，而且江晚还发现陈家有一个小孩也浑身冒汗，被大人抱在怀里，怕是生病了。他拿过陈家的物资，顺手帮一帮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沈邦抬头往后一看，这会儿大家面色确实是不太好，不仅仅是流放的人，有几个官差的脸色也是不太好，尤其是年岁较大的老张，这会儿嘴皮子都快干裂了。原地休息，并且还特意将他们官差用的大锅灶交给了江晚。江晚采了许多的麝香，打算煎服一下，给大家一人喝一碗，这样会好受不少。江姐姐，我去洗吧。小邓主动抱着藿香去洗，面色发白的老张也主动拾了柴火过来生火。江晚有了几分钟的空档，于是对人帮说：官爷，我婆母快要晕倒了，我可否带她到那棵大树后面去歇歇？我想替她刮痧。好。江晚也算是提醒了他，他让另外一个官差看住火，自己就带着老张去术后刮痧。哎呀，娘，你忍着点。哎呀，果然好些了。仔细看的话，其实中暑的人还不少，就连宋老夫人跟宋晨他们几个都没能幸免。很快就做好了麝香，让大家排队来装。自然是先紧着官差来啊，随后才轮到普通人。不知道是有意无意的，大家都自觉让宋家大房的人先装。宋二娘子跟沈谦他们则是要气死了，却不敢多说。好不容易轮到他们了，江晚看不惯他们满脸怨恨，握着瓢的手微微一抖，然后沈谦碗里的汤就只余下了一半。轮到宋二娘子的时候，江晚又是如此操作。江晚啊，我们好歹是亲戚，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渊儿吗？你不想要就滚。他这么做呢，一来是为了跟官差打好关系，二来也是顺势帮一帮陈家人。哼，你又不会医术，谁知道这东西有没有效果哟？哎呀，你不相信我吗？江晚一把拍掉他手里的麝香。那你就不要喝了吧，万一有什么毛病还怪我。你……宋二娘子震惊地看着手里这空空的碗，不过是随口想对江晚一句，江晚就做得这么绝。江晚，你别太过分了。看来你也不想要，后面的快接上。官差们看见了也当没看见，二房的人是无可奈何，三房的人一瞧这一幕，不敢再作妖了，老老实实的端着半碗汤就走了。江晚不由得有些遗憾，哎呀，他们怎么不闹腾啊？闹腾起来，他是可以让他们连渣都没得喝的。这会儿陈娘子抱着有些昏迷的孩子过来，江晚给他碗里面装的是满满当当的，瞧见孩子红扑扑的脸蛋，抬手摸了摸，他有些发热啊，发热了。孩子大祖母就是发热没挺过来。你们先到一旁，我等会儿帮他瞧瞧。江姐姐，我来吧，你去忙。顺势就接手了分发的任务，江晚也没跟他客气，随着陈家人就到了一侧。娘，江晚指尖搭在小孩脉搏上，是有些发热，你们时不时用毛巾打湿敷在他额头上吧。好在温度不算高，大概是低烧，说是物理降温有用的话，想必很快就能好了。谢谢你。咱们都是一起被流放的人，互帮互助也是为了活下去。哎，好。等江晚忙完回来，大嫂，你认识他们吗？大嫂对他们比他还好的样子呢。不认识啊。江晚的余光悄悄瞥了眼宋九渊，却是竖着耳朵在听，莫名的觉得有些好笑。我就是看那小孩子挺可怜的，小孩不比大人，一直发热，也许会烧成傻子啊。京都就有这样的事情。听说户部侍郎家有个庶子不得宠，发热了没人管，后头就烧成了傻子。天哪！宋九离捂着嘴，比牙尖嘴利的时候可爱多了。一碗麝香灌下去，先前还晕晕沉沉的众人都感觉好了不少，当然除了二房的人。这会儿沈谦正在吐呢。娘，沈谦该不会怀孕了吧？我看别的孕妇就是这么吐的。这贱人是在暗讽我不守妇道。我没有，我只是中暑了。你这可不像，先前你们说的对，这流放不比其他的，倘若真的有孕，须得多注意，免得伤了孩子，那可就得不偿失啦。婉婉说的对，弟妹，你可得多关心关心儿媳。甚至因为沈谦如今并没有手工杀，似是对他的忠贞有些怀疑。我没有怀孕，我没有。江晚，我和你不一样，那会儿谁不知道你婚前就和王大哥有染？京都传的有鼻子有眼的，
我和相公成亲前都没怎么见过。你慌什么？哼，我也没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二弟的呀。香婉，你过分了！香婉凭什么这么嚣张啊？我就是随口一说，你自己心里应该更清楚吧。沈芊芊的脑袋是一阵阵发晕，她发誓香婉是她这辈子最恨的人，等有空了再耍她玩吧。因为她的肚子有些饿了，她扒拉出了几个包好的青团，她借着包裹的掩护拿了出来。上次去采购，谁也没看到她的包裹，这样也方便江婉时不时拿些东西出来。娘，吃点东西。你也吃。味道不错，只是她怎么觉得和他们王府厨子做出来的味道一样啊？而并不知道差点被识破的江婉还给宋九元他们每个人分了一个，这次没落下宋九离，算是看在这2日他狗腿似的讨好自己的份上吧。宋九离有些受宠若惊。大嫂，真的给我吗？这2日我眼睁睁看着你们吃，流了多少口水，终于轮到我吃了吗？我收回之前的话，大嫂人还是挺好的，只要你以后别犯蠢，也别随意被人忽悠，我不会亏待你。大嫂放心，我一定听你话。娘说的没错，跟着大嫂有肉吃。一直逗着宋九离的江婉并没有注意到，吃了一口青团的宋九渊也是诧异的瞥他一眼，看他们吃的那么香，一侧的老夫人不住的吞口水。宋二娘子不忿，我说大嫂呀，你们也太不孝了吧，哪有让娘看着你们大吃大喝的道理啊？哎，儿子不在了，儿媳也瞧不起我了呀。你真以为大家健忘吗？也不知道之前断绝关系的是谁哦。表面上没说话，他倒是要看看大娘子会怎么做。倘若他们还会心软，江婉可没有打算继续奉陪。幸好大娘子没有让他失望，他一口吃掉了剩下的青团。我们先前已经分家了，娘你自己说不要我们管的，我也是听了你的话。祖母，你若是饿了的话，让2位婶婶给你弄些吃的，他们那么孝顺，肯定不会饿着你的。蠢萌的宋九离啊，他是真心在给出意见。江婉差点没绷住笑，看来这个宋九离也有可爱的一面嘛。蠢货，我们要是有吃的还用问你要啊？二婶，你以前说我是最机敏的姑娘。骗你的。心想，要不是你命好有个厉害的哥哥，谁愿意搭理？娘，我真的那么蠢吗？大娘子不知道应该说点啥了，她是真不想扎女儿心呐。当初是你们主动断绝关系的，就劳烦你们按照七叔说的一般，离我们远点。对于这一群吸血虫，宋九渊的眼里都是厌恶，看都不想看他们一眼。到了继续赶路的时候了，这一次众人的精神状态好了一些。江婉发现宋九渊的伤口好像是好了一些，不再像之前那样病歪歪的，眼里也是带上了一些希望。到了晚上，江婉又帮官差们做了一锅子藿香，那些中暑的人都肉眼可见的恢复了。文浩，这是帮了你的姨姨，快谢谢姨姨。嘿，谢谢姨姨。江婉心里一软，从衣袖里，其实是空间里拿出一个糖果，悄悄塞到了陈文浩的小手上。不用谢，你乖乖的喝汤啊。妹子呀，这可使不得，我给孩子的，收着吧。江婉梅说的是啊，这个糖果吧，还是从你们陈府顺的呢。收着吧。果然，陈策一开口，陈娘子就没有再拒绝。文浩呀，你要记得姨姨对你的好啊。我记得的，娘。这么小的孩子跟着他们去流放，真的是挺可怜的。天色又渐渐暗沉下来，他们依然是在山里过夜。晚饭是黑馍馍，又从空间拿了红薯烤上，一家子吃得美滋滋的。输夜，大家都睡下了，江晚这才悄悄进了空间，随意的梳洗了一番，又吃了一桌酒楼买的热菜，这才满足的出了空间。这些日子天气炎热，大家也就随意的靠在大树边上休息。江晚也是如此，他这个人睡眠比较浅，所以当他的包裹被轻轻拉了一下的时候，江晚一个机灵就醒过来了，刚好就对上了宋老三那震惊的眼眸。江晚几乎是条件反射，把人摁在地上的一顿胖揍。痛死我了！住手！快住手！江晚，你个狠心的毒妇，我是你三叔！一连声的叫唤唤醒了正在熟睡的众人。被流放的人不敢轻易打人的，但是这一次
是宋老三自己撞上来的。江婉不趁着这机会狠狠揍他一顿，他都不姓江。江婉将宋老三揍的呀，全身没一两好肉，不比宋老二跟宋晨舒坦。等人帮带着官差过来的时候，歉意的对人帮说：“官爷，实在对不住，我一醒来就看见他翻我东西，还以为是小偷呢。”顺着江婉指的方向，他的包裹确实是散开了不少。宋老三都快要气死了，他就是看着江婉他们大吃大喝，寻思他肯定是藏了东西的，所以才想拿一点点嘛，哪里知道江婉下手这么狠。相公一把抱住狼狈躺在地上的宋老三：“你扫把星，都怪你！你揍我爹，我要揍你！”这2日，宋三娘子是一直压着宋阳，她可算是逮着机会撒泼了。众人本来以为吧，江婉会因为她是孩子而心软，结果江婉同样是一脚把人给踢飞了。阳儿，江婉，这可是你弟弟，你怎么这么狠毒呢？我们宋家娶了你这样的泼妇，真是倒了8辈子霉。分明是你们偷东西在先，不知悔改，还污蔑江姐姐，有病啊你们！小邓年岁小，性子直，直接开始对人。宋九吃也咬着牙说：“这是我们全家的口粮，三叔，你可真是个好长辈啊！”宋九离张了张嘴，却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伯母，我们婉婉没做错什么，这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谁知道这小偷会是小叔子？揍了也就揍了，你别耽误大家休息。宋老夫人被大娘子的话对的是哑口无言。不行，把人打成这样，怎么能就算了？那就麻烦官爷教育教育小偷。我们虽然被流放，但还不是犯人。可三叔当了小偷，那就由官爷当成小偷来处理吧。神帮在心里吐槽：好家伙，你们倒是安排的明明白白，把我放在眼里了吗？但是宋九渊的话却成功的让宋老三给吓到了。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和侄媳妇儿开个玩笑，不用官爷来处理。实在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休息了，大家继续休息吧。反正人也揍了，神帮也懒得管，直接背着手回去继续休息了，没人敢有异议的。江婉却是心情更好，也没有了睡意，意识进入空间了，就开始整理东西，金银珠宝啊，粮食果蔬啊，衣服鞋帽等等，全部都单独分类，生活用品一大堆，分到早上才忙完了。这2日进了闽州的地界，这天晚上大家路过几个庄子，神帮带着他们找了一个地方休息。江婉明显发现宋二娘子有些急躁，怕是在等宋娇娇吧。娘，你放心，娇娇妹妹得到消息以后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回头见着她的人，咱们让她给相公和爹准备些药膏，也能好得快些。她主要啊还是惦记着小姑子给的东西。但愿吧，江婉就一直留意他们2房的一举一动，同时从前宋娇娇欺负原主的记忆也是越来越多。她要是敢来啊，江婉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天色暗沉下来，有个农夫打着火把来了。官爷，外面夜深路重的，休息也不方便，我们的庄子就在前面，你们去庄子上休息一晚吧。我们可是常年押送犯人的官差。奴才晓得的，是我们家主子瞧见你们路过，想着官爷们辛苦了，让你们去庄子上休息休息。最终神帮还是答应带着他们去庄子上。众人心思不一，但是江婉瞧见宋二娘子上扬的唇，就明白这怕是宋娇娇的人。官差们被安排睡在房间，而他们这些被流放的人被全部安排在了几个下人房间，这总比睡野外好呀。江婉早早的合上衣服躺下。半夜时分，江婉听到外面一声又一声的野猫叫，她就知道怕是宋娇娇的人。她倏地睁开眼眸，就对上了一侧宋九渊发亮的眸子。这个家伙居然也没睡，都非常默契的没有说话。果然随即是很轻的脚步声，二娘子离开了。江婉也没有动，直到沈谦也跟着悄悄离开，她这才悄悄起身。黑暗中，江婉看到宋九渊的嘴巴动了动，似乎是在说注意安全。她微微点头就出了房间。没人的时候，她就运用自己的异能追了上去。走在最前面的宋二娘子很快就进了一间屋子，随后就是沈谦亦步亦趋的跟着。江婉脚下生风，落在了那个屋子的屋顶上，扒拉开了瓦片。娇娇啊，娘命苦啊！娘，我都知道，你先别哭，咱们得快些说正事，不然怕那些官差发现咱们偷偷见面。宋娇娇其实也很怕呀，虽然她已经出嫁了，但是因为王府倒下的事儿，如今夫家已经有些嫌弃她了，
所以他不敢让傅家的人知道，他悄悄的来见宋家人。娇娇呀，往后没咱们帮衬，苦了你了。宋二娘子对女儿是真心心疼，几句话让宋娇娇的心软了软。娘，不然我带你走吧，你藏起来。其实刚说完，宋娇娇就有些后悔了。如今她自己都是举步维艰，哪能帮得了娘家人啊？不行的，你爹跟你哥都受着伤了，也跑不掉，万一抓着还得连累你。娇娇呀，你就给我们准备一些膏药还有吃的就行了，爹娘肯定能活着到蛮荒的。好。宋娇娇心里感动，并没有坚持。宋二娘子这才注意到，昔日疼爱的女儿不过是在跟自己说客套话，她心里一痛。娘，这里有些碎银子，你拿着打点官差。说完，又递给宋二娘子一套粗布麻衣。这衣服里我藏了100两银票，另外还准备了些吃的和药。知道王府被流放，相公已经与我生了嫌隙，所以我能准备的不多，娘你不要见怪。娇娇呀，娘不怪你，你好好的就行。要问他心里难过，那肯定的呀。纵然他很伤心，但他还是选择听不懂宋娇娇打发的语气。宋娇娇忽然就想到自己以前最讨厌的江婉了。娘，江婉婉怎么样？她有没有欺负你啊？提起她来我就来气。于是宋娘子巴拉巴拉激动地控诉了江婉，将她这一路的恶行全部都说给宋娇娇听。她这要是没流放啊，在王府肯定也会欺负我跟你哥的。太过分了。娘，虽然我能帮你的不多，但明日可以找个机会收拾收拾她。娇娇呀，你若是方便的话，最好是彻底解决江婉。门外的沈谦忙不迭点头，搞得江婉很无语。眼看他们叙完旧了，江婉立刻赶到他们前面，就钻进了被窝。听着他回来的动静了，宋九渊瞥他一眼，这才放心的继续休息。没一会儿，沈谦还有宋娘子就一前一后躺下。江婉默默等了等，等这两人休息了以后，又默默起来。这次宋九渊并没有注意到，大抵是没想到江婉还会起来搞事情吧。他起来之后，先是来到了宋二娘子身侧，搜刮掉她身上宋娇娇给的银子还有银票。看到银票的时候，他有点嫌弃，咦，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当初宋娇娇出嫁虽然比不得十里红妆，宋二娘子也没亏待过她吧？几十台嫁妆呢，结果娘家遇难，她就给这么点银票，打发叫花子呢。也怪不得方才宋二娘子的神色怪怪的，感情是被女儿给伤到了。思及到他们一家人对原主的态度，江婉是一根毛都没给他们留下，然后麻溜的就出了屋子。这个庄子说小也不小，估计是宋娇娇用嫁妆买的。这会儿庄子上已经没有人走动了，江婉先去了宋娇娇的屋子。这会儿宋娇娇也已经躺下了，屋子里东西不多，江婉啧了一声，将之前的首饰给搜刮一空，随后又去了庄子厨房，里面粮食果蔬都不多，但是呢，江婉还是一个都没给他留。让江婉收获最多的是这个庄子的地窖里存了不少粮食，应该是宋娇娇存着备用的，细米啊、糙米啊、面粉各有100斤，红薯几百斤，还有其他的，江婉毫不手软，全部搜刮一空。囤货任务完成90%。哎呀，系统的声音让江婉的心情极好，她心里遗憾没有搜刮宋娇娇的嫁妆，但是也美滋滋的就躺下休息了。次日，江婉是被尖叫声给吵醒的。宋二娘子听那声音像是自家女儿的，也没有心思检查自己的行李，自然就没有发现昨天晚上的收获全部都被江婉给掏空了。神帮板着个脸，将大家聚集在一起。庄子的主人丢了东西，你们谁拿了？自己老实点站出来。这话一落，众人纷纷震惊的瞪大眼眸，他们都快饿晕了，哪儿还有力气去偷东西啊？昨天晚上几乎是倒头就睡，倒是宋二娘子担忧的望着庄子。除了他，2房跟3房的人其实心里都有猜测的，不过因为自己的小心思都忍耐着，没人出来承认。神帮有些生气，气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这个庄子的主人。一大早那个夫人就说丢了首饰跟值钱的玩意儿，他们流放的人若是有这个本事，哪还用跟着受苦啊？所以人帮是打心底不认为有人能够偷走那么多东西的，偏偏夫人认死理，非说是他们拿的。现在人帮都有些怀疑这个夫人是故意的，难怪昨天晚上好心让他们来庄子上歇息呢。官爷，主人说既然没人敢承认，那便搜一搜吧。你觉得
他们能悄无声息地潜入你们夫人的屋子？说当真如此的话，那夫人的名声肯定受损。小的去请示夫人。说罢转身就走。神邦哼了一声，冷漠地对众人说道：准备出发。当然了，他并不是护着这些人，而是因为搜查耽误时间。神邦是这些年来押送犯人最准时的官差的。果然没一会儿，那个农夫就带来宋娇娇的话，说放他们离开。宋娇娇这次真是赔了呀，只能是含泪吃下这个哑巴亏。江婉乐开了花，出了庄子脚步还是轻快的。他甚至还在想呢，怨恨原主的人再多来几个吧。啊，他似乎挺喜欢这种一言不合帮空人家库房的人设，好带感啊。离开了庄子之后，宋九龄纳闷了，就小声地问大娘子：娘，我怎么觉得二婶的表情好奇怪啊？那庄子八成是宋娇娇的。至于其他的，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宋娇娇那个秉性，就算是要帮，也不会帮他们大房的。那他怎么不出来见我们呀？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谁都会避之不及。宋九龄沉默了，他只是有些接受不了而已。换成是他的话，如果娘家被流放，他就算是拼了命也得见一见家人的。一路上他的心情有些复杂，比起他，此时的2房跟3房的人都默契地想着很快就还有吃的了。大家都认为宋娇娇肯定是送了吃的跟银子，他们的日子会好过一点。江婉冷笑一声：哼，吃的呀，不好意思啊，我收喽。只是宋娇娇说要收拾他，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法子，他得警惕警惕。一路上他都很小心的，本以为是针对他一个人的算计，直到瞧见了一群狼，江婉在心里骂了句娘。这宋娇娇也太狠了点，连自己老娘都不放过呀，怕是丢了东西，刺激的有点狠。听着狼叫，众人都是面色发白，神邦更是握紧了手里的刀。渊儿，大娘子吓得声音发颤，忍不住地唤了一声宋九渊。你们别管我，快跑！不行，大哥，要跑一起跑。宋九池背着宋九渊后退几步，不敢有大动作，就怕刺激了狼群。这会儿江婉他们前面有7、8头狼，个个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江婉悄悄从空间里顺了一把匕首放在袖子里，宋九龄吓得脚步发软。大嫂，你等会儿带着娘先跑。安道昨天晚上下手还是轻了，应该要了宋娇娇的小命。幸好走之前他还留了一手，在屋子里面下了一点东西。嘿嘿，宋娇娇这段日子呀，不会好过喽。一群人战战兢兢的后退着，神邦也是绷直了脸。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险里逃生，他其实也是慌的呀。这一声尖叫似乎打破了双方的沉默。江婉啊妈了一声蠢货，果然瞧见狼疯狂地朝他们跑过来，个个也是脚步生风，疯狂的逃命。就在这时，沈谦一把推开宋九龄，飞快地往后跑。他都快要被气死了，沈谦居然为了自己活命推倒他。他忙不迭地爬起来，然而已经晚了，那狼眼看着就要到他跟江婉面前了。江婉紧紧捏着手里的匕首，拽着宋九龄就疯狂地跑。大嫂，你放开我自己跑吧，万一我有个什么，麻烦你帮我照顾好我娘。眼看着就要落到后面，要不是江婉一直拽着他跑，他肯定倒了。灵儿，婉婉，快！宋九池背着宋九渊也跑不远，所以他们大房是远远地落在后头。你们先跑，我去帮忙。江婉，你给我回来！她一个弱女子去帮什么忙？她疯了吧她？哼，前世是异能队的江婉，她怎么可能会差呀？原主的身子底子呢一般，但是这段时间江婉天天锻炼，早就恢复了个5、6成了。5、6成对付这些狼就足够了。他手里拿着匕首，对着狼就冲过去了。天哪，大嫂跑这么快的吗？所以刚才要不是拽着他的话，大嫂肯定跑了。宋九龄心里感动的不行，彻底对江婉改观了。江婉！宋九渊气得大喊，泛白的骨指节死死捏着，手臂上青筋暴起。如果他身体没事儿，对付这几只狼根本就不在话下的。如今他却得让江婉来拯救，就连宋大娘子都在歇斯底里地喊着：婉婉，你回来！而此时神邦正被头狼给缠着了，他被逼得四处逃避，眼看那狼的獠牙就要咬到自己手上了，而另外一只手上的刀就狠狠地往那头狼身上捅。恰在这时候，一把匕首猛地就捅在头狼的脖颈上，江婉婉狠狠地一用力，
就把头狼往后一甩，小脚一踢，头狼就被咻的一下踢飞了。啊！众人都惊呆了，莫说是其他人了，人帮也是不可思议地望着江晚。借了。你的弓箭借我。人帮顺势就把弓箭交给他，方才他救了他，所以他莫名的就信任了他。再撑一会儿。江晚瞥了眼战场，背着弓箭飞快地爬上了最近的一棵树。天哪，那还是江晚吗？他们眼睁睁的就看着江晚拉弓射箭，然后紧跟着陈策的狼就被江晚一箭射倒在地上。陈娘子眼睛一酸，涌现出了一股热意，赶紧带着孩子找了一个安全地方躲着。宋九离因为落后太远了，眼看着就要被追上，跑！江晚一气呵成，一支箭直接把那个狼就射倒在地上。宋九渊看向江晚的眼里面满满的都是复杂，他的准头比他军中的男子还要厉害。救命啊！江晚，快救我！三娘子抱着宋阳，吓得眼泪鼻涕是一大把呀。沈倩也被吓得四处躲避着，有一头狼追着他们二房的人呢。江晚轻轻勾了勾唇，拉弓救了正在跟狼搏斗的小邓。江晚，我们可是你的亲人呐，救救我们！啊，晨儿，我的晨儿！宋晨被狼咬了手臂，江晚却还先救了其他人，被狼逼得没办法了，只能自己反抗。不过几息的功夫，除了老夫人还有宋阳，其他人身上多多少少都多了一些伤口，而宋九渊包括他的所有亲人，没有一个人喊他帮忙的。这一刻，他们全部都站在了江晚这边。江晚，神帮唤了他一声。时间太久会引来其他野物。我明白。江晚也觉得那他们被狼戏耍的差不多了，于是拉弓射箭，顺利的就把那头狼给射击了。沈谦等人瘫软在地上，个个都怨恨的瞪着江晚。江晚直接就无视这些人，一共就6头狼，几乎都是他解决的。莫说是这些被流放的人了，就是连官差们都是一脸惊悚的看着他。江晚施施然从树上跳下来。我从小就喜欢这些，尚书大人嫌我不像女子，所以才一直将我关在府里。倒是也没错，从前的原主一直都被关在府里，若不是宋九渊凯旋归来，他怕是也没有机会作威作福。众人都在心里默默的想，你觉得我们信吗？比起其他人的感激的眼神，沈谦死死的咬着唇。方才那狼怎么没有将江晚给咬死？偏偏是他们被狼追得狼狈又丢人的，身上还被咬了，他真的好恨呢。江晚五感灵敏，行了，这里血腥味儿太重，会引来其他野物，咱们得快些离开。受伤了的相互搀扶着点。你去清点人数。这一次被狼袭击，不管是官差还是犯人，多多少少都有受伤的。好的，头。小邓飞快点头，小跑着离开。这会儿大家都心有余悸，一听可能会引来其他野物，个个吓得是面色发白，哪儿还敢有其他的小心思啊？线下也不需要官差督促，哎呦，配合的不行。众人都狼狈的赶路，江晚却对那些狼有些异动，这可都是肉啊！他瞧见官差拖走了一头狼，大概是当成他们的口粮，剩下的拿不走，就全部丢在原地了。江晚眼珠子一转，你们先走，我去将你的箭矢拿回来。算了，我安全。你放心，我有分寸的。江晚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迎着不远处宋九渊那不解的眼神，征得了人帮的同意之后，就掉头回了现场，就是想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宋娇娇的手笔。江晚把地上狼的尸体全部丢进空间，最后在头狼的身上发现了一种药粉，他用帕子包了起来，以后有机会再找人给分析分析成分。就听咻的一下，谁？江晚警惕地朝某个方向看去，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有些懊恼，如果说真的有人跟他一起掉头回来，岂不是能看到他刚才凭空取物了？他捏紧了手里的剑矢，下定决心，不管这个人是谁，既然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那就绝对不能够让对方活下去。江晚可不是圣母，一切能够威胁到自己生命的人跟事儿，全部都得剔除的。他搭弓拉箭，对着不远处大喝了一声：“鬼鬼祟祟，给我出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江晚紧蹙着眉心。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上前的时候，一抹白色身影飞快地划过，江晚眼眸一眯，手中的箭矢飞快地就射出去了。白影被箭矢击落，江晚这才看清楚了，是一只小白兔。他悄悄松了口气，幸好不是人，不然的话自己就要面对空间可能被暴露的压力啊。
这么神奇的东西暴露，即使他能力再强，躲避起来也是很头疼的事情啊。小家伙，你算是撞到枪口上了，正好馋了。想必官差看在自己救了他们的份上，应该是不会阻止他吃肉的。他笑眯眯的提着小白兔回去了。果然，大家都非常默契的就忽略了他手里的小白兔。宋家小娘子，刚才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他不是个白眼狼，既然江晚救了他，往后他便庇护着他跟他的家人。不客气，还从自己的行李里面拿出了一些草药。我方才见有些官员受伤了，这个是止血的。多谢小娘子，江姐姐，你人真好，谢谢你。江晚瞬间收服了所有的官差，而不远处的宋家人气得差点吐血了。沈谦捂着还在流血的伤口，江晚宁愿将草药给外人，都不愿意给我们。这个狼心狗肺的玩意儿，宋九渊娶了她，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宋老夫人心疼的瞧着自己的儿子跟孙子们，气的是胸口疼啊！好在还有一个宋娇娇这么听话的孙女。老二家的，娇娇给你拿药了没有啊？拿了的，他心里特别挂念咱们，不仅准备了药，还拿了干粮呢。只是当他把行李拿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傻眼了。哎，我的东西呢？他着急忙慌地打开自己的包裹，不仅仅是药跟点心，就连娇娇给他准备的那些衣服都不见了，那里边还有娇娇给的银子呀！娘，你再仔细找找，别急，莫非娘不愿意给大家用，现在搁这装呢？没了，全都没了呀！二嫂，你该不会和江晚那个没良心的一样，舍不得给咱们用好东西吧？我要吃点心。小孩从小养尊处优，这段时间他简直馋哭了。没有啊，东西真的是丢了呀！明明昨夜到今天他一直抱着包裹的呀，这东西是怎么丢的？莫非真的见鬼了？娘，你信吗？我看就是二嫂舍不得拿出来给咱们用，都是一家人，你什么性子我还不清楚，搁这儿装什么装？三嫂，我娘不会这样的。宋晨忙不迭解释，结果宋三娘子根本就不听，她憋了一肚子气。现在官差护着江晚，他们又不能跟江晚斗，但此刻却起了内讧。宋二娘子是满肚子的火气啊！你嚷什么嚷啊你啊！我还说你刚才趁乱拿了东西呢。老娘要是拿了还问你要？就是你，肯定就是你，你叫得这么凶，肯定是你拿了。老宋家很快就乱成了一团，几个女人扭打在了一起。江晚看戏看的是意犹未尽的。干什么干什么！老张手里拿着鞭子，几个箭步就来到了老宋家人面前。宋三娘子跟宋二娘子还扭打在一块儿呢，像是泼妇一样。沈谦在一侧拉架，老张手里的鞭子直接就甩在了3个人身上。吵！你们再给我吵吵试试，老子打死你们！还以为自己是从前呢。老张本来就因为同僚被咬心里窝火，这几个女人还叽里呱啦吵得他脑仁疼，下手并不含糊。本来还扭打在一块儿的宋二娘子跟宋三娘子被打得在地上打滚，沈倩也是疼得呜呜的哭。官爷，我们不吵了。官爷，我错了，饶了我吧。哎呀，不关我的事呀，别打了。从前尊贵高高在上的贵妇人，如今像是泼妇一样从地上爬起来。再吵，别怪我不客气。老张把鞭子别到了腰间，嘴里边嘀嘀咕咕着，说着让老宋家人扎心的话。还是贵妇人，现在和乡里的村妇有什么区别？事实上，被揍了一顿，这2个人啊，还真就老实了，只是却面临了新的问题。他们手里面确实是没有药，这一大家子还等着用药呢。沈谦就忍不住瞧了一眼江晚，然而眸光触及到江晚不远处的人帮身上，又害怕的缩了缩脖子。是他们现下是真的不敢再去招惹江晚了，毕竟官差手里那鞭子可不是吃素的。夫人，奴婢记得他们先前用的草药的模样，奴婢去采些回来吧。好，你快去。冷冷的扫了一眼沈谦，这是将他一并给埋怨上了啊！哼，狗咬狗这出戏吧，还挺好看的。江晚看得津津有味的，就连手里的野兔都忘了处理了。我来。他曾经行军打仗，吃过不少的野物的，手法熟练的处理好，这个兔子皮都被他完整的给剥下来了。你手艺不错啊。谬赞了。看他还挺有经验的，江晚索性就把兔子交给他，自己则是蒸了一点米饭。这么好吃的菜，江晚可不想再喝那些稀汤寡水，反正他包裹大着呢，抓把米出来也没人觉得奇怪的。今日官差也没有心情安排人来熬粥，于是就各管各的吧，一人分了一小把粗粮，江晚全部都一股脑的丢进了锅子里。而官差他们今日也是吃肉，是人帮提走的那头狼，他们吃狼肉，江晚他们吃兔肉。宋九渊把兔子先烤好了，
递给了江晚。你来分。宋九渊这决定，其他人也没有反对，显然已经把江晚当成了主心骨。好呀，这次非常公平地分成了5份。婉婉，娘不用这么多，你杀狼辛苦了，你多吃一些。大嫂，往后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跟我说。你负责照顾好你大哥就行。大嫂，我也不用这么多，刚才谢谢大嫂救了我，我以后一定会报答大嫂的。你以后别给我惹麻烦就行。别的呢，他也不奢求。江晚咬了一口兔肉，味道还不错，看得出来宋九渊从前经常做，也幸好他有调料，不然也没味儿。宋小娘子，神帮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大块烤好的狼肉。先前多亏你救了大家，十分感谢。这个狼肉也是谢礼，同时也是表达了他往后愿意护着他们。官爷客气了。哎，你救了我，往后我就把你当成亲妹子一样，你叫我一声大哥如何？神帮这人豪爽也有义气，说这话的时候还非常淡漠地扫过了老宋家的人，这是摆明了警告他们呢。沈谦吓得身子一抖，又想起了方才鞭子抽在自己身上的感觉。好嘞，往后还请任大哥多多关照。江晚则是拿着匕首把肉给切成了几份分给大家，拿着吃。来，狼肉虽然有些柴，总比没吃的好。宋九离眼眸亮晶晶的，一家子吃得香喷喷的，而不远处的老宋家，众人都瞧着咽口水呢。不仅是他们，流放的人大多都很羡慕江晚他们，但是没有人敢上前，这倒是大大的方便了江晚。从今以后，他行事也不必像先前那么拘束了。吃完东西，陈策才带着妻儿来道谢。宋小娘子，方才感谢你救了我们一家子，真的是非常感谢。千万不要客气，都是顺手的事情。便瞧见宋晨的小妾段姨娘采摘了一些草药回来。这个人吧，还有些小聪明，采着的荠草倒是也能用。江晚撇了撇嘴，就是分量有些少，怕是又要起争执了呀。果然，虽然不敢声音太大的吵，但是他们内部还是有了小矛盾。最后是老夫人拍板，先救男人，最后再分给女人。分到沈谦的时候根本就不够用的，但他如今是敢怒而不敢言，即使心里恨得要死，还是不敢说出来，憋屈的他差点吐血了。江晚就喜欢看他们狗咬狗的戏码，时常看的是津津有味的。吃饱喝足的宋九离也想起了先前差点被沈谦害死，这会儿义愤填膺地说：沈谦太坏人了，最好是疼死他。要不是大嫂救他，他就差点被沈谦给害死了。这会儿宋九离对沈谦是无比的厌恶，也难怪先前娘跟哥哥们都不愿意他跟沈谦走那么近了，以前是自己太蠢了。他心特别坏。江晚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并没有多言。毕竟沈谦的为人，如今大家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宋九离这个姑娘性子单纯，但是并不代表她傻。于是接下来的路程当中，也没少针对沈谦。与此同时，宋娇娇收拾好了心情，带了丫鬟还有奴仆回府。刚踏进府门，她就感觉脑袋一阵阵的眩晕，一个不防直接晕过去了，也正好被她夫君瞧见了。男人冷了脸，看向宋娇娇的婢女：夫人去了什么地方？夫人，小丫头本来是想替夫人隐瞒的，男人却很有手段，他不得不说出宋娇娇去见了宋家人。男人一听，顿时就给吓出了一身冷汗。来人，夫人身子不舒服，给我送去庄子上养病。一句话顿时就判了宋娇娇的死刑。她这后半辈子呀，注定是得不到男人宠爱喽。她从床上走下去，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就站不稳，直接啪叽一下就摔地上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仅仅是因为男人把她丢在了庄子上，而是因为宋娇娇发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还以为是她的那个狗男人给她下了药。早知道她就不该去见宋家人。比起宋娇娇那边的崩溃，江晚他们还在继续赶路呢。宋九离因为之前的事儿一直记恨着沈谦，两个人就开始了针尖对麦芒的敌对生活。比如这会儿吧，他瞧着沈谦采了一些漂亮的红艳艳的蘑菇，就走过去抢。这是我先找到的。沈谦气得呕血，泼母说银子丢了，愣是没找着。大家不信也得信呢。如今他们的干粮也快告罄了，除了找吃的别无他法，他就只能自己动手。都是野生的，你能采，我凭什么不能采？宋九离就是故意找茬的。他还记着先前沈谦差点害死他的事儿呢。沈谦眼珠子一转：李儿，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之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害怕了。他一边说，手还飞快地薅着面前的蘑菇，生怕被宋九离给抢了似的。
哎呀，这个沈谦能够活到现在还真是个奇迹哈。蘑菇这个东西啊，可不是越好看的越好吃。宋九离这次可不会轻易相信沈谦，他气呼呼地叉着腰，我不会再相信你的鬼话。沈谦，以后咱们势不两立。这么说着，他也飞快地抢面前的蘑菇。哼，以后但凡是沈谦的东西，他抢得问心无愧。正好是中午休息的时间了，昨天狼的事儿让大家都有些疲惫，今天走路也不太利索，就连官差也打不起精神来。再加上那会儿被狼咬了，没有及时治疗，宋晨的伤口已经化脓了，把宋二娘子心疼的呀，都快要哭晕过去了。宋大娘子正在洗锅子呢，她就冷眼看着宋二娘子哭。哼，先前她的怨儿半死不活的时候，他们也是如此啊，如今可真是报应啊。宋九池捡来了一大堆的柴火，生疏的烧着火，而宋九渊则是一点一点地翻动着火堆里的红薯。为了活命，现如今所有的人都变得主动起来。等宋九离好不容易抢了一大堆蘑菇回来的时候，江婉正把自己采摘的蘑菇放下锅。大嫂，我又摘了好多蘑菇，都是抢了沈谦的。他美滋滋地笑着，一想到沈谦那快要气死的样子，他就高兴得不行。你去将蘑菇洗干净。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宋九渊跟任邦同时看了他一眼，看来清楚内情的不只是他呀。但是谁也没有提醒沈谦他们的。看宋九离去洗蘑菇，沈谦就认为这个蘑菇真的能吃，也全部煮了起来，做好之后先给晨儿喝一口。这会儿的宋晨是非常不好，几乎已经到了快要昏迷的程度了。是宋老二背着儿子在赶路的，宋二娘子心疼男人跟儿子，做好的汤先给了他们，其次是老夫人。等轮到沈谦的时候，又没剩多少了，只有小半碗，而且分给他的全部都是一些汤渣渣，一点蘑菇都没有。但他实在是太饿了，也顾不上太多，急匆匆的就往嘴里送。宋九离拿着洗好的蘑菇回来时，江婉已经做好了蘑菇汤，快喝吧。宋九离看了一眼锅子里不多的蘑菇，大嫂，咱们再放些蘑菇吧，这些够了。宋九离有些疑惑了，刚要开口，就对上了宋九渊那警告的眼神，继续喝汤。看他们把这花里胡哨的蘑菇吃下了，他的唇角扬了扬。有些坏人呐，压根儿就用不着他出手，自己就会遭报应的。他看起来还是蛮爽的。吃完了午饭，继续赶路。很快，任邦就瞧到远处有一个村子。这一次，任邦打算进村，因为想在村子里找个大夫。有一个官差也被狼咬了，虽然敷了姜文给的药，但是因为比较严重，给大夫瞧瞧比较放心。结果还没走到村子里啊，怎么了呀？怎么了？宋二娘子急忙去看，结果发现宋晨口吐白沫，嘴里还在吐着蘑菇。娘，娘，我也想吐。随后，他们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吐了起来，看得官差们都忍不住皱眉。沈谦是情况最好的，就分到了一些汤。江婉瞥了眼，眼底忍不住带了一些笑意。他们怎么回事啊？宋九离满脸疑惑，手里这蘑菇就像是烫手山芋一般。其实他心里已经有猜测了，只是有些不想承认。那边的段姨娘解答了他的疑惑，夫人，肯定是蘑菇有毒。他们今天就只吃了蘑菇，压根儿就没吃其他的呀。有毒？发现他们似乎并没事儿啊，这才恍然想起来了，他们根本就没吃宋九离采的蘑菇。你贱人啊！我看你才是那个扫把星。娘，我不知道那蘑菇有毒。你想害死我们？我没有。所有的人都用怨恨的眼神望着他。沈谦，我要休了你！相公，江婉，你肯定是故意的。现在你满意了吗？确实挺满意的，不过这事儿你也怪不了我，毕竟这蘑菇是你自己采的，又不是我让你吃的。你明明可以提醒我们的。你个毒妇，当初就不该让你过门。这可不是你说了算。切，江婉是我儿媳，我认可就行。婉婉，咱们快些走吧，刚好去村子里歇歇。好的，娘。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官爷，我们中毒了。官爷，求您帮帮我们，帮我们找个大夫吧。别耽误时间，找大夫上村子里找。快，咱们快去村子里找大夫解毒。想说什么就直说。嫂子，你和大哥早就知道那蘑菇有毒，对不对啊？我要是不知道，
你现在的下场就和沈谦一样。大嫂你真厉害，我真是太笨了，居然也跟着他抢了毒蘑菇。没有你抢，他指不定还不敢吃呢。也是，活该沈谦上吐下泻被揍。你可别心软，不然我削你。你别忘记你大哥发热时他们是怎么做的。是啊，他们都不曾将大哥当成家人，我又何必心软？既然是毒蘑菇，那我丢掉吧。别，毒蘑菇也是有用的。其实他不仅是会医，还会毒呢。哼，这么好的蘑菇怎么能浪费啊？等有空的时候，他再给磨成粉。不知道人帮同村子的李正交涉了什么，他们被带到了村子里的打谷场。没一会儿，李正就找来大夫，大夫自然是得先给官差们看的。大夫，求你们帮我看看我儿子中毒了。官爷，救救我们吧！先给我兄弟看。眼看着宋阳全身冒汗，他忽然掏出鞋垫，从里面扒拉出了一张银票。官爷，求你了，求你救救我的孩子！还说你没偷我的银票，这个银票肯定是偷的我的。等大夫整治完了官差，神帮这才接过了三娘子手里的银票，分给大夫一些碎银子。你去给他们看看吧。好。那大夫直接给他们开了解毒的药。江婉懒得看他们，出去一趟。如今官差是完全都不管他，他来去自由。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只烤鸡，是当初从御膳房给顺的。哎呀，老宋家这边啊，被毒蘑菇给折腾的是死去活来的，而江婉他们一家子却吃着香喷喷的烤鸡。宋九渊尝了一口，再度愣了一瞬，这烤鸡的味道也莫名熟悉。他疑惑地打量着江婉，这一次江婉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吃着面前的东西，老宋家的众人这会儿眼里都冒着绿光，同行的人也都嘴馋啊。江婉迎着陈娘子怀里小孩那羡慕的眼神，抬脚走了过去。你叫什么名字啊？陈文浩。文浩，给你吃。陈文浩很乖巧，就眸光询问地看向自己爹娘。宋小娘子万万使不得呀。吃吧。吃吧，真的非常感谢。晚上大家都在破庙里过夜，陈策为了感激江婉，忙前忙后的帮忙。江婉发现他跟宋九渊有过隐晦的眼神对视，看来自己做的没错，成功的让这两个人不动声色的就有了交集的机会。宋九离飞快的占了一个最好的位置，麻利的放下他们的行李。和从前不一样，如今他们一家人特别的齐心协力，看着老宋家众人是眼热不已。但他们此时也是无力作妖啊，毕竟个个都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了，似乎是看出他们的窘样了。江婉坏心眼的就弄了一些果子给大家吃。娘，这是我在路上摘的野果，味道不错，你当饭后水果解解腻。婉婉，你有心了，娘不吃，你吃。我们大家吃。分到宋九渊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宋九渊的眼神毛毛的？该不会是我的错觉吧？他心里突然就有了跑路的冲动哎，又想起在原书里面大反派最终是要跟女主相遇的，他还是想见一见本书的女主的。多谢。不要客气。找了一个借口出去溜达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江婉本来是想瞧瞧他们鬼鬼祟祟干嘛呢。爷，您别急，我会让你满意的。结果就听见了不雅的声音。天哪，江婉是真没想到会是这种事情。到了破庙，瞥见老宋家的位置少了个人，是段姨娘。果然没过一会儿，江婉就发现段姨娘和其中一个官差一前一后的回来了，怀里面拿出了一些干粮分给老宋家的人。看着老宋家人的模样，大概是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些人的行为真是让人心里发凉啊。段姨娘哪里来的干粮？别人的事情你少管也少琢磨。我就是好奇而已嘛。段姨娘那么柔弱的女子，怎么能够找到那么多吃的呀？她也想替家人分担分担。宋九离，你给我好好休息。我知道了，娘。江婉有些睡不着，抬眸就对上了宋九渊那明亮的眸子。你可是要方便？没有。没有就好，我还担心你会憋坏。江婉，他发现流放之后，这个女人简直跟从前的她就不像一个人，
有的时候他觉得他特别的好，但是有的时候呢，又觉得他特别的气人。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面呢？宋九渊，刚才段姨娘出去，你瞧见了吧？江婉就明白，看来他是懂的。哎呀，被流放的女人地位可真低呀。他似乎明白原主为什么作天作地之后受不住死了。睡在破庙最外面的人是被雨给淋醒的。江婉他们睡的位置还好，并不漏雨，就混合着滴答的雨声，反而睡得不错。只是一早起来，雨还是没停，神帮的眉头皱在一起，都快能夹死蚊子了。怎么下这么大的雨？这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这雨要是不停的话，他们不仅没有办法继续赶路，就连活下去都是问题啊。宋九池正在给宋九渊擦药，你们将东西看牢一些。神心浮动，当饿到极致的时候，人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放心，我有分寸。可是原书里面，这大反派之所以黑化，自然是因为流放途中出现的各种灾难，导致反派的亲人相继离世，而暴雨只是开始而已。这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神帮派人出去查看过了，结果因为暴雨，不远处的大路都被堵住了。他们不仅没有办法继续赶路，就连离开也做不到。早上还有中午都煮了很简单的粥，配了一点野菜。到了晚上，他们储存的水不太够。我去打水，去接点雨水用吧。雨水能喝吗？能。除了他，其实这会儿接雨水的人还不少呢，官差也是如此。神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雨啊，所以并没有给大家再发放粮食，因为他们的粮食本来就不多了。上次采购的时候，众人多多少少的都带了一点存货，这种关键时刻，粮食就是命啊，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自己了。江婉知道，这个雨要是不停的话，人心只怕会更加浮动。破庙里，无数双垂涎的眸子就落在江婉搅动的锅子上。官差的主意大家可不敢打，但是江婉啊，他也不是吃素的。看什么看？那些人这才挪开了视线。很快，野菜粥就做好了。江婉熟练地给大家分发。相公，你还受着伤，多喝一些。娘，咱们将就着喝吧。好，婉婉，你可不能少了自己的。江婉麻利地喝完自己碗里的粥，将锅底最后剩下的一点粥装了起来。文浩，过来。陈文浩在爹娘都同意了之后，才慢慢地走了过去。来，喝吧。谢谢姨。我要喝粥，我要喝粥，那个粥是我的。陈文浩一个没注意，手里的碗差点被宋阳拍到地上了，好在江婉眼疾手快给扶住了。你干什么？娘，我饿呀，我好饿呀。渊儿，阳儿好歹是你亲弟弟，你们的东西就是给外人吃，也不给阳儿吗？东西是婉婉的，他想给谁喝就给谁喝。宋九渊淡漠的话让老宋家的人心里一凉，不一样了呀，真是不一样了呀，都怪这江婉。听见了？江婉心里满意，算宋九渊处理合格，将手里的粥就喂到了陈文浩的嘴里。文浩，你喝，这是我给你的粥，谁都抢不走。坏人，你是个坏人，明明我才是宋家人。再不拉走，我可要动手揍人了。娘，打死他！我要打死他！祖母，我好饿呀！阳儿，阳儿，大嫂，我求你了，阳儿也是宋家的血脉呀。他以为柔弱的宋大娘子会心软，可惜他想错了。别求他，咱们饿不死。陈文浩也是个机灵的，直接一口就干了，还抹了一下嘴，很好喝，谢谢姨。不用谢，姨就喜欢你这么听话乖巧的小孩。那我以后也会听话的。如今老宋家的人当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其实人帮没有心思管这些小事儿的。他瞧着外面的雨，眉头紧蹙。姐夫，你先别着急，说不定明天这天就放晴了。不会这么快就停的，若是耽搁了时辰，咱们这些人都得完蛋。那怎么办？这么大的雨，路都被堵了，咱们也出不去啊。咱们先前的路程不算满，晚个几日，问题应该不大。但愿如此。好饿呀，我快要饿死了。这该死的鬼天气，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就这样吧，人终有一死。听着那些人的话，江婉不是不动容，
只是他更清楚自己不能暴露。凭空出现那么多粮食，这是多么惊世骇俗的事情啊！说他自私也好，反正他是绝对不会因为那么一点同情之心就罔顾自己的安全的。今夜注定是一个不眠夜，没人睡得着，有饿的，有对未知的恐惧。大嫂，今晚我来守夜吧。好，不过咱们2个轮流守夜，算我一个，加上我吧。不必，你和娘好好休息，以后白日需要你们多照顾着点大家。江婉实在是不放心把事情交给宋九离，被人卖了指不定还帮别人数钱呢。宋九池守上半夜，江婉下半夜，身心浮动，江婉不敢赌啊，所以飞快的不眠，半夜就醒了。好家伙呀，为了口吃的，段姨娘大半夜的又搞事情。不远处破庙的后头，她跟那个官差一前一后的躲在角落，好在外面喋喋语声遮掩了一部分声音，不然江婉觉得自己得疯。我白日睡得许久，不困，你休息吧，我看着。我不困，你休息吧。2个人推辞之间，忽然就听到了女人压抑的声音。江婉跟宋九渊对视一眼，2个人又飞快地挪开了视线。当然他们并没有发现彼此的耳尖都泛着粉色，幸好黑乎乎的，他们啥也看不见。你快睡。江婉命令的宋九渊，自己背过身子，没再搭理他。约莫过了1刻钟，段姨娘和那官差又一前一后的回来了。此时江婉已经躺下，假装在休息。等那2个人稀稀疏疏的睡着了，江婉这才松了口气。其实她也不想听墙角的。果然到了第2天，老宋家的人又吃上东西了。江婉就眼尖的发现段姨娘神色憔悴，哪儿还有从前的肤白貌美、精神饱满的模样。她细心的贴在宋晨身侧伺候着，毫无怨言。看来宋晨是她的真爱呀。哼，这妥妥的就是属于古代版的恋爱脑。江婉觉得没眼看，也懒得看，索性起身对着任邦说：任大哥，我想出去瞧瞧，看能不能找些吃的。外面虽然还下着大雨，但是总不能因为这个大家就活生生的在挨饿吧。神光眸光晦涩，雨很大，唯一通往村子的路也已经被泥土堵住了。这样大家即使出去找吃的，应该也不会跑。江婉这么说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大家都断粮了，即便他跟官差不错，可是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他可不想坐拥空间还挨饿，也不想被寄予。神邦还是沉默着，一侧的小邓就忍不住劝：桃儿，江姐姐说的没错，大家总不能饿死啊。他们如今的粮食要见底了，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破庙旁边的野草都被薅秃了。这样吧，你若是怕我们会逃跑，那就每家都只能出去1个人，其他的家眷都压在破庙。若是有人跑了，他的家人必要承受双倍的惩罚，如何？老子抓到你了吧？还想跑？老子都快饿死了。就瞧见一个中年男子癫狂地笑着，手里还拎着一个不大的老鼠。他竟然直接把老鼠放在火上一烤，没过一会儿的功夫，就迫不及待地往嘴巴里送。造孽呀！饿极了的人还真是什么都敢吃。这个老鼠身上吧，好多寄生虫，江婉都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吃下去的。神邦倒是比他淡定一些，却同意了他的意见。你说的没错，总不能饿死。于是他大声地说出了要出去找吃的，一家只能出去1个人，倘若敢跑的话，家人受罚的事。众人纷纷朝着江婉投去了感激的视线，附而商量起谁去找吃的。外面的大雨依旧没停。娘，大哥大嫂，我出去找吃的。我也一起。不用争了，我去。江婉直接打断了所有人的话。我身手比你们好，自保能力比你们强。不行，你是女子，身子不如九池强壮，还是九池去吧。袖子里宋九渊的手指成拳，恼恨自己的无能为力。婉婉啊，你还小不懂，女子不能淋雨，这对你的身体不好，也不利于往后。总之对身子不太好就是了。他们这般积极的都抢着要出去，而老宋家人那边却还在相互推诿。三弟啊，我这身子骨还没恢复，出去不得，还得麻烦你辛苦一些。二哥，不是我不愿意出去，是我也不认识什么山里的东西，万一和秦剑一样摘了些毒蘑菇回来，更加完蛋。最终老宋家派出了沈谦还有宋三娘子2个弱女子。老夫人心疼自己的子孙，嫁进来的女人反倒成了外人。哼，
还真是讽刺啊！江婉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说服了大家。陈家则是陈策，官差那边是由小邓带着几个人一块出去找吃的。众人分配好了，就相继冲入雨中。江姐姐，你同我们一起去吧，也能相互有个照应。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江婉心想，跟着你们去，我还怎么去空间？我必须要独自行动。其实吧，陈策也只是想照顾他，但是江婉连官差都拒绝了，他也就没好意思再开口。后头的宋三娘子还有沈谦，瞧着他们都积极的邀请江婉，顿时就骂骂咧咧的说：“狐狸精，就知道勾搭男人，咱们跟着点江婉。”宋三娘子总觉得江婉能找到好吃的，你要是还想摘毒药，就跟着他吧，小心他毒死你。江婉是绝对不会让他讨着好的，于是独自一个人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去。宋三娘子咬了咬牙跟上，这边江婉已经甩掉了其他人，顾自就进了空间。先是洗了一个舒坦的热水澡，他又大吃了一顿红烧肉还有排骨饭。江婉吃得非常满意，这才忙不迭地找了一些物资，成品是肯定不能拿的。好在他卷了几个厨房跟御膳房，里头有食材，江婉就拿了一些能够饱肚子的食材。本来是想随意的敷衍一下就回去的，结果江婉眼尖的发现不远处有野生山药，吭哧哧哧的就挖了好一会儿，多余的丢进空间。他留了大概得有10斤，就径直抱着朝着破庙跑去。啊，大嫂，你这么快就回来啦？其他的人都还没有回来呢。你去洗一洗，晚上我们吃。这是什么东西？破庙里人也都很好奇。江婉拿了约莫2斤，递给了旁边的人帮。任大哥，这是一种食物，能蒸着吃，煮着吃，你拿些尝尝。人帮非常惊讶，江婉一个千金小姐出去一趟，真的能够找到这么多吃的。他不客气的收下。多谢。众人的眼神都很复杂，有嫉妒的，有羡慕的，甚至还有幸灾乐祸的。这个玩意儿鲜少有人认识，有人巴不得江婉被毒死呢。比如说宋二娘子，这个东西以前也没人见过呀，谁知道能不能吃啊？小心被毒死哦！听着，这是故意膈应江婉的。沈谦狼狈的回来，淋得像是落汤鸡一样。官爷，这是村里的猎户，回村的路被堵住了，所以他来破庙躲一躲。那男人手里面拎着2只野鸡跟1只野兔。官爷，小的就是隔壁村的人，上山打猎，没成想昨夜会下暴雨。叫什么名字？小的许为，直接孝敬官爷了。他把手里的1只野鸡还有1只野兔都给了人帮。一侧的沈谦看的是肉疼不已，心里默默的祈祷着人帮不要收不要收，但他知道这肯定是奢望，因为官差们的食物所剩不多了。果然人帮接过野物递给一侧的小邓，你可以在这里休息，但不要惹事。好的好的。许大哥，这是我的家人，你可以暂时和我们一起休息。我怎么觉得沈谦是为了那只鸡？自信点，把觉得去掉。他们说话的功夫，去外头找吃的人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不是没人想过逃跑，只是唯一的出路被堵死了，他们是真的跑不掉，只好老老实实回来了。他们或多或少都找了些吃的，实在没法子也弄了一点野草啃一啃，总比饿死的强嘛。宋三娘子就是如此，她手里抓了一把野草就狼狈的回来了。你瞧瞧你，弄点野草回来怎么吃啊？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人，难道要饿死在这里？要不咱们一起吃吧。许大哥，你人真好。沈谦那娇滴滴的话呀，让江婉差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咦，实在是太肉麻了。为了口吃的，沈谦还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不足为奇。江婉心想，要是让他明白段姨娘做了什么，怕是也会被恶心到吧。别管人家的事，听你大哥的。那边老宋家人乐呵呵的杀鸡，江婉这边呢，则是不声不响的忙碌着。江婉悄悄往锅子里丢了几个鹌鹑蛋，渐渐的破庙里不断的有香气传出来，普通人多多少少的也整了点吃的。哇，好香啊！大抵是在炫耀，他以为江婉会羡慕，结果江婉鸟都不鸟他。好啦，蒸的晚饭也好了，宋大娘子掀开锅子，先是悄悄的把鹌鹑蛋分给大家藏起来，这才夹起了一根一根冒着香气的山药闻了闻。好香啊！大嫂啊，香归香，可是能不能吃还是个问题呢。嗨，先前那蘑菇也是一样的香啊，可那是有毒的。我劝你们啊，不认识的东西还是不要乱吃了，免得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吧。不劳你们关心。宋大娘子声音冷漠，看都没看他一眼，
把宋二娘子气得够呛。哼，你这会儿就厉害着吧？等会儿毒死了呀，可别怨我们不帮你啊！娘，可以吃了。江婉尝了一口，野生的山药味道还不错了，比前世他买的那些山寨货好吃哎。宋九渊也张嘴咬了一口，味道软糯，确实好吃。其实这玩意儿他以前吃过，只是从前吃的是厨子做好的，所以他也不认识这长在地里的山药是什么样的。不错，我觉得和红薯口感差不多。宋九离欢快地鼓着腮帮子，这样和谐的一幕让沈谦他们特别讨厌。好在这会儿子他们炖的鸡肉也好。沈谦柔柔地开口：“史大哥，勺子给你。”是你帮了我，这鸡交给你做主。分完了之后，沈谦就满足地端着碗，得意地瞥向江婉他们。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因为小邓端着小半只鸡送给了江婉他们。江姐姐，山药很好吃，咱们礼尚往来。看来这两个人是故意帮他出气呢，谁让沈谦那么嚣张？谢谢你们。嘿嘿，不要客气。而沈谦瞧见江婉他们也有鸡肉，顿时就感觉吧，自己碗里这鸡肉没丝没味儿，味同嚼蜡一样。好吃。宋九离没心没肺的大声说着，差点让沈谦给噎住了。吃了去洗碗。江婉也没怎么在意老宋家人的想法，他想更多，这个雨要是一直不停的话，就算是他再有本事也躲不掉了，还真是个难事儿。好嘞。自称猎户的许巍一直很低调，他就坐在沈谦的身侧，不声不响，但是那双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打量着在座的人。那个人真的是普通的猎户吗？江婉跟宋九渊同时瞥他一眼，心道：宋九池长进了哈。不一定。迎着宋九池那不解的视线，相公，你来解释。你说。其实宋九渊更想知道江婉是怎么想的。他眼睛一直悄悄地打量着咱们，手里随时摸着自己的弓箭，看似对沈谦充满感激，但每次笑容都不达眼底。最重要的是，他面对官差时的态度。普通老百姓若是见着官差，多少有些敬畏和紧张，但他没有。没错，除此之外，他并未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倘若当真是村子里的村民，他这个年纪，就算爹娘俱不在，那也应该有妻有子。一个被堵在深山不能回家的人，会不担忧自己的家人吗？那他是什么人啊？宋九离被吓住了，就连大娘子也是满脸的担忧。渊儿，婉婉，咱们该怎么办呢？不用担心，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就算他有什么打算，这会儿也不会行动。是啊，起码得等到他的同党。宋九离瞥了眼宋九渊，又瞥了眼江婉，忍不住吐槽：大哥大嫂，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越来越像了呢？尤其是江婉啊，从前那么没有脑子的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是吗？宋九渊轻轻勾了勾唇，指腹捻着指尖，忽然眸光顿住了，因为他发现江婉此时也是这个动作。原来他竟然是这么爱慕自己啊，还私底下学着他的一举一动。宋九渊莫名的就被感动了。面对宋九离的调侃，江婉坦坦荡荡的：我们确实一样聪明。看，那个男的在看我们。江婉跟宋九离扭头看过去，果然就发现许巍在观察他们。目光跟江婉对视那一刻，他甚至还在对着他们笑笑，仿佛从未察觉到沈谦和他们不对付一般。江婉心里一沉，雨没停之前，大家都好好休息，这样才能有体力应对大雨结束后的一切。好。宋九池面色沉重的印象，宋九离和宋大娘子也心生防备。君夜儿注定是个不眠夜了。宋九渊提议让宋九池休息好，他来守夜。这一次江婉同意了他的提议，一夜无事。等早上醒来的时候，众人惊喜地发现雨小了一些，虽然还在下，但是已经变成了绵绵细雨。看这趋势，雨应该快要停了吧？也许吧。江婉却没有那么乐观，不是因为雨停了，而是大雨过后可能会面对的一系列的问题。早上他们依然是蒸了山药吃，反倒是老宋家那边，昨天晚上因为太馋了，他们把许巍的鸡一顿就给吃了，早上反而没东西吃了，只能是吃昨日宋三娘子采摘回来的野草，虽然没有什么味道，倒是也能够暂时饱腹。不过许巍他没有吃，眼眸沉沉的，不知道在想什么。不出所料，上午时分，雨彻底停了。
人帮让小邓先去查探了一下情况。不久之后，小邓满脸愁绪地走了回来。桃儿，雨是停了，只是前头的路还没通，总不能一直等下去，咱们自己去通路。众人心里纵然不愿，却也是反抗不得，只得乖乖整理好行李上路。江婉随手抓了一把破庙里的干草，手指翻转就编了一双简陋的草鞋，套在鞋子外头吧。大嫂你好厉害，飞快地给他们一人编了一双草鞋，都穿上。好。宋谦嫌弃地撇撇嘴，丑死了。江婉自然也不会跟他们解释的，倒是陈娘子对江婉很信任，也抓了一把草过来。妹子呀，我想同你学习一下编草鞋。我教你。陈娘子聪明，很快就学会了，对江婉特别感激。一开始吧，大家都不知道江婉的用意。宋九渊看过去的时候，恰好瞧见他眼底的羡慕。莫非他也想听好话？果然，他内心还是期待我能够爱他的。很快，他们就走到了不远处路被堵住的那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很危险的，江婉下意识就提醒任邦：“任大哥，这地方发生过泥石流，大雨刚停，还是很危险的。”可我们必须要过去啊！任邦叹了口气，那总不能一直被封在村子角落的破庙里，那届时他们也得饿死啊！他招呼着大家上前帮忙，除了宋九渊还有陈文浩这样的孩子，谁都不能袖手旁观。宋九池将宋九渊放到一侧，由大娘子守着，而他们则上前去帮忙。你们小心一些。宋九渊总觉得心里狂跳，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江婉对他点点头，几个人就跟着队伍走了过去。人帮已经开始派发任务，他们人多，清理到道路中间的泥土吧，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众人热火朝天的就忙碌了起来。主人，有危险！许久未曾出现的小精灵忽然尖锐地提醒着江婉，那一声尖叫让江婉的耳膜差点被震聋了，但她反应很快，很快就意识到小精灵的意思了，于是飞快地后退着，同时大喊：“快，大家快跑！”江婉，你又做什么妖？沈谦刚想要讽刺江婉，下一秒却倏地瞪大眼眸，一阵剧烈的响动，面前的泥土朝着他们猛地就扑过来。江婉反应快啊，跑之前还把宋九池跟宋九离拽到了一旁，而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有的人跑得快没事儿，跑得慢的直接就被卷入泥土之中了。莫说是他们了，就是不远处的宋九渊跟宋大娘子也是吓得心跳加快。老三，老三！场面一度是有些混乱。江婉望着几步之遥的沈谦，眼底都是厌恶，因为方才他清楚地瞧见了，为了活命，沈谦把段姨娘装到了滑坡的下面，这会儿怕是凶多吉少了。相公，相公！宋三娘子崩溃的大哭着，除了段姨娘，老宋家还少了一个宋老三。听见江婉提醒没跑的那几个，基本上都没有幸免，反倒是这些官差还有陈策他们对江婉很信任，个个都有惊无险。怪我之前没有听你的话，不然可以避免这次的灾难。他还死了一个兄弟，这会儿眼里都是悲痛。我也是合理的提出建议，并不能够预料到事情会真的发生。哎，神帮后悔的直摇头，也没敢耽误，招呼着人就开始救人。大嫂，谢谢你救了我。谢谢大嫂。此时他的眸光怜悯地落在泥石堆上，那里留下了好几条鲜活的生命。如果当时他再坚持一下，应该能避免的。说到底啊，他也是心存侥幸。宋老夫人以及宋三娘子就疯了似的帮忙挖土。段姨娘呢？可能也被压住了。是你，肯定是你害死了他。你把他害死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吃什么呀？江婉只觉得嘲讽，哼，原来不过是害怕段姨娘死了，没人给他们换吃的。住手！许巍一把拽住了疯狂的宋二娘子，护住沈谦。这是我们的家事，不用你管。宋晨咬着牙，他的一个女人害死了另外一个女人，却有别的男人护着自己娘子。你们打人是不对的，刚才的事情是意外，和他没有关系。意不意外我们说的算，你少管。都给我消停点儿！谁要敢搞事情，老子弄死他！迎着他愤怒的视线，再也没有人敢闹腾了，只是安静下来帮忙清理道路。这一次死亡一共有8个人，1名官差，7名犯人，另外还有人受了一点小伤。
他记下之后，就联合官差们将死去的人就地掩埋。站在那儿，江婉心里凄凄的。你别自责，他们的死和你没有关系。我不是自责，只是觉得生命实在太脆弱了。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生命就像是易碎的瓷娃娃一样，无比的脆弱。娘，方才吓死我了。这会儿看着那几个新起的坟包，便心有余悸的哭了起来。别怕，娘在呢。除了他们，还有亲属在哭。有人心里是怨恨人帮的，是他执意要走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家又不敢，只能是默默地咽下这口气。处理完了这些人的尸体，赶路还是要继续的。道路已经被清理开，众人只管离开。然而脚下还是泥巴地，一路众人都是摔摔打打的，气氛有些压抑。江婉眼尖了，发现沈谦哭哭啼啼的，就跟在许巍的身侧。许巍还时不时的温柔的安抚他几句，而宋晨这个家伙居然隐忍着什么都没说。江婉心想，好家伙，这是段姨娘死了，沈谦亲自顶上。宋九离满脸好奇，嫂子，沈谦怎么和外男那般亲近？他讨厌沈谦，自然跟江婉一样注意着沈谦的一举一动。你真想知道？我怕你知道了以后想吐。啊？宋九离对着宋大娘子眨巴眨巴眼睛。离儿，别问那么多，咱们管好自家的事情就成。好吧。没走几步就小心翼翼的。这里距离村子其实并不远，沈帮打算带大家去村子里休整一番。江婉眼尖的发现许巍有些不太对劲儿，他可能要行动了。倘若真有什么，你们尽管跑，不用管我。不会的。抬脚加快脚步就追上人帮。江姐姐，我们头还在自责，他说一开始要是听了你的就不会出事。你有什么事情和我说吧，这会儿他估计也不想搭理你。我知道，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妹子，你找我有什么事？任大哥。江婉余光警惕地瞥脸许巍。昨夜来咱们破庙的猎户有古怪，你可要留心他，咱们不能再出事了。哦，我听你的。吃过了一次亏了，人帮对江婉是全身心的信任，四处都是被雨水冲刷过的痕迹。人帮的意思是到了村子再休息，所以即使大家都有怨言，也都不敢说出口。路上的泥巴有些打滑，眼睁睁的就看着沈谦再度摔倒，然后又被许巍温柔的扶起来。许巍应该是在等人。啊，他如果是坏人，是打算做什么啊？咱们该怎么办啊？不管他有什么目的，咱们机灵点就行。就算是土匪，咱们也有这么多人，怕什么？又走了一段路，眼看着要到对面的村庄了。快到村子了，到了村子指不定就安全了。江婉还有宋九渊对视一眼，两个人想的更多。倘若对方到了村子还没有动手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这个村子大概是有问题的。多谢官爷收留我，这边是我生活的许家村，我先进去叫李正爷爷。和江婉预料的不一样，一直到入了村子也没有人动手，甚至人帮都以为自己误会许巍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你们好，我是许巍的爷爷，多谢你们收留许巍，让他能有个落身之地呀。不用谢。原来李正是许巍的爷爷，沈谦这心里就生出爱惜，和他交涉了一番，于是便带着众人进了村子。村子里人口不少，这一次他们没有安排大通铺，有些被安排到了别人家里，有一些则是被安排到了村子里的空置房屋。江婉他们就是被安排在废弃房屋里的，而老宋家因为沈谦跟许巍关系好，直接被安排在了李正家。江婉还能够瞧见沈谦那得意的表情。大嫂，我来打扫房间吧。我也来帮忙。你们先收拾，我出去看看。江婉总归是有些不放心，抬脚出了屋子，一眼就瞧见那边跟许巍说说笑笑的沈谦，没眼看，转身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就遇上正在怨恨发泄的宋三娘子。吃就知道吃，你爹都没了，你还有心思吃？老三家的，你给我住手！老三的事情跟杨儿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生的儿子，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个老东西滚远点！宋三娘子是真的疯了，对婆母都毫不留情，她恨呢，恨极了宋家的人，包括自己生的孩子。祖母，我快要被打死了，你快点过来帮我呀！
打死我娘啊！快打死他算了，他想打死我。江婉只是看了几眼就没在意了，他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地进了空间。今夜是单独居住，他们可以吃一点好吃的，这样也不会被大家瞧见。江婉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找了一条新鲜的鱼，另外还弄了一点细米的蔬菜，便拎着东西出了空间。外面天色已然不早了，还没走到暂时休息的小屋，他忽然就听到了许巍的声音。原来这是李正家。爷爷，我瞧上了沈谦的小娘子，这人你得给我留着。不行，留着是祸患，必须一起送走。祸患什么祸患？反正他也找不到离开的路，跟了我总比去那种地方强吧。许巍有些气恼，虽然已经嫁过人，好歹是曾经的官家女子，这滋味肯定不一样，他有些舍不得。不行，不能冒险。这几人说的那种地方是什么地方？他们到底要做什么？爷爷，你想啊，沈谦虽然被流放了，但从前好歹是一个官家女子啊，这不管是才貌还是其他方面都比村妇强。若是她给我生了个孩子，也一定不同凡响。你说的有道理，让我好好想想。反正你早些做决定吧，明日一早他们就要离开，咱们得早动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回到他们的小屋呀，有鱼！馋得吞了吞口水。接连下了几日暴雨，外头涨水了，有鱼被冲上了小溪，我在小溪旁捡的，把鱼递给宋九渊清理。你运气真好，我也去外面看看，指不定也能捡着呢。回来，外面天色晚了，不许乱跑。方才江晚迟迟都没回来，宋九渊就非常心焦。先别走，吃完饭我有话要说。许多事儿江晚都不愿意瞒着他们。好吧。大嫂，水还要多放一些吗？大嫂愿意教他，他必须得抓紧机会。而宋大娘子在一侧蒸着米饭，很快饭菜就做好了。今天晚上他们吃的是水煮鱼跟凉拌野菜。啊，好香啊！原来我也可以有这么好的手艺。那你往后可要多练习。江晚巴不得宋九烈爱上做饭，往后这会儿他就可以完全让出去了。我会努力的。懂事的他倒是比以前可爱了一些。快吃饭吧。相公，你是病人，要多吃一些才能快些恢复。原书当中的宋九渊是有一身高深莫测的武功，江晚还想等他恢复呢。其实谁都奈何不了宋家人。这些就够了。娘子，你最近辛苦了，多吃一些。两个人就你来我往。梨儿，碗等会儿再洗，我有事儿要和你们说。把方才在李正家听到的话重复了一遍，末了又说道：虽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但我直觉不是什么好事儿。你们觉得呢？你猜的没错，他们肯定不安好心。哎，这事儿咱们要不要和官爷们说一说？我去说吧，等我回来。他出了屋子，朝着人帮他们的住处群去。江姐姐，你吃过没有？我吃了，麻烦你叫任大哥出来，我有事儿和他商量。任大哥，我有事儿要和你说。这个村子有古怪。何以见得？江晚立即就重复了一下今天晚上听见的话。无论如何，多注意些吧。好，多谢大妹子。江晚也不知道他信还是没信，反正呢话已经带到了。他回到破旧的屋子里。大嫂，我给你烧了洗漱的水。谢谢。娘，你们说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我们这么多人，不管是干什么，总归是有办法解决的。不管是干什么，明天早上村里人给咱们的吃食，你别吃就行。我知道了。许是因为赶路太疲倦，这会儿沉沉的睡下，一大早就被外面的热热闹闹的声音给吵醒了。婉婉不多睡一会儿吗？不了，应该很快就要出发了。几个人带好行李出了屋子，便发现众人又聚集在了打谷场，有村民热火朝天的做着早饭。哟，你们总算出来了呀！宋二娘子可是等他们许久，就是为了奚落他们的。徐礼正说呀，家里为了感谢咱们芊芊，请大家吃早饭呢。你在得意什么？这早饭二弟能吃得下去吗？这可是情敌请的早饭啊！宋晨膈应的是脑仁疼，
但是为了活着，他会吃的。和你无关。江晚就想起了昨天没了的段姨娘。哎呀，喜欢上这么一个男人可真是眼瞎呀。宋九渊眸光沉沉的，就望着不远处做早饭的人。这早饭咱们吃不得。大哥放心，大嫂昨晚就说过了，我们不会吃的。江晚跟不远处的人王对视了一眼，对方微微点头，江晚心里就有数了。沈谦看江晚神色无意，心里不太舒坦。能好好吃上一顿早饭，江晚，你是不是该谢谢我？江晚嗤之以鼻，要是让沈谦知道许巍要留下她当娘子，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啊。希望吃完以后你还能说出这句话。江晚意味深长地勾着唇，没跟沈谦起争执，他就等着一会儿看好戏呢。许大哥，江晚他们总欺负我。别难过。两人旁若无人的模样，宋晨都快气得冒烟了。段姨娘虽然说也干这种事儿，但人家是偷偷摸摸的呀。沈谦倒好，明目张胆的样子，这不是明摆了让宋晨丢尽了脸。而且沈谦可是他的正妻啊。沈谦撒娇以后的结果呢，就是分发早饭的活落在了他的身上。他是想借此来为难江晚他们。切，正好他还不想喝这些粥呢。等到排队去领早饭的时候，果然沈谦没给江晚馒头，粥也就打了小半碗，还全部都是水。我看你不是很饿，这些应该够吧。江晚没回他，端着碗就走开了。要不是为了让许巍他们放低戒心，他根本就不会过来排队的。更过分的是，沈谦居然还要求宋九渊亲自去，不然就不给宋九吃粥。不吃就不吃，少了这顿老子也饿不死。那你就等着饿死吧。哼！等等等等，小兄弟，芊芊是和你闹着玩的，可不能饿肚子啊。许大哥，芊芊别闹，我爷爷心思善良，他要是知道了会生气的。那好，都听许大哥的。宋九池端着2碗稀薄的粥回来，江晚跟宋九离他们已经悄悄地处理了粥，正拿着红薯在吃呢。给我吧。用障眼法假装喝掉了碗里的粥，一家人谁也没喝粥。江晚眼尖地发现神帮带的那些官差也是如此，趁着许家人不注意的时候又处理了粥。没一会儿，喝了粥的众人一副快要晕倒的模样。江晚跟宋九渊对视了一眼，两个人默契地给了家人一个眼神，集体装晕。就连官差也是如此。沈谦一直自告奋勇在发粥，刚打算喝粥，眼瞧着众人都晕过去了。许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这是怎么了？芊芊，你别害怕，他们没事的。可是，忽然理解江晚那话里的意思了，他慌忙去看江晚，结果发现江晚也晕过去了。许大哥，你想做什么？这会儿，这里是李正特地给他宝贝孙子留的休息时间，等他搞定沈谦了，村里人就会过来办正事儿。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注定沦为咱们村的奴隶，但你可以成为我娘子，再往后就是李正夫人，他们将永远沦为你的下人，不好吗？可官差……别怕，官差又如何？我们这里又不是没抓过，反正到了那个地方，所有人都出不来，朝廷查不到的。怎么，你不愿意跟我？你愿意跟着被流放的相公，也不愿意跟我？不是。许巍便自认自己搞定了沈谦，搂着他便解解馋。江晚脑子里的疑惑更深了，但是此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即便结束也不是他说了算的。正郁闷着，宋九渊的指尖在他手上写字。他想传递什么呀？一个字写完，等这些人暴露目的吧。那边的许巍亲了亲沈谦的眼角，乖一点，不然你就和他们一样了。我知道。许巍可不管沈谦的心思，他搂着他歇气的腰肢，大手一挥，许礼正就带着村子里的10几个青壮年过来了。老规矩，先送到入口。又把沈谦给吓得够呛。官家女子就这气度？许礼正有些嫌弃，
不过既然是孙儿喜欢的，那便由着他吧。等到玩腻了，他自然会换的。江晚他们继续装晕，有人将他们抬上了牛车，然后运往了某个地方。江晚虽然说是假装昏迷，但是精神力强大的他早就已经暗戳戳地记下了路。小精灵，给我画成地图。好的，主人。流放的人呢，加上官差，其实人不少的，将近300人。徐礼正他们10辆牛车，也得需要拉个3、4趟。江晚他们刚好是中间，等拉他们的人都走了，他睁开眼眸，刚好就对上了神邦跟宋九渊的眼眸。多谢妹子，不然咱们可就惨了。不知道官爷是何打算？他们此时似乎是在一座山脚下，大抵是太过于自信了，居然没有人看守他们。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必要时候反败为胜，然后报官。我们会配合你们的。又听到牛车的声音了，几个人就飞快地躺回去，假装晕倒。这一次许巍是带着沈谦一块过来的。许大哥，这是哪里啊？你想问我们要干嘛吧？哼，既然你都已经来了，那我便告诉你，我们这山下有一座矿，这些人抓来就是替我们村挖矿的。你要是不想跟我，就跟着他们去挖矿吧，这辈子都别想出来。挖矿？许大哥，我没说不愿意。这是愿意跟着许巍，也不知道宋晨听见会不会气死。不过有矿，能让许巍他们这么疯狂的，除了金矿银矿这些，他想不到别的。天呐嘞，这么值钱的东西可不能便宜了狗皇帝啊！不行不行，不搬白不搬。你放心，他们进去了以后别想出来。至于你讨厌的那什么江晚他们几个，往后你想怎么处置都由你，好不好？他嘴里这么说着，却是忍不住的舔了舔嘴唇。等他们受够了苦，会努力讨好他的。届时他再尝尝那些女子的味道。他们真的交给我处理？哼，那是自然，我可是村里未来的理政。他很自信，等这矿全部都被挖出来了，他们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相当于就是这儿的土皇帝啊。谢谢你许大哥，从前江晚特别喜欢欺负我，你这么说的话，往后我总算能够解气一些。沈谦嗓音柔软了几分。你真是对我最好的人。真要觉得我好，以后就给我生个大胖小子。许大哥，你好坏呀。那语气啊，简直是绿茶无疑啊。江晚听得很无语，宋九离那暴脾气都差点炸了。好在大家都记得江晚的交代，没敢冲动。牛车咕噜噜的响着，最后一批人被抬了下来。这次咱们是冒险了一些，但只要成功，往后大家都吃穿不愁了。李正，有啥冒险的？人多人少，不都是一帮蒙抗药的事儿？是这个理，反正之前抓来那几个已经受不住，死翘翘了，里头能容下这些人。只要关几天不给吃的，我管谁都老老实实。李正，你别担心。是啊，饭里加点药，谁还有力气跑？好了好了，先别说废话了，把人弄进去再说。徐礼正心里打鼓，他总觉得不太对劲儿，以前可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你在这乖乖等着，我先去忙。你要是敢跑，别怪我让你一块儿跟着去挖矿。不会的，我肯定乖乖的。沈谦心里甚至是无比的庆幸，如果真的是不用去流放的话，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结果沈谦还没想完呢，就目睹了那10几个昏迷的官差们倏地起身，而他们手里还拿着大刀，将许家村的10几个村民给吓了一跳。王麻子，不是让你收了他们的武器吗？直觉这次不太好，他太了解村里人有几斤几两了。我忘了。王麻子吓得是脑壳发晕。你说你，让你干这点事儿都干不好，还想娶媳妇儿？说这话的同时，他还对着许巍使眼色。然而许巍智商堪忧啊，他绷着脸，还想跟官差来硬的。你们几个要是识趣点，就给我老老实实进去。事到如今了，许巍还能这么自信？江晚实在是没忍住笑出声了。他一起来，宋九渊他们几个也没有再装了。相反，你居然是装的！
沈谦都快要气死了。方才他还觉得江婉就是一傻子，一辈子注定在地底下挖矿，这会儿才知道江婉怕是从头到尾都知道许家村人的打算。这还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故意只给我装了一点点粥，我也不会这么快醒来。对啊，就一小口，没想到还救了我的命。贱人！我不是故意的。可是并没有人同情他，恶心。识趣的话，你们就老实给我蹲着，不然刀剑无眼，别怪我不客气。吓得许巍不敢揍沈谦。爷爷，官爷，误会，都是误会。废话少说，你们都给我老实一些。李正，怕什么？他们有刀，我们也有，大不了就是一死。是啊，李正，富贵险中求，咱们不能退缩。到底是年轻的青壮年，这会儿还幻想着美好的未来呢，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好，那咱们就拼一把。10几个青壮年疯了似的朝着人帮他们冲去。不自量力！九池，你看好相公。任大哥，我先进去探探。站住！而江王可不管这些，进了石门，仗着外头人瞧不见，他脚下生风，就溜了好长一段距离。小精灵开始囤货了，将这矿的地图展现给我。好的，主人。哇，这家伙大抵可真是个财迷啊！存有金银的地方都被他做了标志。江万表示很满意。没什么人，他直接运用异能，飞快地去了第一个被凿出来的洞。哇！顿时就差点闪下他的钛合金大眼。只见不大的石洞里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挖好的金子，大小不一，黄灿灿的，让人心花怒放，得有个几百公斤的金子吧。也难怪许巍那么自信，看来许家村的人还没来得及分赃啊。他小手一挥，毫不手软，全部收走。另外还搜刮了一个小库房，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还没有开采出来的。江晚有些遗憾。小精灵，那些难道只能留给狗皇帝了吗？主人想要的话，系统可以帮忙抽取。小精灵垂涎地感应着这半座金山，还差一丢丢了，差那么一丢丢空间就可以升级了。不要白不要。江晚的心一横，如果抽取了金矿的金子，那这山岂不是得坍塌？会的。那我先将这底下挖矿的人带出去，你选择没人的地方抽取，就留个1/10的渣渣吧。完全没有进金子的话，没有办法给许家村的人定罪的。江晚可不想便宜他们。好的，主人。这才抬脚走了进去，来到了敲敲杂杂的地方，传来无数打量的视线，似乎没想到今天来送饭的是个女的。你们好，我不是许家村的人，我是来救你们的。江晚开门见山，将这些人带出去，才好让系统给他搬金矿啊。真的吗？江晚皱眉，直觉里头的人都不太好，许家村的人只为了金子，可不会管这些人死活的。是真的，村里人现在估计被官差制服了，我来带你们出去。这洞里没有空气，太危险了，你们等会儿不要挤，咱们依次出去。是真的，他是来救我们的。我们可以走了吗？徐徐一看，大抵有20-30个人呢，每一个声音都很微弱，瘦的就跟皮包骨似的。你们就顺着这条路走出去，外头会有官差接应你们的。终于可以出去了。娘，我可以离开这见鬼的地方了。江晚的鼻尖一酸，头一次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好事儿。许家村的人可真是造孽，幸好遇上他这个小魔头。姑娘，谢谢你。江晚这才发觉后面站了2个干瘦的男子。先不要道谢，你快些出去吧，这里不安全。好。他们也缓缓地离开了。这偌大的地方就只余下了他一个人，发现里头有他们开采到一半留下的金子，约么几10斤吧。江晚也是毫不手软，全部收走。他连忙小跑着追上那些人。小精灵，行动吧。江晚勾唇一笑，让不远处的宋九渊下意识心里跟着狂跳起来。他每次搞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个动作，莫非……坍塌的声音，骨瘦如柴的众人吓得是脸色惨白，心里对江晚都充满了感激。任大哥，这是被许家村村民关着的人。
江婉瞥了眼被人帮等人五花大绑的许家村众人，嫌恶地说：另外我还在里面见到不少尸骨，有些已经变成白骨，有些才刚刚腐烂。他没有办法想象里面的场景，只觉得许家村的人太疯狂了。我知道了，谢谢你。我已经让小邓去找最近的县令，他们很快就会过来处理。那便好。莫名的有些唏嘘啊，毕竟这个山是自己搬空的。他甚至还听见空间里小精灵说什么囤货任务已经完成，空间升级中。若是县令问起来的话，还希望你们将我娘子摘出来。一句话，江婉跟人帮都不是傻子，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了。这个时候他确实是不宜太出风头，免得被狗皇帝和六皇子察觉。相公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明白。神帮毫不犹豫地应下，这次的事情可以说是江婉又救了他秘密，所以神帮对他跟宋九渊态度都还是不错，也愿意帮他们隐瞒。江婉很满意，他就喜欢暗戳戳的发财，只要不出头，谁能够联想到金子是他薅走的呀？啊，毕竟自己刚才出来的时候身无长物，众人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些被救出来的众人此时被吓得惊魂未定，倒是先前找江婉道谢那人虽然很瘦，但是看得出来长相是不错的。他那浑身上下仍然会散发着一股浑然天成的气质，这个人怕是个人物啊。江婉看对方的时候，他还对着江婉微笑了点点头。这一幕落在了宋九渊的眼里，不知为何他心里没来由的就升起了一股子不太舒坦的感觉。你还好吗？这平时高冷无情的宋九渊居然会关心人，一家人都诧异地望着他。放心，我跑得快，没什么事儿。官差们安抚着被救众人的功夫，流放的诸位也是渐渐的悠悠转醒。老宋家人睁开眼眸的时候，就发现沈谦被绑在了许巍旁边。官爷，你们绑着我娘子做甚？尤其还要绑在许巍身侧，让他看得怪膈应的。你娘子？老张吃了一声。你娘子干的好事，差点将我们所有人都关在这大山里挖矿了。瞧见没？累死的出不来，这没死的救出来，瘦成这样。要不是我们老大机灵，你也得死在这山里头。老张，你还忘了告诉他，咱们被迷晕的时候，他娘子还答应给人家许巍多生几个大胖小子呢。果然，宋晨一听原因，气得眼眸发红。沈谦慌了：相公，你听我解释。晨儿，你莫要再听他的呀。方才官爷说这话的时候，他可是感受到了四面八方的鄙夷的视线，让他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他当初怎么就看上了沈谦这么个拎不清的呀？娘，我知道。他逮着沈谦就是一顿揍。相公，我都是被逼的，我最爱的人是你啊！许巍愤怒地瞪着沈谦，一副你连这都骗我的表情。一时间，沈谦沦为千夫所指的存在。晨儿，休了这个毒妇！对，我要休了你！这样的毒妇不配成为我们宋家人。于是江晚他们又看了一场好戏。宋晨当众休妻，这让沈谦是痛不欲生。既然他离不开男人，那便让他来伺候各位官爷。他想把沈谦送给这些官差发泄，说是官爷高兴了，对他们几个好一些，也未尝不错呀。江晚震惊了，虽然说这个沈谦是很可恨很讨厌，但是宋晨也不是什么好货，一家子半斤八两的。宋九离似懂非懂的眨了眨眼眸，娘，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他总算是开窍了一回。神帮瞧着底下某些兄弟的异动，于是点点头。行，也该让这些流放的人明白，惹事了之后是什么样的后果。我居然被宋晨送给了官差，这和官妓有什么区别？其实母亲再爱他，若是知道这一切的话，也绝对不会再认他的。他恨江婉，如果不是江婉的话，他不会嫁给宋晨的。他也恨宋九渊，若不是恋慕他，他也不会遭难。可如今他却是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他同样还恨宋晨，明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不饿死，可是他呢，居然把自己转手就送给别人。
他要恨的人太多太多了。但是还来不及细想，有等不及的官差就直接把沈谦拖到了不远处的小树林，总归是在等县令的。沈邦瞧见了也全当没瞧见。沈谦其实也挺可怜的，他和许巍说的你不是听见了吗？就这样你还觉得他可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都是他自己作的。宋九离，收好你那些发蠢的善心。他是应该恨沈谦啊，怎么会觉得他可怜了呢？你这样太过分了些。似乎是方才矿山里面被解救出来的人，那个女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江婉只觉得这个气质莫名熟悉。小小，不要多管闲事。爹，我就是看不惯他这般对自己的娘子。啊，这……江婉忽然顿悟了，哎，这貌似就是书中的女主，也就是六皇子的官配。呜呼，他好像一不小心干了个大事儿哈。江婉渐渐想起原书剧情了，这个花小被骗到山里面挖矿，劳累致死，随后被现代销售员穿越，再后来就被六皇子的人解救了。从此他对六皇子是芳心暗许，从一个小小的农女逆袭成了大封首富，也成了六皇子的钱袋子。但是现在吧，江婉不仅是搬空了六皇子的潜在金矿，还干扰了两个人的相遇。哎呀，也不知道这个剧情会歪成什么样啊。不过江婉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谁让六皇子害得他们被流放，他还只是收回了一点点的利息而已呢。这是我宋家的事情，关你屁事。我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花小梗着脖子，许是刚穿越过来，太过于天真了。也难怪江婉感觉这个气质有些熟悉呢，因为女主的白灵气息很浓郁啊。大嫂，你在笑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一些好笑的事情。没了这座金矿，他倒是要看看这六皇子前期得怎么发展自己的势力。闭嘴！吓得众人都没有敢再开口的了。没一会儿，县令就带了县衙的衙役过来，也不知道人帮跟县令说了什么，很快就把这里的事情交接出来。这是他立了大功，回来升官少不了。我觉得他人还不错，信我就能升官发财。头一次发现他还挺自恋。离开的时候，许家村的犯人全部都交接给了县衙的人，但是沈谦他们还是带走了。只是短短几息的功夫，沈谦就已经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像一个破布娃娃。所以这一路上，沈谦不得不成为几位官爷发泄的工具。爹，我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花小迷茫地开口，他是昨天才穿越来的，也算是刚了解这个世界。傻孩子，咱们身无长物，能失去什么呀？爹，别人穿越吧，不是公主就是王妃，可他呢，偏偏穿越成一个小农女，还被关在矿山里挖矿，他真的是无比的憋屈啊。小小，咱们能被人救出来已是万幸了。他也不是特地来救我们的。江婉可不知道自己救了人还被嫌弃呢。这会儿他们正在赶路，他也才有空询问系统。小精灵，升级完了吗？主人，空间已经升值为种植空间。可以种植好呀，他就不用担心食材耗光了。就是没有种子，赶路不方便进空间。纵然非常好奇，但是江婉还是忍住了去空间的冲动。毕竟被人发现了可不是什么小事儿的。这一路上，因为许家村的事儿，众人心里都凄凄的，老老实实的，谁也不敢乱说话。到了中午，人帮找了一个歇脚的地方，江婉忙不迭地说：“我去找些方便。”和人帮打了个招呼，江婉就跑得没人影了。他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飞快地遁进空间，然后他又再度的被闪瞎了眼呢。哇，除了空间变成白天了，还有一块块的土地跟小溪，甚至还凭空多了几座房屋。小精灵，我这努力囤货不亏啊！这分明就是一方小世界，简直可以称得上世外桃源。恭喜主人，主人还可以用意识操作整个空间哦。这个我知道。又把其他东西也都分类存好。
担心离开太久了，他不敢再浪费时间，而是拎着一只野兔就出了空间。等他回到休整的地方，宋九池已经生好了火，大家都在忙碌着。看他拎回来一只野兔，众人眼里都放着亮光。江晚坦然无事，大步走过去，就把野兔递给了宋九渊。那，劳烦相公处理好。好。大嫂呀，母亲病了在发热，你们总不能不管她吧？分家了。宋大娘子来来去去就这么一句话。我说梨儿啊，从前你祖母最疼你了，你总不能眼看你祖母撒手人寰吧？我深表同情，但我连自己都尚且养不活，对此也无能为力。江晚还有些诧异，不过他能改变，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呢。却忽然听到了一声嗤笑。如今的沈倩是看谁都不顺眼，也不再隐忍自己的脾气。宋二娘子气急，狠狠地打着沈倩，沈倩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很快就纠缠在了一起。江晚也没看他们，他们内讧自己乐见其成，就当在看戏呗。野兔烤好，一家人分食。江晚留下了一个小兔腿，走向了陈文浩。文浩，给你吃。谢谢姨，我不饿。姨给你的，你就吃。陈文浩的懂事让江晚有些心疼。宋小娘子，谢谢你啊，不过我们弄了些吃的。这话刚说完，脑袋一阵阵的眩晕，差点晕倒。娘子，你怎么了？没什么，相公别担心，我只是有些累而已。可是娘已经累晕几次了，这兔腿我可以给娘吃吗？既然已经给你了，你想给谁就给谁。谢谢姨。娘，你吃。娘不饿，傻孩子，你吃啊。我替你把把脉吧。轻轻撩起自己的袖子，江晚素白的指尖就搭在他的脉搏下。几息过后，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归是累着了。不是，附在了陈娘子耳边，小声给出答案来。宋小娘子，可是真的？自然是的，你同你相公说一说吧。回到了宋九渊的身侧。大嫂，陈娘子怎么了？陈娘子这事儿啊，不好说，总之不利于接下来赶路。病了？要想好起来，怕是还需要7个月。7个月？什么病居然要这么久？你小声一点。我想和你单独聊聊。方才还假装漠不关心的宋九渊神色严肃了几分。好啊。于是宋大娘子带着一双儿女走远了一些。你方便告诉我陈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吗？江晚大抵能够猜到他的想法，说宋娘子有个三长两短，无论如何陈策对她总归是有些隔阂的。宋九渊本人心底也会有愧疚，看他特别想知道。江晚俯身过去小声说，她怀孕了。温热的气息轻轻地喷洒在宋九渊脸上，他甚至还闻到了一股清甜的香味。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用力捏了捏自己掌心，这才回过神来。这一路不安生，陈娘子怀着身孕，孩子不一定能平安降生。莫说是根本就吃不饱，就这高强度的赶路，陈娘子的身体不一定受得住啊。她怀孕2个多月了，可能先前没注意。江晚，你会医术？对啊，我会。我和陈策有些渊源，所以你能否帮我多照料照料他们？所以呢，我可不是从前的江晚，你一句好话我就能替你卖命。你有什么条件？等我们到了蛮荒之地，便和离吧。和离？没错，我没别的要求，就这一个要求，不然免谈。等他安全地把宋九渊护到了蛮荒之地，他也算是完成了原主欠他的恩情了。届时他当然是天高任鸟飞啊，而他跟宋九渊的夫妻关系是官府报备的，他可不想离开了还得背着他娘子的身份。好，我答应你。明明从前最想跟他撇开关系的人就是他了，这会儿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心里的情绪就莫名有些复杂。他应该高兴才是啊。之前给你造成了些困扰，算我欠你的，所以我会护送你到蛮荒。江晚索性也和他说开了，这样总算明白这段时间江晚为什么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还有他的家人了。
原来是为了之后跟他彻底撇清关系啊！他看看自己还没好全的双腿，心里是无比的酸涩。也好，他一个废人，也不用拖累他。等宋大娘子带着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气氛不太对。渊儿，你是不是欺负婉婉了？没有，我们只是友好的交流了一些问题。没有就好。渊儿的脾气不太好，她若是欺负你，你尽管告诉娘，娘帮你教训她。当真没有。江婉跟宋九渊短暂性的达成协议，于是等陈策来找他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跟了过去。宋小娘子，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说。我知道你懂医术，你能否告诉我哪些草药能够化胎？这是你和陈娘子商量的结果？娘子不愿意，我自是舍不得的。日夜兼程，已经让她疲惫不堪。我听说蛮荒之地那边的路更不好走，我怕娘子性命不保。我会帮你留意，但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和陈娘子商量好再来找我。她既然已经知道了这孩子的存在，是断不会主动放弃孩子的。那你瞒着她悄悄喂她吃滑胎药，倘若她以后知道真相，绝对不会原谅你。换一句话来说，你们俩这辈子中间都会有隔阂。你考虑好再说吧，这药也不是这么好采的。他抬脚走开，又继续赶路，时不时去采点草药，然后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把野菜跟草药一并收一些放到空间里，这样空间就能自己长好多了。这一路走得并不快，所以到了晚上，神帮只能是带着他们找了一家客栈休息。排队领晚饭的时候，又一队人从客栈外走了进来，眼底划过了一抹诧异，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女主花晓居然没有就地落户，而是也来了客栈。你也在这里啊？领头的是先前找江婉道谢的公子。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林廷玉，先前是你救了我们。林廷玉似乎家世很不错，身后跟了一些专门保护他的人，也换上了华丽的衣袍。顺带手的事情。对他态度冷冷淡淡的，林廷玉有些失落。花晓看得明明白白的呀。廷玉哥，你别伤心，你已经道过谢了，心意到了即可。江婉正在吃东西，花晓这茶言茶语就落入他耳中了，他的嘴角微微一抽。他好像是有些明白了花晓为什么没有就地落户了，大概就是没有遇到男主六皇子，这会儿瞧上林廷玉了吧。看来他这一波操作还是影响了剧情的，挺好的。林廷玉皱眉，不太想搭理花晓，但是良好的教养让他耐心地说：救命之恩，又岂是一句感谢的话就能抵消的？若不是他，咱们指不定会变成那矿里的皑皑白骨。说起来，花姑娘，你还从未感谢过恩人呢。我心里感激恩人的，就是还没想好怎么感谢他。花晓无比郁闷，就算那个女人不来救他，凭着自己的现代知识也一定能够逃脱出来的，只是时间问题嘛。对，就是这样。所以对于江婉他是没什么感觉的，但这是林廷玉说的呀，他又不能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踌躇了几分，花晓还是小心翼翼地走过来。香姑娘，非常感谢您之前的救命之恩。他已经成婚了。宋九渊冷冷的提醒，叫成婚的妇人姑娘是非常不礼貌的表现。宋娘子，道谢的话不用多说，我心领。江婉也不想跟他过多的纠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该死的女主光环，江婉就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再观察观察。宋娘子，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小小心意还望笑纳。身后的随从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是他在客栈里点的午餐一汤，似荤一素，看来他很清楚江婉他们如今的身份，做事低调。谢谢。林廷玉苍白如玉的脸上勾勒出了一抹微笑，她相貌绝美，至少江婉对她印象就不错。比起宋九渊时不时冷着个脸，其实江婉还是更吃这一款的。宋九渊心里是莫名的烦躁，忍不住出声：快些吃吧，吃完早些休息，明日还要赶路。那就不打扰诸位了。林廷玉温和地笑了笑，带着随从就离开了。花晓忙不迭地小跑着跟过去。宋九离忍不住感叹：这位公子倒是个不错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宋九渊嘴毒的回了一句：“大哥，我好像没惹你吧？这口气好凶。”宋九渊睨了他一眼，没说话。他面对那个人的时候，笑得可真开心呢。原来是因为沈倩被折磨得太狠了，又被揍过好几次，还跟宋二娘子干过架，大抵是伤到内脏了，就这么趴在桌上没了声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啊，他刚回来就不说话，就趴在桌子上休息，我们还以为他是累着了，也没搭理他，哪知道他……方才沈倩被几个官差给叫出去过，回来的时候面色很不好，但他们都很讨厌沈倩，谁都没搭理他，自然也没有注意到沈倩的异常。神邦皱了皱眉，直接放在了沈倩鼻尖探过鼻息，果然是没呼吸了。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本本，记录下沈倩身亡。处理了不？他们的身份不过就是就地扔进荒郊野岭，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其实沈倩挺可怜的。宋九离叹息一声，当然我不是说他做那些事情是对的，你们说的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心里知道就好。我的姑娘啊，先管好自己吧。吃完饭，神邦打听到不远处有一个集市，明日一早会派人过去采购物资。然而这次不一样，大家身上的银钱都已经被搜刮的没剩多少了，所以需要带的东西不多。陈策张了张嘴，大抵是因为没有银钱，到底还是忍住了。江晚想起了空间里需要种子，顿时有些异动。于是次日，小邓还有朗章出发的时候，江晚也悄悄地摸了起来。江晚僵硬地转过身子，就对上了宋九渊看透一切的眼神。你放心，我不会跑的，就是去集市买些物资。我知道，这个你拿去当了吧。宋九渊摊开掌心，他掌心躺着一枚玉佩，但是江晚直觉这个玩意儿不会太差了，毕竟是大反派的东西嘛。不用，我身上还有些银子。你拿去吧，眼看着天就要冷起来了，买些防寒的东西吧。他把玉佩塞给了江晚，江晚只能接过来，触手温凉，是一块极好的玉佩。这是暖玉。应该能换些银子。说完他便合上眼眸。江晚有些无语，转身就出了客栈。小邓还有老张赶着牛车，江晚运用异能悄悄跟上。路上他忍不住地摸了摸这暖玉，但是这个好东西啊，他可舍不得当掉，而且这对于宋九渊来说指不定是有特殊意义的呢。运用异能跟上去，很快就到了神帮他们嘴里说的集市。他们来得很早，有一些铺子还没有开门，这就更方便江晚了。他索性直接去了药堂，这还是陈策给他的灵感呢。收一些药材以备不时之需，他还想配一些防身的东西。小手一动，药材就被收入空间了。江晚放了一张银票在药堂，总归不会让对方亏本的。如此，他又这般收了一家种子铺子。想到空间里的大草地，江晚就觉得嘴馋，又忍不住的光顾了一家树苗铺子。他要种一些果树，这样就可以随时能有吃的啦。空间里的熟食也是消耗了一些，江晚就依葫芦画瓢扫荡了一圈集市。除此之外，他还收了冬日里的棉衣、棉裤还有棉被等等的，运用异能飞快地赶往客栈。而此时客栈都已经快要炸开了锅了。官爷，江晚他一定是跑了。没错，这么久了还没见着他人，不是跑了是什么？两位大娘，宋娘子许是去小姐，也许你们误会了。悄悄瞥了眼林廷玉，那宋娘子再好又如何？不过只是一个犯人，而我不一样。若林廷玉能和我交好，也能获得不少好处。所以若是能够利用宋娘子，让林廷玉和他的关系更近一些的话，花小觉得还不错。小姐是吧？车儿啊，你去茅房看看。好。官爷，厨房茅房我都去过了，愣是没看见我那好大嫂。这次看你还怎么偏心江晚？我娘子是女子，你还能进茅房查看不成？你不方便我方便，我现在就去。弟妹，你是当真和我们过不去是不是？婉婉不会跑的。跑不跑看了才知道呀。他有些护着江晚，
可是江婉又是一直不出现的话，他要是不处理，怕是会引起众怒的。这样吧，我不是你们的人，也能公平一些，我帮你们去看看，可好？他语气温软，性子温柔，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宋晨只觉得心微微跳了起来。你们要看什么呀？方才在门口遇见一个老乡，我找他换了几件衣服。你们在说什么呢？大嫂，他们污蔑你跑了。你们怕是对我有什么误解？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我对相公用情至深，宋九渊在的地方，我江婉一定在。若是想跑，我还用等到现在？这女人竟说什么大实话！如此深情的话，江婉说的是脸不红心不跳。不远处的林廷玉，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涌现出了一股子失落。花晓则是暗暗的松了一口气。但今晚江婉这么说，想必他应该就会死心了吧。哼，没错，我看你们就是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儿干，尽耽误官爷时间。我们又不是故意的。没事找事，是该罚。一人10鞭子，以儆效尤。好嘞，老大。宋九离还有宋九池这俩货幸灾乐祸，还特意出去看好戏呢。宋娘子，我真的很感激你先前救了我们，所以才想提醒你一番。先前你那样做是不对的，若是再回来晚一些，会平白连累家里人。你谁啊？江婉睨他一眼，花晓被他看得心里发虚。宋娘子，我没其他意思，就是好心的提醒你一句。聒噪！宋九渊的嗓音很冷漠，甚至都没睁眼瞧花晓。我们自家人都没生气，你装什么好人？是吧，哥？是。你爹没教过你不要多管闲事吗？小小，你不要乱说话。爹，我是为了他好。花爹也很无奈，拉着花晓就往一侧走。那是人家的事儿，不要你管。花晓小跑至林廷玉的面前，面上带着小委屈。廷玉哥哥，我不过是好心提醒宋娘子几句，她好像很不高兴。本以为林廷玉是会向着自己的，谁料他眉心蹙到一块，温和的嗓音却说着冰凉的话。宋娘子怎么做是她的事情，你不该多嘴。我瞧着他那一脸吃瘪的样子，江婉没忍住笑出声了。李二，京都有位老大爷高龄80，别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你可知他是怎么回答的？怎么回答的？哼，他说他从不多管闲事。宋九离是没忍住的笑出声了，宋大娘子也是满脸笑意，就连宋九池跟宋九渊都是嘴角微微上扬。隔着不远距离的花晓被江婉这话气得脸涨红，一双漂亮眸子氤氲着水汽。小小，你别难过，也知道你是好心，可那是人家的家事啊。花晓心中不忿，碍于形象，到底是什么也没说。小邓跟老张买回来的粮食跟干粮，神帮索性直接分发给大家，往后呢就各做各的。众人排队去领粮食，宋大娘子让江婉还有宋九离休息，宋九池则是去排队领一家人的粗粮。江婉无意中就发现陈策跟陈娘子正在小声的争执什么，不用猜他都知道是因为啥。很快陈策就跑去领粮食了，而陈娘子赌气找了一个地方坐着抹眼泪。江婉就抬脚朝着陈娘子走了过去。娘，你别哭好不好？文浩，你乖啊，让娘静一会儿好不好？可是文浩担心娘。陈文浩瘪着小嘴。文浩，姨姨和你娘说说话，你去你爹那边好不好？好。宋娘子可是要劝我放弃孩子？不是，先前陈策找过我，托我找些草药，我没答应。他也是为了我好。哎呀，从前生文浩以后啊，我这肚子就一直没动静，哪里知道一朝流放，这孩子说来就来了。虽说是来的不是时候，可是我也舍不得。路不好走，等你月份大些，怕是会有危险。我知道，昨晚相公劝我的时候，我差点就答应了。可是宋娘子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感觉到孩子踢我，这孩子是在求我不要放弃他呀。留不留在你自己，但你首先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情绪切莫太激动，这对你们都不好。我知道，谢谢你啊，宋娘子。两个人又轻声细语的聊了聊，顺便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江晚就回到了宋九渊的身边，他就把两人争执的原因小声告知他们。那可是一条生命啊，陈策怎么能这么狠心？李儿，咱们如今不是去游玩，是去流放。据说蛮荒之地寸草不生，接下来受的苦那么多，陈策这么想也是无可厚非。宋九渊闭了闭眼眸，最终只吐出2个字来：怪我。接下来赶路，他都是沉默着没说话。而林廷玉一行人似乎和他们是同路，不远不近的就在后面跟着。一路上，江晚就眼尖的发现花晓一直围着林廷玉打转。哎呀，看来这6皇子的小娇妻也被截胡了哟。敌人倒霉，江晚就高兴，顺带着看林廷玉又顺眼了几分。因为去集市扫荡了一圈，加上分发了粮食，今天江晚很大方。当然，大家的伙食都还不错。江晚找了一个机会去了树林，然后拖出了先前存放在空间里的死狼。幸好空间有保鲜的作用，拖出来就跟新鲜的是一样的，别人应当是不会怀疑的。可是当众人瞧见这娇滴滴的小姑娘拖着一头狼出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小小的震惊了一把。尤其是花晓，眼珠子瞪圆，显然是被吓了一大跳。古代的女子都这般厉害的吗？那可是狼啊！任大哥，今天运气好，搞了一头狼。这一路官爷们都辛苦了，分你们一半。毕竟要不是人帮愿意护着他，他也不能够过得这么舒服呀。嘿嘿，我代表大家谢谢江姐姐。小邓咧着嘴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头狼就是先前打的。神帮他们自然也不会多想，谁都不会想到这狼还能保存这么久。唯独宋九渊眼尖啊，他瞧着这狼吧，总觉得有些眼熟。咱们今天炖狼肉吃。江晚兴致勃勃的就把狼肉交给宋九渊处理。大嫂，你真厉害！宋九离馋得流口水啊！哎，流放还能吃上肉的，也就他们独一份了。少捧我，多做事儿。很快，热气腾腾的锅子里就散发出了香味儿。狼肉比较老，得多煮一段时间。宋娘子，我能买些狼肉吗？你身子孱弱，这狼肉不适合你。无妨，我不吃，只是几个手下馋肉。廷玉哥哥真是体恤下属。花晓管不住自己的嘴啊，满脸崇拜地看着林廷玉。这是林廷玉第一次后悔自己心软带上他们，就莫名的觉得花晓很是碍眼。这些够不够？够了。他递给江晚1张100两的银票。这个时候江晚才意识到，他也许是在变相的报恩。不用这么多，余下的算宋娘子的辛苦费。别人对他态度越好，江晚反而就越不好意思。收着吧，不然林公子怕是难以心安。行，若我还能猎到野物，届时分你一些。好，婉婉，快趁热吃吧。好。江晚把银票收好，还没明白宋九渊怎么突然叫得这么肉麻呀。林廷玉的小厮把狼肉拿走，一行人识趣的就在不远处坐下休息。大嫂，味道不错，你快尝尝。江晚端着碗刚准备开吃呢，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他忍不住的眉间一蹙。别跑，给我站住！一群黑衣人似乎在追赶2个男子，那2个男子是不管不顾的狂奔而来。站住！神帮大喝一声，孰料那2个男子就跟没听见似的，冲撞了不少人。有人手里的碗被撞在地上了，有的人被不小心推倒在地。宋九渊立即说道：小心，快跑！江晚也意识到不好，宋九渊可是大反派啊，这一路走得太平顺了，他直觉这些人是冲着宋九渊来的。九池，快陪着你大哥跑！江晚还生气，辛辛苦苦弄的吃是一口没吃，他想揍人。宋九池麻利地把宋九渊给背上，眼看着7、8个黑衣人追了过来，现场是一团乱。他们的目标是我。宋九渊悠悠地开口：九池，将我放下，你们换个方向跑。他眯着眼眸，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针对他的刺杀了。不行！宋九池咬牙坚持着。宋大娘子跟宋九离跟不上，
江晚本来是想护着他们的，结果发现那些黑衣人根本就不在意他们，他们的目的就是宋九渊，至于其他人全部都被他们无视了。宋九池忽然就踩到了一块大石头，跌到了上面，宋九渊则是因为惯性就被甩到了前方。黑衣人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大刀，江晚根本就来不及多想，直接扛上宋九渊就继续往前不管不顾地跑。江晚，你快放下我！宋九渊没有料到，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之下，他居然还有时间羞愤，但是被女人这么扛着，还真的是头一回。闭嘴吧你！江晚很气愤啊，辛辛苦苦的护送了宋九渊一路，他怎么可能丢下他？而且他觉得吧，大反派没有这么容易领盒饭的，不然怎么能叫大反派啊？后面的黑衣人是穷追不舍，估计所有的黑衣人都追过来了。江晚脚下生风，跑得飞快。你，宋九渊表示震惊，心想：这女人还是人吗？扛着我一个大男人，居然还能跑得这么快！宋九渊，咱们可是大反派，不会那么容易死。江晚回头瞥了眼穷追不舍的黑衣人，有些气恼，妈的，像苍蝇一样烦死个人的。结果等他一回头，发现前面居然是悬崖，然而他运用了异能，想减速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乎，江晚背着宋九渊直接从悬崖上往下掉。江晚这心里简直是逼了狗啊！等他反应过来想进入空间的时候，宋九渊已经先他掉下去了。哎呀，逃跑因为自己疏忽掉下悬崖的，大概他是第一个吧。江晚郁闷了几秒，貌似这个悬崖不高，下面是水，幸好他会游泳，扑通一下就掉在水里，从水里冒出个脑袋，眼睛就四处寻找宋九渊的身影。宋九渊，他可是大反派，应该没这么容易杀死吧？江晚像是一条灵活的鱼一样在水里游动着，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愧疚。如果不是我，江晚，虚弱的声音传来，江晚飞快地朝那个声音发出的地方游过去。果然是宋九渊，只是他的下半身用不上力气，这会儿只能是勉强用手努力地刨着，那模样有些狼狈，貌似嘴里还灌了几口水，脸色苍白的可怕。江晚也没空想太多，拽着人就往着岸边游。宋九渊显然已经脱力，整个人就往水里沉下去。江晚很着急，宋九渊，你醒醒！他一边喊一边极力地拽着宋九渊就往岸边游。好在岸边并不是很远，但是宋九渊已经痛苦地闭上眼眸。江晚瞥了眼，只能是心一横，面对面地捧着他的脸。算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江晚动作粗鲁的就碰上他的唇，根本就来不及体会什么所谓的初吻，他就极力的给他渡了几口气，似乎还是没动静。不是吧，还要来一次？江晚欲哭无泪啊！前世都还没谈过恋爱的他，连小手都没跟男人拉过呢。可是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宋九渊死啊！江晚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极力给他做着心脏复苏还有人工呼吸，捏着他的鼻子还有唇。江晚闭着眼眸就给他渡气。忽然他察觉到有一丝不对劲儿，他猛地睁开眼眸，就对上了宋九渊悠悠的眼神，吓得江晚倏地就松开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慌乱的解释说：我方才是在救你，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谢谢。宋九渊一句话说完，嘴里就喷出了不少积压在肺里的水。实际上吧，他的脑子想的却不是如此。方才江晚那么伤心还亲了他，一定是以为他死了，所以在伤心之下才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举动吧。回忆起方才那个绵软的吻，宋九渊只觉得心跳都快了半拍，脑海里像有一朵绚丽的烟花瞬间炸裂开。既然你已经醒来了，应该没事儿。江晚不自在地别开脸，慌乱地说：我先前面看看，你别乱跑啊。他几乎是落荒而逃，身上都是湿漉漉的难受，
江晚还在担心那些暗杀宋九渊的人会找过来呢。他跑得很快，想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就瞧见了石壁后不远处的山谷。山谷里传来江晚熟悉的香味，他钻过了一丛很高的茅草，露出了一片非常大的野生药田。天哪，小精灵，我这该不会是在做梦吧？江晚狠狠地就掐了一把自己大腿，会疼，说明这就不是做梦。先前吧，他还觉得药房卷的药材不够呢，这不，瞌睡来了，有人就给他送枕头了。哇，主人，好多草药！小精灵也是兴奋地在江晚脑海里跳跃，弄得江晚是心惊胆颤的，心砰砰直跳。你先别激动，告诉我这药田能收走不？江晚心跳比较快，他随手就摘了一朵灵芝。天呐噜，好大一朵呀，好高年份的灵芝哎！他甚至还瞧见不远处有人参，除此之外还有白竹、黄芪、甘草等等。可以的，主人。小精灵声音可欢快了，行动起来！记着，每种留些，咱们不能赶尽杀绝，总得给后人留些希望。得到江晚的同意了，小精灵瞬间就把面前的药田给薅进了空间。真好呀！他又走了几步，发现不远处正好有一个山洞，刚好可以带着宋九渊进去休息。江晚快速折回：宋九渊，我在前面发现一个山洞，咱们过去歇歇脚。我背你。江晚因为收了一大片的药田，所以心情非常不错。要不你先去找九池他们吧，再让人下来救我。我要是走了，那些暗杀你的人追过来了怎么办？江晚没好气地白他一眼，索性起身弯腰就把人给拦腰抱起了。宋九渊震惊了，你还是背我吧。再度被江晚这么抱着，宋九渊这白皙的脸是爆红，羞耻感爆棚啊！但是江晚也懒得折腾，马上就快到了，就不换手了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的就是我吧？江晚脚步飞快，带着宋九渊钻进了山谷。山谷里飘散着一股子香味儿，宋九渊偏头就瞧见了一片药田，不过这是江晚薅过羊毛以后的药田了。此时稀疏的散布着各种药材，好多药材。我方才就瞧见了，你先去山洞里休息着，离开前我会采些能用的药材。好。宋九渊明白自己是个拖累，倒是也没有多说，他又去外头弄了一些柴火，升起了火堆。两个人是行李都没带，自然不可能换衣服的，只能蹲在火堆旁将湿衣服烤干。也是到了这个时候，宋九渊才发现江晚身上的衣服紧贴着身子，身上的曲线若隐若现的，他连忙别开脸，不敢乱看。裤腿掀起，露出江晚那一小截皓白的小腿，白得发光。江晚，你在别人面前也这么大大咧咧吗？他的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了一些郁闷。啊？江晚没听明白，认认真真的烤着衣服，疑惑地挑了挑眉梢。你说什么？没什么，只是这心却是不由自主地跳了跳。当然江晚并不知道这些，他认认真真地烤干自己的衣服，让宋九渊自己烤着，起身就去了山洞外头的山谷里。除去这块药田，其实山谷里还是有不少野物的。江晚一时手痒，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把不知道是哪里收的弓箭，嗖的一下，野鸡、野兔、野狍子通通都被江晚给射中了。他小手一挥，全部都收到空间里了。怕宋九渊怀疑，有一只野鸡他是用石子给弹晕的。江晚顺手薅了一些草药，回去之前又小心翼翼地去山谷外头瞥了一眼，没发现那些人的身影了，这才放心地回了山洞。山洞里宋九渊也烤干了自己的衣服。那些人暂时还没找到这边，咱们先吃点东西。江晚将野鸡还有水囊递给他，幸好水囊是一直挂在身上的，不然喝水都不方便。他水囊里兑的是空间水，宋九渊喝了几口，就感觉一股股暖流顺着喉咙就钻到了身体里，方才还有些发凉的身体瞬间就暖和了不少。他沉吟道：他们随时会找到这边，我们还是得注意。你放心，岸边咱们的痕迹我已经抹掉了，没这么快找过来。那就好。细心的把野鸡给处理好，江晚就负责烤。火光下，他那白嫩的脸上泛着红色。江晚，
你一个闺阁女子，怎么会这些？其实他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这只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我先前不是解释过吗？你在京都的时候是能日日见着我，可我娘早逝，从前我爹都将我关在院子里。尚书府后面不远处有座山，有一次我偷跑出去迷了路，在山里待了好几日。为了活下来，有什么是学不会的？原主记忆里吧是有这么一段的，不过不像他说的那么轻描淡写。原主迷路可是差点死在山里呢。他们对你很不好吗？宋九渊的语气带了迟疑，猛然发现从前对江婉的印象确实是很片面。他只知道每回京的时候，他总就跟那狗皮膏药似的缠着他，不知羞耻一般的当众表白，有了后娘就有后爹，他们当然对我不好。江婉淡淡的扫了他一眼，将烤好的鸡肉撕了一半递给他。喏，妹妹喜欢的东西，我若是有，那便是不爱幼妹；妹妹的东西，我若是喜欢，那便是自私小心眼儿。闹是不能闹的，闹起来不是挨饿就是毒打。他垂着眼眸，明明是原主的记忆，可是提起的时候，江婉居然觉得心口闷闷的。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想那么缠着你，语气带了些难过。只是父亲从小对我诸多不满，总认为我无才无德，什么都不会。有一日父亲夸奖你是世上最优秀的男子，我便想着若是能嫁你，父亲定能对我刮目相看。这个话也算是解释了一下原主从前为什么各种的作死。实际上吧，他说的也没有错，原主当初就是这么想的，不过那都是原主的父亲还有后娘的算计而已。原主是傻傻的什么都不懂，那才叫一个悲哀呢。所以你从前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想到江婉从前说只爱慕他一个人，他对他一见钟情，这些话都是假的，他莫名的就有些失落。实在抱歉，从前给你造成不少困扰，不过我现在想通了，做人不能为别人活着，我要替自己活，所以咱们到了流放之地就和离吧。我也想过一过自由的日子。听着他口口声声说着和离，宋九渊的心口闷闷的，却还是答应了他。好，我给你敷药吧。不用了，一天不服没事。我一个姑娘家都不计较这些，你扭扭捏捏像个姑娘似的。我只是怕吓着你。认命似的闭上眼，就趴在石块上。江婉粗鲁地掀开他的衣服。天哪！江婉又想骂这狗皇帝下手可真重啊。他身上都是斑驳的痕迹，虽然有一些已经长了新肉了，但是有一些伤口还是泛着鲜红的血。这一折腾，伤口到底裂开了。而宋九渊的小腿本来就骨折过，这会儿怕是又错位了。你别乱动，我帮你正骨。宋九渊，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好看？啊？疑惑之间，小腿被他猛地一用力，看来他方才那般说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呢。你这伤口得好生将养。你也看见了，那些黑衣人的目标就是我，不取我性命，他们又如何甘心？放心，祸害1000年，你不会死的。这么疼的情况下，愣是没有吭一句。不愧是书里的大反派啊！宋九渊身上的伤口很多，能活下来可真是命大呀，实在是揪心。好了吗？好了，你先别乱动。有人来了。幸好那些人还没有找到山谷，但是江婉不放心，运用起异能，飞快地来到出口。老大，没找着人。按照常理来说，他们掉下来的地方就是这儿啊。他们该不会被水冲走了吧？有这个可能。走，咱们去下游看看。几个黑衣人急匆匆地循着下游离开，江婉也松了口气。忽然有人出声说：老大，没有人。找不着人，我们怎么跟主子交代？闭嘴，去下游。好险啊！幸好他方才没有出去，也没有出声。果然，配角也是有脑子的哈。江婉轻手轻脚的就回了山洞。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这反而能够更好的遮掩他们的行踪。你怎么还不睡？我来守夜，你好好休息。不用你守夜，我来就行，你快睡。许是太累了，
又许是对江晚比较放心，山洞里很快就响起了宋九渊轻微的呼吸声。等宋九渊昏昏沉沉的醒来的时候，嘿，哎呀，我先去外面找找路，你别乱动，咱们可不能被当成逃犯处理。好。江晚出了山洞，他本来是不想跟那些黑衣人正面对上的，但是吧，冤家路窄，他才刚到小溪边，迎面就对上了那4、5个黑衣人。快，他和宋九渊一起掉下来的，抓住他就能找到宋九渊。行吧，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投。幸好昨天晚上闲着无聊，他做了一些药粉。江晚没动，这几个黑衣人都没搞明白江晚为什么不逃。不过这样更好，一个弱女子而已嘛，抓起来轻轻松松的。在所有人都靠近的时候，江晚小手一挥，呵啊，药粉就飞散在了四周。这是什么？贱人！他就站在那儿，随后都渐渐的失去力气，在地上，5个黑衣人无一人幸免，瞬间就没了呼吸。哇，小精灵看呆了。主人，你那弄的什么玩意儿啊？本来以为自己绑定的是一个青铜，可是好像主人是个王者哎。切，我的这双手可不仅会救人。走到了几个黑衣人面前，就他们这身打扮，想必是死士。他的小手从几个人身上找了找，银子、银票全部没收。至于代表身份的东西，对方没放，直接对系统说：“把大娘子他们的位置地图传送给我。”啊！小精灵被方才江晚那狠劲儿给吓到了，乖乖的就把最右路线传达到了江晚的脑海里。江晚表示很满意，暗杀的人解决了，不用提心吊胆也是好事儿。还是古代好呀，看来我要多准备一些防身的东西。江晚冷静地回到山谷里的山洞，宋九渊正在无聊地扒拉着柴火呢。我摘了点果子，还准备了些草药，吃完咱们就找路回去。好。说完之后，江晚就背着宋九渊出了山洞。这一次他没有扭捏，江晚顺着脑海当中的路就一直走。而彼时客栈里的氛围却不大好。官爷，求求你让我去找我大哥大嫂。我也去。宋大娘子脸色发白，这会儿看上去也是很不好。哎呦，官爷呀，我可是亲眼看见江晚背着宋九渊跑了的，他们肯定是当了逃犯。所有人都是心照不宣的明白，可偏偏老宋家人是揪着不放。是啊，官爷，他们肯定是跑了。我大哥大嫂不会跑。他大哥向来是敢做敢当，要离开也绝对是不会用这种方式的。两位弟妹明知道那些人就是针对我家渊儿的，他们要是不跑，难道等着被人家弄死吗？现在我儿子儿媳是生是死还尚且不知道，你们就在这胡乱造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小心我拉你们同归于尽。宋二娘子和宋三娘子被堵的是哑口无言。官爷，我们不会跑的，让我们去昨天那里找找好不好？昨天太混乱了，还有好几个人不见人影，我那些兄弟找了一夜，其他人倒是抓了回来，就是没见着他们2个。哎呦，看来是真的很不好哈，该不会是被杀死了吧？不会的，渊儿和婉婉福大命大，肯定没事。就在这时候，在外头找了一晚上的林廷玉也是带着人灰头土脸的回来了。一侧的花晓眼底都是愤怒，他劝了许久，林廷玉为了找到江晚，压根儿就不顾及自己的身子。对不起，我暂时也没找着他们。待我休息一会儿，我再去找他们。谢谢你们。廷玉哥哥，你还是先顾着你自己的身体吧。官爷，我相信我的儿子儿媳一定没事，求您让我的2个孩子去找找，我可以留在客栈。我也去帮忙，我娘子和文浩还麻烦大娘子照顾一下。找什么找呀？要是找这个尸体，岂不是更伤心呢？哦，神帮叹了口气，这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这么放任被流放的人离开，希望他没有信错人。谢谢，谢谢。得了指使，宋九离还有宋九池3人就忙不迭地转身要走。
一扭头，恰好瞥见了客栈门口的2个人。江婉背着宋九渊回来了。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来扶你大哥！大哥！众人悬着的心也彻底放松了，唯有老宋家人非常的不欢喜。本来以为宋九渊跟江婉这2个扫把星死，没有江婉在，他们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宋大娘子。回来就好，大家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渊儿、婉婉，你们俩没事吧？大哥大嫂，我们都快要担心死了，到底是哪个缺德玩意儿想要害你们？都过去了。除了那位的授业，谁还敢这么嚣张的取他性命？众人心里都是一片悲凉。曾经宋九渊替大风付出了所有，如今就连保住性命都是难事。廷玉哥哥！只见不远处的林廷玉晕过去了。那林公子是个好人，他昨夜带着人找了你们一晚上，许是之前本就伤着了身子，所以这会儿撑不住了吧？你去休息，我过去看看。娘，我也去看看，你们照顾好大哥。宋九离一想到花小那怨怪的眼神儿，有些不太放心，忙不迭的也跟上了江婉的步伐。而此时林廷玉的房间里是一片慌乱。我是大夫，我替他看看。听闻他是找他跟宋九渊才如此的，江婉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花姑娘，林廷玉新买的管家小声提醒道，公子对宋娘子很是信任，大夫还在城里，一时半会儿也赶不过来呀。要不还是先让宋家娘子给公子瞧瞧吧，公子的身体拖不起呀。他咬着唇，心里难受。自己到底是林廷玉顺路帮的一个小可怜儿，所以大家都没把他放在眼里。等他成为林廷玉的娘子，他肯定不会让江婉靠近他的。江姑娘，先前长士说我家公子从小体弱，本就容易生病，被那些该死的村民关了之后，身体是越发的差了，加上昨天一夜也都未曾休息，这才晕了过去。我知道了。花小虎视眈眈的模样，江婉他不是没察觉，但他没空搭理。素白的指尖落在他的手腕上把脉，越是把脉，他的眉心就越是紧蹙。你们去给他备些吃的，要清淡些的，另外取些酒来。廷玉哥哥都还没醒，备吃的做什么？再说他也不能喝酒啊。总觉得江婉就是一庸医，他穿越之前可是被好几个中医骗子给骗过的。江婉没理他，林管家连忙对身后的小厮说，听宋家娘子的，快去。啊，好。小厮忙不迭的离开，把花小给气得不行。凭什么他们这么听江婉的话呀？我会给他施针。江婉借着袖子的遮掩，就拿出了空间里囤的银针。没一会儿，小厮拿来酒，只能是用酒细细的给银针消毒。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他掀开林廷玉的被子，去撩他的上衣。等等，男女授受不亲，你怎么能脱他衣服呢？万一林廷玉醒来对江婉情根深重怎么办啊？医者面前只有患者。切，亏他还是现代来的呢，这点道理都不懂。可是你要是看不惯就出去，别耽误我大嫂救人。切，他可不想给江婉还有林廷玉留下单独相处的机会。众人纷纷无语。李儿，谁要是打扰我，丢出去。施针的时候是不能被打扰的。大嫂放心，我替你看着。将花小气的吐血，江婉凝气聚神，长长的银针被他一根一根的就扎在林廷玉的身上，他几乎是颤着手落下最后一根银针的。而林廷玉的脸色也是肉眼的变得好了起来。公子的脸色红润了一些呀。1刻钟以后拔针，我会给你开2个方子，一个用来煎服，一个是药浴方子。只要坚持半月，你家公子的身体便能恢复。林廷玉被关在山底下挖矿，对他身子影响挺大的，也是他运气好遇上江婉了，不然的话哪里还能有条命在啊？也怪不得如此精彩艳艳的人在书里似乎是没出现过。好的，谢谢宋娘子。大夫应该也快来了。他故意提醒林管家，说是找来的大夫不认可江婉的治疗，那可就有好戏看了。说曹操，曹操到。花小的话音刚落，
一道急切的声音响起：“病人在哪里？”“在这儿。”那老者全大夫眨一眼就瞧见了扎着满身银针的林廷玉了。这是谁干的？哼，看来这江晚的手艺不怎么样嘛，似乎是被嫌弃了呢。是我干的。一事不烦二主，你们既然已经请了我师父，为何还要让其他人在病人身上动手动脚？实在抱歉，我们公子身子不太好，事急从权呐。是啊，虽然宋娘子是不是大夫我们没法确认，但她也是一片好心。你不是大夫。你不是个大夫怎么能随意动手呢？针灸一门，玄之又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知道，但我有把握。师父，您别生气了，先给病人瞧瞧要紧。若是真的害了病人，还得师父您力挽狂澜。是呀，小朋友说的不错。林管家，你先让大夫给廷玉哥哥瞧瞧。花小心里暗喜，哼，最好是这个老大夫呀，能够挑出江晚的不足，那才解气呢。林公子的病情我已经稳定住了。年少轻狂。我师父可是方圆百里最有名的神医，往后你求着我师父都不会再登门。师父，您莫要生气，今日他们这般无礼，往后有他们求上门的时候。这小孩说话一套一套，确实有些气人。老大夫，您等一等。很抱歉让你们白走一趟，诊金不能少了您的。你这是羞辱我！他没看过诊却收了银子，这传出去了，同行怎么看他呀？抱歉，没有这个意思。虽然宋娘子很自信，但人难免出差错。既然已经请了老大夫过来，多一个人给廷玉哥哥瞧瞧也是好事，你说是吧，林管家？他这话呢说得合情合理，但是成功的顺了老大夫的毛。这小姑娘倒是个通情达理的。公子啊，你倒是醒过来呀，这事儿我没办法抉择了。时间到了。江晚忽然开口，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我大嫂说能治好林公子就一定能治好，你们若是不信，在一旁瞧着便是。看清楚林廷玉身上扎满了银针，全大夫的眼珠子瞪老大。胡闹啊！师父，可是有何不妥？我就说不能逞强。宋娘子，你自诩医术不错，可到底比不得经验丰富的老大夫。我看着接下来的事情还是交给老大夫吧。宋娘子，公子如何了？他没事儿。前世他用银针、金针那救过无数的人呢。林廷玉这点小事儿，他闭着眼都能给他拔针呢。你还好意思说没事儿？这个穴位下针必须异常小心。你用这么大的银针，一个不小心是会伤及内脏的。这个穴位拔针的时候也得小心翼翼，一点差错都不能出。显然是觉得江晚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穴位我师父都不敢轻易下针，非必要的时候不会乱用。花小还忍不住上前一步，被宋九离拦住了。你要是乱动，出了任何问题，可和我大嫂没关系。虽然他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站在大嫂这边就是对的。可万一廷玉哥哥身体出了问题怎么办？这可是他穿越过来一眼就看中的男人，一定不能出事啊！我不做没把握的事情。江晚素白的指尖已经从林廷玉的身上拔了好些银针了。全大夫虽然气恼，但是作为一个大夫，他并没有贸然行动，就只是站在一侧，准备随时替江晚收拾烂摊子。不得不说，他这个衣品还是挺好的。堂中穴呢是最后拔的。江晚素白的指尖捏住银针的时候，那全大夫以及小童都是瞪大了眼眸，连眼睛都不敢眨，生怕错过最关键的时刻。然而意料之中，所谓的出事并没有发生。该醒了。话音一落，床上的林廷玉就迷茫地睁开了眼眸。我怎么了？你晕倒了，是我大嫂救了你。宋九离连忙兴奋地就替江晚邀功，生怕打脸花小的力道不够，他凄凄爱爱地望着林廷玉，咬着唇没说话，一副委屈至极的模样。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我给你开了2张药方，一张煎服，一张药浴，在林管家手里。谢谢你，宋娘子，她又救了我一次。管家，给宋娘子
准备谢礼。不能让他白忙活，而且他知道他们流放的人急需的无非就是银子跟粮食。公子放心，早就让人准备了。宋娘子还让人给你准备了白粥。不客气，你也帮了我们，算是两清。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生怕耽搁了继续赶路，迈步就要离开。等等，宋娘子，方才是我和小徒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实在抱歉。他方才站在原地回忆了一下江晚的每一个动作，忽然开朗，这才明白是自己狭隘了。对不起，宋娘子，师父常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次是我们目光短浅。本来是想看看江晚丢脸的，没想到反而让他在个林公子的面前出了个大风头。宋娘子，若是方便的话，你能否和老夫探讨探讨堂中学的用法？我送你们4个字：勤加练习。另外，我要跟着官差被流放了，你们还要继续跟吗？啊！全大夫跟小童两人怔愣在了原地。他居然是个犯人！傻孩子，被流放的不一定就是坏人，他许是被家人连累了呢。师父说的有理。江晚跟宋九离下来的时候，宋大娘子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怎么样了？没事了。江晚轻描淡写，也没提方才的糟心事儿。倒是宋九离忍不住绘声绘色的就说了一遍方才的事儿。大嫂可真厉害，走的时候那老大夫还追着他讨教问题呢。确实厉害。恰在此时，林管家，让我照顾廷玉哥哥吧。花姑娘，公子说不需要。江晚他们出发的时候，林廷玉还在养病，花小也是故意耗着等他。接下来咱们要多小心一点。一次没成功，想必那些人还是会再找机会下手的。幸好咱们现在是单独开餐，至少能保证入口的东西是干净的。总感觉接下来这一路啊，可能都不会太平了。如今除了陈家人，众人都是离他们远远的，生怕被连累了。隔得远些，江晚甚至还能够听见宋二娘子和那些人说的是唾沫直飞。哎，你们没瞧见呐？那天呐，他们就直冲着宋九渊呢，哎呦，吓得我又腿都软了。可不是，幸好我离得远，刀剑可不长眼。宋九渊面色发沉，咱们走自己的路，不要在意旁人的眼光。气氛有些沉闷，大家都没有说话。而江晚一路上都拿着他们不认识的药材在捣鼓着什么，大家也都是非常默契的，没有打扰他。摘了那么多的药材，江晚自然是不会浪费，他就背着一个在客栈里找人换的背篓，背篓里面都是草药。接下来的路程也不会太安生了，除了防身的东西啊，他还得弄一些救命的玩意儿。大嫂，需要我帮忙吗？这些东西你弄不好，我自己来就行。等会儿你记得弄午饭。饭菜准备好的时候，正好弄完了手里的药丸子。大嫂，快吃！这姑娘如今厨艺见长，简单的东西也能做得有模有样了。不错。江晚快速吃完，又继续捣鼓手里的东西。宋九渊眸光好奇的就落在他素白的指尖上，有他在，似乎流放这一路也没有那么难。哎呀，有些人呐，走哪儿都是祸害扫不清。他嘴真贱。大嫂，我能怼他吗？尽管怼，我给你撑腰。宋老二，能不能管管你媳妇儿，满嘴喷粪，吵得人脑仁疼。当晚震惊的抬眸，万没想到呀，宋九离画风突变，之前那个娇娇软软的大小姐，这会儿彪悍嚣张还大嗓门。咱们现在自身难保，你多那个嘴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我就是瞧不得你老相好过得安生。你什么意思？给我说清楚。我说错什么了呀？啊？你和大哥成亲之前，难道跟我们家老二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什么都没有。这该死的婆娘摆明了要败坏我的名声啊！你少污蔑我娘，我娘和爹爹是真爱，她从来都没有对不起过我爹。你再说一句试试。他就是犯贱，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明明搞不过他们，还总是想着让宋大娘子不好过。可是吧，真正要动起手来的时候，宋二娘子又怂了。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你陪我三儿。忽然，一直呆呆愣愣的坐在那里的宋老夫人疯癫的朝着江婉他们扑过来。江婉的眼眸一冷，可不管他是不是老人，直接一脚就把他给踢飞了。江婉那一脚的力道可不小，本来有半分清醒装傻的宋老夫人这脑子一摔，这下真疯了。娘，我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替我三儿报仇。娘，我是老二啊！哎，娘，你看清楚了，这是你儿子呀！哎，我儿子死了，他死了。成儿，老三家的，快过来帮忙，先控制住娘。好。他怕是得了失心疯了。婉婉，他刚才没伤着你吧？没有。受伤的怕是老婆子吧？他看得清清楚楚的，自己这一脚把对方的装疯卖傻给变成了真疯魔。老宋家人费尽了是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宋老夫人给控制住了。瞧着宋老夫人那疯疯癫癫的开始跑吐，宋老二眼里的杀意一闪而过。官爷，我娘病了，若是路过下一个城镇，能否替我娘找个大夫啊？我们可没有闲工夫特意给你找大夫，看他的命能遇上是福气。还有，你们给我看着他，不许他做幺蛾子。要是耽搁咱们赶路，你们也别想好过。拿着，让酒池给你擦擦。你特地给我做的药？对啊，你这伤再不好起来，咱们能不能平安抵达蛮荒还是个未知数。晚点找个合适的机会，我替你施针，这样配合着能好得快一些。江婉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一大家子人，最好还是让宋九渊自己好起来。谢谢。你给我擦。谢谢大嫂，我先带大哥去擦药。婉婉，要不是有你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往后渊儿要是敢欺负你，我绝不饶他。娘，没人能欺负得了我。那也不能让你受委屈。他既然已经认定了江婉，就得护着他。还有我呢。嘿嘿，大嫂，往后我大哥要是敢看别的女人一眼，我帮你骂他。就他那个见着宋九渊跟猫见着老鼠的模样，哼，他要是敢骂宋九渊，才怪了。宋九吃上药很快，又背着宋九渊回来了。休整了几息，他们继续赶路。中途，江婉遇见了一对推着板车在山里砍柴的父子，他用5两银子买下他们的板车。稍后，他们将宋九渊放在了板车上，行李也放在了板车上，这样宋九池就可以直接推着板车走了。大嫂，宋老二眼热地望着板车，你看呐，咱娘现在情况不好，要不让她也坐板车上？你放心，我不会让九池一个人推的，我来帮忙。东西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江婉呐，你既然已嫁入我宋家，那就是我宋家人。你祖母都病成这个模样，你真的忍心让她一路受苦？就算我现在是宋家人，那该孝顺的也是娘，这祖母又不是亲的。江婉，宋老二举起手想要揍江婉，孰料江婉一个过肩摔，直接把宋老二就掀飞了。我脾气不好，少来招我，不然我打断你的腿。动作是莫名的飒爽，看得众人都一愣一愣的。宋九渊的眼底浮现出了一抹笑意，而宋九池则是满脸崇拜。大嫂，你好厉害啊！你刚才那个动作好霸气，英姿飒爽，可以教我吗？以后有时间再说吧。要不是因为有官差压着，不废了宋老二一双腿，他就不姓江。不过嘛，江婉他聪明啊，刚才过肩摔的时候，在宋老二的身上穴位摁了摁，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呢，他就会浑身都疼的。但是找不到原因，哼，敢招惹他，就该承受后果。哎，相公，想骂江婉来着，回头我们也买个板车。沈谦没了之后，宋娇娇给的东西也丢了，这会儿他们一家子人身无分文的，哪儿还买得起板车啊？傻愣着干什么？继续走啊！这些人呢，都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
今天叫醒一顿，也许能够管个好几天呢。但是后续为了吃的用的呀，指不定还舔着脸皮来呢。他也就当是流放路上找个乐子，时不时揍一顿也挺好的呀。哦，推着板车就继续赶路。有了板车以后，他也就轻松了不少，因为宋九离还有江晚时不时的也会帮忙推一把。不过大多数时候，江晚是在采摘沿途的野菜还有草药，这些吧，宋九离都不会的。但他现在老实了，会跟着江晚学。江晚让他往东，他是绝不敢往西；江晚让他打水，他绝不母女。走了一路，终于迎到晚上了。江晚还惦记着空间里种子还没种下呢，所以今天晚上草草的洗漱过后，他就躺在了板车上补觉。等他睡了一觉醒来，众人都已经渐渐睡过去了，然后轻手轻脚的离开队伍。风儿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就进了空间，只是一进空间他就傻眼了，因为他昨天晚上种下的果树啊，都长了好高的一些，甚至有一些还挂着花朵，也或者是果子嘞。小精灵，这怎么回事啊？空间的时速和外界不一样，1比100，外界1天等于空间的3个月零10天。那我如果种蔬菜的话，岂不是当天种当天就能吃？小精灵给了肯定的回答，并且告诉他，只要他不摘去果实，那些东西啊就会一直保持成熟的模样，不会腐烂的，甚至还会学会了用意念控制着种植。他划分出了一块区域，专门用来种蔬菜的。另外呢，还划分了玉米地、小麦地、红薯地和水稻田。之前打猎的时候，他丢进空间的活物还活着呢，被江晚用一处篱笆圈着，等他有时间了，还得整一点什么鸡鸭鱼猪牛羊进来的，这样呢，他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空间都可以自给自足啦。不过他的精力有限，种完了蔬菜还有小麦，累的是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了呀。喝了一口灵泉水补充体力，江晚就飞快地从空间里出来，借着月色悄悄地回到部队。江晚还笑躺在板车上就睡过去了。婉婉，早饭快好了，你快起来。好。起身跑到旁边的小溪边洗漱，瞧着这清澈的水里有拇指大的鱼儿在缓缓地游着，江晚的眼眸微微一亮，手放进水里面没动。等鱼儿游过来的时候，就被他悄悄地收进了空间。江晚满足地擦了擦脸起身，等有时间了，他得做一点护肤品。没有女人不爱美的。其实他空间收的库房里有，但是他用不习惯古代版的护肤品。大嫂，快吃。好。江晚3两口的解决掉，一路上眼底都是带着笑意的，弄得其他人不明所以的。江晚在发掘空间的李子成熟之后，悄悄找一个借口小解，回来的时候衣服兜里面一把红艳艳的小果子。运气好摘了点果子，娘你快尝尝。江晚他们本就在队伍的最后面了，所以将果子递给了宋大娘子，前头注意到的人也少。你也吃。等江晚把果子分给大家了，自己咬了一口以后，眼眸微微瞪大了。天哪，我后悔了，刚才我就应该尝一口再决定要不要拿出来的。这是李子吗？李子不是酸涩的吗？为什么这个李子酸酸甜甜的，超级好吃，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李子都要好吃？不愧是空间出品，必属精品。甚至江晚还感受到了李子有一种莫名的灵气涌入体内，异能都增强了几分。他下意识的就看向了宋九渊，果然就发现他眼底飞快的划过了一抹诧异。天哪，好好吃啊！大嫂，你是哪里摘的？我要不再去摘一些？算了，等会儿跟不上队伍，小心挨打。那，你和婉婉一人一个。江晚看向宋九离，等待他的表现。如果说他是个自私自利的，那江晚以后对他可不会这么好的。娘，这是你的，怎么能给我？好在宋九离也没让他失望，我方才摘的时候还吃了1-2个呢，你吃吧。他空间里面的几棵树上还挂满了果子呢。就在他跟宋九离说说笑笑的时候，马车哒哒哒的声音就传来，还伴随着马匹奔跑的声音。江晚跟宋九渊几乎是下意识的就绷紧了身子，两个人直勾勾的盯着后方，甚至江晚还从空间里拿出了匕首，袖子下他另外的一只手是紧紧的捏着一把药粉。不过他很快就放松下来了，
因为他瞧见林管家熟悉的身影，看来是林廷玉他们追了过来。果然没一会儿，马车就停在了江婉面前。宋娘子，好巧啊！这哪里是巧啊，分明就是你使劲追上来的。林公子的身体虚弱，理应好好休息。林廷玉和他们不一样啊，宋九渊的身体一直都没有恢复，但是因为被流放的人又不得不赶路。可是林廷玉是自由的，他完全可以留下来休息一段时日再走的。林公子，你瞧宋娘子也是这么说的，你确实该多休息。他出声，江婉才发现这货居然还厚着脸皮跟过来了。即便呢林廷玉已经跟他划清界限了，可是花小不想放弃啊。虽然林廷玉不愿意和他同行，但他起码自己跟上，他总不能干涉吧。我没事。林廷玉并没有看花小，心里烦闷，他是第一次这么讨厌一个女子。林管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公子哪里是没事啊，分明是不想让宋娘子知道他有事儿。你若是再任性，我便白白替你施针了。我在马车上躺着，也不会乱动。林廷玉坚持，江婉也是懒得管别人的事儿，只是他们就不远不近地跟着，就连神帮都不好管。你给他施针了？昨晚太累了，我今晚给你施针。昨天晚上吧，他急着去空间里种植东西，是真的忘记了答应宋九渊的事儿了。左右他这身子吧，也不会跑那么快，少一日也不碍着什么的。今夜是在荒废又破旧的一处宅子过夜的，但是总归比睡在野外要好一些吧。房间不少，江婉还有陈家人就住在一间房屋。让他没想到的是，林廷玉他们居然也没有继续赶路，也是停留在了此处休息。花小这一路追着林廷玉，自然是不愿意离开。既然已经两清了，江婉也没有管他们的事儿，而是从背篓里面拿出了一小把绿油油的蔬菜，然后又拿了一只野兔出来，看得宋九黎一愣一愣的。大嫂，这菜你什么时候摘的？我怎么不知道？你也不是一直跟在我身边。江婉只是交代他做完饭，不想解释太多。我给你施针。好。宋九渊甚至都没问江婉这个银针是哪里来的，他渐渐的就发现了江婉有不想说的秘密。既然他不想，那他也全当不知道。宋九池跟宋大娘子用破旧的帘子遮挡住了宋九渊还有江婉，宋九渊就躺在了宋大娘子清理过的榻上，而江婉则是拿着银针在消毒。还愣着干什么？脱衣服呀！他被打得最严重的就是下半身了，所以这也是他要重点关注的部分。你给林廷玉也是这样施针的？一想到林廷玉在江婉面前脱了衣服，宋九渊的心里边就非常的郁闷。自然，你放心，大夫眼里只有病人。想到宋九渊的腿脚不方便，于是他直接上手帮忙。江婉，你可是女子。他有些气恼，虽然在山洞的时候吧，他已经给自己上过药了，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觉得有些羞愤。我是大夫。宋九渊，别乱动。不得不说，宋九渊的身材啊非常好，毕竟是常年征战的人，武功也不低，所以拥有着非常好看的腹肌。不过江婉也没时间看这些，而是冷静地开始下针。好在大部分伤口都已经结痂了，这也方便了他。实在是他伤得太深了，以前的伤口都在流血，他只能是外用药。如今呢，外伤好的差不多了，他的针灸再配上内用药，宋九渊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的。这里有知觉吗？宋九渊咬着牙，其实很痛的，但他不想让屋子里其他人都感知到他的脆弱。有就好，你再坚持坚持，很快就能恢复。宋九渊闷哼了一声，闭上眼眸，别开脸，隐藏着自己的脆弱。江婉明白他那所谓的自尊心，也没说话，一时在空间药房里拿出了早就做好的那副药丸子。1刻钟之后拔针，江婉行云流水的动作让宋九渊又忍不住的陷入沉思了。他真的是尚书府那个无才无德的江婉吗？原来是江婉用指腹沾着药膏在他腿上涂抹着。这段时间你切莫乱用内力，不然会影响恢复。好。宋九渊应下，暗自感受身体里渐渐恢复的内力，看向江婉的眸光也是愈发的复杂。
早在那位打他板子的时候，宋九渊就知道那个木板子上是抹了药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药，但是随着血肉侵入身体之后，宋九渊就发现了自己如同一个废人一般，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内力了。不然上次他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跟江婉掉入悬崖。他怕家人知道了担心，也从来都没有说过。可是江婉居然知道。这药丸子得配合着吃，你自己收好，每日饭后吃一粒。谢谢你，江婉。行了，可别矫情。说完，他掀开帘子出去，对宋九池说：“你去给你哥整理一下。”大哥，你别乱剁，我来帮你。大嫂，快过来吃晚饭。好，娘，你可别这么偏爱我，咱们大家吃一样多的就行。那可不行，你既要找吃的，又要给渊儿治身体，消耗最大，必须得好好补补身体。对啊，对啊，大嫂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我胃口也不大，吃不了这么多。分拨了一些肉还有饭过去。陈娘子，我吃不了那么多肉，这些你和文浩帮我吃掉好不好？谢谢你，宋娘子。不用谢。江婉笑着回去的时候，宋九渊已经出来了，他对着他感激地笑了笑。江婉没所谓，淡定自若地吃着自己的东西，而陈娘子咬了一口肉咽下去，就觉得肚子里暖洋洋的。她只以为是这肉补身体呢，并不知道江婉刚才过来的时候，悄悄地在碗里面加了一点灵泉水。相公，你跟文浩也吃一块呗。既然你决定将孩子留下，那就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相公，你是答应我留下孩子了吗？你想留下，那就留下吧。好。天边露出霞光，就在江婉打算叫宋九离他们起床的时候，一道尖叫声破空而出。哎呀，好痛啊！那道声音还很熟悉，是宋老二，他们就住隔壁。听着对方这痛苦的哀嚎，江婉的唇角微微上扬。药效上来喽，宋老二，你准备好了吗？一声声凄厉的哀嚎声传进了大家的耳朵里。刚起床的众人都被宋老二给吸引了注意力。莫非宋老二现在的痛苦和他有关？若当真如此，到底是我不够了解他。宋九池吃了一声，说不定想要耍什么花招，好跑路呢。他怎么鬼哭狼嚎的？吵着关爷得来揍他。宋九离无法理解宋老二这脑回路，掰开了红薯咬了一口，甜滋滋的，还真好吃啊！这个是空间里产出的红薯，果然吃到嘴里面满口的生香。我怎么觉得今天的红薯特别好吃啊？确实，你们想多了，我看就是宋老二倒霉。你们心里高兴就觉得红薯的好吃了吧？是这个理儿，这红薯确实比平日里的好吃。说话间，他们就听到关爷到了隔壁，宋老二被噼里啪啦一顿暴打。宋二娘子跪求关爷给宋老二找个大夫，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不了了之。等江晚他们收拾好了，去院子里整顿出发的时候，老宋家众人才搀扶着宋老二走了出来。短时间里，他们一家疯的疯，惨的惨，还真是引人唏嘘啊！你们这是怎么了？花小温温柔柔的，宋二娘子眼珠子一转，难过的说：“我相公今早起来浑身都疼，就是找不到伤口，我怀疑他病了。”病了？是找不到疼痛的原因吗？找不到啊，就是浑身疼。姑娘，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呀？啊，你有马，可以帮我们去找个大夫吗？小小，花爹急忙拽了拽花小袖子，他其实不是很明白闺女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这些流放的人。感受到那边关爷时不时投过来的视线，花爹这心里有些发虚啊，希望闺女不要多管闲事儿啊。我对此地也不熟悉，怕是很难找到大夫。对了，之前宋娘子还给林公子看过病，他就是大夫呀。让所有人都看向了江晚。宋九离跟宋九池狠狠地瞪着花小。宋娘子都是被流放的人，你应该不会这么狠心吧？想在林廷玉的面前表现出自己善良的一面。你们敢让我看吗？他似笑非笑地望着宋老二。我用不着你看。宋老二就感觉身上更疼了，那感觉啊，就跟江晚揍击自己是一样的，疼得他面部扭曲。
大叔，你不能讳疾忌医呀，身体不舒服就该看看。闭嘴！本来心里就烦，这花小还凑上来，正好就被当成靶子了。姑娘对不住啊，我相公肯定是太疼了，所以才口不择言。没事的，不过宋娘子医术真的很不错，让她看看总归是好的。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哈。花小这才意识到了江婉或许跟他们不对付，迎着江婉那似笑非笑的眼神，他狼狈的就回到了花爹身边。队伍已经出发了，江婉跟家人们依旧是走在最后头，时不时的就沿途摘一些能吃的东西。而林廷玉身子骨弱呀，赶着马车不远不近的在他们后面。大嫂，他们怎么走得这么慢呀？身子弱，那你就早些赶回家好好休养呗。随他们吧。江婉蹙着眉心，虽然说吧，拆了男女主 CP 她很高兴，但她其实呢，依然是不想跟女主接触过多。忽然，相公，我肚子有点疼。你别动，宋娘子，我娘子方才差点摔到地上，她说肚子疼。你别急，先将她放在板车上吧。好。又一把将小小的文浩给抱上了板车，而江婉就站在了板车旁边，指尖落在了陈娘子的手腕上。宋娘子，孩子只踢了我那一次，后面就没有再踢我了，他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你放心，没什么事儿。真的吗？虽然现在没什么问题，但你这身子骨太弱了，他还没做稳胎，其实不宜这么高强度的赶路。谢谢你啊，宋娘子，我的孩子那么坚强，他一定可以坚持的。他害怕再晚些开口，相公又要放弃孩子了。宋娘子，我家娘子体弱，她可以带着我家文浩坐你们家的板车吗？你们放心，往后这推板车的活计就交给我，我能行的。娘子倔强啊，她别无他法。虽然她有一把子力气，但是没有办法同时背娘子跟孩子。毕竟文浩那么小，哪能够走那么远的路啊？宋九元没有说话，他征询的目光就落在了江婉身上。如今家里做主的是江婉，更何况这个板车也是他找老乡买的。我没什么意见，酒池你觉得呢？江婉虽然说是想帮着陈家人，但是也要尊重一下宋九池的想法，毕竟每天推板车的人是他。如果说加2个人的话，自然是会增加一些重量。兄弟你放心，往后我来推板车，你就偶尔和我换把手就行，你看行不行？主要是他身上也没有银子买板车啊，就算是有，他对那些官爷没有恩情啊。那些人可以对江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未必对他们家也能如此的。陈策心里很清楚，所以只能是出此下策。那行吧。谢谢你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陈家没齿难忘。不要客气。这样和谐的一幕落入了不远处老宋家人眼里。二嫂，你瞧他们对一个外人多好，咱娘都成这样了，板车边都没沾着。自从男人死了之后，宋三娘子说话是愈发刻薄了。宋二娘子瞥了眼一直哼哼唧唧说疼的宋老二，又瞥了眼被绑着手的老夫人，难过的说：咱们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了？你不想要那板车吗？我家杨儿也走不动了呢，要是娘能和杨儿坐上板车多好。我要坐板车，娘，我要坐板车呀！你小声点。谁不想啊？宋二娘子翻了个白眼儿，有江氏那个母老虎在，你敢呢？你要是敢的话，你行你上，我可是不敢招惹他了。宋二娘子一句话就让宋三娘子想起来了之前被江婉揍的那个场景了，她的门牙到现在还漏风呢。顿时一个机灵，回到现实，只能是拍了一掌宋阳。吵什么吵？你娘没本事弄不到板车，你就继续走着吧。宋阳哇的一声哭爹喊娘起来了，嚎啕大哭啊！江婉自然也听见他们嘀嘀咕咕的声音了，不过没有闹到跟前来，他也懒得搭理。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宋九渊的身上，他坐在板车上闭着眼眸，并没有睡着。江婉可以感受到四周有淡淡的内力浮动，看来这货不听他的话，想擅自运转内力恢复啊。宋九渊，你要是想早点好起来，就听我的。他倏地睁开眼眸，一副被抓包的表情。我就是想试试。他神色尴尬，真是见了鬼了，
他居然还有些怕他。你要是乱来，我可不管你。哼，我最讨厌不听话的病人。林廷玉正好就听见这句话了。所以他是讨厌我了吗？林廷玉搭在腿上的指尖微微发颤，心里难受。他就只是想护送他们一段路程而已啊。宋九渊听到这话，唇角轻轻扬扬。好，我听你的。药记得按时吃。江婉绷着脸交代几句，又去旁边采了一点蘑菇。大嫂，这蘑菇应该没毒吧？经历过上次老宋家人被毒蘑菇折磨的事儿，宋九离就小心多了。瞥了眼他手里的鸡油菌，不仅能吃，还很好吃。娘，我也想去捡蘑菇。傻孩子，你又不认识蘑菇，况且那是宋娘子跟宋姑娘找的蘑菇，他们怎么能够去抢啊？文浩，你来。江婉笑着就把陈文浩从板车上给抱了下来。嘿，哎呀，你也采一些吧，我和李儿也采不完，不然跟不上队伍。谢谢姨娘。陈文浩兴奋的就采了10几个蘑菇兜住。午饭够了，咱们休息一下，不用采了哈。好。走着走着，江婉就瞧见前面聚集了一堆人，那些人似乎穿着某个府里统一的衣服，隔得有些远，江婉也看不清楚前方是发生啥了。人帮似乎和那些人还认识，还在交流。以人帮这保险的性子，应该会绕过去的。孰料并不是这样的，人帮似乎和那些人还认识，还在交流。众人原地休息，江婉似乎耳尖的就听到有人问人帮：“你们队伍里可有大夫啊？可能会来找你。”宋九渊淡淡的陈述着心底的想法，说是对方身份不俗的话，人帮肯定是会极力帮忙的。事实上呢，宋九渊确实没猜错，很快人帮就急匆匆的过来了。宋娘子，人命关天的事，你快跟我走一遭。好。一侧的宋九渊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他快步跟上人帮的步伐。路上人帮小声提点他：这位的身份不一般呢，你若是救了他，指不定往后的日子能更好过些，如果救不了，也千万不要逞强，总归啊，不要得罪人。好的，谢谢任大哥。很快江婉就来到了围满了人的马车旁，一个身形彪悍的汉子落入他的眼中。人帮忙不迭上前将江婉就介绍给大汉：潘哥，这位是宋娘子，她是位大夫。你确定他是大夫？他有行医资格吗？潘红颜狐疑地瞥了眼江婉，不是他不信啊，是任何一个人都难以相信这么一个娇小的女娘会是厉害的大夫吧。若不是他们随行的大夫得了急症在这上休息，也不必如此麻烦了。潘哥你放心，宋娘子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大，但医术相当厉害呀。这是江婉第一次看到人帮对别人陪笑，看来他说的没错，这马车里的人身份确实是很特殊。对于病人来说，每次犹豫可能耽误的都是他救命的时间。江婉一句话让潘红颜瞪大了眼眸，似乎有些生气。倒是个牙尖嘴利的。你若不信我，让我隔着马车把脉试试即可。我若是通过把脉能说出病人的病情，你也能放心不是？是啊，潘哥，大人可耽误不得。行，你可仔细一些，莫伤着大人。潘红颜松口，语气里带着担忧，附而对马车里的人说：将大人的手伸出来吧。那个人依照潘红颜说的，很快马车帘子里面就伸出来了一只苍老的手。江婉有些诧异，他还以为他们嘴里的大人呢是正值中年的大臣，但他很快就收敛起了眼底的神色，指尖轻轻地搭在那人脉搏上。不过几息，江婉就蹙了蹙眉心，收回手。大人患有心疾，虽是救急，但此次发病凶险，须得我施针才能缓解。江婉一句话说出了马车里人的症状。潘红颜下意识看向人帮，人帮无辜的解释说：潘哥，我虽认识你，可也不知道大人的病情啊。他就只是一个押犯人的官差，哪儿配知道那些啊？所以这些都是江婉自己诊断出来的，可跟他没有关系啊。那好，你进去吧，小心一些，若伤着大人，我绝不饶你。潘红颜恶声恶气的吓唬江婉，本来以为他会胆怯的应下，结果对方只是微微点头，然后就上了马车。马车里躺着一个面色发白的老人，老人这会儿似乎是昏睡过去了，即便如此，在睡梦中也是眉头紧蹙，很不踏实。旁边伺候的小厮年岁不大，
恭敬地把位置让给他。也幸好这个马车够大，能够同时容纳好几个人。你推掉大人的上衣吧。啊，这小厮不敢啊。外头就听到声音的潘红颜当即说道：听他的。好的。小厮这才颤颤巍巍地推掉老人的外衣。江爱已经麻利地把银针消好毒了，随即熟练地就开始下针。前世他治过的心疾患者是数不胜数，毕竟到了老年，人患上心疾的概率会增加的。很快，老人身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银针。江晚从空间里就摸出一粒药丸子，这还是前世的时候他放在空间里的存货，结果还没喂呢，就被小厮给拦住了。大夫，得问过潘大人才能喂大人。你要喂什么？是减少疼痛的药丸子。既然你们担心，不喂也可以的。总归他用针灸将人救醒了就行了。江晚也是个有脾气的，不想自讨没趣。他把药丸子收了起来，静静地等着时间。外面的潘红颜有些等不及了。还没好吗？还没到拔针时间。所以说嘛，他特别讨厌给不情愿的病人治病的。正郁闷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躺在床上的老人睁开了眼眸，那浑浊的眸子里带着一丝疑惑。潘大人，大人醒了。江晚一个冷眼甩过去。闭嘴，不要打搅病人。老先生，我现在在给您针灸，还没拔针，您千万不要乱动。老人含糊应下，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比外头叫嚷那个什么潘红颜要听话多了。大人，您感觉如何了？马车外，潘红颜急得踱步，神邦似乎是在劝他：潘哥，你放心，既然宋娘子能将大人救活，那一定没有什么问题。哎，我就是担心大人。江晚淡定地坐在那里数着时间，终于他动了，熟练的就把银针一根一根的拔下来。您老身子虚弱，不宜长途奔波。旁边的小厮瞪圆了眼珠子，没想到江晚居然这么胆大，大人脾气向来不好的。孰料老人被小厮扶了起来，摸着发白的胡须笑了笑：谢谢你，小姑娘，我自己的身子骨我心里有数。好的，那您老多保重。江晚就不是一个喜欢自讨没趣的人，反正呢话已经带到了，他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老人诧异地看着江晚下了马车，他都已经准备迎接对方的长篇大论了，没料想这丫头倒是一个有气性的哈。你家大人暂时没事。先前是我目光短浅了，多谢宋娘子。不用客气。在潘红颜掀开帘子和里面人交流的时候，就悄悄离开了，深藏功与名。你没事吧？宋九渊瞧着他回来，先是不放心的上下扫了他全身一眼，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也不是什么豺狼虎豹，你这么紧张做什么？没想到宋九渊也有担心他的一天啊，这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呀。宋九渊没想到他还能笑出来，将人拉到身侧，附耳在他耳边小声说：那人应该是老太傅。说话的时候吧，那点子热气就跟电流一样唰的一下划过。香安只觉得一股电流钻进身体，身子微微一麻，下意识说：太傅是什么？问完他就后悔了，连忙补救说：我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老太傅？虽然这个话吧有些亡羊补牢，好在宋九渊也没有揪着不放，而是扫了眼不远处的马车，小声地跟江安解释道：老太傅的马车上有专门的记号，我见过几次。老太傅曾经是皇帝的老师，只是皇帝登基之后却渐渐地和他疏远了。没多久，太傅就借着年岁太大了，解甲归田。如今大封的大臣见过老太傅的人是少之又少。原来是他呀。回忆起了原书的情节，貌似老太傅以后会是六皇子的幕僚啊。但是现在，江晚轻轻地弯了弯唇：不好意思啊，六皇子，你的恩情和得力战将又被我抢了呢。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大哥大嫂，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就连宋九池还有宋大娘子也是纷纷看向他们俩。没什么。宋九渊不自在地别开脸，反而有一种此地无银300两的错觉。好在这时候任邦走了过来，他将一个包裹递给了江晚：这是方才那位大人的谢礼。谢谢。江晚也没客气，这是他救人的谢礼嘛，他收了理所当然啊。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啊，当他打开包裹的时候，哗，差点亮瞎他的钛合金眼。好家伙，这老太傅真是大手笔，给了我一包裹的金子。他几乎是下意识就把包给合上了。好在他速度快，就只有靠得近的人还有任邦瞧见了。江晚从里面摸出了一锭金子给任邦，语气充满了感激：
也多谢任大哥帮我引荐。客气了。神帮拿着金子走了，江婉连忙就把包裹塞进了背篓里面。宋娘子，你可真厉害呀，是咱们女娘学习的楷模。也就还行吧。江婉嘴上虽然在谦虚，但是那疯狂上扬的嘴角让众人是哭笑不得。他们闲聊着功夫，不远处的华丽马车就一直停在那儿。很快，神帮就招呼大家继续赶路。而让江婉意外的是，那个马车似乎是跟他们同路。许是因为那老人家身子不爽利吧，他们赶路也不快，和江婉他们步行的队伍隔着一段距离。他们该不会又和那林公子一样跟着咱们吧？你少说两句。我就是随口一说。宋九龄努努嘴，没敢多嘴。不管是林公子还是那位老先生，反正我尽职尽责的替他们治过病就行。至于其他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和咱们无关。兴许人家真的只是同路呢。你大嫂说的对，李儿，咱们现在身份不一样，不能和从前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小心人家治你的罪，听明白了吗？如果他们是被流放的人，即使没有带上犯罪的枷锁，但是到了蛮荒之地，或许连普通百姓都会看不起他们，更别提那些世家公子啊，亦或者是官场的人了。我知道了。好在他性子开朗，情绪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只不过一会儿的功夫，他又追着江婉去了。大嫂，我来帮你采。好，像蒲公英其实也可以是一味草药，还有这些都有用，咱们多采一些。江婉笑弯了眼眸，并不知道这一路上他那活泼的身影落入了身后2辆马车的人眼里。不过即便是知道，江婉也不会在意这些的。中途江婉还顺便弄了一只野鸡出去，放了一些枸杞，香喷喷的，够得众人是馋虫四起啊。他们旁边的陈家人今天也吃鸡油菌，是陈文浩方才采的。陈娘子对江婉是充满了感激，因为她明白她是为了帮他们才放文浩采的，不然的话他们哪有这个机会啊。娘子，你快喝些汤，等官爷信任我一些，我也去给你打些野物。但又不是谁都能够得到官爷的恩情，所以他没有办法自由的出入。好，文浩呀，你要记住婉仪的恩情啊。娘放心，我记着的。陈文浩小大人似的点点头，弄得夫妻俩是哭笑不得。江婉他们的汤要慢一些，毕竟里面有鸡肉，炖烂了才好吃啊。结果宋九离这边才刚刚掀开锅子，潘红颜就迈着大长腿径直走了过来。你们这锅汤可以卖给我们吗？瞧着这一锅被炖得奶白奶白的高汤，里面还飘着枸杞，一看就很养生，适合大人。众人都愣了。可这是我们的午餐啊。江婉先是给宋九渊装了一碗汤，还添了一些鸡肉，这才对潘红颜说，老先生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一大锅子，不然我们卖你们一半如何？那也行，这是大人的吃食，和你们混着吃吧。大人说他们要了他们的吃食，他们挨饿也不方便赶路。等人走了，他这才打开了食盒。让他惊讶的是，除了吃食，里面还有一锭金子和几片金叶子。哼，看得出来，那个老先生是一个会土入金的。不愧是他。听闻从前的太傅啊，就是个爱财的，所以他的学生总是喜欢捧着各种的金银珠宝去孝敬，养成了他挥土入金的性子。如今看来，他的猜测没错，果然是那位豪迈的太傅。里面是枣泥酥，另外还有些清淡的清蒸肉，虽然很精致，但是江婉一眼就知道肯定味道一般般了。果然，众人尝了一口之后，表情都麻了。这个味道吧，确实是比不上他们炖的鸡肉汤。好在江婉给他们一人留了小半碗。刚吃完，宋娘子，先前你要喂给大人吃的药丸子还有吗？他现在吧特别后悔，恨不得回到之前，将那个阻止江婉喂药的自己扇一巴掌。你不是担心我害人吗？我就没喂。我家娘子胆子小，不敢冒险，万一你家大人出事，她承担不起。宋娘子说笑了，先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现在我请求你将药丸子卖给我，我家大人身体不舒服，等不起。你实在想要的话，那我忍痛割爱吧。里面的药丸子一日一颗，只有半月的量。没有多的吗？他问过人帮，他们是流放去蛮荒的九州，他们也大概只能同路几日吧。暂时没有，我都是半路采的草药，
你们怕是也等不及吧？这个药丸子不能给的太容易了。若是可以的话，这几日还劳烦宋娘子帮忙再配置一些药丸。摸着钱袋子里沉重的分量，江婉可耻的心动了。也行，若是运气好能采摘到草药，我便替你们再制些护心丸。多谢宋娘子。潘红颜拿着护心丸回来了，马车里朱孝君刚喝完了鸡汤，鲜美的味道似乎还充斥着唇齿呢。大人，这便是属下先前说的药丸子。拿来我看看。大人，您真相信那位宋娘子吗？他心底有些担忧，大人的身份特殊，想要暗害他的人是数不胜数。其实他不太相信宋娘子的。他的眼睛不会骗人。楚孝君将护心丸塞到嘴里面，又喝了一口温水。我相信他。可是，有什么话直说，你知道我的性子，不喜欢绕弯子。那位宋娘子便是战王妃，她此时跟随战王一家子被流放。或许他们想借助大人的手回京。是他们？楚孝君浑浊的眸子里划过了一抹惋惜。他早前就给圣上写过信呢。那战王可是个可造之才，只要是运用得当，一定是大风的能将。可是圣上年纪大了，不愿意听啊，甚至为了给他的皇子铺路，不得不牺牲这样一位战神。大人。潘红颜看他思绪飘远，忍不住唤了一声。即便是战王妃又如何？不管他们接近我有意或是无意，这都不重要。我如今已经卸甲归田了，你呀，就是疑心太重，谁会对我一个老头子用尽心机呀？而且他直觉吧，一开始宋娘子定然是不知道他身份的。他的眼神很清澈。是，大人。记着，该怎么相处就怎么相处。这宋娘子是个有本事的，切莫得罪他们。能控制住他病情的人可不多，当初太医院也就那么一两个。是，大人。江婉可不知道对方的小心思。你很喜欢金子？京都贵女们都觉得金子俗气的，她倒是不一样啊。错，我不是只喜欢金子，我喜欢金银珠宝，但凡值钱的我都喜欢。谁会嫌这银子多了烫手啊？那我以后补偿你一些。宋九渊想起他说的要和离，他这般尽心竭力照顾他的家人，倘若真的有那一天的话，他会把自己私库里的东西全部都补偿给他。你说什么？江婉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呢，大反派居然说要补偿他。我的意思是，往后我若是有银子了，一定要补偿你。宋九渊尴尬的就掩饰了一下神色，那他总不能说自己还有一个私库是下属在打理吧？关键是若是这个话被有些人听见的话，那个狗皇帝一定会惦记的。那我记着了，你以后不许耍赖。江婉当然知道宋九渊说的是什么了，堂堂战王怎么可能就王府那些财产啊？不过是因为那些人现在被圣上还有六皇子的人不断打压，不方便现身而已。好。眼瞧着江婉又得了贵人的青睐，不仅仅是老宋家呕血，就连花小都羡慕的眼眶红了。莫非我压根儿不是女主，江婉才是女主吗？不应该呀！老天既然让我穿越到古代，那我是女主才对。也许我现在经历的磨难是对我的历练，对，一定是这样。姑娘，你摘野菜呢？大娘，你也要一些野菜吗？这是荠菜，能吃的。哎，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啊。哎呀，可惜啊，不是人人都这么想啊。要不是被他们家拖累啊，我们也不会被流放。结果我男人变成了那样，他们连搭把手都不愿意。原来宋娘子他们那么狠心的呀，可你们不是一家人吗？孝顺长辈是他们应该做的。话虽如此，可你也知道现在情况不一样啊。宋二娘子是绝口不提自家做那些过分事儿啊，就抱怨。她现在不仅对官爷有恩，还救了林公子和那位贵人。现如今谁还敢得罪她呀？官爷们一言不合可是会揍人的。你是不知道呀，江婉她不仅是个母老虎，她还彪悍得很呐。之前呢还杀过狼。天，莫非这江婉天生就是我的死对头？他看你的眼神很不对劲。
你小心一些。我有分寸。今晚吃什么呢？望着泉水，江晚眼中一亮，自己之前收进了空间内拇指大点的鱼，直接长成了3、4斤的模样。借着泉水的掩护，直接从这空间里拿了出来，然后颠颠的就往回跑。今晚咱们吃鱼。哇，大嫂你居然抓到鱼了！眼里的崇拜都快要溢出来了呀。宋九渊还有宋九池也忙不迭看过来，那眼神仿佛在说，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辛苦婉婉了。那鱼自然是交给宋九渊处理的。陈策见状也是忙不迭地跑去了泉水旁边抓鱼去了。让江晚没想到的是，陈策似乎运气不错哎，蹲了好久，真的抓到了一条巴掌大的鱼。陈娘子笑歪了眼眸，相公你辛苦了，鱼肉很嫩，鱼汤很鲜。江晚一边吃着一边就想，晚上趁着大家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去空间里开辟一条小溪出来，用来养鱼干海鲜吃。空间泉水养出来的鱼就是不一样，他感觉身体是愈发轻盈了。此时宋九渊也有这种感觉，他感觉伤口臭痒痒的，似乎是在长肉。如果不是江晚不娶的话，他甚至都想站起来试一试能不能自己走路了。太好喝了吧！哒哒哒的奇怪的声音传来，江晚心里是警铃大作。快准备好，好像有野物来了。他的耳尖动了动，声音不小，众人都听见了。有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但是宋家人是信他的。很快那些不信他的人就后悔了。很快一道黑影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是花晓，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野猪。没错，追着花晓的不是一头野猪，是一群呢。江晚真想骂娘，这女人是不是疯了？女主的智商就这么点儿吗？好在宋九离他们听话。大嫂咱们快跑！你们先走吧，我正好想吃肉了。不是江晚猛，是他瞧见林廷玉还有潘红颜身手都不错，再加上人帮他们这些官差嘛，这些野猪大家一起能应付得了。既然如此，江晚自然是不会放过这到手的猪肉了。拉弓射箭，江晚对准了不远处的野猪。廷玉哥哥，救命啊！此时他看起来有些狼狈，一张小脸上都是惊恐。我明明就是想弄点吃的超过江晚，怎么会遇上这么多的野猪？然而林廷玉没搭理他，而是淡定自若的就吩咐人去杀野猪。江晚手里拉着弓箭，明明可以先帮花晓的，但是触及到花晓带了一丝怨恨的眼神，江晚勾唇笑了笑。女主可是有女主光环的，也死不了，应该不需要我救吧。手里的弓箭发出来，一群野猪最后那头野猪被江晚给射中了。黑暗中那个野猪嘶吼了一声，江晚就又找补了一箭，那个野猪才彻底倒在地上起不来。花晓回头的时候恰好就瞧见这一幕，顿时对江晚心生恨意。明明他可以救我的，为什么不是我身后的野猪？花晓狼狈地摔倒在地上，顿时被野猪一拱。小小，此时人帮跟潘红颜也是分别带着人冲了上去，再加上林廷玉的人人手不少，一共是8头野猪。江晚时不时就射一箭，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花爹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花晓给护住了。然而2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受了伤，除了他们倒是没有其他人受伤。看着倒在地上的几头野猪，众人眼眸发亮。这时候楚孝君缓缓地走出来。野猪是你们合伙打下的，那便分了吧。是大人。众人商量了一番，江晚呢出力最多，一人就分了1头野猪。另外林家跟官差以及潘红颜等人一家就分了2头，还余下了1头野猪，放在原地也是浪费。神帮索性大大方方的就分给流放猪人，200来人分下去其实也不多。我的呢？眼看众人已经分完了，花晓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眸，要不是自己辛辛苦苦引来野猪，他们哪有肉吃啊？若不是我们人多，花姑娘这般引来野猪会害到大家。林廷玉温润的目光不在，看向花晓的眼睛里充斥着冷意。花晓僵在原地了，滚烫的眼泪像是掉线的珠子一般的滑落。我不是故意的。小小，咱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儿？他这闺女啊就是傻，明明可以落户的，非得跟着这个贵公子做什么呀？人家没有瞧上他，这会儿被欺负了吧？花晓拼命的摇头。爹，
我只是想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而已。感情他还是为了大家好呀。本以为这个话说完，大家会心软呢，结果倒好，只要是他哭得再委屈也没有用，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没这个本事你去包揽这个瓷器活，花小他就是不自量力，真以为人人都跟他似的呀。江婉吃了一声，转身离开。江婉懒洋洋的就把野猪丢到了宋九渊面前。你们来处理。好，你辛苦了，剩下的交给我们就行。对一侧的宋九离说：去烧热水。好嘞。宋九离欢快的应下了。宋九池自觉的去挑水。今天晚上对于众人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流放的众人都是吃糠咽菜的，总算能吃着一口肉了。即使分到大家嘴里面可能也就一块，但是大家依然很开心。虽然天气已经冷了些，但这么放着也不知道会不会坏啊。这没肉的时候愁吧，现在有肉了还是发愁。那就熏成腊肉吧。腊肉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烧菜，比较方便一些。可是熏肉，他们京都人倒是没有这个手艺，但他从前听去外地上任回来的官娘子提过一嘴。是，我奶娘不是京都人，她家乡的人过年都会制些熏肉，这样肉能储存更久一些。江婉也不好把肉丢进空间里保鲜啊。可是我们不会。痛恨自己以前只知道吃喝玩乐，什么都没学。流放的时候只知道拖后腿，幸好大哥命好，娶了一个好大嫂，不然他们一家子都得饿死了。我教你。带着宋九离还有宋大娘子就开始腌制腊肉，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你们先休息吧，我守着。无聊的从空间里拿出了一点草药，蹲在那儿就碾磨着。江婉把草药随手放进背篓里，靠着石壁就睡过去了。第二天，天哪，这肉真的成型了呀！还是你大嫂聪明，快收拾收拾，等会儿要赶路了。宋娘子忙不迭的就喊宋九池帮忙。江婉从火堆的一侧扒拉出了昨天半夜埋进来的红薯。不用做早饭了。这是被温暖灰土给焖熟的红薯啊！一掰开那个红薯皮，里面糖分浓的就跟蜜似的。简简单单又是一顿。离开之前，江婉他们就把肉放进了木桶里面，然后用油布给盖住了。虽然引起了不少婕妤的视线，江婉也不在意。谁敢从他虎口里搞吃的，那就做好被毒打的准备了。娘，他们有好多肉啊！瞧见你祖母和二伯了吗？瞧见了。你要是想变成这样的话，就去找你大伯母闹腾。宋阳的小身子瑟抖了一下，不过他的好堂哥宋晨呢就没那么识趣了。昨天晚上尝掉了一点肉末腥子，他的心呐又活泛了，不敢招惹江婉，但是不代表他还能老老实实的呀。不远处，被花爹耐心照顾的花小落入到了宋晨的眸中。虽然没有野猪肉，但是花爹本来就是一个庄稼汉，老实肯干，也会打猎的，所以花小这会儿吃的是野兔。小小，你听爹的，到了下一个城镇，咱们就拿着录影落户，好不好？他实在是不想再看闺女吃苦了呀。爹，我自有主意。古代人就是迂腐，父母的掌控欲真强。我想追寻自己的幸福，有错吗？小小，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花爹气的是心口疼。你和他身份悬殊，人家贵公子能看得上咱们吗？即便是他瞧上小小了，他的父母亲人能愿意他娶一个乡下姑娘？爹，你也瞧不起我。古人可真是无可救药啊！他一定要凭借自己脑子里的现代知识，在古代混得风生水起。哼！小小，爹不是瞧不起你，只是担心你被人欺负。你别管我。花小别开脑袋，没听花爹的，他可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呀，女主怎么可能轻易退缩呢？要是江婉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怕是会忍不住失笑。大概花小并不知道，他的女主线已经因为江婉的出现歪得不能再歪了吧。本以为继续赶路的时候，花小就不会再跟上了，没想到他依然是坚定地跟着。前面就是黑风岭了，大家小心一些。那边有个黑风寨，听说里面的人凶神恶煞。在队伍前前后后的大喊了几声，目的是让众人呢走路低调一些，不要惹人注意。然而江婉却是心跳加快。黑风岭和黑风寨啊，
那不是六皇子的人吗？这些人明面上是土匪无恶不作，实际上都是六皇子的暗哨。最让江婉心动的是，黑风寨可不仅仅是个土匪窝，黑风寨深处那可是六皇子的武器库啊！大风不许私自炼铁，六皇子为了皇位，那可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眼里面闪过了志在必得的光芒。抱歉啊，六皇子，这武器库我先替你收了。哒哒哒的，一阵疾驰的马蹄声传来，众人心里都升起了戒心。拿着。江婉递给宋九渊一把匕首，这2日他每天都会悄悄给他针灸一番，他的身子已然是恢复了不少。他相信，如果说遇到危险的话，宋九渊起码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谢谢。宋九渊的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捏着匕首的掌心带着跃跃欲试。如果是黑风寨的人的话，这一次他一定要让对方铩羽而归。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不对劲儿啊！他们视线当中出现了一群骑着马的人，隔得近了些，江婉才发现对方的这个穿着吧，不像是土匪，那个气质更不像了，让江婉就感觉莫名的有些面熟。啊，大哥！江婉才发现宋九约握着匕首的掌心浸着血水，而他看向来人的目光里夹杂着噬骨的恨意。江婉想，他知道来人是谁了，他应该就是本书的男主宋九渊的仇人六皇子。果然很符合这男女主相遇的定律啊！江婉下意识朝着花晓看过去，果然就瞥见了他花痴一样的盯着六皇子。能够成为男主的六皇子自然是长相不俗，衣服上的金线像是给他镀了一层金光，扑通扑通的。花晓的心像是被注入了某种奇异的感觉，他痴痴地望着六皇子的马，即使只是一个侧影，那也绝对是林廷玉他比不了的。江婉目瞪口呆着看着花晓，瞬间变心。这个女主不简单哈，女主有做海王的潜质啊！大人，是六皇子。六皇子穿着便服，他也没有贸然行大礼。楚老，楚孝君掀开马车帘子，见过。楚老不必多礼，出门在外，您唤我小六即可。六皇子在楚老面前是放低了姿态，这是父皇的老师。虽然说这些年一直没有在京都，但是楚老的威望一直在的。你长大了，如今六皇子都长得这般大了，看来过不了多久，又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夺嫡之战呐。听说楚老路过，我特地过来邀请楚老去我的别院休息。六皇子面色恭敬，那翩翩公子的模样引得不远处的花晓心跳更快了。比起他，这会儿宋九渊的脸色特别难看，就连宋九赤也是拉着脸说，原来是他呀。虽然大哥被抄家流放是当今陛下动的手，但是自家人都知道那是大哥爱了六皇子的道。渊儿，你不能再伤害自己了呀。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宋九渊摊开的掌心血肉模糊，气得江婉粗暴地用竹筒里的灵泉水清洗着。宋九渊，你再胡闹，我便不管你了。抱歉，我以后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是被抄家流放之后第一次见到六皇子，他的情绪才会失控的。哼，你明白就好。他们走在最前面，不知道六皇子跟太傅那边的人说了什么。没一会儿，潘红颜就过来对江婉说，宋娘子，我家大人要先去别院暂住休息，我们暂时怕是不同路。等你们安定下来，可以给我们写信，回头我们还会找你买药丸子的。潘红颜递给了江婉一张纸，上面是太傅养老宅子的地址。好，本来以为他们会就此分开的，孰料那六皇子大抵也是发现他们的存在了。看着宋九渊过得还不错，六皇子这眼眸深处闪过了一抹不满。接下来咱们要小心一些。宋九渊对阴毒的六皇子了解一些，只怕他很快就会对他们下手了。咱们避开些吧。再过了几息，就彻底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小小，你怎么了？花爹发觉花小看傻了。没事，爹，我听你的，咱们先不跟着他了，走吧。咦，他居然不跟着林公子了？江婉啧了一声，大概是发觉更适合自己的目标了吧。也好，林公子也能解脱了。被花小缠上了，也是林廷玉倒霉。你在替林公子开心吗？宋九渊的眸光深邃地看过来，
分明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江晚就莫名的觉得他好像有点不高兴了。有那么一点点原因，但更高兴的是，他终于不用碍着我演了。就花小那作死的定律啊，江晚觉得跟着花小肯定是麻烦事一堆的。之前那个野猪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不过解漏有解漏的快乐哈。他确实很讨厌，莫名的因为他的话就驱散了心底的色意，甚至心底还泛着隐秘的欢喜，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高兴什么。主子，六皇子身侧的影卫小声说道：宋九渊命大，上次我们派出去的人居然没有伤到他分毫，被流放的人还能过得这么舒坦，你觉得合理吗？六皇子目光森森，眼里夹杂着冷刀子，影卫吓得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当即认错：抱歉主子，是属下办事不力，派出去的人无一复命。废物，就一个废物而已，一群老弱妇孺都搞不定，本王要你们吃干饭的吗？主子放心，这次属下一定让宋九渊见不着明天的太阳。六皇子望着不远处的山，悠悠地说道：让黑风寨的人出手，另外谁敢阻拦，一律格杀勿论，让他们下手利索点。是。影卫听命离开，黑风寨的人出手，那就是宋九渊倒霉死在土匪手里了。往后没有任何人会想到他的身上。花小离开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也明白自己或许是给宋娘子造成困扰了。纵然心里有些不舍，但还是理智占了上风。这几日他察觉到宋娘子似乎不喜欢不听话的病人。宋娘子，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调养身体，我们也先行一步了。你若是信得过我，之前开的方子继续用着，很快就能好转。我自是信你的。林公子身子虚弱，还是早些找个地方休养吧。他是个聪明人，自然找人打听过宋九渊的身份。宋九渊被流放，大抵是挡了别人的道路。对于宋九渊这个为大风奉献过心血的人，他心底是敬佩的。多谢提醒，就此别过。马车哒哒哒的就载着人离开了。宋九池，你会射箭吧？会。那好，这个是你的，先收着。我也需要。眸光悠悠的就望着被宋九池藏好的弓箭，没想到他做的第一个礼物居然送给了弟弟。这弓比不得你从前用的，但自保还是绰绰有余的。江晚惦记着黑风寨的东西呢，但是也不敢冒险。他现在自然是得提前做准备啊。方才见着六皇子了，那个狗东西啊，看到他们过得这么好，肯定会尽快的安排人出手。我很喜欢。宋九渊的指腹轻轻的摩擦着有些粗糙的弓，心里欢喜。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喜欢的礼物了。我再削几把箭矢。江晚忙个不停，而宋九离就在一侧帮忙，倒是懂事了不少。就连中午宋大娘子跟宋九离做饭，江晚都没有空管。大嫂，先喝点汤。等汤凉了一些，江晚几乎是囫囵吞枣一般的就给喝完了。休息的时候，宋九渊也拿了一把匕首削着箭矢。神帮不是没有瞧见这些，但是马上就要经过黑风寨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心里吧总觉得有些不对，所以并没有阻止江晚还有宋九渊他们的行动，就只全当看不见。娘，好大的风啊！没事儿，娘帮你挡着些风啊。江晚却隐约觉得不太对劲儿，这个风和平日里的不一样了，有泥沙还有泥土被风卷起来拍在他脸上，硌得他脸生疼。这么大的风，是不是要下雨了？原本平坦的路又变得狭小了不少。前面是一处山谷，江晚的心怦怦直跳。如果他是黑风寨的人的话，应该会选择此处动手。事实也是如此。江晚他们在队伍的最末处，他们才小心翼翼地步入山谷，而眼前的人眼看着就要走出山谷了。就在人帮提着的心渐渐放下之时，一阵脚步声响起，他们忽然就被人给迅速地包围了。江晚打眼看过去，就瞧见了一群打扮肥里匪气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山谷的两侧都是人，
是一些凶神恶煞的男人。让江婉出乎意料的是，为首的男人面如冠玉，脸上戴着一副面具，即便是看不清真正的脸，但是全身给人的气质吧，就像是贵公子。难以想象，就这样的人居然是无恶不作的土匪。他轻轻挑着眉梢，冰凉的眸子扫过宋九渊。兄弟们，干活吧！住手！我们是押送流放之人的官差，我们隶属于朝廷，得罪了官府，你们的日子可不好过。呸！你别吓唬老子，老子就不是被吓唬大的。你们也不是第一波官差了，真以为老子怕吗？老二，说过你多少次了，说话不要这么粗鲁。温润公子温如玉轻轻蹙眉，看来这个黑风寨真正的主人是他就是黑风寨的寨主。黑风寨二当家的鼻孔朝天，轻哼了一声：那得看有些人识不识相了。瞧他们这一唱一和的，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神帮冷了脸，握紧手里大刀，双方的气氛就严肃起来。宋九离扶着宋大娘子就蹲在板车后面。娘，文浩怕。文浩乖，咱们不要添乱。陈策则是站在板车前护着众人。都别怕，宋九渊，你带着宋九池负责后方，江婉呢负责前方。好。就在温如玉的手势落下的时候，那些土匪们朝着他们就冲过来了。神帮带领的官差握紧了手里大刀，一根箭矢越过他们，射在了寨主身后的小弟身上。那小弟是应声倒下。江婉这个准头向来不错的，这一招杀鸡儆猴呢，瞬间吸引了温如玉还有二当家的注意力。娘的，你娘们居然敢动老子的人！二当家握紧了手里大刀，简直快要气疯了。老二，莫冲动，冲动可就中了他的计。男人轻轻地眯着眼眸，猜到那一位应该就是殿下口里曾经的战王妃，是个有趣的人啊，可惜挡了殿下的道。大哥，咱们可不能被一个娘们压着打。瞧着江婉又一剑过来，身后倒下一个兄弟，二当家气得红了眼。放心，等人戳过来，随你怎么处置。温如玉的眼底划过了一抹冷意，眼看着这有趣的人一步步被摧毁，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儿啊。就听嗖的一声，又一个利箭射过来了。江婉一箭双雕，两个人同时被击倒。莫说是众人震惊了，就连神帮都惊讶的张大嘴巴。而宋九渊也是不遑多让，手起剑落，带走的就是一条人命。别玩了，速战速决。话音一落，众人都还没明白江婉啥意思啊。只见陈策跟宋九池分别朝两个方向掷了一个不大的东西。躲开！温如玉下意识的运气想要用轻功逃跑，稍是如此，空中被射中的药包四散，有药粉也是疯狂的钻进鼻端。大哥！二当家身子软软的倒在地上，除了温如玉反应快，吸入的药粉最少，其他人皆已经是倒在地上是不省人事了。而不远处的江婉手里的弓箭对准了唯一还站着的温如玉。战王妃，我记住你了。温如玉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轻功了，稍是如此，江婉的箭还是射在他的手臂上了，疼得温如玉身子一颤，但是还是咬着牙运起轻功就跑。江婉微微有些遗憾，轻哼了一声：哼，可惜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不必叹息。用力过猛，伤口还崩坏了一些，但他方才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成就感。我给你伤口换点药。大哥，你又流血了。宋九离心疼的捂着嘴，痛恨自己什么都不会。早知道他也同二哥一起跟着大哥学弓箭了，如今也能够帮上几分。无妨。疼死你算了。江婉没好气地替他清洗干净血渍，又撒了一点药粉。宋娘子，方才辛苦你们了。其实不仅仅是官差，这里流放的人如今看江婉的眼神是既感激又害怕。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自救。任大哥，方才实在太紧张了，我有些尿急，能否离开片刻？他还惦记着六皇子的武器库呢，趁着对方还没有察觉，可不能耽误时间的。去吧，这里交给我就行。好嘞。
江晚前脚消失在众人面前，后脚就忙不迭地在意识里呼唤着小精灵说：“小精灵，山寨和武器库的地图给我。”好的，主人，请注意查收。他一边示意，一边就从空间里拿出灵泉水，喝了几口补充体力。很快就到了黑风寨的门口。让江晚意外的是，对方也不知道是不是太自信了，寨子里就连一个看门的汉子都没几个，抄着小路就直奔寨子最后方的武器库去了。江晚大摇大摆地进了武器库。我去，好家伙，要说这六皇子没野心谁信呢？这个武器库里面是18般兵器特别齐全，每样好几万件啊，少说也是几万兵马的补给啊。这个六皇子可真会送东西啊，那他就不客气了。江晚的小手一挥，全部收走，就连炼制兵器的工具他都没放过。他顺着山洞就往里面走了走，结果遇上了一道暗门，江晚就被里面的场景给震惊住了。天啊，陆，六皇子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私铸货币。大概他召集来的人手艺不怎么样，还没几个成品，都是材料。江晚验过拔毛的性子，自然是不会给六皇子留一根毛的，全部薅走。江晚挥了挥小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于是就根据小精灵的地图，江晚又找到了黑风寨的库房。我还以为黑风寨富得流油呢。江晚遗憾地摇头，直接收走了库房里的金银财宝，并不多，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无恶不作的黑风寨其实这么穷。他们可是六皇子的钱袋子，这银子呢，怕是早就进了六皇子的口袋了。当然了，就算是没有几个银子，江晚也没有放过黑风寨这大大小小的库房，就连厨房都没落下。今日厨房的粮食、蔬菜、肉类都不少，江晚把它们也全部都收进空间。哎呀，时间差不多了，江晚脚下生风，几个呼吸间就离开了黑风寨。等他气喘吁吁回到队伍的时候，神帮的人已经把黑风寨的众人绑在一起了。喝口水吧。淡定自若地接过水囊，喝了一口水。谁能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江晚把人家黑风寨给弄了个底朝天呢。而彼时的六皇子都快要疯了，连一个废物都杀不掉，本王要你何用？要黑风寨何用？是属下失职，殿下，现在不是惩罚他的时候。宋九渊那边该如何？本王亲自过去。宋九渊，你必须死！娘的，快放了老子，不然老子让你们好看！欠收拾吧你！居然敢这么对我们二当家的！臭娘们儿，快放了我们二当家的！等我们大当家回来，有你们好看的！你貌似很嚣张啊！老子可不是唬人！哼，任大哥，我能揍他吗？你随意。话音一落，雨点般的拳头就砸在了二当家身上。哎呀！二当家痛苦的哀嚎着，甚至连骂人的声音都渐渐弱了不少。可是江晚他毫不心软，黑风寨身后那堆白骨，江晚路过的时候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黑风寨的人手里都是沾染了人命的，那这个二当家也不是什么好货。放开我，贱人！二当家的被揍的是全身疼痛，手脚都被江晚给废掉了。直到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江晚这才收了手。看来你说的没错，有人来救你们喽。他退后了几步，拍了拍手，融入到了流放人群。很快，六皇子的身影就出现在他们面前，身后跟着不少的人，有附近县衙的县令，还有衙役。而让江晚诧异的是，花小也跟在六皇子的身侧。六神帮上前想要行礼，被六皇子阻止了。此事是县令在处理，我不过是过来看看情况。他是来确认武器库的安全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心里吧总是有些惶恐，因为他想起了宋九渊被流放的时候，京都好几家包括皇宫都失窃的事儿，查了这么久，仍然是没有任何的眉目，他这心里毛毛的，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神帮点头，和当地县令交涉了一番，那些人就被这衙役们都给接手了。公子，这些人看起来好凶啊！殊不知他一脚踩在了六皇子这痛处上了。你要是害怕的话，我派人先送你回别院。没有，自己好不容易才帮了他一个小忙，自然想和他在一块儿，多培养一些感情了。
他怎么这么快就换了目标？嘘，小声一点，别让他注意到咱们。然而已经晚了，六皇子的目光就落在了宋九渊身侧的江婉身上。温如玉回去的时候可都说了，这曾经的战王妃剑法了得，不像是一个普通人。可是明明从前的江婉就是一个无脑花痴啊！就在这时，大人，这次咱们肯定能够一举拿下黑风寨。方才属下去观察过，寨子那边好像出了什么事儿，他们都没在寨子里，属下也没瞧见几个人，是攻打的好时机啊。憨憨的衙役还不知道呢，这六皇子跟县令是什么想法，自以为这次能够得到褒奖了。什么？六皇子急了，走，跟我去看看情况。瞧着六皇子很快就不见人影了，江婉的唇角勾了勾，就是不知道六皇子能不能够接受这个噩耗啊。江婉，怎么了？你过来些。走，咱们去洗些菜，准备晚饭。瞧见这一幕的众人纷纷都自觉地避开了一些。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在黑风寨里做了些什么？你别瞎说，我才出去多久啊？反正他打死也不会承认的，毕竟没有异能的人，谁能够想到他不过是几个呼吸间就能够到黑风寨啊？看着他那坦然的表情还有动作，宋九渊有一瞬间都怀疑自己的猜测了。可是你还是想想某人会不会针对你吧。江婉想起六皇子看他们那恨不得让他们死的眼神，心知接下来的路程怕是不好走啊。闻言，宋九渊沉默了。江婉考虑的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他如今的情况似乎也是反抗不了啊。天色已然暗了下来，今夜大抵就在这里过夜。而此时，六皇子看着黑漆漆的武器库，差点气疯了。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县令也很无辜啊，他这会儿还满头雾水呢。主子，我们离开的时候，这里还好好的。说完，他想起了江婉英姿飒爽的模样，顿时气恼地说：一定是战王妃干的，不可能！殿下，方才下官让人打听过，那战王妃一共才离开过不到1刻钟。蠢货！他只要离开过，便能命令宋九渊的人来做这件事。他跟父皇一直在查宋九渊隐在暗处的人，看来这次是露出马脚。温如玉，这件事交给你，必须将宋九渊的人给本王全揪出来，一个不留。即便是宋九渊的人干的，他们又是如何得知这黑风寨是他的武器库的呢？这可是他的底牌啊！宋九渊啊，宋九渊，我要你死！六皇子又看向自己的隐卫，走，去准备点东西，我要亲自解决宋九渊。公子，花小被拦在了外面，只隐约瞧见六皇子在发火，他就想来当那一朵解语花的。让他离开。江婉吧，其实隐约能够猜到六皇子的心情并不美好，以至于他今天晚上吃肉都多吃了一碗。考虑到六皇子心情不佳，江婉就没把腊肉挂出来熏制了，毕竟惹了六皇子的眼，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等他们饱餐一顿，正好马蹄声传来，六皇子带着人回来了，他直接来到了宋九渊面前。宋九渊，看来是我低估了你。阴鸷的眸子里喷着火。宋某不知六公子在说什么。你少给我装！哼，看来你找了个好娘子啊。哼，那也得感谢圣上隆恩。大概这是狗皇帝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了吧，那就是把江婉嫁给他。虽然开始不太美好，但是有他在，才会有他宋九渊的今天啊。六皇子厌恶的扫了眼江婉这个半路杀来妨碍他的程咬金，忽然从身后的隐卫手里面接过了一只鸡腿。曾经的战王守护着大风，我代表大风的百姓送你一程。这狗东西还真是按捺不住，这是摆明了要弄死宋九渊啊！这鸡腿肯定不正常，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在场的人除了不清楚六皇子身份的人，其他人都不傻，都明白他跟宋九渊不对付。这个时候还赏赐宋九渊吃的，怎么看都是有猫腻。可他是六皇子啊，以宋九渊的身份，还真的是不好拒绝。你先别轻举妄动，宋娘子是个聪明人，我相信她有办法。一是因为他相信江婉他们能够应付，二是人帮有私心的，
那可是六皇子啊，他这小舅子上去那就是送人头。我大哥受着伤，不宜吃鸡腿。宋九池给出一个拙劣的借口，换来了六皇子那冰冷的眼神。我吃。他抬手去接，宋大娘子颤抖着手，嘴唇发抖。六公子，不如我替他。多谢。江婉眼疾手快，抢过六皇子手里的鸡腿。如果当娘的可以替孩子死的话，他想天堂一定是站满了母亲。江婉，不要！婉婉，大嫂。然而江婉已经飞快地把鸡腿就塞进了嘴里。这是一只不大的鸡腿，即便是宋九渊一程，六皇子似乎也不想让他吃饱。江婉，快吐出来！还挺好吃的。他要是当众吐出来，那六皇子肯定是会揪着把柄不放的。不过敢欺负他跟他的人，他可不会让对方好过。江婉的指尖微动，催动异能，细微肉眼看不见的粉末就飘到了旁边六皇子的身上。六皇子也没想到江婉的反应会这么快，这本来是给宋九渊准备的东西，他有些恼。你这女人未免也太馋了，男人的东西都抢。也好，听说这段时间都是江婉在护着宋九渊的，等着江婉一蹬腿了，他再派人来弄死宋九渊，轻而易举。婉婉，快吐了！江婉，你过来些。甚至已经做好了用内力替他催吐的准备，明明都已经说好了和离的，可是在生死面前，他还是那么义无反顾。江婉手里的鸡腿已经见底儿了，他似笑非笑地望着六皇子。别着急，我相信六公子应该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江婉的双腿微微一软。大嫂，你别死呀！我再也不和你斗嘴了，以后我都乖乖听你的。大嫂，我也听你的。他都能够替大哥去死了，是真爱无疑啊！宋九渊催动内力，却忽然被江婉的小手给挡住了。宋九渊这才反应过来不对，六皇子就算是真的下手，那用药的速度也没这么快啊。毕竟这可是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他的目的是等着药效慢慢发作。果然看向六皇子的时候，只见他的眼底带着惊疑，甚至是不解的情绪。他是想搞死宋九渊，但是也没有想说让自己众目睽睽之下没脸啊。他猛地扭头，果然就发现众人看向他的眼底都是惊恐跟害怕。相公。江婉用手去捂着嘴，结果咳出了一口血，那模样看上去是触目惊心，就连宋九渊都差点怀疑他刚才的理解错误了。江婉，你会没事的。婉婉，娘的婉婉呀！宋大娘子哭的是格外的伤心，而宋九龄那货就更厉害了，眼泪鼻涕一大把呀。不远处的老宋家众人顿时都觉得非常解气，个个都是眼睛放光的盯着江婉。切，呸！早死早超生。死得好啊！死得好啊！我怎么觉得江婉没那么容易死？他是个这么老老实实赴死的人吗？当然不是啦！江婉一时里疯狂地叫小精灵：“太傅怎么还没来？我血包都不够用了呀！”没错，他吐的吧，其实是之前的野猪血。他本来是打算存着以后假死脱身的，没想到这个六皇子搞事情，那他就来一个将计就计，不把原书里边六皇子最信任的幕僚给撬走，都对不起六皇子准备的毒鸡腿。马上！小精灵的话音一落，隐约听见马车的声音。江婉艰难地掀了掀眼皮子，抬眸瞥了眼六皇子。六皇子总觉得这个眼神不对劲儿，他对江婉还不太了解，就以为这是临死之前的怨恨呢。当然郁怨他也正常啊，毕竟是他杀了他嘛。可他也没想让人当场死亡啊。大嫂，我在的，你还有什么遗愿都告诉我，我一定帮你完成。你放心，以后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大嫂，绝对不会让大哥再娶。江婉心里在想，我谢谢你了。他微微抬手指着背篓，还是宋九渊反应快，忙不迭说道：“是背篓里有东西吗？”要。江婉的声音是细若蚊蝇，除了宋九渊，
隔得近的六皇子甚至都没听见呢。但是宋九渊恍然就明白了，江婉的医术那么厉害，又怎么可能会死得这么草率？果然，马车声哒哒哒的，还没等他把药找出来，一行人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那是钱太傅的马车。潘红颜一脸疑惑的就对上了众人或惊悚或解气或者是害怕的眼神。发生了什么事情？六皇子突然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江婉虚弱的指着宋九渊手里拿的几个竹筒。中间那个。好。宋九渊反应迅速的就从竹筒里倒出了一粒药丸，在六皇子的震惊眼神中喂进了江婉嘴里。这样的一幕落入了不远处的楚孝君的眼里。宋娘子这是怎么了？是六公子逼我大嫂吃了个鸡腿，我大嫂就这样了。宋九离是个直爽性子呀，压根儿就不懂什么谋划，只知道他快没有大嫂了。一想到这些，他就快要被那悲伤的情绪给淹没了。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时候呢，江婉呢特别感谢他的心直口快。楚孝君的视线唰的一下就落在了六皇子的身上。六皇子心里一惊，忙不迭解释说：我只是看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所以给了点吃的。他倒不是怕钱太傅，而是因为父皇很信任他，毕竟他是一个真厉害的人。六皇子要得到那个位置还需要他的帮助的。然而楚孝君只是凉凉的扫他一眼，目光落在了江婉身上，一副你当我是傻子的模样吧。江婉都这样了，会有人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不管他这是不是装的还是真的凸显，但是对于宋九渊来说，今天的江婉给他留下的记忆会让他记一辈子的。我好多了，我这人就是命硬，没那么容易死的。你们别担心，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缓缓就行。这话呢，明面上是对家人说的，但其实他是对六皇子说的。简直要被这个女人给气死。他也终于明白了温如玉说这个女人难搞到底是有多么难搞。宋娘子没事，那就太好了。我知道一些生病的人会经常吐血，想来方才宋娘子是发病了吧。花想找回自己的神智，也慢慢的接受了古代的残酷，更加坚定一定要努力的往上爬。不管公子是怎么想的，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帮他解围。果然花小的话让六皇子的面色好看了一些。正欲开口，你见过哪个生病的人突然大口大口的吐血？我大嫂前几天还生龙活虎的打了野猪呢。宋九池也是不动声色地提醒着楚孝君，是啊，大家都是瞧见过江婉打野猪的，那活蹦乱跳生龙活虎的模样哪像一个常年生病的人啊。江婉好似恢复了一些力气。李儿、九池，你们莫要乱说。江婉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六公子的鸡腿也不是给我的，是给相公的呀。不过相公受着伤，身子确实比我的虚弱一些，虚不受补。众人怎么都觉得江婉好像什么都没说，但是又什么都说了呀。尤其是花晓，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江婉，这个女人能屈能伸的，绿茶这套也被她拿捏得死死的呀。那你方才吃的是什么？花晓想到宋九渊从背篓里面拿出来喂给江婉的药，故意说，该不会是你发病吃的止疼药吧？这江婉犹豫地瞥了眼六皇子以及楚孝君。你们真想知道？六皇子突然就不是很想知道了，赤血告诉他肯定是对他不利的。不，当然。楚孝君打断六皇子的话，他攥紧了拳头。老东西，怪不得父皇坐上那个位置之后把他给远远的送走呢。人光有才能也是不行的呀，这个为人处事的样子实在是太讨厌了。等他登上那个位置了，也要效仿父皇，把人给远远送走。是解毒丸。江婉叹了口气，颇为不舍地说，我刚收集的草药治的呢。听说大人不仅身子不舒坦，总有人惦记着谋害大人，我本来是给大人准备的，不过方才情况紧急，我就先用了，着实有些浪费。六皇子现在还察觉不出江婉是在故意挑拨他跟太傅的关系，就是傻子了。果然楚孝君瞥了眼巧舌如簧帮忙辩解的花晓，感动地走到江婉面前。好孩子，多谢你的好意，你还是先顾着点自己的身体吧，我这身体不打紧。
总归已经稳住了病情，往后多注意就是了。他就只是一个太傅，不能明着对六皇子，但是此时心底已经对六皇子生出了厌恶的情绪来。谢谢大人。江婉又轻轻咳了一声，那绿茶模样啊，气得花小脸都扭曲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魔法是需要魔法打败的。大嫂，你不要死了吗？眼底都是惊喜。江婉心里飞快地划过了一丝内疚，当然不多啊，就一丢丢。瞧把这孩子吓的呀！不过吓吓也好，还能成长呢。你大嫂没事了。我现在没刚才那么疼了。只是先前答应大人制作的护心丸，怕是要缓一缓。江婉的话让六皇子的神色很难看，他这是摆明了故意挤兑他，用心险恶呀。公子，结果六皇子都没搭理他，而是径直地看向了楚孝君。果然他的脸色不怎么好看，却对江婉态度和蔼。不急。楚孝君呢，没想过要强人所难，更何况这会儿的江婉看上去不太好。楚孝君忍不住就淡淡的扫了眼六皇子，心里对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为了一己私利，一而再再而三的加害对大风付出这么多的宋九渊，这样的人往后若是坐在了那个位置上，这对百姓们来说就是苦难的开端了。楚孝君的眼神那么明显，那六皇子也不傻，自然是感受出来了。他扫过了宋九渊还有江婉时眼底一闪而过的阴毒。除了我还要去处理那些土匪，先走一步。解释不通，那他索性就不解释呗。自己是六皇子啊，难道连处理一个流放之人的资格都没有？慢走。楚老对六皇子的态度冷淡了不少，明明昨日在别院的时候他们相处的还不错。走。六皇子捏紧了拳头，没看江婉还有宋九渊，他怕自己被气死了。花小瞪了江婉一眼，富儿厚着脸皮也跟上去了。六公子，江婉是彻底无语了。你自己追男人就算了，但我算怎么回事？红颜，给宋娘子夫妻拿2套衣服。楚孝君看江婉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也幸好这丫头是大夫，不然方才肯定没了小命。多谢大人。楚孝君绷着脸回到马车上休息，看起来心情不太好。也是，毕竟这个六皇子可是他一开始看好的人呢。江婉没事儿，这有人欢喜有人愁啊。那宋家人自然是欢欢喜喜的，但是老宋家人却是气得呕血。尤其是宋老二，感受着身上这钻心的疼，他对江婉是恨之入骨。这样都不死啊？相公，你别着急嘛，他早晚会死的。宋二娘子也是怨毒的看着江婉，如果说眼神可以杀死人的话，江婉觉得自己可能会被眼神杀死吧。宋九池背着宋九渊，江婉就拿着衣裳还有银针包，他们几个进了一个不大的山洞。你先换吧。好。江婉一声轻呼，宋九渊倏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紧张地说：你怎么了？没事儿，就是脚滑了下。只是当他对上宋九渊那关切的眸光的时候，视线渐渐落在了宋九渊的腿上。宋九渊，你能站起来了？哎，你真的站起来了？他倏然就回神了，眼神落在自己腿上。伤筋动骨还有100天呢，你这腿虽然已经恢复了不少，不过最好还是休养休养，再慢慢复健。这才短短月余啊，要不是有灵泉水的话，还不能恢复这么快呢。我知道。宋九渊听话的坐下，没敢再发力，可是袖子下他的手是用力的攥紧，是激动的。他本来以为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站起来了，没想到还有恢复的这一天。他的情绪起伏很大，江婉细眉轻轻蹙着。宋九渊，你冷静一些。江婉，谢谢你。宋九渊的眸光就深深地望着江婉，那深邃的眸子里似乎是含着星辰，让江婉有一瞬间的出神。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神色。你先换衣服，我给你针灸。好。宋九渊平复了自己激动的心情，江婉体贴地背过身子，等他换好衣服了，江婉则是用他换下的衣服就垫在地上，让宋九渊躺在上面，这才捏着银针熟练地给他施针。他动作轻柔，渗针的时候面无表情，靠近的时候有清甜的气息钻进鼻端。
宋九渊的呼吸乱了一瞬。江晚，其实你今天不用替我挡下那个鸡腿的。宋九渊神色复杂，他挡下的可不仅仅是鸡腿，甚至还吸走了六皇子的冤对，只怕六皇子是已经记恨上他了。要不是我机智聪明，现在你还能同我说话？江晚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纵然救宋九渊是一方面吧，但其实他更想做的是让六皇子入不了钱太傅的眼。宋九渊被江晚的话给噎住了。他那毒没那么快发作吧？等六皇子走了，他可以想办法解决啊。不知道啊，我一口吞下去就尝到几种草药成分，不过不重要，反正我的解毒丸能解百毒。不是江晚吹，这可是他前世的独门绝技的。因为这个解毒丸，他不知道死里逃生多少次呢。这宋九渊没说话。你不信？信。算你有眼光。江晚满意的轻哼了一声，起身就开始拔针，将拔下的银针一根一根的放进银针包里。好啦，谢谢。不客气。宋九渊，你应该了解我的性子吧？啊？宋九渊没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人吧，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六皇子让我痛一下，我会让他痛10倍。宋九渊相信江晚说的是真的。而另外一边的六皇子刚回到别院，主子，黑风寨的一切都没了。温如玉，本王命令你去解决掉宋九渊和江晚。六皇子咬着牙，眸子深处都是阴鸷。一想到自己布置了这么久的局毁于一旦，他就恨不得将江晚给挫骨扬灰。是，殿下。温如玉也是恨得牙痒痒，黑风寨是他的老本营啊，就算主子将其他兄弟们救下，可他们辛辛苦苦弄的武器都没了。两个人难得同仇敌忾，六皇子正欲开口，忽然心口一痛。殿下。然而六皇子这会儿疼得天灵盖都快碎了一般。温如玉大喊一声：来人，快去叫大夫！外头被拦住的花晓趁着机会就忙小跑进来，摇晃着他的手臂。公子你怎么样啊？六皇子本来就痛得脑袋发晕呢，感觉被花晓这么一晃，五脏六腑都快要错位了。等大夫好不容易找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来。殿下，这说老夫无能，暂时查不出原因。一侧正在贴心照顾六皇子的花晓听见这么一句，吓得手里帕子差点都掉进水盆里了。不过他心底很快涌现出了一抹狂喜，这公子居然是皇子啊！那肯定是他的真命天子啊！废物！六皇子疼的是撕心裂肺，想到了江晚之前吃的解毒丸了，瞬间是福至心灵。肯定是江晚下了毒。他恶狠狠地瞪着老大夫说：不是病，肯定是毒，快找人给本王解毒。六皇子别院的兵荒马乱，江晚即便是不在现场也能猜个七七八八的。此时他跟宋九渊已经回到了队伍了。夜晚休息的时候，小精灵，你给我看着点。好的，主人。这还差不多。江晚满意的开始在空间里巡逻，他囤的东西着实是太多了，江晚看着就头疼，也没有时间整理。主人囤货任务完成的很完美，是否打开系统空间赠送的大礼包？江晚瞬间想起来了，今天收武器库的时候，小精灵提过一嘴的，不过当时太忙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打开。好的，主人。随即空间就出现了一所偌大的平板房，有2层，上下加起来差不多是200个房间。不错。江晚很满意。今天晚上他没有空种菜收粮食，而是用意识控制着将先前的物资全部都分类放进了新仓库里。金银珠宝、奇珍异宝呢，就堆满了50来个屋子。江晚搬空的金矿又堆满了30个屋子。武器呢，堆了10个房间。另外像衣服、布匹啊、生活用品啊，堆了10个房间。药材堆了5个房间。哎呀，这余下的粮食、蔬菜存货呢，大大小小的堆了40个房间，还剩下几十个空房间。江晚很满意。主人，该换人守夜了。忙不迭地灌了一口灵泉水，就出了空间。黑风寨的事儿
到底是给神帮留下了不少的阴影。所以天一亮，他就催促大家出发。倒是楚孝君他们不急，慢悠悠的用了早饭，想着等会儿再去追他们。自从被流放了之后吧，宋九渊一直都是沉闷的，这会儿倒像是变回以前的战王了。大嫂，你休息着点，需要什么我去摘。大概是昨天的事儿真的吓到宋九离了，他这会儿特别乖，江婉索性就如了他的愿，路上瞧见什么东西了，都指挥着宋九离去摘。解决了午饭，楚孝君他们也追上来了。潘红颜将路上采摘的一背篓的草药递给了江婉。宋娘子，这些草药我看你先前采摘过，你看是否能用得上？当然用得上，多谢。江婉笑弯了眸子，虽然吧这个护心丸是用不上，但是制作其他的药丸子用得上啊。对于江婉来说，所有的草药都是能够用的。护心丸还差几味药材，我会尽快治好。行，差什么你记得和我们说。如果能买到的话，最好弄一根好些的人参，年份越高，一般来说药效最好。好，我这就叫人去寻。很快他们就要继续出发，潘红颜他们也没跟上。起风了，风一吹就带起地上的沙土，还怪吓人的。他怎么感觉有点像是台风的节奏啊？怎么了？宋九渊，你知道飓风吗？他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意识到了江婉的意思是什么。你说咱们遇上飓风了？虽然可能是飓风的余威，但也不容小觑。我信你，咱们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小精灵，你能测出现在是几级台风吗？主人处于中心圈外，暂时不好预测，但6级是有的。之后是否会升级，也无法预测。小精灵也给不出一个准确答案来，这就更让江婉心急了。他只能是努力地说服人帮。任大哥，从前刮个2、3天就停了，可打从咱们路过黑风岭开始，这风便一直刮。虽然时而大时而小，但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今晚咱们还是早些找个落脚地才安全。好，我觉得江姐姐说的没错，上次山顶滑坡就是因为咱们没听，才导致有人死亡。这一次咱们就听江姐姐的，若是没事儿，大不了咱们加快些脚程。那好，咱们加快脚程，尽快找个落脚点。多谢任大哥信任。江婉得到满意答复了，飞快地回到宋九渊的身边，小声告诉他，他们答应了。那便好，咱们不能走在最后面了。宋九渊说的没错，其实江婉心里也是这么打算的。于是几个人飞快地推着板车往前走。说是一直在后面的话，这风大了，连跑的地方都不好找，所以他们得尽快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小精灵，附近最近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翻过这座山，对面就是客栈了。此时走在最后面的宋二娘子被掀飞在了地上。啊，成儿，相公快拉我呀！她被吹了几米的距离，脑袋砸在了一块大石头上，疼得她眼冒金星了。娘！然而刚站起来的宋二娘子一摸脑袋，满脑门的血，嗷叨一声，啊！我被撞上了！娘，咱们得快点跟上，不然被吹飞了。宋晨眼看他们一家人就即将脱离队伍了，急得嘴巴冒泡。一个不好，他们一家都不知道被这阵妖风给刮到什么地方去呢。对，我们快跟上，这该死的江婉也不提醒我们一句。宋老二这会儿才明白了，江婉他们怎么跑得那么快？这妖风来袭，倒霉的不就是他们最后头的人吗？贱人！宋二娘子气得破口大骂。等他们一家想去追的时候，却发现跟前方的人相隔愈发的远，时不时还被吹飞，一路二房的人呐摔的是不成样子。而前面的江婉，他们已经看到了前方有家客栈，神帮的眼眸发亮。大家动作快些，很快就能进去躲一躲了。其实即便他不说，但凡能够瞧见客栈的人，这会儿都是满心希望。等人帮他们到的时候，客栈的账房几乎已经没有了，全部都是大通铺。江婉一群人就站在客栈里，将大堂挤得是满满当当的。神帮则是带着官差站在门口等。
不是每个人都听劝的，尤其是老宋家人。宋三娘子倒是带着宋阳急匆匆的进来，然而老宋家人是迟迟不见踪影。你的其他家人呢？我也不知道，当时我看你们走得那么快，就跑得快了些，不知道娘和二哥二嫂在磨叽什么。心想，他就知道不对劲儿，幸好这回他脑子聪明，不然他一个女人怎么护得住杨格尔？幸好大嫂聪明，不然咱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老宋家人该不会是跑了吧？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跑不掉。你大嫂说的没错，他们估计还在外头挣扎。就在众人议论着的时候，不远处跌跌撞撞的就跑来几个人。他们回来了。只见老宋家几个人相互搀扶着就往客栈这边来。忽然狂风掀起的树枝砰的一下砸在了他们4个人身上。娘，你没事吧？宋老婆子是被压在最下面的。哎呀，我的腿啊！哎呀，婆母的腿被砸坏了。老二啊，娘的腿好痛啊！旁边的风是呼呼的刮，宋老二是啥也没听见。相公啊，娘走不动了，咱们怎么办呢？风沙迷了眼睛，他们看的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也知道前方就是希望。爹，咱们再不走，真的走不掉了呀！相公，娘都病成这样了，总归也是治不好，也不能怪咱们呀。你还得给咱们老宋家留下香火呢。宋二娘子凑到了宋老二耳边，大声地说着。风太大了，宋老婆子只听了七七八八的，嘴里面虚弱地骂着：“老二家的，我可是你嫡亲的姑母呀！老二啊，你别听这个臭婆娘的。”对不住了，娘。见状，宋老二悄悄地就往后挪了几分，手微微一松。不远处，江晚他们就只瞧见一阵狂风刮过，似乎是有人被吹到了空中。天哪，好可怕！幸好我们跑得快。那个人是被吹走了吗？是婆母。宋三娘子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眸，寒意从脚底窜到了天灵盖。那可是宋老二的娘啊！他们居然放任自己的娘被风吹走了，连自己亲娘都不顾的人，还能指望他们会照顾侄子吗？江晚倒是没觉得什么，毕竟宋老婆子在他眼里边也不是什么好人，与他而言跟陌生人差不多吧。倒是宋九离眼神复杂，心底划过了一抹酸涩。宋九池还有宋九渊神色淡淡的，宋大娘子脸上却全是解气，甚至还轻笑了一声：“报应啊！”说话间，宋老二一家子艰难地来到了客栈门口，几个人狼狈的就跌倒在了门边。娘，我的娘啊！宋老二像模像样的还挤出了几滴猫尿呢。宋二娘子则是一脑门的血，看起来还有些吓人。唯有宋晨进来之后松了口气：“行了，都去休息吧。”神帮淡淡的扫他们一眼，在小本本上写下了宋老婆子的名字。这次失踪的不仅仅有宋老婆子，另外还有几个人都被人帮给一一记下名字。明天风停了再找一找，这是生是死就看命了。晚上外面还是轰轰轰的响，大家也没有什么心思弄好吃的，随意对付了一顿，就各自回到大通铺上休息了。外面的风一直持续着，宋九渊是毫无睡意，江安只能是用意识介入空间收了一波农作物。大抵是半夜的时候，外面这呼呼的风忽然停了，整个大通铺唯有众人那绵长的呼吸声。小精灵，台风停了吗？暂时停了。小精灵欢喜地告诉江晚，谁料他下一秒说的话让他差点死机了。停了就好，把六皇子别院的地址传送给我，我去帮他清清库房。虽然很无语，但是小精灵还是尽职尽责的就把这定位传送给了江晚。外面虽然已经没有狂风了，却还是有些冷，脚下生风，朝着六皇子的别院瞬移。幸好吧，这个别院距离也不远。江晚脚程快，
他到的时候，就正好听见院子里传来了暴喝声。他悄悄地避开院中的暗卫，趴在这屋顶上掀开了一块瓦片，便瞧见六皇子躺在榻上，地上跪了好几个老头，应该是给他治病的大夫吧。哎呀，可惜啊，他江晚下的药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解除的，既然敢算计他跟宋九渊，那就要做好承受的代价。老夫不才，从未见过这么离奇的毒。废物，都是一群废物！殿下，这毒不是一般的毒，怕是要请药王谷的谷主出山才能解。那就给我去请，尽快！屋顶上的江晚得意地挑了挑眉梢，心里吐槽着：我配制的毒药自然不是这么容易解的，只是那什么药王谷谷主也不知道医术如何。江晚沉思的时候，屋内的大夫都被六皇子给赶出去了。他痛苦地躺在榻上。就在江晚觉得无趣打算离开的时候，发现花小小心翼翼地进了屋子。花小端着刚做好的小蛋糕，小脸红扑扑的。殿下，您好些了吗？花小殷勤地捧着小蛋糕。殿下，这是我刚做的点心，您尝一尝。殿下，您这毒肯定是宋娘子下的。就这，她还是原书的女主，这女主比我这个恶毒女配还要恶毒，好吧？你怎么知道这是江晚干的？他早就怀疑这个事儿跟江晚有关系了，只是温如玉那边还没有得到证实而已。先前我和江晚同路过一阵子，我瞧他整日采摘草药，还救过人，许是通医理的，而且他昨日还拿出解毒丸，足以说明他确实懂毒。你倒是识趣，继续说。六皇子饶有兴趣地看着花小，而屋顶的江晚无语地抽了抽嘴。这该死的男女主定律，估计六皇子心里对花小已经另眼相看了吧？关键两人拿我当梯子，很不爽。那宋娘子实在太过分了。花小义愤填膺的话让六皇子很满意。你倒是识趣呀。我是替殿下不知道。花小抿着唇，眼底染着流光。看来她才是女主，哼，而六皇子就是她的男主啊。说得对，他送给本王的，本王早晚让他千百倍还之。哟，既然是敌人，那最好是先下手为强。于是江晚的指尖翻转，又从空间里拿出了一种药粉，继而通过场馆吹进了六皇子的屋内。很快六皇子就察觉到身上的痛苦似乎是退散了不少。你再靠近本王一点。六皇子绷着脸命令花小。花小望着这张放大的俊脸，顿时是心跳加速，红着脸就凑过去了。殿下，嗓音甜甜腻腻的，屋顶的江晚都快要吐了。然而六皇子却很受用。靠着本王，别乱动。六皇子忽然就发现花小靠近自己的时候吧，身上的疼痛就会缓解。莫非他是我的解药？他不由得想歪了。瞧着这两个人郎情惬意的，江晚笑了笑，顺意离开。切，什么缓解疼痛啊，那都是暂时的，只是刚刚吸入另外一种毒药，两种毒药正在渐渐的融合罢了。江晚心情不错的，就找到了别院的库房。哇，不愧是六皇子啊，用的都是上等的燕窝，还有珊珊。收，上好的丝绸好布是一块都不要。金银珠宝呢倒是不多，毕竟六皇子也只是赞助，但是赞助带来的好货，江晚是半点都不给他留。他很快就把库房扫空，去了别院的厨房。厨房里也是有不少的好货的，像海参啊、鲍鱼啊，应有尽有。江晚小手一挥，就连厨房的锅碗瓢盆啊都被他搬空了。小精灵，麻利点，所有小库房的地图都给我标出来。六皇子这个人太讨厌了，江晚是什么都不想给他留，就连他命人好不容易挖的地窖都被他一扫而空。离开之前，想到六皇子对他满脸恨意，江晚的心里一动，返回六皇子的房间。瞧着花小累极了，就趴在六皇子的榻旁休息。
江晚啧了一声，将屋子里的东西搬走，就连盖在六皇子身上的棉被以及换下的衣服都没放过。整个屋子里除了一张榻就没有余下多余的东西。江晚拍了拍小手，欢快地回到客栈。而这边的六皇子是又冷浑身又痛的，他倏地睁开眼眸，自己身上就穿了一条大裤衩子。许是动作太大了，吵醒了一旁的花小。殿下，来人！六皇子想随手抓个东西遮挡一下自己的，结果发现不管是被子还是衣服，甚至就连床幔都没了。是谁？到底是谁干的？六皇子气得千斤抱起，等影卫瞧见这空荡荡的屋子的时候，人都吓麻了。殿下，这他娘的怎么回事？甚至莫名觉得这个场景有点熟悉。忽然六皇子猛地瞪大眼眸，反应过来对影卫说：快去库房看看。是。影卫连忙就派人去查看，又瞥了眼那空荡荡的透风的屋子，脚底板都凉了。花小也是吓得面色惨白。殿下，这肯定是盗贼干的。想到这个，花小就有些懊恼，他睡得跟死猪一样，都没有发现盗贼来过。不过几息，离去的影卫就满脸寒霜的回来。殿下，整个别院都失窃了。你说详细点。六皇子一咬牙，这跟当初那六皇子府失窃时的场景是一模一样。果然，影卫说道：库房、厨房，就连地窖都被搬空了，现在就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房屋。六皇子一口老血喷出来，瞳孔瞪大，直愣愣的就倒在榻上。殿下！这边呢，六皇子别院鸡飞狗跳，而江晚那边已经顺利回到了客栈。天已经蒙蒙亮了，江晚从空间里拿了几件棉衣放到了背篓里，又拿了一些食物。等他慢悠悠地走进客栈的时候，任邦正坐在客栈门口。任大哥，江晚就秉持着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原则，笑着对任邦打了个招呼。外面情况如何？不太好。说到这个，江晚就面色发紧。我出去查看了下情况，外面满地狼藉，你听。外面呼呼呼的声音，江晚神色严肃。这风似乎要起来了，咱们这会儿最好不要出发，不然路上会发生什么还真的不一定。在这儿好歹是家客栈，暂时还能有一个容身之所。让我想想吧。暗道这次可真的是倒霉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把人给送到蛮荒呢。好。这一次江晚也没有多言，因为方才回来的路上他就已经察觉到风力在不断的加强，这是他拿了棉衣出来的原因，指不定很快就要下暴雨了，届时任邦想走也走不了。等江晚回到房间的时候，大家已经陆陆续续的起来了。宋九渊悠悠的瞥他一眼，什么也没说。江晚这才恍惚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因为人多，他好像忘记给他施针了。于是他将棉衣递给大娘子。娘，外面估计还要刮风下雨，你快加一件衣裳，剩下的给大家分一分。啊，好。大娘子连忙应下，可是分衣服的时候，将最后的那一件留给了江晚。江晚心里发暖，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原主才对宋大娘子好的，现在呢，他是真的感受到了温情。有宋九池跟宋九离挡着大家的视线，江晚就熟练的给他施针。施针结束之后，江晚，你靠近一些，我有些话要问你。你问。我这腿是不是很快就能走路了？是，等我给你的药丸子吃完，你便能尝试走路了。只是，江晚想到狗皇帝，忍不住说：可有的是人不想你恢复。我知道。宋九渊的余光瞥了眼不远处一直盯着他的人，笑道：哼，我会尽早解决暗地里的人。没错，这流放队伍当中一直都有九皇帝的眼线，所以这段时间宋九渊虽然说没做什么，但是他每天都在观察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他已经锁定目标了。行，
我全力配合你。江婉歪头笑了笑。对了，我有预感，今天咱们还是走不了。他确实没有说错，外面的风已经跟昨天晚上差不多了，风沙当中还夹杂着雨水，压根儿就看不清楚前方道路。他们就是即便想走，也没有那么容易。神邦愁的呀，头发都快要被他薅光了，内心在暗暗的祈祷，祈祷早些恢复。比起官差们的忧愁，其实被流放的人反而很喜欢这样的天气，甚至心里还忍不住的窃喜了。因为不能走，就代表着他们可以休息休息。官爷，求你们帮我找找我娘。宋老二哭丧着脸出现了，本来就狼狈的脸上挂着悲伤，好像很伤心似的。而江婉却看得明白，他说这话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心安而已。这么大的风雨，要找你自己找。神邦冷漠的扫了眼宋老二，对于他这样的人着实是很看不上。宋老二朝着外面看过去，外面狂风造作。大家自行解决池川柱，等能走的时候，我会通知大家。神邦头疼，索性回了大通铺。外面这个鬼天气，也没人敢跑。恰在这时候，潘红颜走到了江婉面前。宋娘子，这是我们买来的人参，你看行不行？他将一个盒子递给了江婉。昨天起风的时候，他们也是紧赶慢赶的来到了客栈。楚老被风吹得有些不舒服，这会儿还在休息。江婉悄悄掀开盒子的一条缝隙，立马合上。我会尽快将护心丸做出来。这个雨还不知道要下多久。江婉索性坐在角落里，就慢慢的研磨她的草药。早饭他们就没有开火，江婉从背篓里面拿出了一些果子还有干粮饼子。宋九离的小脸上洋溢着笑容，宋九渊的神色却不太好。一般客栈储存的食材不够，客栈里这么多人。本来还欢欢喜喜的宋九离笑容立马就落下来了，随即看向他们自己的背篓，骄傲地说：咱们有吃的，食材不够的时候，咱们那么多的野猪肉反而是祸端。所以咱们要时刻看着自己的行李，尤其是你，宋九离。我知道了。宋九离垂头丧气。娘，我去弄点热水来。江婉拿上水囊起身离开。这个时候江婉不过是花了几个铜板买了一些热水。方才装热水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混入了一些空间水。回到屋子里，江婉把水囊递给宋九渊他们。天气冷了不少，喝些热水吧。说话间，他借着背篓的遮掩，从空间里拿了几个油纸包出来。我找人换的。他也不记得这是在哪里顺手顺的这鸡腿了，反正是熟食，比较适合现在吃。当然，江婉递给宋大娘子的时候小心翼翼的，饶是如此，香味儿还是在房间里弥漫着。这是大通铺啊，香味一飘出来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只是碍于江婉的厉害，没人敢吭声，但是也都忍不住的悄悄吞了吞口水。吃吧。鸡腿配合着干粮，江婉吃得很香。他自己的水囊里不是水，是他从空间里替换的果汁。空间里的果树都已经挂果了，江婉一有时间的时候就会手动榨一些汁，一口下去啊，特别的舒爽。可惜这种舒爽怕是不能够持久。随着暴雨来临还有降温，大通铺里众人盖的被褥都很单薄，而江婉他们不一样，他特地从空间里拿了置办好的厚厚的被褥，众人又穿上了厚厚的棉衣。要不是大通铺的味道不太好闻，他们的日子呀还能过得相当不错的。宋大娘子拿着这些缝缝补补的，江婉就指使着宋九池还有宋九离帮忙处理草药，而他拿着草药一点一点的研磨，早一些将护心丸做出来是个好事儿。至于宋九渊呢，则是生无可恋的就躺在那儿，给人造成了一种非常颓靡的假象。实际上江婉知道，他是在慢慢的恢复内力，周身偶尔还有内力波动呢。外面狂风夹杂着暴雨下了整整一天，中午也是江婉从空间弄的东西，众人多多少少的有些干粮吃。这会儿虽然也热，但是好歹没有做出过分的事情来。人参这个玩意儿吧，有些扎眼，趁着去茅房的功夫，
江晚偷偷去了空间，把人参给处理好，这才回到大通铺的。大抵傍晚时分，江晚拿着制作好的护心丸就上了客栈2楼。潘红颜见着江晚的时候特别高兴。宋娘子啊，大人要的护心丸已经制好，1日1粒，饭后服用。江晚将不大的竹筒就递给了潘红颜。潘红颜满脸激动。多谢宋娘子。他说着就接过了护心丸，又从兜子里掏出了个钱袋子。大人说了，这是给你的酬劳。虽然江晚从来没有提过，但是楚老不是一个喜欢占便宜的性子，所以他早就准备好了酬金。多谢。江晚拎着这不重的钱袋子，大抵里面是银票，他借着袖子的掩饰，直接就丢进空间了。一直未曾见着大人，他身体是否有些不适？江晚吧，其实就是友好的询问一句。孰料潘红颜的眼眸微微一亮。确实是的，如果宋娘子方便，可以替我家大人瞧瞧。好啊。江晚没有放过任何可以拉近关系的机会。潘红颜呢，先是进去请示了一番，很快就笑吟吟地带着江晚进了房间。房间里楚老就躺在榻旁，眉眼里面带着忧愁，见着江晚扯唇笑了笑。宋娘子，劳烦你了。年轻的时候不顾自己身体操劳了些，我这身子毛病多得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麻烦。江晚微微一笑，指尖就落在楚老的脉搏上，随即眼底闪过了然。外面刮风下雨，大人风湿发作也正常。江晚转头看向了一侧的潘红颜。我那边有草药，弄些膏药给大人敷一敷会好转些。好的，宋娘子。潘红颜笑的是见牙不见眼，一侧的楚老却是愁眉苦脸的。也不知这风雨得挨到什么时候才停啊。江晚知道忧国忧民的楚老这是担忧大风的百姓呢，希望能早些停吧。江晚也不想面对因为没有了食物而泯灭人性的那些人，在极端的环境之下，他不想考验人心。希望吧。楚老叹了口气，江晚就识趣的从他房间离开了。他出来的时候遇上了潘红颜，他手里拿了一个食盒。宋娘子，刚出过的，拿些去吃吧。他对江晚的态度是直接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只要他真的能够替楚老减轻痛苦，那潘红颜就把他当做恩人。谢谢。等到江晚回到大通铺的时候，屋子里的人都是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手里的食盒。楚老给的，刚好当晚饭。这话江晚没有压低声音，他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有人罩着他们，免得有不识趣的找茬。多亏了大嫂的护心丸。宋九离笑弯了眼眸。江晚好笑地打开食盒，上面放着几碗简单的菜，红烧肉，还有白灼蔬菜跟一碟子咸菜，而下面是放着一大碗的米饭，香喷喷的，馋得屋子里的人流口水。他把米饭还有饭菜都给分了，顺便给陈文浩留了一些。文浩，快吃吧。碗里放了好几块肉，每次他分给陈文浩东西，他都会悄悄地再分给陈娘子一些。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陈娘子每次只能是含泪道谢，这次也是一样的。陈策更是感激的一个大男人眼眶都红了。他吃完饭以后，又用草药做了一些外敷的膏药，还食盒的时候顺便将这些膏药送给了潘红颜。也不知道这暴雨要下到什么时候，这些先给大人用上。江晚偷偷看过那一包钱袋子，里面有几块金子，还有1张100两的银子的银票，这些外敷的药就当送给他好了。这雨下的是没完没了啊。早些休息吧，往后可没机会睡得这么好了。江晚打了个哈欠，提醒大家，可是众人都是忧心忡忡的。这一晚除了江晚，大家谁都没有睡好。江晚早起的时候，还能瞧见宋九离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你昨晚做贼去了？江晚心想，他就是搬空六皇子府的时候都没这么憔悴啊。我是怕别人偷咱们的东西。宋九离对着背篓还有木桶努了努嘴，里面是他们的野猪肉还有干粮，现在大家都没有的东西吃了，指不定就有人惦记他们东西呢。那你好好看着，我去外面看看情况。
江晚去后厨弄了一点热水洗漱，他路过的时候就发现厨房里所剩的东西不多了，就连潘红颜他们都只能吃一些简单的吃食，神帮他们更是只能喝着稀拉拉的粥水。见着江晚，神帮下意识想征求他的意见。宋娘子，咱们要是出发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停雨？外面已经没有狂风了，但是雨下得很大，没有人敢轻易去淋雨。任大哥，咱们要是强行赶路，怕是没几个人能坚持下去。江晚说的是实话，莫说这些流放之人本就是身娇体贵的，会成为强弩之弓了，届时怕是连这些官差都受不住。神帮有些沉默。可咱们的粮食不多了呀。我看还是和之前一样，自家人派人去外面找粮食吧。江晚提出建议，神帮也想不到更好的法子，只能是点头说。看来只能这么办了。任大哥，这是我之前采摘的草药，你让厨房的人熬成药汤吧。这雨下个不停，得预防生病。江晚也是为自己着想，客栈就这么大点地方，要是有了流感的话，他自己也跑不了的。好。而江晚刚返回这大通铺，突然扑通一声，一个人猛地就跪在自己面前，吓他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宋三娘子。江晚，求你救救杨哥，他发热了。这一幕似曾相识，让江晚就不由得想起了那天晚上宋九渊发热的时候，宋大娘子也是这般求人的。江晚，是三婶错了，先前不该那么骂你，也不该说你娘。可杨哥是个无辜的呀，他还是个孩子，求你救救他。这么一哭，顿时就让人忍不住心软了。但是仅仅是宋九离这种人啊，江晚的心肠可硬着呢。生病了去找大夫。江晚，宋三娘子哭的是眼泪鼻涕一大把呀。从前是我不懂事，不该和你作对，是我不该眼睁睁地看着九渊生病，以前一切都是我的错。只是这荒郊野岭的真的找不到大夫，三婶知道你厉害，求你救救我的杨儿。江晚，就算已经分家了，那杨哥儿可是渊儿的亲弟弟啊，你们这样未免太狠心了吧。宋二娘子呢，虽然是不喜宋三娘子，但是有嘲讽江晚的机会，自然是不会放过。江晚是理都没搭理。婉婉，宋大娘子一开口，众人就期待地看向她，都以为她肯定会说教的。结果宋大娘子只是叹息道：这外面的风雨一直没停，你也别太担忧，趁着这个空档休息休息吧。杨哥，娘对不起你，是娘眼下嫁入宋家这样的狼窝，宋家没一个好人，娘一个嫡女居然嫁给你爹一个庶生子，想想真是讽刺。大嫂，宋九离小声唤了一句，得来江晚一个冷眼。怎么，你心软了？不是。宋九离就忙不迭摇头。我只是想问问，厨房是不是也没粮食了？是。江晚点头。宋九离总算是长进了一部分，他要是帮了宋阳的话，那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人赖上来了。正说着，小邓走了进来。我江姐姐心地善良，将采的那些清热解毒类草药送给咱们，厨房的人已经熬成了汤药，一人先领一碗，都快去大堂领吧。众人一愣，纷纷朝着江晚看过去。宋三娘子更是脚步如飞的就跑去领药汤，她的杨儿有救了。比起她那复杂的心情，宋二娘子撇了撇嘴，我看江晚就是故意想看他出丑，明明送了汤药却一直不说，着实是有些讨厌。嘴上没有一句好话，说罢，她身体却是很诚实的朝着外头就走去了。宋大娘子扯了一把宋九离，灵儿，咱们也去看看。哦，好。几个人说着就出了屋子，屋子里转瞬就余下他们三人了。宋九渊瞥了眼不远处那脸蛋通红的宋阳。你早就预料到了吧？我是防患于未然，最终还是为了我自己。你是说疫症？宋九渊脑中灵光一闪，结合外面一直没有停的暴雨，很快就想到关键了。是啊，连日暴雨怕是会滋生虫子和病菌，这要是感染了，我们也得跟着遭殃。所以江晚才会这么大方，从空间采摘了一些草药给甄邦。
而且言明了，这些药汤不仅仅是供给他们，只要是在客栈里的，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碗。你想得很周到。心里震惊于江婉的未雨绸缪。很快，宋三娘子飞快的就端着一碗汤药回来了。杨哥，你快喝下去，喝了咱就好了啊！他费劲儿的掀开眼皮子，娘，虚弱的喊了一声以后，就以为这是吃的，一口就把汤药给干了。说实话，江婉没有触动那肯定是假的，却不是因为宋家而触动，他想到的是大丰的百姓呢。这几日接连的刮风下雨，其他地方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希望没什么事情吧。江婉叹息着，他只是一个人，他也管不了整个天下的，对此也是无能为力。胡思乱想的时候，宋九离端着汤药回来了，碗里还冒着热气。大嫂，趁热喝了吧。江婉接过来一口闷掉，这个汤药里面有驱寒的成分，一碗汤药下肚，整个人都暖乎乎的。方才还冷眼瞧着江婉的众人顿时是神色复杂。宋娘子，方才实在抱歉，误会你了。是啊，宋娘子是有大爱的人，我们都成了您的恩情。你不帮宋阳治病，是因为早就准备好汤药了，我们都理解的。世上像宋娘子这样不计较恩仇的人太少见了呀。那是自然，我大嫂是世上最好的人。宋九离扬起一抹大大的笑容。如今江婉在他心里的形象更加高大上。江婉在心里吐槽着：“你们不必放在心上，举手之劳而已。”江婉淡淡的回了一句：“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考量的，他免费给了草药，那些打他们猪肉主意的人，一开始也会顾忌几分的。”江婉想的没错，当天晚上就有人失窃了，是隔壁大同铺的。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了一阵哭嚎声。宋九离八卦的随着众人去看热闹，很快就忧心忡忡的回来了。怎么回事？宋九离皱巴着小脸，迎着众人好奇的视线，这才郁闷的解释道：“昨夜隔壁大通铺失窃了，有东西的是一家3口，那是他们仅有的粮食。”说到最后，宋九离的眼里氤氲着水汽。自从流放之后，他是愈发的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残忍，也渐渐明白所谓的爱心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官爷怎么说？宋大娘子皱眉，悠悠叹了一口气，也开始忧心他们家的野猪肉了。当真是没有的时候吧，愁没吃的；这有的时候吧，又怕被人惦记。官爷应该不太想管这档子事情，就警告了大家几句。宋九离的话让江婉一愣，看来人帮没心思管这些，怕是还在忧心赶路的事情。这怎么行？他们要是不管，接下来那个小偷会更加嚣张。江婉跟宋九渊对视了一眼，两个人眼底都是警惕。江婉靠近宋九渊，小声凑到他的身侧问道：“宋九渊，你怎么想的？”杀鸡儆猴。宋九渊的声音不大，但是话里是夹满了凉意。和我想的一样，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将野猪肉处理一些，你觉得呢？他空间里边有的是东西，可不想因为野猪肉一直备受干扰。野猪本就是你猎的，我没意见。江婉又看向了宋大娘子等人，就算是不舍，也没有人有意见，因为他们都知道江婉肯定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那我出去溜达溜达。他出大通铺的时候，还能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在哭，大抵是失窃那一家3口吧。虽然江婉间隔许久才回一趟大通铺，但是出入几次也是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力。瞧见江婉回来，宋九渊提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但是江婉呢，就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从背篓里拿出来了一大碗蒸熟的肉。我去厨房磨了厨师好几次，将肉分了一半给他们，他们才答应给我蒸的。快吃吧。哇，大嫂你好厉害！吃都堵不住你的嘴，快吃！屋里这垂涎的事情太多了，宋九离他们也不敢耽误，忙不迭地把肉就吃了个一干二净的。宋九离又主动去洗碗，江婉跟宋九渊对视了一眼。今晚上洗漱完了之后，他们都睡得很早，外面还在下雨，没有停下来的趋势。江婉也没有进空间，她微微地闭着眼眸想：鱼饵已经放下，鱼到底会不会咬钩呢？结果他还是高看了对方一眼
在他意识进入空间整理着仓库约莫2个时辰之后，就在强撑着不入睡的众人忍不住犯困的时候，混合着外头刮风下雨的声音，江晚就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他几乎跟一侧的宋九渊是同时睁开眼眸。门边上站着一个黑影，对方熟练地敲开了锁就走了进来。许是在心里面已经预演过无数次了，那个人越过所有的床铺，径直朝着宋九渊他们这边走。江晚就赶紧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脚步声就愈发的近了，很快就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那个人在翻着他们的背篓，只是手刚摸到一个软软的东西，就被宋九渊一把拽住，在他反抗之前，将人一个过肩摔着甩在地上。闭嘴！这偌大的声响吵醒了正在熟睡的众人。天啊，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像进贼了，快看看咱们的东西还在不在。是谁这么大胆子？低低的议论声，众人惊魂不定的就查看自己的行李。宋九渊则是淡定的从身后就摸出了一支蜡烛，然后用火折子给点上。下一秒，江晚那彪悍的模样就落入了众人眼中，一脚踩在那小贼背上，小贼想要挣扎，却是逃脱不得。待众人细细一看，被江晚踩在脚下的居然是一个妇人。妇人捂着脸，似乎想遮掩住大家的视线。江晚可没有那么好心，敢来偷我的东西，你怕是活腻歪了。他一把将妇人脸给拽开，露出了一张大家都觉得很眼熟的脸。此人也是和他们一块流放的，而且正是今天早上隔壁大通铺说丢了东西的一家3口的女人。是你？所以你说丢了东西是骗我们的？实际上吧，他就是想和贼喊捉贼，这样呢，即便往后别人丢了东西，也不会怀疑到他身上的。妇人夫家姓罗，罗娘子神色僵硬，迎着众人谴责的眼神，她支支吾吾地说：“不是，我东西是真的丢了，所以才来你们房间看看。”她不敢抬眸看众人，就卑微地趴在地上。娘！这是听见了动静的罗家姑娘。罗尼几步来到了罗大娘子面前，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男子，那人面色严肃：“谁让你做这种不干净的事情？”相公，是我糊涂，我只是太饿了。宋娘子，是我娘干了傻事儿，本来不应该求您原谅的。看在我们一起被流放的份上，您能饶了她一次吗？现在装可怜有什么用？刚才偷东西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宋九力撇撇嘴，他虽然说是很容易心软，但是对于这种做了坏事还装可怜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宋九吃也是冷冷说道：“你娘这应该也不是第一次了吧？”“不是的，我娘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的。”罗尼忙不迭的辩解：“我娘子这是饿极了才做的蠢事，臭娘们儿，让你干蠢事，你个蠢货，丢我的脸！”他一边骂，一边对着罗娘子是拳打脚踢，模样凶悍，有些吓人。“哎呦，相公，我知道错了，别打了。”罗娘子捂着脸就蜷缩在地上，那模样看起来是分外可怜。可是江晚知道，他们不过就是在做戏，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心软。果然，一顿操作之后，屋里的其他人都有些心软了。哎呀，这罗娘子也是个可怜的，她男人真是半点都不知道心疼人。就是饿怕了，这鬼天气什么时候才停雨呀？宋娘子，我看他也知道错了，要不然就饶他一回。疼不在自己身上，这些人说话倒是毫无负担。江晚眯了眯眼眸，看向了半躺着的宋九渊。相公，你觉得呢？他唇瓣轻轻勾着，似乎是带了一些玩味。宋九渊可不敢在他底线处疯狂蹦跶，求生欲极强的说：“都听你的。”他如今对江晚这脾性吧也是有些了解了，睚眦必报，让他轻易放过这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宋大娘子冷笑了一声：“哼，婉婉，你别听他们的，要是偷了他们的东西，看他们还能不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可不是，我们的东西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可你们有那么多肉啊！”人群里面也不知道谁大声地说了一句，声音不大，淹没于人群。江晚早就猜到这些人的想法了，而老宋家众人纷纷谴责地看向江晚：“你瞧瞧你侄媳妇儿，也不知道是不是脑子进水，江晚居然把肉还送给外人。”“行了。”宋老二浑身发疼，
也懒得跟宋二娘子掰扯。其实，不仅他这么想，许多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这种情况下，姜婉居然将野猪肉卖给了别人。罗娘子吓得面色惨白，哀求地看着姜婉。罗娘子，我错了，我不该偷东西的，求你放过我吧。放过你？姜婉冷笑一声，哼，既然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手，那我帮你啊。就在罗娘子不明所以的时候，姜婉直接把她方才摸进背篓里的手给废了。凄厉的叫声响彻整个客栈，又混杂进了大雨里。罗娘子疼的是眼眸含泪，面色惨白，在场众人心里都是一寒。大抵是所有人都以为她最多不过就找人帮告状嘛，却没想到姜婉会这么干脆利索的就废了罗娘子的右手。这一手吓得心里有着小九九的众人都忙不迭打消不现实的想法，甚至都感觉自己的手都开始疼了。娘，你怎么了？罗尼着急的去扶罗娘子，瞧见她右手垂落时，谴责的就看向姜婉。宋娘子，我们都已经知道错了，你这样也太狠心了些吧。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并没有人可怜他们。这东西是你们家的，他偷了你家的东西，是该交由你们来处理。对，这偷东西就该打死。什么？就是这样的，关系到自己利益的时候，鲜少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我这人脾气不好，谁要是让我痛，我必10倍奉还。姜婉那漂亮的眸子里泛着冷意，就连这个世界的男主六皇子都不例外，更别提其他人了。前世做过太多任务的姜婉，早就变得冷心冷肺。可你这又没有什么损失，还非要人家的手，太过分了吧？但凡是让姜婉不爽的事儿，他就乐得去做。自己帮忙就算了，他还疯狂地给宋三娘子使眼色，畏缩地抱着宋阳躲在角落里。宋二娘子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切，不上就不上，大不了他自己来，关你屁事！姜婉淡漠地瞥他一眼，压根儿就没搭理他，而是施施然的就回到他的床铺。姜婉，你别太嚣张啊！大姐啊，虽然说你做错事儿了，但是我觉得他不该废掉你的手。走，咱们找官爷说道说道去。本来还觉得他说的不错的罗娘子是冷汗直流，忙不迭地避开宋二娘子，对罗尼说：“妮儿啊，这事儿是我自己做的不地道，咱们回吧。”他知道这事儿即便找着人帮那儿，他们也说不上脸了。对方最多不过敲打他们双方，是绝对不会帮他的。这话弄得宋二娘子一个没脸，罗大川就悠悠地盯着姜婉。姜婉知道，这个男人别看他一声不响的，其实是这3个人当中最可怕的。但他不怕，山来降挡，水来土掩嘛。3个人狼狈地离开他们大通铺，看热闹的众人也都纷纷离开了。迎着宋九龄那复杂的眼神，你们可以觉得我下手重了些。出乎意料，宋九龄这次倒是没有生母。我只是觉得那个罗大川的眼神有些吓人。那人身上沾染了血气，说不定是个亡命之徒。宋九渊好歹是个将军，感应自然是没错的。宋大娘子顿时有些担忧了。婉婉，我看他是记恨上了你，你得多小心一些呀。娘，你放心，就算他想出手对付我，也得看看他有没有那个实力。闹剧散场，屋子里还有不少嘀咕声呢。早些休息吧。经过这么一出，今天晚上肯定没人再敢乱来。事实也确实如此。一夜好眠，早起的时候，外面突然是哗啦啦的雨声，众人皆是一脸发愁。想起昨天夜里没空给宋九渊施针，他就连忙补上。等姜婉拔完了针，他这才小声地说：“我觉得腿痒痒的。”是好事。姜婉眉眼弯弯，他又是施针又是喂药喂灵泉水的，那这些可不是白费的。谢谢。不客气。等到了流放之地，他们就各走各的了，所以姜婉并不介意宋家人是怎么看他的。这时候陈文浩从外面小跑进来：“娘，又在准备发食物了。”一句话让屋里等候的众人是眼眸发亮，个个拿出自己吃饭的家伙事儿，忙不迭的就出了大通铺。宋大娘子看向姜婉：“娘，你先带着梨儿和酒池先去。”
既然肉已经卖掉了，他们去领一些的话也能掩人耳目。很快，屋子里就余下了江婉还有宋九渊2个人。江婉站在宋九渊身边，轻声说道：“我服你，你尝试着站起来试试。”我可以吗？可不可以？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江婉，我能站起来了。哼，我出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真好看。这样的资本成为反派真是可惜。谢谢。能站起来还是第一步，再休养休养就能走了。不过有那么多人盯着你，就算会走，你最好还是缓一缓再说。我明白的。别站着了，休息会儿吧。雨好像下小了一些。我出去瞧瞧去。我也去看看。雨像是飘着丝一样。看来这雨很快就能停了。咱们很快就能赶路了。可惜咱们落下太多路程，得加紧赶上去。人帮激动地交代大家，说我今晚停雨了，明日就继续赶路。众人都很高兴，一心都想着明天早上就能离开客栈了。一阵阵的马蹄声传来，没想到居然是六皇子他们。而让江婉没想到的是，花晓扶着六皇子从马车上下来，看来这段时间他战绩不错哈。六皇子是浑身哪都疼，当着众人的面依旧保持清冷的气质。一踏入客栈，花晓就直接对掌柜的说：“楚老可在？我们公子找楚老有要事商量。”“哎呦，在的，楚老在2楼，小的带贵客上去。”他们一行人看都没看大堂里的众人，还是急切的越过他们，直接上了2楼。神邦则是情绪复杂的目送六皇子上去，一挥手：“大家今夜好好休息，明天继续赶路。”众人闻言也放下了心里的疑惑，乖乖听话回到大通铺。你们先回去吧，我去个茅房。只是等他从茅房里出来的时候，隐约就听到2楼传来了楚老的呵斥声。这是起了争执。江婉心里好奇，六皇子出现在这儿不是意外，毕竟此时的六皇子可是带病之体，值得他不顾自己疼痛过来的，那定然不是小事儿。江婉就运用异能跃上屋顶，外头已经没有下雨了，也正好方便他了。而此时屋里的气氛不太好，楚老跟六皇子僵持着。我知道六皇子是为了老夫好，可老夫一大把年纪了，不怕死。楚老，六皇子强忍着浑身疼意，激动地说：“可您不一样，您是咱们大封的主心骨。父皇常说，多亏您屡献良策，不然哪有大封的今日？如今情况严峻，我带您走就是为了咱们大封啊！您这不是苟且偷生，是缓兵之计。大封不能没有您。你别劝我，我是不会特意避开的。”楚老直接就摆手，分外固执，对他来说死有何惧啊！六皇子简直要被楚老给气死啊！这可是他拉拢他最好的时机了，他不想错过呀。楚老，您年纪也大了，最好不要冒这个险。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我死了也不可惜，反正也活够了。楚老背着手，忽然目光落在六皇子身上。方才我没听错的话，六皇子是要带着老夫一起躲避天花？是的，楚老。六皇子并没有察觉出什么不对劲儿来，但是楚老看向他的眼底却是漫过了失望。一个遇到事了只知道躲的皇子，又怎么能够期望他以后成为为民着想的天子呢？倒是一侧的花晓敏锐地察觉到不对了，忙不迭替六皇子解释：“殿下先前怕是中了毒，这几日浑身疼痛难忍。”他真的是痛恨自己前世不是个大夫呀，对这天花呢也不太了解，不然肯定能够帮帮殿下的。你中毒了？楚老首先是不信，毕竟他之前还逼着江婉还有宋九渊死，自己哪能中招呀？是的，楚老。这几日不仅仅是全身都疼，但是落入楚老眼中，这就是六皇子找的借口，他就是怕染上天花。古往今来，这染上天花的人可没谁能活下来的，但这里又不是京都，必须要有人坐镇呢。那你们去别院吧，我去安县看看情况。楚老。但是楚老的心意已决，不必劝我，我心意已决。说罢就转过身子不再看六皇子了，显然是拒绝交流的意思。六皇子也没办法，只好说道：“楚老，您再想一想，我明日再出发也不着急啊。”
他无奈转身离开，江晚撇了撇嘴，也是悄悄溜达回了大通铺。而此时的楚老愁得眉心打结。大人，该吃药了。你说这天花有人能解吗？楚老一口咽掉了药丸子，叹息道：每次爆发天花时，苦的还是老百姓啊。一旦天花开始传播的话，那个速度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届时指不定一座城的老百姓都得被处理的。瞧着楚老这愁眉苦脸的模样，潘红颜忽然脑中灵光一闪。楚老，宋娘子医术高明，说不定能有法子。她呀，楚老叹了口气，让她一个小姑娘去这么危险的地方，我总觉得不踏实。屋子里一阵沉默，而江晚回到大通铺也是陷入沉思。天花在古代是很可怕，不过在现代基本上已经灭绝。江晚，你怎么了？江晚这才发现周围的人都已经渐渐地陷入睡眠了，许是因为对明天充满了希望，所以大家都睡得很香。迎着宋九元那疑惑的眸子，江晚压低声音小声说：你没觉得六公子方才那么着急，有些不对劲吗？宋九渊确实是发现不对了，要是换做以往，他那么恨他，肯定不会如此无视他。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确实是，只是这事儿吧，还不是小事儿。你说说。江晚忍不住又靠近他一些，香甜的气息袭来，很小声地说：好像旁边的安县有人感染天花了。什么？宋九渊差点拔高声音，好在他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面色发紧。这可不是小事啊。他跟楚老想的一样，古往今来可没有人能够战胜天花，每次迫于无奈，只能是把所有接触过的人以及尸体都处理干净。只是迎着江晚那纠结的表情，宋九渊脑中灵光一闪，莫非你能破解？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你真能破解？我什么时候骗过你？那倒是。若是你想帮那些百姓，可以去找楚老，他有办法。我想想吧。江晚闭上眼眸，意识进入空间。空间医疗箱里东西其实并不多，前世他得到空间以后，就只是当了一个简单的储物柜，放的都是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啊，还有常用药物。好在针管这些还有，他清点了一下，这才放心的去查看空间里的农作物去了。用意念又收了一波粮食，江晚盯着上次收的那一波药田，忽而拿出笔写下2个方子。哎呀，明天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天呐。江晚也没有忙太久了，就沉沉的睡过去了。一大早上就听到人帮他们兴奋的声音，让他们整理行李准备出发。江晚洗漱完看了看外头，雨确实停了，虽然路上还有泥巴，但是并不耽误他们赶路。终于可以走了。宋娘子，我家大人找你。江晚跟宋九渊对视一眼，2个人眼底都带着了然。看来这楚老比他更忧国忧民呢。好。江晚理了理衣服，就跟着潘红颜上了2楼。楚老，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您找我有事儿吗？江晚露出了一副茫然的模样。楚孝君抬眸看着面前这俏生生的小姑娘，这会儿水灵灵的眼眸里带着疑惑，让楚老心生不忍。这到嘴的话呀，怎么也说不出口。江晚微微叹息道：楚老是担心护心丸不够吗？等我到了地方给您写信，回头让人给您送些护心丸过来。不是，宋娘子，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楚老请说。江晚越是客客气气的吧，楚老心里就越是愧疚。我居然要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去冒险，也太不是人了。可是安县那么多的百姓，但凡有一丝希望，楚老都不想放弃，所以他昨夜辗转反侧，最终还是决定找江晚过来问一问。你医术了得，可能解得了天花？天花？是谁感染天花了吗？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楚老直勾勾地盯着江晚。我师父曾经倒是研究出来过几个方子，只是缺乏实践。不过我师父医术了得，我相信他研究的方子能够破解天花。让楚老有些恍惚。
你真有破解天花的方子？话不能说得太满，我得用师傅的方子试试。这倒不是江晚故意拖着，而是那些古方都是他背下来的。前世那个时代，天花早就灭绝了，所以他必须要试一试才行。这话让楚老眼底的亮光渐渐散去。你有多大把握？9成吧。江晚这面不改色的话，你说多少？9成啊。江晚有些无奈。哎呀，这个楚老接受能力貌似不太好呀，可他不知道楚老有多么激动。安县如今有人感染了天花，你可愿意跟随我去安县？其实楚老心里也没底儿，毕竟这么危险的事儿，估计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去。比如那个打算躲起来的六皇子。医者仁心，我当然想帮一帮安县的百姓，可我如今是被流放的人，不能私自离开，更何况官差也等着完成任务，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延赶路的进度啊。这话倒是说的没错。楚老心里感动，这孩子比六皇子还要善良。孩子，只要你愿意帮帮安县的百姓，这些顾虑都交给我来解决。你去将六皇子和官差领头的叫过来。好的，大人。江晚跟楚老又闲聊了几句，当然都是围绕着天花的。越说楚老越是信任江晚，恨不得立刻带着他抵达安县呢。所以等六皇子跟人帮得知江晚要跟着去安县的时候，楚老，她一个女子怎能破解天花？谁不知道呀？她以前在京都的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一个闺阁女子的医术能有多厉害啊？现在大家都要等着出发了，这行程可耽误不得。江晚作为他的救命恩人，他也是真心担心他的安危的。这种关键时候，江晚就选择沉默，这就不是他一个小虾米能够参与的对话。反正有楚老在。果然，你自己害怕不敢去，没人会怪你。可江晚这孩子心地善良，我也相信他。楚老控制住心底怒气，对人帮说：我会写一封书信，说明沿途发生的状况。只要我和六皇子都署名，想必蛮荒那边的人也不敢为难你们。显然，就算他们耽误了行程抵达蛮荒，也不会怪罪他们。再者呢，倘若江晚真的能够破解天花的话，他会向皇帝请求赦免宋家罪名的。这……神帮看向江晚，江晚却聪明的垂着眼眸，没有跟他对视。倒是六皇子都快要气炸了。楚老，这可不是小事，玩笑不得。他倒不是担心江晚，而是担心楚老。如果楚老出事的话，对他来说真是损失不少。想通了以后，六皇子就变了口风。宋娘子宅心仁厚，愿意帮助安县的百姓，我很高兴，也支持你的做法。这还差不多。楚老松了口气，结果六皇子接下来的话差点把他给气死。不过楚老年纪大了，还是跟我们待在一起安全。我会派人将宋娘子送至安县。等江晚一走，他便让流放队伍继续赶路，总归是有去无回的，压根儿就没有等他的必要。我也要去安县，谁都别想拦我。楚老也是一个性子倔强的，感受到他的怒气了。江晚想到宋九渊他们，眼珠子一转说：大人，此事交给我，您放心，我一定能完成您交代的任务。您若实在担心的话，将潘大人派给我，你看如何？说是楚老也跟他一起去安县的话，那六皇子指不定怎么搓磨宋九渊他们呢。但若是楚老留在此处，为了他，楚老也会护着他们几分的。闻言，楚老沉默了，迎着江晚那认真的眼眸，他叹息道：你当真有90%的把握？是。江晚自信满满。最终楚老松口了，让潘红颜送他一起。至于流放的人呢，原地等待。等江晚把这个消息小声地告诉宋家人的时候，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不行，婉婉，那可是天花呀，你不能去。宋大娘子见识过一次天花的可怕的，那还是她几岁的时候。听说当年全县整个城的人所剩无几，那威慑力真的太吓人了。大嫂，你别去好不好？大哥，你快劝劝大嫂啊！迎着他眼里的认真，宋九渊却并没有阻止他。江晚，保护好自己。这话里夹杂着关心，也带着莫名的信任。江晚心里微微一暖，放心，我一定早些回来。不管是等我还是继续赶路，你们都保护好自己。他知道有六皇子在原地等他不现实的，所以江晚心里面多少有些担忧。
江晚，我想和你一起去。这是他郑重思考做下的决定。不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渊儿，你要是去了，婉婉还要分心照顾你，你还是别去了吧。娘，我跟着你们一块儿，才是最危险的。以六皇子的性子，一定会想尽办法除掉他的。可若他跟着江婉的话，指不定对方以为他们有去无回，压根儿就不会多费心思。一句话，江婉也明白他的意思了。也好，等会儿我去同他们说。最后，宋大娘子他们还是含泪答应让他们离开了。果然不出宋九渊的预料，等他们跟六皇子说明来意的时候，楚老不太赞同，但是六皇子却一口就答应了。既然你们夫妻都这么仁心，那我便不做泼冷水的坏人。不行，你去他更不方便，不如和我们待在一块儿。他也是考虑到了宋九渊的腿，就这情况，摆明了是拖累江婉的。多谢楚老关心，我能给婉婉打打下手。大人放心，我相公虽然腿脚不方便，但每日帮我打打气也是极好的。六皇子眼眸一闪，关键是你这次能不能回来还另说。看来这段时间我的心血白费了。楚老，既然您对他们这么有信心，相信他们很快就能回来。那宋九渊自己要去送死啊，还省得他想尽办法处理他了。他们都这么说了，楚老也是很无奈，只能答应了，并且派了潘红颜赶着他的马车去。蒋婉利落地爬上马车。哎呀，穿越了这么久啊，他的腿总算能够休息片刻了。宋家人眼泪汪汪的就目送马车哒哒哒的从客栈离开。江婉将客栈里那些人抛之脑后，就细细的回想着整治天花的方子。宋九渊沉默着没有打扰他。安县并不远，马车赶路的话脚程很快，约莫1个时辰左右吧。外头响起了潘红颜的声音：宋娘子，公子已经到了安县。就瞧见城门封锁的安县，隔着城墙，他们什么也瞧不见。看来安县已经被封锁了。潘红颜皱眉，也难怪六皇子跑得这么快，大抵是怕安县的天花会传染出来吧。一向毫不畏惧的潘红颜难得有些怕了，他小声问江婉：宋娘子，咱们这次进去了，怕是没法再轻易出来。你怕了？江婉挑着眉梢，那双漂亮的眼眸仿佛能够洞彻人心。我只是担心没法子照顾楚老。别怕，我不会让你有事儿的。江婉不能让他先走的，毕竟他是楚老身边的人，带着他进去办事也能方便一些，至少可以刷脸嘛。他不知道自己不仅安抚了潘红颜的心慌，也让一侧的宋九渊心里发酸。他居然对潘红颜都这么温柔。娘子，我相信你会将我们平安带出来。那是自然。江婉来之前呢，准备了一个小背篓，里面都是他采摘的草药以及制作的药丸子。这会儿他借着背篓的掩饰，从空间里拿出了几块帕子。来，都带上吧。江婉自己先示范了一遍，很快也学着他的样子就戴上了简易口罩。一切准备妥当了，马车朝着安县城门驶去，城门是关闭的。潘红颜上前敲了敲，好一会儿，城门才被打开了一条不大的缝隙，隔得远一些站了一个守卫。安县现在不能进出。我知道，我是楚老身边的人，是楚老和六皇子派了神医过来帮助大家，我护送他们过来。真的吗？那守卫眼眸一亮，随即眼眸又暗淡了下去。城中已经来过好几个大夫了，那些大夫5成都已经染上天花了，还有3成嚷嚷着要离开，而余下2成在努力研究着这方子，然而根本就没用。眼看城内染上天花的人是日益增加，城内人心惶惶的，许多人甚至都想连夜逃跑。可是县令下了死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出，他们也只能是跟着干着急。自然是真的，你打开城门，让我们进去。守卫不得不提醒，一旦进入咱们安县，便不能再出去。发现第1个天花患者的时候，城内已经跑了不少人，没有人再愿意回到这个差点丧命的地方。我知道。潘红颜狠狠地攥着拳头，心里没底儿，可是楚老说的话却犹如在耳。宋娘子一个小女子都无所畏惧，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这么想着，
潘红颜的眼神又坚定了几分。那行，到时候你们可不要后悔。守卫命人打开城门，潘红颜就赶着马车入了安县。他们的马车刚进去，安县的城门再度被关上了。那个守卫告知潘红颜他们县衙的位置，也没有仔细检查就放行了。毕竟此时这世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安县了，敌军这会儿怕是也不敢深入敌营。望着外面寂静空无一人的街道，心里很是感触。街道上一股子白醋的味道，古人都认为说白醋能够消毒，其实效果甚微，但是聊胜于无嘛。城中无比安静，就他们这辆马车在大路中走过。不过这会儿大家都怕染上天花，谁也不敢出门，就连窗户都没人打开。听六皇子说，这才是天花开始的第5世，估计人人家里面还有些余粮，也不至于太乱了。但是长期下去的话，安县肯定会发生暴乱的。江晚几乎可以想象到那个场景。好在很快就到了县衙，潘红颜进去交涉了一番，很快就出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这可是六皇子和楚老请来的神医啊，想必比城中那些半吊子的老家伙厉害不少。县令大人满脸笑容，在江晚出来的时候，面上笑容僵住了，但他很快收敛神色问道：神医还没出来吗？啊，他把江晚给当成神医的丫鬟了。大人，这便是六皇子请来的神医。潘红颜尴尬的解释说，又对江晚说：宋娘子，这便是安县的苏县令。苏县令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的揉了揉眼，确定自己没有看错。这姑娘瞧上去和我女儿差不多大，就算从娘肚子里开始学医，那也就只是学了10几年吧。她居然还是个神医。神医不敢当，我只是个普通的大夫。哼，是个普通的大夫怕也差不多吧。但他眼底的亮光已经熄灭了。宋大夫，长途奔波辛苦了，本官替你们安排出院子，先休息一番。他心里都是颓然，看来他们安县这回是真没救了呀。六皇子连敷衍都不愿意，居然派了一个小娘子过来，这不摆明了就是忽悠他们吗？我姓江，夫家姓宋，你先让人送我相公去休息吧，我同你一起去看看天花患者。江晚又不是瞎子，苏县令眼底着轻视，他自然是看得清楚明白。不过他也没生气，于他而言，自己只怕是一个黄毛丫头，他也懒得浪费口舌和他争执。如今他要做的就是赶紧见到患者。江大夫，苏县令叹了口气，唉，如今咱们安县的情况不容乐观，那些被送进去的大夫现在都没法出来。这话呀，他不是吓唬江晚，而是让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结果江晚他并不怕。我知道，带我去吧。娘子，我同你一起。宋九渊执着地开口。江晚无奈，索性就让苏县令准备了一把轮椅。这是木质的椅子，跟马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没有现代的智能，但也算方便。见他这般执着，苏县令倒是也没有再拦着。总归他本来就是派来解决天花问题的。于是呢，他亲自把人带到了一处院子。院子外站满了守卫，苏县令满脸悲戚。那些感染天花的人都被我送到了此处。这院子外是一股子醋的味道，看来这个苏县令倒也是一个为民着想的人啊。天花主要通过呼吸和接触传播，你可让人制些我这样的口罩，让这院子外的守卫们都戴上，这样能减少感染的几率。多谢江大夫提点，我这就让人去安排。苏县令答应得很积极，但是江晚看得出来，他似乎并不是特别相信他的话，只是因为他是楚老派来的人，才多了几分尊敬而已。抓紧些。江晚蹙眉，看来他得做出一些成绩来，才可以让对方信服。苏县令是县令，他自己自然是不可能进去冒险的。把人送到院外，就有专门的守卫带他们进去了。宋九渊，你真要和我一起冒险？江晚站在院门口，认真地看着宋九渊。但凡他眼底有一丝的犹豫，他都不会带他进去的。江晚，我信你。行，进去吧。江晚心里一暖，抬脚就先进了院子。扑鼻而来的是更加浓烈的白醋味。
外院没有什么人，往里面走，就能够闻见很浓的臭味。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你们自己进去吧。带着潘红颜还有宋九渊就往里面走，越往里面走，他们这心情也就跟着压抑起来。哎呀，好难受啊，让我死吧！娘，你怎么样了？你不能丢下我呀！都怪你个死婆娘，要不是你，我能染上天花。各种各样的声音传来，让江婉心里一震。走得近些，江婉才发现这大大小小分了好几个院子，有几个大夫抓耳挠腮的在思考良方，几个学徒模样的人就在照顾病人。院子里面很乱，四处都躺满了人，有抱着身子痛苦哀嚎的，又有面无表情麻木等死的，还有一些不想死的在那抓墙。这样一幕幕看得江婉很是揪心。他对宋九渊交代说，我现在上去诊治病人，你别乱动。好。宋九渊乖乖应下了，目送着江婉飞快从背篓里拿出了银针包，然后几步上前，他的目光就锁定在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还没等他走近，江婉就被一个胡子发白的老人给拦住了。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江婉刚来自然面生，他们没见过江婉，看向他的眼里都是警惕。宋娘子，你也来了。江婉打眼看过去，就瞧见了一众老头当中某张熟悉的脸，全大夫，先前和他一起给林廷玉看病那位。看来这个苏县令把方圆几十里的神医都给找来了。你们先冷静，听我说，宋娘子的医术很厉害。其他人看向江婉的眼里却都是狐疑。老全，你可不要逗我们呐。对呀，这小女娘看上去才多大，就算打娘胎里开始学习，那也才学习10几年吧。真是胡闹，把她一个小姑娘放进来干什么？众人神色质疑。我是楚老和六皇子派过来的。没错，江大夫救治过我家大人，我家大人便派了这么个神医过来，帮助大家解决天花。神医？全大夫身侧另外一个白胡子老头江大夫嘲讽道，莫非江大夫是药王谷的人？也就药王谷的人才有这个底气了。不是，你们有这个时间讨论我是不是神医，倒不如多花些心思在病人身上，指不定就能找到良方。一句话是无比嚣张，气得江大夫这胡子都快翘起来。他看向全大夫，老全呐，这就是你说的优秀后生。老江，你先别生气，有本事的人脾气大点也很正常。全大夫不觉得有什么啊，尤其发现江婉直奔一个病人的时候，他当时是眼眸一亮。老江，你们先忙活着，我去看看。全大夫激动地跟在江婉身后，弄得其他几个大夫都忍不住摇头。这老全怕是老糊涂了。是啊，一个小姑娘能有多厉害？咱们还是快些研究吧。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出去。而此时的江婉已经来到了长着脓包的病人面前，对方的气息已经很微弱了，器官衰竭，身上不同程度的出血。即便江婉过来，他也只是乏力地睁开了眼皮子，嘴唇轻轻颤了颤，没什么动静。江婉皱眉，飞快戴上了一次性白手套。至于解释晚些再说吧。这一幕落在几个老大夫的眼里，又忍不住的皱眉。这会儿就连劝他的心情都没有。江大夫，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全大夫识趣，没有暴露将来是流防之人的身份，而是非常积极的在一侧帮忙。江婉瞥了眼这毫无防护的全大夫，提醒道：全大夫，你最好还是做些防护。同为大夫，你应该知道天花是通过呼吸道和接触传播的，你这就是百里送人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全大夫知道这的确是实话。他望着江婉面前戴着的方巾，心底疑惑：这样有用吗？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江婉也没有看他，指尖银针翻转，快速就落在病人身上。他刚才已经观察过了，这个人呢是院子里最严重的病人。天花一般都是感染病症出现3-4天以后才会加重病情的。六皇子跑得快，实际上吧，这个天花还是在初期，死人不多，当然尸体已经就地焚烧了。全大夫舍不得离开，眼睛一眨不眨的就落在江婉下针的地方。他的手法很快，扎得又准。方才全身脓包奄奄一息的男子呼吸平稳了一些。真的缓解了。
但是他的惊呼已经引来那些在研究的大夫，一眼便瞧见了呼吸绵长、躺在地上睡过去的男子了。江晚的银针让他减轻了痛苦，他这会儿居然睡过去了，真的能缓解？除了他，另外几个大夫也是瞪圆了眼珠子，不敢置信地站在那里研究。怪哉，怪哉，原来还可以这样下针，我怎么没想到呢？该不会是老全你教他的吧？我要是有这手段，还能藏到现在才说出来？都告诉你们了，江大夫很厉害的，你们不相信？我看有他在，这天花早晚能解决。对了，你们要和我一样防护一下。全大夫吹牛的话还没说完，眼皮子微微打架，整个人直愣愣的就倒在地上。老全，完了，老全肯定中招了。江晚快速挤进去，隔着方尖，指尖就搭在全大夫的脉搏上，秀眉轻蹙。没错，他确实也感染了天花。说完，他看向了一侧手足无措的潘红颜。潘大人，去给我拿纸笔来。好。江晚一根银针下去，全大夫的呼吸这才顺畅了一些。他还有心情安抚大家说：老江啊，你们别着急，有了江大夫，我死不了的。他倒是对江晚很自信的。众人看向江晚的眼神是变了又变，有质疑，有不信，当然也有期待。江大夫，纸笔来了。江晚没接，而是对一旁的宋九渊说：我说你记。好。沙参3钱，玉竹2钱，生甘草1钱，冬桑叶1钱5分。拿着这个方子去抓药，水5杯，煮成2杯，端给大家喝。沙参麦冬汤。看得出来，这个江大夫的医术还不错。江晚也没有藏私的想法，直接说道：脓包期可以喝这个，至于你们这些前期发疹期的，可以喝些桑菊饮来预防。江晚又对宋九渊说：桑叶2钱5分，连翘1钱5分，2杯水煮成1杯水的比例。还劳烦潘大人辛苦一些，让外头那些兄弟们一人都喝上1碗。江大夫，这就想出方子了，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解决的，看来我很快就能起来了。您老还是先去休息吧。看他熟练地穿梭在病人之间，几个大夫有些自愧不如。毕竟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害怕的，即便是把脉，也是悬丝诊脉。没想到江晚比他们更不怕死。我看他刚才就是运气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这么小的姑娘，怎么可能比咱们还厉害呢？老江，承认别人比你优秀就那么难吗？我是因为这个吗？我是担心她一个小姑娘乱来，到时候可别拉着咱们一块儿陪葬。江大夫，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免得和全大夫一样发病。江晚敢肯定，这些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的人，基本上已经全部感染天花了，只是因为有些人还在潜伏期而已，不然这会儿得全部晕倒。我命硬，肯定没事儿。虽然说嘴上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他心里有些发慌。潘红颜带着一大包的药材回来，他招呼着几个学徒跟着熬药，约莫有半个时辰之后，江大夫已经熬好了。给已经起了脓包的病人们都喂1碗沙参麦冬汤。几步上前，自己也喝了1碗桑菊饮，这才说道：你们所有还没有症状的喝1碗桑菊饮，能预防。说完，他也不管这些人会不会听，快喝吧。潘红颜也信任江晚，一口就闷掉了1碗桑菊饮。全大夫正要喝，却被江大夫给制止了。等等，老全，你真的相信他呀？我信。老江啊，人不服老不行啊，咱们年纪大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这也没什么好丢人的。你们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努力帮你们的。虽然是有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他，但是方才全大夫带头喝了汤药，其他人对江晚也是多了几分信任。这会儿只想好好活着的众人压根儿就没有心思想太多，拿着汤药一口就闷掉了。他仔细研究着几个病人的变化，又对刚忙完的潘红颜说：你去找人牵几头牛过来。牛？江大夫，牛可不能随便吃的。他也是怕江晚犯错误呀，被人抓住把柄那可不是小事儿。不是吃，我只是要研究些东西，你听我的便是。哎，那好。
潘红颜领命离开。众人虽然好奇，但是也没有多问，反倒是刚刚喝过药的全大夫，他似乎觉得力气恢复了一些，起来查看一下大家情况。江大夫，你快来看看，这人身上的脓包似乎有些减少，也恢复了一些力气，莫非这沙参麦冬汤能解天花？那人手虚的不成样子，这会儿已经清醒了不少，还能强撑着坐起来。江婉走近，耐心地问他感受。现在还有之前那么难受吗？好很多了。他看向江婉的眼里都是感激，几个老大夫也是好奇地围了过来，上下打量男子的气色。这方子只有缓解的作用，我还得再研究研究。前世他查过资料的，最后克服天花的是牛痘接种法，他没有经历过，还得一一实验。听见了吗？江大夫这个话是对着全大夫说的，而江大夫本人也是感觉到不对劲儿了，脑袋一阵阵的发疼，浑身乏力，就连说话都觉得有些费劲儿了。那两个和他站在同一阵脚的大夫也都在猜他这是染了天花呀。喂他喝点沙参麦冬汤。之前没喝过汤药的，这会儿也都吓得乖乖喝了药，哪儿还是先前的瞧不起江婉的模样啊。江婉在给严重的病人施针，全大夫自信满满的说：你们放心，江大夫一定能解决的。你们想想啊，咱们在这琢磨多久了，一点头绪都没有。这江大夫一来就琢磨出了缓解的方子，再给他些时间，咱们都会没事的。很快潘红颜就牵着2头牛回来了。江婉上下观察了一番，表示很满意。我现在就去研究，你们多熬些汤药，1日3次的喂，有实在撑不住的再叫我施针。进屋之前呢，江婉特地跟全大夫交代，江婉比较信任他。江大夫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完成你交代的任务。很好，等着吧。江婉牵着2头牛进了隔壁院子，宋九渊和潘宏伟自然跟上。潘大人，劳烦你帮我找一个能接受我实验的人，我需要在对方身上做实验。好，有什么要求吗？潘红颜蹙着眉心，有些发愁。江婉想了想说：让那些还没症状的来。我出去问问。潘红颜很快就出去了。江婉支着下巴，目光落在这2头牛身上。潘红颜办事很周到，1头公牛，1头母牛，方便他区别实验。宋九渊神色复杂的开口：若是没人愿意试验怎么办？江婉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没人愿意来，你可以在我身上试验。不行，你身子还没好全。虽然种牛痘呢不是什么大病毒，但是也会难受个1-2天的。哼，我相信你能治好我。他不知道江婉是为了种牛痘，还以为是其他实验呢。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江婉很感动。他没好气的白他一眼：外面那么多人，用不着让你一个病人上阵。这话才说完，江婉就被打脸了。只见潘红颜垂头丧气的进来：江大夫，愿意来的是全大夫他们这些有症状的，那些没症状的怕感染上了没法好，我还去外面问了那些守卫，没人愿意进来。江大夫，你看我行不行？江婉不是没想过，只是吧，他偶尔还需要他跑腿的，不然缺个药材的时候他都得亲自动手。江婉，你还在犹豫什么？我是最适合的那个人。你？潘红颜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眸。这曾经的战王当真是好人，也怪不得当年能护住大风，打了那么多场胜仗。潘红颜对他升起了敬佩之情，于是更加积极地说：江大夫，我更适合。那好，潘红颜，你去帮我准备这些东西。江婉递给他了一张自己刚写好的方子，让他去准备。宋九渊，你很紧张吗？没有，我什么事情没经历过，会怕这点小事？我没说你怕呀。江婉漂亮的眸子里都是笑容，看得宋九渊有些不自在。江婉，你胆儿越来越肥了。从前那个懦懦的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如今是愈发嚣张啊，居然还敢调侃他了。我胆肥也不是第一次了。好在这时候，潘红颜将准备好的东西拿进来。你去外头帮忙吧，有需要我会叫你。好。潘红颜非常听话，闻言转身就出了房间。你放心，不会太痛苦，就是在你身上种点牛痘。说罢，他就开始操作起来。
从牛的身上提取了牛豆，然后又抹在了宋九渊的胳膊上。随后江晚就静静地等着宋九渊反应。这么一等就是一天。夜晚，江晚实在有些撑不住了。宋九渊耐心地说：江晚，你去床上睡一会儿吧。那行，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叫我。江晚也想补充一下睡眠，这样等会儿才有精神研究，索性就小眯一会儿。一早，他是被外面的吵闹声给吵醒的。江晚揉了揉眼睛起来，这才发觉宋九渊身上已经起作用了，他的脸上以及身上都接连长了一些牛痘。感受到江晚的视线了，他就忙不迭挡住脸。别看我。一向自信的男人难得不希望江晚瞧见自己这狼狈的一面。我不看你怎么对症下药。江晚哭笑不得地掀开他的口罩，脸上的痘出的不多，多的是在胳膊上。江大夫！外面响起了江浩的喊声。怎么回事啊？门外江浩跟着潘红颜就僵持着。江大夫，你快去看看我师父吧，他全身出脓包了。这是转为重症了。潘红颜怕江晚误会，就解释说：我观察过江大夫，虽然出了脓包，但之前还有精神都说话，所以他才不想打扰到江大夫的。江大夫！江浩瞪了一眼潘红颜。我师父方才已经晕了过去，他救治了无数人，我只是不想他出事。你将你师父带过来。江晚淡淡的扫他一眼，又对潘红颜说：你去带几个重症的病人过来。好的，江大夫。借着背篓的掩饰，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根针管。宋九渊的眼底划过了一抹震惊，很快就隐藏起来了。其实江晚也想过可能会暴露的，但是这古代也没有比针管更好用的东西了。这是做什么？你别乱动。说罢，挑破了他手臂上好几个牛豆鼓包，从牛豆这脓包里抽取了一些脓液。江晚已经将提取的脓包液放到了竹筒里。江晚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江大夫竟然会恶化这么快，明明昨天晚上才发现症状的呀。他昨晚做什么了？昨晚师父一晚上没睡，就在琢磨怎么破解天花。说起这个来，江浩就非常不好意思，他不相信江晚，显然是一副已经走火入魔的模样了。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傅儿用浸泡过牛豆脓液的银针扎在他身上。等潘红颜把这重症的病人都带进来的时候，江晚也是如法炮制。江大夫，有需要我帮忙的吗？全大夫，你也不想和江大夫一样变成重症吧？当然不想。这老江虽然固执了些，但也没有坏心思。咱们这些能来这里的都不是什么坏人，也是一心想解决天花的。他们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江大夫，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我知道，我已经研究出来一种方法，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很快就能好转。真的吗？如果你真的能够破解天花，莫说其他人，老江一定心服口服。全大夫，我和大家一样，我不求名利，只希望能战胜天花。好。江晚让他守着几个重症的病人，快吃下吧，你很快就没事了。好。江晚让他吃他就吃，吃完之后果然就感觉浑身都没有那么难受了。醒了，老江醒了。江晚唇角上扬，第一次就成功了，看来我真是个天才。小精灵在默默地感叹着，就没见过比你还自恋的。老江啊，我知道你想帮大家，但也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吧。幸好有江大夫在，你才能捡回一条小命。江大夫张嘴想说话，却觉得这嗓子就跟刀子刮了一样的疼。师傅，你先不要说话，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已经找到了破解天花的法子，你会没事的。真的吗？这人吧，虽然说脾气不太好，确实是一个为百姓着想的大夫。2到3天，你如果好转的话，说明我的法子已经奏效，就喝点我让人准备的麦冬汤就行。你观察点你师傅的情况。江大夫放心，师傅这里交给我就行。潘红颜，你先过来。江大夫，露出你的手臂，我给你接种牛痘，这样你就不会感染上天花了。不仅让潘红颜震惊，让屋子里的其他人都分外震惊。江大夫，你的意思是，你的方法能完全预防天花？是的，我是这么预测的，具体的你们可以观察。约闷几息之后，他就替潘红颜贴了一块纱布。当着众人的面，他也不能拿出针管来，江晚只能就这么简易操作接种牛痘。你现在将外面的病人都分好类，
并重的和轻微的分开。另外，让门外驻守的守卫也去一个单独的院子，我给他们单独接种。江晚需要潘红颜跑腿，所以才最先替他接种，确保他不会染上天花。江大夫放心，我这就去办。他小跑着离开。江晚这才看向屋子里面目瞪口呆的众人。不必这么看着我，我也是结合我师傅留下的手札来处理的。江大夫，你师傅是谁啊？江晚无语的抽了抽嘴。我看还是先给你接种牛痘吧，不然这个家伙呀，一会儿很快就会跟江大夫一个下场了。不急，我就是好奇，能教出江大夫的是何等高人？全大夫眼巴巴的，让江晚很是无奈。他一边操作给他接种，一边就随口说：“我师傅喜欢云游，也不许我四处宣扬他的名讳，所以我不能说。”明白，很多高人都喜欢低调。全大夫一副我懂的模样，就通过脑补解决了江晚的烦恼。得，这会儿连解释都不用了。有的时候吧，全大夫还挺上道的。于是等江晚出去的时候，迎接的是众人特别复杂的视线，有震惊的，有惊讶的，当然也有不信跟狐疑的，江晚都可以坦然接受。江大夫，你真的能彻底解决天华吗？咱们有救了，对不对？我们还能活着出去是吗？病人们希冀的就看着江晚，那个眼神让人心疼。我江晚从不说大话，说能解决就能解决。一句话彻底就堵住了对方的嘴，而江晚则是淡定自若的就继续给大家接种牛痘。一早起来他也没顾得上吃东西，而是跟每一个人都接种了牛痘。等他忙完，已经饿的是饥肠辘辘的了。宋九渊遮挡住脸上的痕迹，缓缓地推着轮椅出来。江晚，来吃东西。江晚顺手接过早餐就吃了起来。他不记得吃饭，往后他提醒他就是了。江晚已经把接种的方法交给了全大夫。这一次天花感染的人数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江晚必须得做足了准备的。等提取的差不多了，江晚才给潘红颜解毒丸子。不大一会儿，他身上的症状就渐渐消失了。江大夫，你真是神了！他渐渐的都忘了宋娘子这个称呼了，也是真正的认可了江晚这个人。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自己。他觉得江大夫就是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不然大可不必从安全地方跑来安县。不仅是他，就连好转的全大夫等人都是这么觉得。3天过去了，最开始那一批重症的都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甚至江大夫都能下床了。江晚让门口的守卫去请苏县令汇报成果，他也没有打算一直留在这边的。江大夫，活蹦乱跳了，看来恢复的不错。江晚上下扫了眼江大夫，很是满意。看来自己将牛痘接种法运用得很成功呢。毕竟当时江大夫是第一个实验的病人。还是多谢你了。江大夫脸颊发烫，是臊的，但是也不影响他接下来说的话。江大夫，我之前那般不信任你，是我目光短浅。你很厉害，这天花自古以来就是不治之症。多亏了你，我江雄这辈子没佩服过女人，而你是我第一个敬佩的女人呐。这些话发自肺腑，说完之后，江大夫就感觉浑身舒畅，心头最后的郁结也消散了。全大夫冷呵呵地摸着胡须，早和你说了，江大夫很厉害的，你还不信？这会儿打脸了吧？是我狭隘了，算你有眼光。江大夫轻哼了一声。江晚看着这2个老小孩是哭笑不得。谬赞了，这都是我师傅的功劳。江晚他并不想鞠躬，毕竟这个玩意儿本来也不是他发明的呀。但众人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他就是谦虚，就算他师傅很厉害，也不一定全是他师傅的功劳啊。毕竟若是早就破解了天花的话，他们也不至于这么惊慌失措，那法子总会流传出去的。于是一个个就拉着江晚探讨医术。江晚也不藏私，知道的呢都会跟他们分享。江大夫，苏县令来了。好，你带他去旁边的院子。县令大人。江晚很随意地坐下，对面的苏县令跟他一样戴着一个简易的口罩。江大夫，本官听手下人汇报了你的成功，你很厉害，不愧是六皇子和楚老推荐的人。苏县令满脸激动，虽然这个功劳呢跟他无关，
但是可以保住全县百姓和他的亲人，他心底是非常满足的。楚老确实很信任我。江婉笑了笑，不过六皇子确实心疼安县的百姓，即便已经开始往南边走，他还是不忘听楚老的话，派我过来帮助大家。一句话，苏县令就明白了，六皇子跟他根本就是毫无干系，甚至对方可能早就想着跑路的。想到此，苏县令的脸色很难看，但是对方是六皇子，他也只能是压下心底的怒气。江大夫放心，本官一定会上报你的丰功伟绩。无论如何，江婉是他们安县的大恩人啊。苏县令可能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吧？你的身份？我叫江婉，曾经是尚书府的嫡女，也是曾经的战王妃。江婉一字一句的话，让苏县令倏地瞪大眼眸。曾经的战王，谁人不知啊？可他不是被流放了吗？那他和他的王妃……没错，那位坐着轮椅的是我相公。我有幸在流放的途中救过楚老一命，所以他很信任我。这次安县爆发天花，便是楚老担保我过来。既然法子已经给出，我和相公不日即要离开。听完他的话，苏县令却有些慌了。你若是走了，那接下来感染天花的怎么办？放心，我已经教过全大夫他们怎么救治，只是希望往后有人问起来，你实话实说。尤其是上面派的人，苏县令秒懂。江大夫你放心，是你的功劳，谁都抢不走，本官也绝对不会说瞎话。楚老跟江婉才是拯救他们安县的人呢，他分得清恩人是谁。至于那六皇子，他到底对他是产生了几分怨气。那便好。江婉起身刚要离开，江大夫，我家中老母这几日身体有些不对劲儿，能否请你离开之前给她瞧一瞧？只是吧，还没等走到门口呢，脑袋一阵阵的眩晕。空间里的小精灵无奈地说：主人，你治病救人，是不是忘记给自己这种牛斗了？等江婉醒来的时候，已经回到了先前的院子，刚睁开眼眸，就对上了宋九渊那关切的眸子。你说说你，照顾别人倒是熟练，怎么到了自己这里就完全不上心？方才全大夫已经给你接种过了。江婉喝水的时候，用宽大的袖子挡住了宋九渊的视线，然后悄悄地从空间弄了一点灵泉水放到碗里，一口喝下去，这才感觉身体好受了不少。之前吧，他太忙了，忘了给那些药里加一些灵泉水了。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吧，反正已经找到破解的法子了。如果加了灵泉水，等他离开之后，这药效相差太多了，全大夫他们也不好交代。他坐在轮椅上就睡过去了。江婉悄悄睁开眼眸，就对上他那恬静的睡眼。睡梦里的宋九渊乖巧了不少，倒还是挺养眼的。不过江婉也就是纯粹的欣赏他的颜值，没有其他的想法。感觉乏了，这才沉沉的睡过去了。而再次醒来，已经是日上三竿。江婉是被那饭菜的香味给勾醒的，而宋九渊坐在桌子旁，桌子上摆了一些早饭。你醒了，快起来吃饭。好。精神抖擞地坐在了宋九渊对面，看他笑容明媚，显然是恢复了。外面送进来的人越来越少，看来江婉来这儿的任务已经完成的七七八八了，是好事。这一桌子的早饭基本上都是他干掉的。吃完了之后，潘红颜这才进来。江大夫，苏县令派人请你过去。行，咱们走吧。打开门，就对上了全大夫众人感激的眼神。江大夫，知道你要走，大家都想亲自和你道谢。多亏了江大夫，你这是救了我们大家的命啊！江大夫，你好人有好报，往后一定顺风顺水，平平安安的。江大夫是仁义之人，不仅救了你们，还将接种牛痘的法子交给了我们。病人都感激江婉挽回了他们的性命，这些大夫又感激江婉大方地把法子公之于众。别客气，都是大丰人，互帮互助是应该的。我还有事儿，接下来的事情交给全大夫你们这些前辈了。我怎么回来的？江婉记得自己可是晕倒在苏县令的面前的。是宋公子抱你回来的。端着汤药进来的潘红颜就连忙解释了一句。当时我和宋公子就等在门口。想起那个时候宋九渊那阴沉的表情，现在潘红颜还有些后怕呢。而且这次非常执着，不许他抱江婉，愣是自己强撑着把江婉放在自己腿上。是你？江婉诧异的挑眉。你太轻了，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宋九渊面不改色的话，江婉小脸是微微发烫，他觉得肯定是因为生病了。
外面怎么了？江大夫放心，用了你的法子，现在感染天花的人，轻微的已经能活蹦乱跳，重症的也渐渐恢复。潘红颜高兴地汇报着。只是因为这些人感染过天花，他们家里人暂时还没办法接受他们回去，担心他们自己也感染上，所以苏姓恋暂时将人安排在这里。另外接触过的人全都已经接种过牛痘。我知道了。你当务之急是好好休息，其他事情由别人处理。他强制性的让江婉躺下，又将一侧还想说话的潘红颜给赶出去了。你真想帮忙，就去外面多走动走动，等婉婉恢复了一些，我们就离开。婉婉，总感觉被他这么叫着吧，怪怪的。潘红颜识趣的离开，屋子里面就只剩下了江婉还有宋九渊。好好休息会儿吧。你也去休息会儿。江婉知道，自从来到这儿之后，宋九渊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于是等江婉走了之后，众人都非常的不舍。江婉脚步飞快的就上了门外的马车，实在是这些人太热情了，还有人差点以身相许。宋九渊那个脸呢是黑了又黑。我们现在去仙灵府。好。江婉瞥了眼旁边的宋九渊，眼里带着疑惑。你怎么了？我没事，只是有些累。好在这院子距离仙令府并不远。江晚到的时候，仙令府上也没几个人，门口的苏管家笑着迎上来。江圣医，老爷和老夫人恭候多时了。直接带我们去看看老夫人吧。江晚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六皇子跟宋家人待在一起，始终是一个隐患。好的好的，这边请。只是快要到后院的时候，才小心地对宋九渊他们说：抱歉二位，后院女眷较多，二位可否在花厅等一等？好。被县令府的下人带去了花厅，而江晚则是跟着苏管家去了后院。还没进到屋子里呢，就听见了一道魔性的笑声。母亲。苏县令的声音里满是无奈。你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笑声吗？我也不想笑。江晚走进去的时候，就发现屋子里除了苏县令，还有一个老夫人。老夫人头发已白，这会儿坐在床上嬉笑不止，眼泪都快笑出来了。江神医，你可来了！我母亲这几日总是控制不住的嬉笑，不管白天黑夜总会发作，每次嬉笑至少1刻钟，怎么都停不下来。我知道了，大人，你能否回避一下？我想单独给老夫人瞧瞧。好。姑娘，我忍不住笑啊。我知道，我现在给你诊脉。看来他的诊断没错，是嬉笑症。老夫人，你先躺下，我给你施针。江王给银针消完毒之后，就扶着老夫人躺下，这才在列缺跟涌泉施针，又用太溪施补法。约莫5分钟之后，老夫人的笑声是渐渐的小了一些。每隔1刻钟之后，江晚施针一次。第3次施针的时候，老夫人的笑声已经停止了。外头的苏县令感叹了一句：不愧是江神医啊。谢谢你啊，江神医，你医术真厉害。不客气。看见自家老母不再嬉笑了，苏县令是满目感激。江神医，太感激你了。不用客气，治病救人是我身为大夫的职责。再观察老夫人2个时辰，若是没有再发作，便痊愈了。可还要配合汤药。苏县令小心翼翼地观察母亲的脸，心中大喜。你若是担心的话，我给她开张滋水养阴的方子，5碗水煮成1碗。江晚直接写了一张方子给他。送他们离开的时候，苏县令递给江晚一个包裹。本官知道江神医着急赶路，也不敢留你，这是你救治老母的诊金，非常感谢。您太客气了，分内之事。面上的笑容都真诚了几分。宋九渊跟潘红颜都无语了。上了马车之后，江晚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当看清楚里面这几百两银票的时候，再次笑的是见牙不见眼。这苏县令倒是个细心之人。宋九渊的目光却是落在那个钱袋子还有干粮上。钱袋子里是一些碎银子，也方便他们流放的时候拿出来用，毕竟银票拿出来太打眼了。另外还准备了一些点心干粮，显然是用了心思的。这人确实值得结交，
咱们要不要先买些东西再回去？天色渐渐转凉，有宋九渊在，江安想光明正大的置办一些东西。可以。和潘红叶商量了一番，就去了安县的集市。然而这天花的后续影响力还在，都没几家铺子开门。江晚他们只能是随意添置了一些东西，就继续赶路了。而此时的客栈里氛围不太好。官爷呀，咱们身上可没有银子了。宋二娘子说话有些刻薄，但是脸上却是带着兴奋的笑容的。她想这江晚他们肯定是死在安县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是啊，他们指不定人都没了，咱们在这里等也是白等。自然也是巴不得宋九渊跟江晚死在外头。闭嘴！婉婉和渊儿肯定会没事的，他们马上就能回来了。是啊，我大嫂那么厉害，她肯定能解决天花。宋九池则是狠狠瞪了宋晨他们一家人，眼神很阴冷。官爷都还没说话呢，你们急什么呀？宋二娘子得意地挑着下巴，颇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头儿，任邦叹了口气，望着外头这毫无一人的道路，压低了声音对小邓说：你们先休息着，我去找六皇子。六公子。正好对上了六皇子的视线。等了这么久，难为你了。任邦为难地瞥了眼身后的众人，心情特别复杂。江晚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自然是希望他没事儿的。公子，都5天了，我看他们也急着赶路，不如让他们先走一步。你说的在理。淡淡扫了眼宋家人，宋大娘子他们自然是不敢反驳。虽然说心里不忿，但也只能是咬牙缩小存在感。可楚老那边，花小压低的声音，虽然不知道这楚老的身份，但是六皇子对楚老很尊敬，所以他下意识的就不敢得罪楚老。那边我去说，总不能让你们这么多人一直等着几个不可能回来的人吧？是这个理儿啊，咱们这么多嘴要吃饭呢。宋二娘子大着胆子附和了一句，可惜六皇子是看都不看他一眼。那好，大家赶紧收拾东西。小邓很难过，他还相信江姐姐一定会回来的，可是他们都不信呢。收拾行李啊，那我们回来的刚刚好。熟悉的嗓音传到了众人耳中，就瞧见江晚笑盈盈地走了进来。潘红颜把宋九渊给背了下来，众人都不可思议，就忘了他们竟然完好无缺地回来了。老宋家众人眼底带着愤恨，没想到他们能这么命大。宋家人是满目欢喜。大嫂，你终于回来啦！别担心，我们这不是回来了。那边花小面色难看。公子，莫非他们压根没有去安县？那就是阳奉阴违、贪生怕死之辈。你们是从安县回来的？咬牙盯着宋九渊，恨不得眼睛在宋九渊身上戳出洞来。是的，六公子，我们刚从安县出来。可安县的人不是感染了天花吗？一句话勾起了众人的恐惧，恨不得离他们3个人远远的。我们没事，宋娘子已经找到了破解天花的法子，如今安县的天花病人都已经渐渐康复，天下像宋娘子这般大仁大义的人何其少啊！你解决了天花？一个古人居然能够解决天花？他一句话问出了所有人的疑问。六皇子眼底也都是不信。宋娘子巧妙地运用牛痘接种法，让感染天花的病人都已经恢复，而那些有感染风险的人也都能采取方法预防。牛痘接种法？花小心跳猛然加速，倏的一下朝着江晚看过去，却发现他神色淡然，并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可这东西不是现代人才会的吗？莫非江晚也是和我一样的穿越者？花小心乱如麻。那这个世界的女主到底是不是我呀？此事当真？自是真的。你若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安县的县令。以六皇子这怕死的性格，怎么可能亲自去问苏县令啊？不过派人过去倒是有可能的。众人心中惊魂未定，个个都神奇地望着江晚。头儿，我就知道江姐姐可以的。神邦哭笑不得，但是提着的心也到底是松了松。宋娘子回来了。他的震惊不比六皇子少，当然他眼底更多的是惊喜。这几日他日日无法入睡，一是后悔送江晚去了安县，怕她一个小姑娘出事儿；另一个呢，确实也是担心安县，担心天花会蔓延。是的，楚老，幸不辱命。你真的破解了天花？
笑着笑着，他眼里就有了泪。好孩子，你是个好孩子呀！想当年他小的时候经历过那场天花，即便是不在现场，他也知道死了不少人。没想到江晚居然破解了天花，这是何等的奇迹啊！楚老，情绪切莫太激动，他这个病太激动了可不行。是，江晚，你来我房里，我有事要问你。楚老心情很好的进了屋子，六皇子就忙不迭跟上。娘，你们先和相公叙旧，我去就来。众人都满脸复杂的，就目送着江晚去了2楼。瞎猫碰成死耗子，不过是运气好点而已嘛。别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有种你也去抓只耗子呗。对的，宋二娘子是哑口无言。而此时屋里的潘红颜正在绘声绘色地说这2天的所见所闻。大人放心，此事已经妥善处理好，苏县令也会给京都递帖子。好。等等，方才你的意思是宋娘子也感染过天花？没错。江晚走进去，恰好就听到了这句话。不过你放心，我已经痊愈了。那也有被传染的风险。楚老淡漠的扫了眼花晓，本来就不喜欢他，这会儿更厌恶了。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法子，就算染上又如何呢？楚老放心，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消过毒的。那你不早说？你是为了我，这不怪你。公子，花晓羞涩地垂着眼眸，心里欢喜。楚老，具体的破解法子我已经交给在安县的几个老大夫，另外这是我手写的法子，留下以备不时之需吧。你愿意将方子公之于众？这可是流芳百世的好事儿，他得多替他盘算盘算。迎着花晓那愤恨加不解的视线，是的。嗨，不过就是一个破解天花的方子而已嘛，他手上不少这样东西呢，所以他完全不心疼。好啊！楚老拉着江晚说了好一会儿话，才把人给放走。你回去好好休息。安红颜，你告诉那些官差，明天正式启程。好的，大人。六皇子让花晓也出去。楚老，您这是？和你想的一样，论功行赏，我相信你父皇是明智的。就算他脑袋发昏，他也得敲打敲打。可是宋九渊之前的罪名可是谋反，有没有谋反，你们父子心里不比谁还清楚。楚老的话让六皇子哑口无言。六皇子，老夫性子直，说话不好听，但我也想提醒你一句，宋九渊要是真的有异心，哪里还能放任你蹦跶这么久？说的我好像很垃圾一样。宋九渊他有这个本事吗？就算他没法颠覆大风的江山，但让大风乱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他被你们父子这般搓磨，也没想过这些事，说明他心里是装着大风百姓的。我会将此地发生的事详细写成信告知你父皇，至于怎么抉择，看他吧。楚老明白，这江山到底不是他的，但他会尽所能的帮助江晚他们。好的，楚老。六皇子握紧拳头，慢慢的退出房间。江晚，这他妈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绊脚石？公子是不是身子又疼了？我帮你按按可好？公子可是有什么烦心事？花晓虽是一介平民，但也想替公子解忧。花晓，你知道我的身份，也应该知道宋九渊被流放是自作自受，可如今因为他的娘子，楚老或许会向父皇申请减免他的罪责。他狼子野心，我实在放心不下呀。公子，那宋九渊谋反的证据找出来了没有啊？其实还没有。那只要尽快找到宋九渊谋反的证据，江晚做什么都没用，其实还可以制造证据的。一句话很低，但是却被六皇子给听进心里了。你比本殿下想的更坏，但是本殿喜欢。殿下，花晓柔柔的就笑着扑进他怀里。要不是六皇子身上毒没解，两个人怕是早就已经滚到床上了。去叫温如玉过来。六皇子又精神了。花晓说的没错呀，没有证据又如何？他可以制造证据啊。这边的江晚可不知道，自己就一个睡觉的功夫，对方又想出了新招。定好了今日出发，大家都很自觉地整队行李。宋娘子，
我有些事情想同你说说，可以吗？好啊。我让人借来了轮椅。江晚跟宋九元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确认这个家伙是有备而来的。这客栈可是没有轮椅的，他弄这个来绝对是别有居心。是这样的，宋娘子，你先前说需要一些药材，我找到了一些，因为不知道哪些是你需要的，所以你同我一起去，再挑选你需要的就行。那我们要先同官爷说一说。放心，我方才已经同人帮说过，再有那拿药的地方就在前面，也不远，来回1刻钟的脚程。行吧。江晚心里已经升起警惕了，他想，看来这家伙来者不善啊。对温如玉说，走吧。也是，本来就是六皇子的人，肯定没安好心。江晚跟宋九渊对视了一眼，两个人眼里是默契一致。出了客栈，温如玉就主动跟他们搭话。宋娘子连天花都能解决，制作的解毒丸肯定相当不错，所以便迫不及待地带你去看看药材。你对我还真信任，别人都担心我赶不回来，没想到你居然连药材都准备好了，看来我不能辜负温公子的信任啊。是这个理。宋九渊就配合着附和，反而让温如玉升起了一种违和的感觉。不对呀，这个计划是他跟主子昨夜才想的，不可能会透露出去啊，他们肯定察觉不到。温如玉心神稳了稳，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半刻钟之后，江晚跟宋九渊就发现前面有一座茅草屋。我找了个老大夫，他采摘了不少草药，应该就在屋内，我们进去看看吧。江晚推着轮椅的手微微用力，一直进入空间，翻出了一把匕首，还有一包毒药。李大夫，我带人过来挑草药了，你在家吗？一直都没有人回复。温如玉索性直接推开门，屋里空无一人。温如玉的眼底带着疑惑，对江晚歉意地说，我和他约好在此处见面的，他大抵还没来，我去迎迎。好啊，我们在这里等你。江晚仿佛并没有察觉到不对，还对着温如玉露出一个信任的笑容。温如玉几步就离开了屋子，甚至还贴心地关上了房门。看来玄机就在这屋子里。庆幸自己跟着来了，不然江晚一个小姑娘她也不放心啊。你别乱动，我找找。一眼看过去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他索性动手找了起来。一扭头便发现宋九渊居然站在那儿找东西啊。你能走了吗？现在只能短暂的站一站。你还是坐着吧，这里交给我。他既然敢带我们过来，那肯定是有人在暗中盯着咱们的。宋九渊听话的坐下，忽然他发现面前这个床榻不对劲儿，他驱动内力，微微一用力，露出里面的黑黢黢的通道。看来玄机就在这下面。宋九渊，你在外面给我把风，我下去看看。江晚其实还没有搞明白六皇子他们的意图，但是动作必须要快。好，顺着楼梯走下去，这才发现茅屋的下头居然是一个密室。下一秒瞳孔一缩，他想啊，他知道六皇子什么意图了，这是想栽赃他跟宋九渊啊。只见密室里摆了一些武器还有粮草，他仔细翻了翻，居然还找到了六皇子找人伪造的谋反信件。哟呵，他还想借宋九渊的幌子除掉京都暗眼的官员呢。武器跟粮草大概是临时找的，不算多也不算精良，但是江晚毫不嫌弃，送上门的冤大头不收白不收。江晚也没有空细看，随手把这些东西全部丢进了空间，只留了一封信。出门之前他还非常贴心的用扫把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脚印。等他爬出来的时候，宋九渊正担心的盯着他。里面有什么？你谋反的证据呗。递给宋九渊了一封信还有名单，又眼疾手快的把床给恢复了原样。而看完信的宋九渊差点把信给捏成碎片了，咬牙说道，看来你救了天花患者，给他造成了不少压力。应该是吧。一把拿走了宋九渊手里的信跟名单。上面的名字都记住了吗？江晚粗略的瞥了一眼，也将上面的名字刻入脑中。宋九渊眼眸发沉，我记着了。可不能留着把柄，烧掉吧。说完放在灶台里烧了个一干二净，甚至还悄悄地挡住宋九渊的视线，将黑色的灰尘给收进空间。那下面我都仔细找过了，应该再没有其他证据。
谢谢。宋九渊点头，并且对着空中做了一个手势。很快，一个黑衣人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差点吓着江晚。别怕，是我的人。宋毅，既然六皇子送了我这么一份大礼，我不回礼物说不过去。你准备准备，一定要让六皇子高兴。叫做宋毅的男人点点头，然后飞快地消失在他们面前了。他是不是将我当成了空气？宋毅性子沉闷，不喜说话。他一直跟在咱们后面吗？那他悄悄去空间的时候，该不会是被他发现了吧？也不是，皇上和六皇子的人一直在揪我的人，我便让他偶尔出现。今日大抵是察觉到温如玉不对劲，他才跟着咱们。哦，却是下定决心，下次进空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和江晚对视了一眼，来了。忽然门猛地就被推开了，露出了六皇子和楚老神帮等人。我一早就瞧见宋娘子推着的相公出来，他们果然想要跑。花姑娘可不要乱说话，我们是跟着温公子来的，他说让我挑选些药材。怕人帮不高兴，江晚又顺带解释了一句。温公子说潼关也打过招呼的，我们可不是畏罪潜逃。他没派人同我说。神帮面色复杂，却不想江晚出事，就解释了一句说，许是他的下人忘记了。有这个可能。江晚已经知道这是温如玉挖的坑了，他就故意说，花姑娘若是不信，可以亲自去问温公子。那温公子人呢？花小得意地抬着下巴，哼，温如玉可是六皇子的人，这会儿肯定不会出来作证的。他去找大夫去了。我自是相信你们，只怕难以服众，不如让大家检查检查屋子。这最后一句话他是对楚老说的。此时楚老面色不太好，心里对六皇子是更加厌恶了。他已经猜到了六皇子肯定是使用了一些手段，为的就是在他面前揭发宋九渊的罪名。这样的话，即便江晚立了功，这个功劳也会大打折扣。他眸色复杂的就看着江晚还有宋九渊，没吭声。好啊，为了自证清白，六皇子尽管搜。江晚也不恼，就只是笑吟吟的看着他们，一副无所畏惧的模样。六皇子的心里又升起了熟悉的感觉，就是那种不好的预感。然而江晚自始至终都很淡定，面上还挂着浅浅的笑容，心里对江晚更是怨恨。给我搜！他们夫妻俩没有一丝畏惧，反而让六皇子心里发慌。看来这一次能彻底扳倒江晚。侍卫们冲进屋子里，全部都是六皇子带来的人。这屋本来就不大，很快就能搜查完的。眼看着什么也没查出来，花小有些着急。好在有人提前知道密室，忽然一把就掀开了床板。殿下，有密室！进去搜。宋九渊呀，宋九渊，这次你怕是跑不掉了。花小也是开心的勾起了嘴角。宋娘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若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最好说出来，这样殿下看在你们诚实的份上，指不定还能网开一面。他说的没错，宋九渊，你也别藏着掖着，主动一些，呈给父皇的帖子上，本王会帮你说几句。不必，我没做过的事情，为何要承认？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殿下莫要生气，等见着证据以后，任凭你处置。不过我相信相公，他肯定不会做那些不得往生的事情。那可不一定，听说你们成婚前关系不太好，他做的事情未必同你说。行了，现在争论这些有什么用？一切还是用证据说话，都等一等。也好，总得让人心服口服才是。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殿下，里头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怎么会？没错，之前他在六皇子府还有别院失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夜之间所有东西都悄无声息的就消失了。这个该死的熟悉感。六皇子猛地看向宋九渊。宋九渊，你把东西藏起来了？越是知道宋九渊的本事啊，他就对宋九渊是愈发的忌惮。这个计划是临时起意的，就连他的手下有些都未必清楚呢。可宋九渊是怎么知道的？他又是怎么不动声色将所有东西藏起来的？殿下说的是什么东西？宋九渊眼底带着迷茫，似是不知道六皇子说的是什么东西啊。他确实以为对方说的是书信跟名单。宋九渊，你少装蒜！殿下，我去看看。花小也不信，毕竟这儿是他昨天晚上一起跟着来布置的。不一会儿，
他有些狼狈的出来了。真的什么都没有？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你们似乎很笃定这里面有东西啊。看来是大家误会了你们。是吗？但六皇子方才的架势，我差点以为自己是反贼，原来搞错了呀。宋九渊，你别得寸进尺。这让六皇子心里微暖，看向花小的眼神又柔和了几分。虽然这一次计谋没有成功，但是花小是真心替他着想的。闭嘴！既然是误会，那便不要再次浪费时间。六皇子不甘心的让自己人撤走，都给本王撤！如果不是当着楚老的面，他今天说什么也得让宋九渊背上这个罪名的。一想到自己准备的那些粮食跟武器，六皇子就气得吐血。这是他仅有的存货呀，这下又得重新准备了。江晚面带笑意，六皇子跟花小心情沉重的出了茅草屋。一出门，众人就瞧见了赶了回来的温如玉。温公子回来了呀！宋娘子说你同官爷解释过，他们不是想要逃跑，是真的吗？看来他还是不死心，想另外给他们安上一个罪名。温公子需要解毒丸，我是来拿药材的，不是吗？他着重咬中了解毒丸这3个字。是啊，虽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能够减轻一些痛苦也不错。于是他对温如玉使了个眼色。是的，我方才去找大夫了，只是约的那大夫一直没来，怕是路上出了什么状况，回头我让人去看看。至于你说的解释，我让手底下找官爷说过的，任大人不知道吗？并没有人找过我。神帮不太擅长说谎，但确实是没人找过他。那肯定是底下人忙忘了，我回去一定得好好的罚他。既然如此，那能证明我和相公的清白了吗？自是能的。可惜了他准备那些东西了。几个人原路返回，温如玉尴尬的告罪。抱歉啊，宋娘子，我真是去找那大夫了，结果没找着人，还害你们差点被误会。没关系，只是那解毒丸怕是还要再等一等。听见这话的六皇子差点气死了。该死的江丸，等药王谷的人一来，我一定要弄死你。我会尽快找来需要的药材，到时还要劳烦宋娘子。可惜咱们接下来就要继续流放了，温公子和我们应该不同路吧？无妨，宋娘子医术这般厉害，为了这解毒丸，我愿意和你们同路一段时间。那随你。众人就沉默地朝着客栈走去。宋娘子回来了呀！我这腿脚有些不太舒坦，能劳烦你帮我瞧瞧吗？还有我，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也不知道能不能治。一群人把江晚热情地围住。自从知道江晚治好了天花，众人心里把江晚都当成神医了。江晚几步走到宋九渊的面前，小声问道：六皇子和楚老他们呢？六皇子应该去药王谷了，我也是隐约听见他说浑身都疼。哦，那肯定是他活该。江晚唏嘘地摸了摸鼻尖，又瞥了眼不远处依旧是哼哼唧唧的宋老二。他如今愈发的瘦，怕刘皇子察觉到异样。其实江晚已经悄无声息地解了他的毒，只是吧，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仿佛是产生了幻觉，就一直以为自己还在痛。对，是报应。至于楚老，应该是回故土的吧。说着，他将一张纸条递给了江晚。这是楚老派人给我的，说是他家住址，往后你可以给他写信。江老对江晚感官很好的，加上他救过他的命，更是把他当成小恩人。看来我还得多吃些护心丸。忽然发现宋九渊塞给他一个钱袋子，这熟悉的花纹立刻让江晚就知道了，这肯定是楚老给他留的。楚老真是个大好人啊！给你银子就是好人吗？往后我也多给你一些银子。江晚笑眯眯地借着这袖子遮掩，把钱袋子呀地址一起兜进空间。走着走着就到了沙滩边，他们沿着海岸边一直走。中午时分，人帮让大家原地休息，你们先准备，我去整点好吃的。而江晚却径直朝着不远处的渔村走去。渔村里的人家家户户都有海鲜。大爷，小娘子，你可是有事儿？没想到他们家居然还有小龙虾，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啊！大爷，你这海鲜和淡水鱼卖不卖啊？当然卖的呀，你想要多少？这样吧，你想卖多少我都收了，不过前提是得新鲜。趁着路过渔村的时候多收拾一点，反正可以保鲜嘛。
往后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就是了。都收了。我也是帮主家收的。这样吧，劳烦大爷去村里走一圈，谁家愿意卖的，等会儿全部放来你家，能收多少收多少，条件是要新鲜。等会儿我一并过来结账。不拘海鲜类型？是的，海鲜和淡水的都要，干货也可以帮我收一些，按照市场价给。这是定金。接过江婉手里的金子，又对身边的于大娘交代：你将家里要卖的海鲜和干货都清点出来，我去村子里走走。那好，半个时辰以后我再过来。江婉提着一桶小龙虾回来的时候，宋九离已经在煮野菜了。来，一起来处理小龙虾吧。江婉拎了那么多的龙虾，让众人也很震惊，派乐德卖人帮一个人情。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渔村看看。不过我听说有人订了许多淡水鱼和海鲜，去晚了怕是买不到多少。我也订了一些，等会儿过去拉。怕大家知道订购的人是他，江婉就故意找了个借口。回头他带着板车过去，剩余的全部扔进空间里。好，我们也去看看。人帮他们有银子，自然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其他人也很心动，就让人帮他们带。而江婉正在交给宋娘子他们挑虾线。大嫂，这东西像虫子似的，能好吃吗？放心，等会儿馋的你们停不下来。这次江婉亲自下厨，先是炒好锅底，然后再将小龙虾放进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四周就飘散着小龙虾的香味儿。拿，像我这么包着吃。熟悉的味道让江婉忍不住满足地眯着眼眸。真好吃啊，入口生香啊。你以前离开过京都吗？一个生活在京都，而且从小就被关在内院的女子，似乎对外界有些过于了解了。没有啊，可我喜欢看书，有本食谱上说这小龙虾很好吃，所以我就想着试试，没想到真这么好吃，我真是个天才。是，婉婉自是最聪明的。看来渊儿这铁树也开花了呀。这么想着，大娘子跟宋九离他们很快也被美味的小龙虾给征服了。我给你不？不用不用，你自己吃就行，不用管我。行啦，你们都吃自己的，不用管我。我要是想炫，一个人能炫完好几斤。闻言，宋九渊只能是默默地把手里的虾放到自己嘴里面，当真是想表现都没有机会啊。一顿饭大家都吃得很满足，馋得附近的人流口水。这次江婉没有把小龙虾给陈文浩他们吃，因为孕妇不能吃小龙虾。陈策已经脚步飞快地买了一条鲫鱼回来，然后给陈娘子炖了鲫鱼汤。他也的确是适合喝这些。你们先收拾收拾，我去拉我买的东西。宋九离跟宋九池要帮忙，都被江婉给拒绝了，而是淡定自若地推着板车就来到了于大爷家。小娘子来了，快进来。好，你们算好银钱了没有？放心，村里人送来的时候我就记下了。时间有限，我能收到的就这些。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江婉粗略扫了一眼，大闸蟹、小龙虾、鲈鱼啊、多宝鱼、生蚝、明虾、扇贝肉等等的，居然也有上百来斤。干货都是很轻的，都是一些鱿鱼丝啊、海带啊、紫菜、裙带菜这些，只有200来斤，爽快的就掏出银子。不得不说，哎呀，这个时候的海货可真的是超级便宜啊！这么多的东西，一共才90两银子。于大爷笑容更甚，就多嘴了一句：没办法，最近一直接连下雨，盐池那边没法上工啊，家里的孩子们只能帮着回来出海弄些海货，也能出产一些淡水货，不然……老于，于大娘瞪了他一眼，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小娘子，我刚才说的话，你就当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了呀。江婉下意识就想到书里边的内容了，这附近貌似是有几个盐池，还有一个是六皇子的私盐池。女主花小来了之后，还帮忙改进了晒盐的法子，原来是在这边啊。大爷，你别担心，我家中也有人在那边上工，不会乱说的。那就好，幸好不是被外人听见，回头得被主家人怪罪了。大爷，你先数一数。于大爷很快就清点好了。没错，多谢小娘子照顾生意。不用客气，我也是替主家办事。江安把干货整理出了1/3，劳烦你帮我将干货搬一些到外面的板车上，余下的等会儿会有人来搬。然后呢，搬到了外面的板车上。你们先去给村民结算银子吧，免得大家久等了。
真不要我们帮忙？不用，你们去忙吧。那好，往后有需要可以再来找我们家老于。东西搬完，你们将门掩上就行。这杂物房里也没有其他的了，不怕丢东西。好，进屋拿了一点海鲜，随后将其他东西都丢进了空间。江晚推着干货回来，大嫂，你考虑的真周到，这些菜我们可以吃好久。银子不够，回头我再想办法给你1000。他在外头还是有私产的。好呀。一听到银子，江晚就双眸都泛着绿光啊，脑子下意识就想到了盐池。这干还是不干呢？这里的盐池应该有好几个，要不他就搬空六皇子的私盐。你在想什么？江晚神秘莫测的笑了笑。没什么，只是觉得有人又要倒霉了。他说的是六皇子。哎呀，遇上他呢，还真是他的不幸啊。众人都收拾行李继续赶路，眼瞅着快走了一大半的路程，江晚就琢磨着，这狗皇帝肯定是不会这么快放过他们的。事实上，他确实猜的没错。御书房的皇帝收到了楚老的信，眉头紧蹙。楚老的信下是六皇子的信，看完之后，皇帝这眉头是皱得更深了。父皇，儿臣可能为你解忧。他将楚老的信丢给大皇子看。皇儿，你觉得楚老的建议如何？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啊！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别吞吞吐吐的。儿臣是觉得宋江氏能解决这天花的确是天大的好事，且信中还提及了天花的预防之法，也怪不得楚老这般推崇。可她是宋九渊的娘子。皇帝当然知道解决了天花是大好的事情，甚至后悔将江丸赐给宋九渊了。可如今他们是夫妻一体，他若是免了宋九渊的罪责，那岂不是放虎归山吗？大皇子自然是明白父皇的担忧，他叹了口气劝道：可楚老这般说，父皇若是没有任何表示，似乎难以服众啊。朕知道。让他把人放回来，实在是不甘心。父皇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说来听听。楚老写信自是为了替那宋江氏讨恩典，不表示不行。可若是免除他们所有的罪责，将那蛮荒之地赐给他们当封地呢？这也是赏赐啊。大皇子也是脑中灵光一闪，想到这个，倒是让皇帝有些刮目相看。你说的不错，蛮荒之地寸草不生，想必宋九渊再厉害，也长不出什么幺蛾子。父皇说的是，这样即便恢复了他战王的名号，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回京。自古以来，拥有封地的人都是无诏不能进京的。老大，不错，是父皇英明啊。行了，你先下去。兴奋的就给楚老回了一封信，又写了圣旨，对传旨的人说：不用着急，反正他们最后还是要去蛮荒之地的。江晚不知道这狗皇帝又跟他们耍心眼儿啊。晚上他想吃生蚝了，索性叫宋九力处理。江晚就借着板车的遮掩，拿出了不少的好东西，甚至还留了一些放在板车上备用。而他则继续弄了一些调料，还揣了一些鱼啊、明虾呀、土豆啊、蔬菜的，那香味儿啊！装了一碗虾仁粥。姐，喝点吧。谢谢啊。跟着他们，他跟孩子不仅没瘦，身子也瓷实了不少。别客气。江晚吩咐陈策也帮忙忙碌着，这两口子付出了劳动，才吃得踏实。哇，太好吃了吧！吃完饭，江晚打了个哈欠，靠在板车上睡了睡。晚上他还得干活呢，这会得补个觉。等他醒来的时候，众人已经沉沉的睡过去了。小精灵，将盐池的位置传送给我。不是吧，主人？那可是盐池啊，卖私盐可是要诛九族的。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六皇子的人头得被砍好几次吧？毕竟他什么都做。放心，我知道盐池看管严，没想去搬空大风的盐池，但六皇子的私人盐池我得光顾一遍。这货就知道搜刮油水，最后还是进了自己的腰包，还不如搬空他的，让他蹦跶不起来。不过你既然没有搬空大风盐池的想法，我还是会支持的。他可是一个三观正的系统啊，大风盐池那关系到大风所有的百姓呢。但是六皇子的私人盐池就不一样了，麻利的就把地址传输给了江晚。江晚乐颠颠的离开队伍，脚下生风。江晚的运气不错，去盐池的路上路过小渔村，众人合伙弄的小型的淡水鱼养殖场，里头淡水货不算多，
但是种类齐全。江晚呢，每一个品种的鱼虾都顺走了个2、3只，他全部都丢进了空间小溪。哼，往后有淡水货吃啦。当然他不会白拿的，离开之前留下了河里的银钱，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他咻的一下瞬移到了盐池。六皇子的私人盐池呢，虽然是不大，但是看管也是很森严的。江晚手心翻转，一根竹筒就出现在掌心。随着烟雾飘散进去啊，的守卫们渐渐就感觉有些犯困。没一会儿的功夫，人就倒了一片。江晚是见一个放倒一个，他一时跟着地图，索性直接就溜到了仓库，看了那一麻袋一麻袋的盐，江晚笑眯眯的照单全收。虽然古代的制盐技术呢比不上现代，但是江晚以后有机会可以优化呀。整整5个仓库的盐全部都被江晚给搬空了。他又在这院子里边溜达了一圈，发现也没有什么其他特殊东西，索性原路返回。至于这六皇子会不会吐血呢，他才不关心，反正这是他私底下的东西，也不敢让皇上知道，所以只能是含泪吃下这个哑巴亏啊。等他溜达回部队的时候，正好对上了宋九渊炯炯有神的视线。回来了呀。宋九渊见他回来，这才松了口气，闭上眼眸继续休息。他这是在替我放风。一早起来，小嘴里边哼着歌曲，一大早就有人送东西，他不高兴才怪了。因为温如玉又追过来了，他身后的小厮捧着一个大木箱子。宋娘子，您让我寻的药材我都寻了过来，你看看还少些什么吗？每种药材都分门别类的放好了，看来六皇子去药王谷并未解决身体的问题啊。还差一味人参。宋娘子放心，早就准备好了的。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个长木盒子，随后就将它递给了江晚。江晚打开一看，嚯，好家伙呀！这次六皇子怕是真疼的受不住了呀，居然下这么大的血本，那他也不能白拿东西不办事儿吧？温公子放心，我会尽量治好一些解毒丸。确实可以解掉之前的毒了，但是他也不保证不会下其他毒呀。劳烦宋娘子费心了。江晚趁着队伍还没有动作，就开始拿药材。制作解毒丸的过程并不快，一连走了好几日，温如玉就带着人跟在他们后面。江晚则是拿着工具碾磨着药材。他在解毒丸里面加了一味药材，能和先前下在六皇子毒里的某一种药材发生反应。只要他吃下这个解毒丸，缓解个几天之后呢，就会开始慢慢的失眠做噩梦。时间拉长一些，大概性子会暴躁不安，总之是不会好受了。再过个3年半载的，就会悄无声息的死去。其实江晚就是换一种方法折磨他，但是其他人吃了却没问题，这样啊，他就永远都找不到原因。温公子，解毒丸制作好了。多谢宋娘子，这是谢礼。温如玉递给了江晚一张银票，是白羊面额的。不客气，钱货两清的事情。抱歉，我不便再打扰你们，先走一步了。江晚眉眼弯弯的把人送走。至于这剩下的药材嘛，全当他送给他的谢礼。江晚促狭的笑着，像是一个狡猾的小狐狸。宋九渊下意识想到六皇子浑身发疼的模样，他似乎好像是领悟到了一些。宋九离嘀咕了一句，小手飞快的就帮江晚收拾着药材。他虽然不懂，但是最近耳濡目染的，倒是也能够帮上江晚一些了。他们的板车依然是在队伍的最后面，不急不缓的跟着队伍。他就琢磨呀，就算楚老的信送的再慢，狗皇帝应该也收到了吧？怎么这会儿还没有半点动静？莫非狗皇帝连楚老的话都不打算听？在想什么？我只是在想，皇上会不会赦免咱们？没那么容易，他们父子俩好不容易找着机会将我送走，怎么可能再让我们回京都？太过分了！卸磨杀驴他们倒是用得很顺手。别想那么多了，楚老会替我们争取。夜晚是在茅草屋里过夜的。江晚大摇大摆的从板车上拿了腊肉还有蔬菜，吃完他又拿了饭后水果。这生活水平是直线上升了。用过晚饭，众人打好地铺，陆陆续续的就睡了过去。他才看向了一旁的宋九渊，再试最后一次针，药丸子也可以停了。宋九渊心跳加速，淡定地说：好。别乱动，我开始了。指尖落在了宋九渊身上，轻轻地摁了摁。
女孩子的指尖软软的，让宋九渊的身子微微一僵。天太黑了，我得确认一下穴位。江婉熟练的把银针一根一根的扎在他身上，结束之后就继续碾磨着手里的药材。宋九渊，如果你以后重新崛起了，能不能罩着我点儿？虽然到时候咱们不是夫妻，好歹也是朋友，你说对吧？江婉囤积着这么多的物资，他自己8辈子都吃不完，当然是打算用来钱生钱的。只要在我的地盘，我一定罩着你。行，就等你这句话。江婉心里乐开了花，看来这个反派也不像书里说的那么无情嘛。要不是怕剧情的力量拉扯着反派以及男主都对付他，江婉也不至于说这样的话。江婉，我袖子里有银票，你平日里置办的东西多，花销大。宋九渊想到宋一刚送来的银票，忙不迭的就把它交给江婉。好嘞。江婉欢欢喜喜撩开他的袖子，拿走银票，指尖触碰到宋九渊的肌肤，带起了一阵阵的麻意。当事人是毫无察觉的就把这银票给收了起来，貌似只有金银才会让他分外的欢喜啊。能说说你为什么这么爱财吗？尚书府虽然说待他不好，但是应当是不会娶他吃喝的呀。你不懂，我娘嫁给我爹的时候嫁妆不菲，可自从后娘进门，我和她女儿的供应就天差地别。我的衣服不是这短了就是那小了，想吃顿热乎的饭还得看到后娘的眼色，养人鼻息的日子不好过，银钱拿到手里才踏实。原主的后娘手段厉害得很，当了大家的面永远是一副慈母的模样，没有人知道她暗地里不仅克扣原主的分力，甚至就连基本的供应都达不到。抱歉，不该提及你的伤心事。没事了，你试着走走吧。好。宋九渊本来以为还会像上次一样痛，却没想到这一次不仅顺利站起来了，他还迈了几步。江婉，我能走了。向来心情不露声色的宋九渊对江婉笑得灿烂，差点迷了江婉的眼黑。恭喜你啊，宋九渊，这段时间等大家睡着，你可以试着走一走。我现在就试试。宋九渊运用内力，在江婉惊讶的声音当中走了一段距离。江婉，谢谢你。他这会儿高兴得很，而此时害他的罪魁祸首也不好受。六皇子疼得在床上打滚。你们药王谷的人就这点本事吗？花晓心疼极了，有些生气的就看向了站在床榻旁的姑娘。你是谁？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我是六皇子的人。六皇子疼得面部扭曲，嘶吼道：去给我找能解毒的人。殿下，师父去山中采药了，归期未定，不能派人去找他吗？这药王谷的谷主怎么回事啊？采药这等小事就不能交给谷中弟子吗？六皇子来时，我师兄已经去找师父了。茯苓蹙眉，殿下放心，我师父的针灸之法很厉害，一定能先缓解你的疼痛。那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就在这时，温如玉被药王谷的弟子给带了起来，他满脸欢喜。殿下，解毒丸来了。可是江婉知道这毒就是他下的，你怎么能肯定他没有在投毒？给我瞧瞧。他们药王谷也有解毒丸，可惜这次却没有发挥半点作用。一粒药吃下去，六皇子身上的痛苦不仅没有缓解，甚至还有愈发加重的迹象。我也不信你。阿晓，你让茯苓检查。另外，温如玉，你找2个人进来试毒。好。甘草、桂枝。他一连说出了7、8味药材，后面的却怎么也闻不出来。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玉瓶，将药丸子放进去。粗略看没有毒药的成分，等师父回来，我会让师父瞧瞧的。他说话的同时，温如玉已经让2个随从一人吃了1粒解毒丸。六皇子在床上哼哼唧唧翻来覆去啊，花小忙得脚不沾地的照料他。约莫1刻钟之后，殿下，他们2个没有任何不适。把药拿来。我来。殿下，江婉的性子睚眦必报，先前就因为有人骗了他伯母，他就将那人毒死了。花小还是想劝您三思。为我。六皇子却不想去想那些，他实在是疼得难受，这会儿就连抬脚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顾不上那么多了呀。好。六皇子吃了之后就继续忍耐着。约莫1刻钟之后吧，他感觉身上的疼痛渐渐减少了。殿下的情况是否好转了？是。六皇子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没有那么疼了，五脏六腑仿佛归位了一般。又过了1刻钟，
看来没事了。陈公子，可否再给我一粒药丸子？我想研究研究里面的成分。不过你要是研究出来，得长期给我们供给。成交。六皇子明白他的大计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可惜江晚是宋九渊的人，不然他非得把这人给抢过来。叫人给我弄点吃的，怪饿的。好的，殿下。他看向福林的眼里多了几分意味不明的情绪。宋九渊能娶个大夫，那他也能够纳一个神医啊。许是六皇子的眼神太过于直白了，福林皱了皱眉。我想去研究研究宋娘子到底用的是什么药。起初福林对六皇子还略有好感，但是几日的相处让他明白六皇子不是什么好人，于是福林就想跟六皇子拉开一些距离。那你先去忙吧，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可以来找本王。多谢殿下。福林乖巧的离开。六皇子吃了解毒丸之后面色好看了不少，这会儿肚子里已经开始冒坏水了。六皇子这才招手，一个影卫出现。本王记得前面有条冷水江是吧？是的，殿下。去通知附近的县令，流放的人不能走得太顺当。是。而江晚并不知道他们继续赶路。早饭蒸了肉饼还有包子吃，江晚还煮了几碗小馄饨，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儿。路过药王谷以后，横亘在江晚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冷水江，其实不算远，可是对于他们这一群老弱病残来说就有点遥远了。正打算说是去前头村子里瞧瞧，就看见两个人划着船过来。请问你们是附近的村民吗？是的，我就是上西村的李正。你们村子里的人都是怎么过江的呀？村子里有船的人少嘞，我家比较特殊。至于其他人想要过江，都是攀绳索的。这怎么看怎么触目惊心啊！关键是这一堆的老弱病残，他攀不过去就只能下水啊。江面的水似乎也挺深的，不会游泳的也过不去啊，指不定直接就被江水给冲走了。若是沿着这江边走，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啊？哈哈，那没个180里是走不到头的，长着呢。这我不会游泳啊。那么高我过不去的，这可怎么办是好啊？娘，好高呀，我害怕。就连陈策都很为难，就算他能够攀绳索，娘子怀着身孕，还有文浩，众人都面面相觑。身体本就虚弱的众人，不管是用哪种法子，怕是都没有办法过江。李正，你看我们这里这么多老弱病残，能不能借你的船用用？哎，那可不行。县令特地交代他不许帮忙的，他可不敢违背县令的命令啊。我这船小，哪里载得下你们这么多人呀？李正，你瞧瞧，这情况咱们怎么过得去啊？也不想得罪人帮。官爷，不是我不近人情，是有人交代，不能让你们这些流放的人走得太顺当。这话呀，他故意说得很大声，就是既告诉人帮他们，也是告诉流放的人。这一招对于宋九渊还有江晚他们来说有些诛心，因为所有人，包括这些官差，指不定心里都会埋怨他们呢。哼，我就说吧，肯定是江晚他们得罪了人。你瞎说什么呢？人家点名道姓了吗？李正，不如你来告诉大家，是不是我们家得罪了别人？我就不信陈李正还能说出是我们得罪了六皇子。这我能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吗？县令只是暗示了一句，这话能明说吗？显然不能啊。说不出来了吧？哼，说不出来你们就不要乱说，指不定就是你自己得罪过人呢。就你们家人最爱得罪人。宋二娘子嘀咕了一句，又不敢说得很大声。江晚似笑非笑。正取。一时间气氛有些冷凝。看来县令交给我的任务即将完成了呀。这个局该如何解？对方摆明了因为我们的身份不愿意提供任何帮助呀。就在众人发愁的时候，一阵马蹄声传来，紧接着众人就瞧见有些熟悉的衣服。这是宫里人才能穿的衣服啊。江晚跟宋九渊默契的对视一眼，解局的人来了。嘿，马匹停留在众人面前，中间呢有一辆马车。来喜虽说不是当今皇帝身边最信任的太监，却也是一个不小的角色。来喜捧着圣旨下了马车，暂王妃接旨。尽管不太习惯，江晚还是跟随众人下跪。我这身子骨不太方便下跪，咱家相信皇上能理解。虽然只是恢复了他们的名号，
但来喜是个聪明人啊，知道这以后的事儿，那谁都说不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战王妃宋江氏聪慧善良，替朕解决天花之大事，振兴圣位，赦免宋九渊九族，恢复封号，令战王宋九渊足智多谋，特将九州赐之为封地，赏赐若干。姜婉跟宋九渊都非常无语的在心里吐槽：狗皇帝不愧是狗皇帝啊，压根儿就不给我们回京的机会。谢主隆恩，姜婉接旨。吐槽归吐槽，表面功夫他也会做的。王爷，圣上还有口谕，圣上思及战王足智多谋，这一路流放，可若是没有您的监督，他也不放心呐。所以圣上的意思是希望你监督这些官差一块儿去九州。姜婉内心忍不住翻白眼，一句狗皇帝差点脱口而出。这个圣旨说来说去吧，就是恢复了他们的名号，其他的貌似什么都没有改变。宋九渊比他能忍啊。公公放心，本王会谨遵圣上口谕。战王英明，不愧是圣上最信任的人。又招人从马上抬过来了几个大箱子，姜婉一看差点昏厥了。狗皇帝不愧是狗皇帝啊，这赏赐的东西怎么说呢，确实是奇珍异宝。最重要的是上面全部都有皇宫御赐之物的标记。总而言之呢，就这些东西啊，既不实用，也不能用来换东西，只能是当个摆设。他极力的控制住心底的暴躁，笑眯眯的把这箱子给搬上了板车。劳烦公公跑一趟了。他塞给来喜公公一块极小的碎银子，被流放了这么久的人有金子才不正常。王妃不必多礼。事情办完了，他就告辞离开了。比起来的时候慢悠悠的，回去的时候他得快一点。目送着这一行人匆匆来匆匆去的，众人心情有些复杂。被流放这还没到目的地呢，就被赦免了，倒是头一遭。婉婉，谢谢你，谢谢你，咱们以后再也不是被流放的人了。是呀，大嫂，你最厉害。这结果已经很好了。我知道，反正他会跟宋九渊和离，回不回京对他来说问题不大，只是心里有些瞧不起那个狗皇帝而已。娘子，我们不是罪臣了。哎，这会儿他甚至察觉到身体的疼痛感都消失了。宋二娘子他们确实很高兴啊，赦免宋九渊就是赦免他们，往后他们又可以抬头做人了呀。宋晨眼巴巴地凑过来，大哥，先前是我这弟弟不懂事，还望你不要和我计较。是啊，九渊，咱们可是一家人呐。可惜啊，已经看清楚他们真面目的宋家人并没有搭理他们。李正，你这船能不能租给我们用用啊？我们一家老弱病残的，实在溜不了所啊。租的，王妃。这会儿陈理正哪还敢得罪姜婉呢？就算他们同流放的人一起赶路，可他们是王爷跟王妃啊，九州再穷，那往后也是他们的封地，而且他们只要一句话就能轻易捏死他一个小小的李正的。我们村还有一艘集体的大船，一次能容纳56个人，我这就去和村里的族长商量，争取给你们弄过来。多谢陈理正，我们给租金的。目送陈理正慌乱的跑远。果然啊，权大一级压死人啊！而人帮众人都很高兴，有了船，那他们就能够很快渡过这个冷水江了。众人看向姜婉的眼里都带着感激。如今他们恢复了身份，即便是不能回京都，那也是皇亲国戚啊。要是能让你们回京都，你们岂不是更高兴？婉婉，这你就想错了，我还不愿意回京都呢。与其去京都被他们利用再去打仗，我倒是更想带着你们去九州。穷是穷了点，可是日子安稳呐。距离这么远，他们想伸手也没那么容易。娘，会好起来的。他小声凑到了宋大娘子耳边说：我是大夫，你知道的，相公很快就能走了。真的，婉婉，你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不管渊儿未来如何，娘只认你一个儿媳。大娘子啊，你可别坑我，我还要单飞呢。娘，你看，他们划着大船过来了。陈理正村里的几个汉子将大船给划了过来。王妃，你是好人啊！我刚才真不该为难王妃心肠这么好的人，怪不得她能治好天花，当真是个活菩萨。嘿，今年能过个好年了，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笔不菲的银子。别客气，
这是你们应得的。宋九渊他们不着急，先送了其他人过去。来回3船以后，终于轮到宋家人了。我们要进城采购物资，你们怎么打算？我们也去。如今身份不一样，江婉寻思去买一辆马车。好日子来临了，他怎么可能会听皇上的话折磨自己啊？依然让小邓他们一块进城。到了之后，直奔卖马和马车的地方，直接爽快地掏出了银子。家里人口多，江婉自然选择了最大的车厢。他在镇上买了好多的吃食以及生活用品。回到大部队的时候，远远的，江婉似乎瞧见有人跪在宋九渊他们面前。大嫂求您了，借给我们点银子吧，足够回京就行了。这是宋老二一家3口商量的结果。他们不用跟着宋九渊牵连九族，与其跟着赎罪，还不如返回京都呢。反正那个圣旨上面也没说他们一定要跟着宋九渊去封地啊。没银子。宋大娘子是永远都忘不了当初渊儿差点烧死，而他们捂着银子不愿意借势的场景。渊儿，咱们身上可是流着一样的血呀。你提醒我了，我是不是该将你身上的血放空？这样我们留着的就不是一样的血了。他眼底闪着嗜杀，这么一个杀神一般的人，压根儿不会顾及他们的死活的。大娘，求你了。三弟妹，你傻了不成啊你啊！宋二娘子狠狠瞪了眼宋三娘子。宋三娘子没有说话，就只是带着宋阳躲得更远了一些。我自有想法。江婉意外的笑了，倒没想到自识去的人居然是你。宋九渊，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一家人都不管，活该你被皇上忌惮。臭婆娘，赶紧闭嘴！上次的疼痛还历历在目，再一个皇帝的那名讳可不是谁都能说的呀。瞎咧咧什么呢？神帮几步走过来，这人胆子也忒大了点，居然还敢说皇帝。我说什么和你也没关系啊！现在我们也不归你们管了。难不成你还想打我呀？行，我是管不了你们了，那你们现在就滚。对了，既然你们已经不隶属我们，那我们也不会再管你们的干粮。宋二娘子一惊，还想再说点什么，但人帮已经不愿意给她机会了。准备，咱们出发。咱们也准备出发。江婉在马车上垫了垫子，软软的，然后让宋九池将宋九渊给弄上马车。他则对陈策说：“这板车给你们了。”多谢王妃。要不是因为他们还是流放的人，他甚至还想给他们也准备一辆马车呢。很快，流放的队伍就继续赶路。江婉他们也不着急，反正他们马车跑得也快。赶路情况特殊，他们也没有在意什么男女有别的。宋九池赶着马车，而其余的人都坐在了马车里头。走着走着，他们就越过了前头流放的队伍。下午的时候，江婉他们瞧见一个客栈，今夜怕是会在这里休息，他们索性就停在这儿了。江婉直接要了几间上房，本来以为江婉会跟宋九渊睡，结果他决定一个人睡，惹得宋大娘子没好气的瞥了他好几眼。这不争气的儿子呀，连娘子都不会哄，真是愁死个人了。次日一早，他将宋九离叫了过来。咱们已经不是被流放的人，你拿着衣服分给娘和你哥哥他们，让他们换上吧。好，众人都换上了新衣，比不得在京都的华服，但是也不差。马车行驶在官道上，不过短短半个时辰，他们不仅追上了流放的队伍，甚至还赶超了他们。中午在树林里休息。宋娘子，宋家2房的人早上就和我们走了一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中途一家子人就离开了。离开了？这事我记上了。那几个人终究不是什么好人，怕就怕背后的人利用他们作妖。马车足够大，江婉又都垫了软垫，他舒服地靠着马车，半眯着眼眸打盹。实际上意识已经介入空间，开始整理他的药田了。宋大娘子本来也在休息，流放了这么久，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自然都很疲惫，如今可以坐马车了，自然都是在努力地调养自己的身体。重新启程，又走了约莫半个时辰，他眼尖瞥见不远处冒着炊烟，有人住的地方才有炊烟的，他们肯定很快就可以找到落脚的地方了。马车停在了庄子大门口，宋九池拍响了大门，很快就出来一个大爷。你们有事？大爷，可否在你们庄子借宿一晚？我做不了主，得问问东家。好，
那劳烦你帮忙通报一声。没一会儿，又笑眯眯地打开大门。我们东家心善，愿意让你们借宿。联想到六皇子大概已经知道宋九渊的腿已经恢复了，他也懒得遮遮掩掩的，索性直接跟着江婉就进了院子。大爷走在前头，他们就被带进了庄子。江婉忽然瞥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是你们？林管家。若是公子知道是宋娘子，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林管家连忙小声吩咐旁边的小厮一句，那小厮咻了一下，很快就跑得没了身影。宋娘子，有任何需要尽管提。多谢。按照江婉给的方子治疗之后，现在的林廷玉看起来身体健康。宋娘子，叨扰林公子了，见过王爷王妃。看来他已经知道宋九渊被赦免的事儿了。哼，我们是来借宿的，都不必多礼。说话间，林廷玉命人给他们换了一个更大的院子。江婉小声提醒着，等会儿官爷可能会带着人过来借宿。王妃放心，在下知道该如何做。江婉呢很放心，就跟随着林管家住进了他们给安排的院子。这个院子很大，他们可以一人一个房间。我有些不太想赶路了，要不提前和宋九渊和离吧？他想了又想，抬脚去了隔壁屋子。宋九渊正坐在窗户边，男人身长如玉，清俊的眉眼里夹杂着淡淡的忧愁，还挺好看的。宋九渊，你还记得之前答应过我的和离书吗？没忘。我想来想去有些不放心，正好这会儿歇在人家庄子上，你将和离书给我吧。也好，确实不该耽误你太久。江婉迫不及待的在宋九渊面前摊开笔墨，动作一气呵成。望着他那素净的小脸，宋九渊只觉得心口像是被人给揪着一般的疼。他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和我划清界限。宋九渊拿着笔墨缓缓地写下了和离书。也罢，以前是他伤他太深了，往后他再好好弥补，争取让和离书早日作废。一想到很快就能恢复自由身了，江婉的嘴角就开始疯狂上扬。宋九渊，拿着和离书我……对了，跟着我们流放是你吃苦了，这段时间你照顾我家人良多，我也没什么好报答的，之前还藏了些私产，我已经让人全部转移到蛮荒，届时分你一半。刚还想跟他分道扬镳的江婉瞬间就扬起了笑容。这怎么好意思呢？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你应该得到的。多谢，只是我……其实也没多少东西，也就10几家铺子，几十箱奇珍异宝。那就多谢王爷大方馈赠。你我到底夫妻一场，虽然没有缘分，也能算个朋友。往后在我的封地，你若是有什么难处，尽管来寻我便是。好。看在宋九渊的离婚财产上，他就勉勉强强继续跟着他们一起吧。等到了蛮荒拿到东西，他就在那边买个院子，心情不错。江婉自然是没有注意到宋九渊眼底划过的异样。小财迷，若是不这般，又如何留得下你呢？林廷玉站在门外敲了敲门。王爷王妃。江婉高高兴兴的就把和离书揣进兜里，其实是丢进空间了。怎么了？我们庄子后面有几处天然温泉，王爷和王妃可要去泡一泡。温泉？眼巴巴的看向宋九渊，那个表情无一不表明他想去啊。哼，去，你叫上娘和李二陪你一个池子。好。山里有几个天然的温泉池子，简直是舒服到了极致啊！感受到四肢传来的暖意，江婉甚至在想，要不要在他空间里面也弄这么个池子呀？好舒服呀！有侍女端来水果、茶水、点心放在一侧。江婉喝了一口酒，眼眸登时又是一亮。娘，是果酒，好暖身体。这林廷玉还挺会来事儿的哈。我也要喝。娘，好喝，你也来一杯。不了，你们喝吧。而江婉接连喝了好几杯，等他觉得有些头晕晕乎乎的时候，这才后知后觉，这不是他原本的身体，他是原主的身体酒量不行啊。娘，我去换衣服。好，我马上就来。江婉抬脚上岸。这果酒的后劲儿真大，看来我以后还是要注意着点。
江晚胡思乱想，并未察觉自己走岔路了，瞧见一样的建筑，下意识地推开了帷幔。下一秒，而宋九渊从水里冒出了脑袋。宋九渊啊！江晚一惊，本来是想飞快地转身离开的，结果脚下一滑，身子就朝着温泉里头掉下去了。宋九渊几乎是下意识就把人接住，四目相对。我走错地方了。江晚下意识想推开宋九渊，太尴尬了。然而宋九渊的手很紧，他的臂弯就环在他纤细的腰肢上。他看着宋九渊有些朦胧的脸，不知道是不是喝酒了的原因，江晚脑子里像是变成了浆糊。你喝酒了？就一点点。歪着脑袋的模样，莫名的让宋九渊心里一软。我先送你去休息。他想把江晚给抱起来，结果江晚一把人给推开了。不用，我自己能行。啊！结果脚一软，又滑到宋九渊怀里了。宋九渊迎着他那迷离的眼眸，明知这不是君子所为，但是宋九渊还是把人给扶住了。婉婉。啊！婉婉并不知道此刻自己是什么模样，他手臂圈住宋九渊的脖子。宋九渊，你长得还不错。他俏脸不断的靠近，让宋九渊的心忽然加速。他是不是要吻我？宋九渊就静静的等待漂亮的唇落下，结果江晚又忽然摇头说：不行，长得帅没有用，男色害人。婉婉。宋九渊的嗓音带着克制，然而当事人并不知道，还捏了一把宋九渊的脸。哎呀，你说说你，一个男人的皮肤比女人的还好，不过我的也不差。江晚又摸了一把自己的脸，弄得宋九渊哭笑不得。是，你很美。他墨眸落在他白皙的俏脸上，他美得让他移不开眼。宋九渊极力克制住自己的心情。江晚，我送你回去休息。宋九渊抱着江晚出去。原来婉婉在你这里，我还说怎么都找不着人呢。既然如此，你好好照顾她。说着就拉着宋九离脚底抹油般的跑得飞快了。宋九渊想拉都来不及，一想到林府的人，宋九渊抱紧江晚就运起了轻功直接离开了。等江晚睡醒，已然是到了早上了，一睁眼就对上了宋九渊那漆黑的眼眸。宋九渊，我怎么在你这里？放心，我让林府下人给你换的衣服。哦，你怎么一直没休息？你霸占了我的床。他连被子都抢不到，怎么睡啊？哎呀，作为夫妻，这大半夜的分房麻烦太多了。江晚被说的不太好意思啊，下次再也不喝酒了。没想到这具身体的酒量这么差，昨晚的事儿他不至于断片，所以啊，一想起来他就觉得社死。婉婉，快用早饭吧。你们这么高兴，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咱们很快就能继续出发。是啊，这里距离九州没多远了，咱们很快就能到达九州，我当然高兴。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早饭。林管家瞧着江晚跟宋九渊这登对的模样，心里边微微叹息。公子啊，该放手时就该放手。而此时花晓小心翼翼地替六皇子收拾好行李，而六皇子面部扭曲地坐在那儿。傅离，你确定只要得到落石藤，我身体就能好？这2日他跟花晓的关系缓解，就发现自己那方面居然不行了。他下意识就想起了之前从江晚那边得到的解毒丸，可是这个解毒丸他不仅他吃了，就连温如玉他们也吃过呀，其他人并没有这些症状啊，以至于他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是的，殿下，福临会帮你。虽然吧，这是他从医书上看见的，但他无比的自信。那好，我会命人找到落石藤。为了他的以后，他必须要得到这落石藤。他心里清楚，父皇看重他，但是可不会看重一个不能生育的皇子。殿下放心，您寄人天下，一定能好起来的。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千挑万选的男人啊，他居然不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六皇子可是未来天子啊，他还得给他生下未来的皇帝呢。次日一早，他便同林廷玉告辞离开。神帮他们早就出发了，走得肯定不快。无妨，
即便不同路也没事，只要能到九州就行了。宋九渊从来没有想过完全按照圣旨来，天高皇帝远的，往后狗皇帝想治他没那么容易。好的，大哥。马车里的众人都在各自的忙碌着自己的事儿。忽然，江晚皱眉说道：“前方好像有打斗声。”我也听见了，远远的还看不太清楚。咱们先停一停吧。该不会是被流放的那些人吧？不是他们。江晚闭着眼眸，静静的听了一会儿，说：“任大哥他们带的是大刀，那些犯人没有武器，而这些用的似乎是剑。有人骑着马朝我们这边来了，就吃，换条路走。”但还是晚了。江晚这个时候才看清楚了，是一排黑衣人追着一个小姑娘。这姑娘英姿飒爽，回眸看了他们一眼，大声说道：“你们快些走，免得被殃及。”十二，已经晚了。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的拿着剑就砍过来，宋九吃也飞快的一脚踢飞。滚远点！宋九渊手里的匕首飞出去，一下子就收割了一条人命。多谢。得，这就更让黑衣人误会他们是一伙的了。黑衣人是非死即伤。别客气，我们也不是为了帮你。有人恶狠狠地瞪了那姑娘一眼，转身就跑掉了。宋九赤没好气的白脸骑着马的姑娘，只见她穿了一身飒爽的侠士衣服，头发被梳在脑后，手里拿着一把剑，颇有一点江湖女侠的意味。多谢两位兄弟慷慨相助。这姑娘微微拱手，还有礼貌。宋九渊淡淡的瞥她一眼，转身就进了马车，显然是不太想管这回事儿。刚才要不是你靠近我们也不会被殃及。我不是故意的。齐楚有些尴尬的抓了抓头发。方才我跑得实在太急了，没注意到你们。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虽然你们帮了我，我很感激，但是你这人态度也太差了吧！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你还想怎么样啊？有一点你放心吧，我齐楚呢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大不了我赔偿你的损失。而马车里的江晚听见齐楚这个名字的时候，眼眸唰的一下就亮了，板着脸教育宋九赤：“九赤，这位姑娘既然说明了原因，她确实不是故意的，咱们做人不能太斤斤计较。”大嫂说的是。还是这位姐姐懂道理，方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出门在外，能理解。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位就是原书当中六皇子的侧妃，也是维系六皇子跟楚家关系的纽带。齐楚真名呢叫楚琪，据说是楚老特别疼爱的一位孙女，因为他对六皇子痴心一片，楚老这才不得不参与夺嫡之事的。既然已经遇上了，江晚就不打算把人再送给六皇子了。他们为何对你穷追不舍？姐姐人美心善，是个大好人。方才那些人不是好人，他们贩卖少女，我气不过把他们抓的人都给放了，所以他们怀恨在心，一直对我紧追不放。那他们死的也不冤。江晚恨恨地瞪着地上几个凉透了的黑衣人，非常赞赏地对齐楚说：“姑娘侠肝义胆，值得钦佩。九赤，还不快向齐姑娘道歉？”对不起。他也没想到这位姑娘还是个行侠仗义的好人呢。别这样，这会儿不好意思的人倒是换成齐楚了。他挠了挠脑袋：“确实是我不小心把他们带过来的，幸好你们没事，不然我会更有负罪感的。这样吧，我请你们吃饭致歉如何？”不用不用。江晚想到距离他们似乎并不远的六皇子，眼里流露出了一抹笑意。好啊，吃过饭以后就一笔勾销，你可别一直记在心里。嘿，漂亮姐姐真是了解我。齐楚这人呢，不喜欢欠人人情，祖父教过他的，世上最难还的就是人情，所以他做事喜欢一笔勾销。那咱们去最近的城镇吧。齐楚骑着马在前面带路，宋九石就赶着马车跟在后头。虽然不懂江晚为何对一个刚认识的人这样，但是宋九渊也没有多问。六皇子，不好意思，又抢走了你英雄救美的机会，这侧妃怕是又没了呢。他们走了没多久，此处又出现了一队人马，说是江晚在这儿的话，一定会拍手大笑的。人呢？六皇子恼怒地瞪着地上躺着的横七竖八的黑衣人，眼里蹭蹭地冒着火气。温如玉也觉得很头疼。属下得到的消息，齐姑娘就在此处出没过。殿下找的那位姑娘应当没事，这地上没有女子的尸体。福临前后瞧了一遍，理智地给六皇子答案。倒是花晓知道六皇子又在找一个女子，顿时心里非常的不舒服。莫非这六皇子是个种马？江晚他们已经来到了最近的城镇永八城，
齐楚倒是熟悉，买了好多的吃食以及生活用品，射程的带着他们就来到了一家酒店。爷，福林该回药王谷了。你若是循着落石藤，可将东西送到药王谷，我配好药以后再让人送过来。福林，我需要你。爷，福林姑娘想回去，即便你留住她的人，也留不住她的心。福林，你怎么想的？师父不在谷中，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去处理。这男子长得像花孔雀似的，这俩姑娘怕是脑子进水了吧？上赶着抢人。这是我们的事情。就是，和你们无关。花笑有些恼，切，我才不想管你们呢，我就是随口说说而已。多管闲事。继续保持你的想法，争取以后不要被六皇子拐走。只要你不恋爱脑，楚老就不会搭理六皇子。温如玉从外头进来了，一眼就瞧见了齐楚，但他没敢现身，对身后的小厮说：你去告诉殿下，那位姑娘就是楚老的孙女。待小厮把这话传到六皇子的耳中，他诧异地朝着齐楚看过去。然而此时的齐楚对他的印象是非常糟糕。几位客官，要几间房啊？3间上房。一侧的六皇子就恼怒地盯着宋九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宋九渊，察觉到他恢复了巅峰，更是握紧了拳头。六公子，反正他在外头不想暴露身份，他索性不用行礼。宋九渊，你倒是恢复得不错嘛。而他不一样，如今身上还有了隐疾，而这一切都是拜江婉和宋九渊所赐的。那还得感谢六公子和您父亲替我寻了个这么好的娘子。娘子不仅长得好看，还非常旺夫，是良配啊。不客气，那是你福气好。他的福气也不差呀，神医有福临，大业还得拉拢楚老的孙女，感受到对方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齐楚是浑身都不自在。江姐姐，你们好好休息吧。好的，齐姑娘，你也好好休息。齐姑娘，你觉得方才楼下那位公子如何？齐楚嫌弃的皱眉吐槽说：我承认那个公子长相不赖，只是太花心了，那高高在上的样子实在是讨厌。你说的没错，我也觉得他不怎么样。哎呀呀，六皇子，抱歉，你的侧妃跑了哦。江姐姐啊，你就别叫我齐姑娘了，多生分啊，叫我齐楚就好了。等江婉把人送走，这才发觉宋九渊一个人无聊地喝了一壶茶水。宋九渊，你不好奇六皇子为什么又和咱们住同一家客栈吗？宋义方才给我传音说六皇子似乎患了隐疾。哎呀呀，你说皇帝会让不能有子嗣的人继承皇位吗？他眨巴眨巴那漂亮的眼眸，宋九渊瞬间是福至心灵了。他的身体是你弄的？是啊，他差点害死我，我怎么可能让他好过？听说殿下病了，若是有需要的帮忙的，也可以找我娘子。我没事，看什么病？这是姿势体大，绝对不能够传进京都的。宋九渊，你别得意，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不劳六皇子费心，我会努力笑到最后。我给殿下一个忠告，圣上可不止你一个儿子，你若是在外地待久了，京都怕是成为其他几位皇子的老本营。一句话让六皇子的心口一跳，他仗着父皇对他的宠爱，肆无忌惮的离开，为的不就是发展自己的势力吗？结果他准备的粮食武器，甚至就连盐池都没了，想想他就气得心肌梗塞。不劳你费心了，本王再不济也是父皇的儿子，还能争一争。而你就不一样了，不过是个异姓王，想要坐上那个位置，那你就是乱臣贼子。殿下放心，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他暂时呢，确实是没这个想法。可若是他们父子继续为难他们宋家，逼急了起兵造反也是有可能的。六皇子脑子不笨，自然是听出宋九渊的意思了。宋九渊，你最好收起你的野心，不然下次就不是流放这么简单了。那我奉劝殿下，莫要再动我的家人，不然下次就不是生病这么简单了。他把下毒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果然是你，殿下好自为之。说完，他也抬脚上了2楼。宋九渊回房间的时候，江婉正在狂笑呢。你说他搞不搞笑？真以为自己是金银珠宝啊，人人都喜欢。你说的有道理，也许他因为自己的身份
自以为是香饽饽，谁都喜欢。哼，自恋。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猜到齐楚是楚老的亲人？对啊，很早以前就听说楚老有个孙女儿喜欢闯荡江湖，加上齐楚的名字倒过来，不就是楚齐吗？原来如此。宋九渊无奈失笑，忽然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个盒子。这是宋姨刚送过来的，我那几家铺子盈利尚可，这些算咱们一路的开销。江晚打开盒子，便瞧见里面放着的银票以及一根好看的玉簪。这玉簪只一眼他就觉得特别喜欢。送你的，你一路上照顾我们一大家子辛苦了，算是谢礼之一。当然还有其他谢礼了，只是还要等一等。我很喜欢，谢谢。既然是谢礼，江晚就欢喜地收下了。他随手插在自己头发上，笑盈盈地问宋九渊：好看吗？宋九渊深邃的眸光落在江晚脸上，看得有些出神。问你呢，好看吗？好看，很适合你。他的指尖微微动了动，忽然有些手痒，想将他这迷人的模样给画下来。没想到你眼光还不错。当晚拿着屋子里的铜镜照了照，确实还不错，以至于他就连睡觉唇角都是上扬的。他本来是想等着宋九渊睡了之后他再进空间的，只是没想到一不小心就睡着了。等他再次醒来已经是次日了。这2日外头非常冷，江晚就索性窝在马车里摆烂了。对面有一对商队路过。相公，相公，娘，怎么回事啊？是你爹，那是你爹。娘，你是不是看错了？爹不是失踪了吗？是他，肯定是他，我不会看错的。娘，你先别激动，我们先过去看看。亲哥，是我，莲音。你认错人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见到这个女人他心里会揪着般的疼，可是他的记忆里真的没有她呀。亲哥，你肯定认错人了，他是我相公。这是我爹。家父失踪了些时日，我娘太想念父亲了。既然你说认错了人，那便摘开面罩让我娘看一看，也好死心。相公，你干什么？我让他看看。不行。不信你们看。啊，爹！爹，真的是你啊！宋清抬眸看向面前这3个孩子，困惑了他将近1个月的事情，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怪不得自从他醒来之后，打心底里对这个自称他娘子的人非常抵触，也抗拒跟他们靠近。或许他们并不是亲人，但是直觉告诉他，面前忽然出现的人才是他的家人。却瞧见宋九渊掀开宋清的袖子。爹，果然是你。你爹，爹！眼看着父子就要感人的相认了，张姓不干了。等等，你还有什么疑问？你真是他以前的娘子？是，你们是夫妻，那也是以前的事情。不过男人3妻4妾也是常事。你进门早，我便尊称你一句姐姐。咱们2家人合成一家，倒也是美事。我不同意。迎着宋大娘子那悲哀的眼神，他下意识摇头。不行，张信不是我娘子。他虽然没有记忆，但是潜意识对张信那么抵触，就说明2个人并没有亲近过。阿英，相公，你想起来了？成婚之前，他就是这么叫他的。对不起，我暂时还没有想起来。不过我有感觉，你是我娘子，他们是我的孩子。我善妒，接受不了和其他男人分享我的男人，也接受不了我的儿子在养着外人。养了老宋家一家白眼狼还不够啊，他真的是恨透了那种生活了。宋清微微叹息，好不容易见着妻儿，宋清是怎么看也看不够，又怎么愿意跟他们分开啊？阿英，可否借我些银两？就当是感激他这一路的照顾吧。宋清把他交给张姓。多谢你这段时日的照顾，我得跟着我的家人走了。不行，这么点银子，跟那显贵的身份比起来，什么都不是。那可不行，他必须得跟我们走。哼，因为他是宋家人，爹离开以后，我们宋家就日渐衰落了。如今我们是在被流放的路上，宋家人得一个不少的跟着我们去九州。
哦，这么说的话，壮壮也是爹的儿子，好像是得跟着我们被流放。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我不想认他们。阿娘，一家人就得齐齐整整的。我不是。张姓不信，这一家人看上去富丽华贵的，怎么会被流放呢？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会被流放？说来话长，你不在，一直是渊儿撑着。我虽然是个乡下人，但你们也别想糊弄我。糊弄？看到没有？那就是流放的大队伍，我们走在前面是来探路，马车是官爷的，等会儿还得还给他们，再跟上他们队伍。你想跟着我们也行，作为爹爹的小妾，得照顾我们一家人的起居。江安索性就下了一剂猛药。方才爹爹说要借钱，我便将最后余下的银钱都拿了出来。现下姨娘愿意跟着我们也好，要不是靠着我攒的银钱打点，我们哪能毫发无损的走到现在？唉，罢了，本想保全相公你的血脉，既然妹妹对你情深意重，那便随我们一块儿吧。娘子，对不起。不用和我道歉，反正咱们一个也跑不掉。拿出你们的行李，咱们要赶路了。走吧，阿英说的对，咱们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娘，流放是什么？商队里的人幸灾乐祸道：流放啊，大多是犯人。可不是啊，往后你们指不定就得被派到山里去挖矿。听说流放的人往后子女不能参加科考。嗨，这有什么？一家子在一起比什么都好，吃苦也一起吃嘛。还愣着干什么？帮姨娘搬东西，虽然咱们余钱不多，至少饿不死。想必姨娘和弟弟愿意跟着我们也是好事。不行，我得考虑考虑。你说你们因为什么罪名被流放的？哎呀，大妹子，你还问什么问呢？但凡被流放的，有几个能翻身呢？就是，别看他们现在穿的人模狗样，到了九州，指不定得被扒光。大哥，官爷让咱们快一些将马车还回去，不然不许吃晚饭。咱们快些吧。不远处的人帮带着人原地休整，那帮官爷们看向宋家人的眼神都带了些凌厉。走吧。我不和你们走。你如今也是宋家人，虽然没上族谱，但你儿子也是板上钉钉的宋家血脉。壮壮才不是宋家人，他不是我相公的孩子。到底你说的哪句是真的？我他跟宋清那连婚书都没有。不是的，我跟他根本就不是夫妻，吃苦也轮不上我呀。我承认我有私心，说起来还是我救了你一命呢。当初你晕倒在我家门口，是我找大夫将你救醒的。那时候我相公刚病逝，加上大夫说你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就把你说成了他。其实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壮壮也不是你儿子，只是因为我男人不在，村里人都欺负我，我看你长得强壮，所以才这么做的。现在你找到了自己的妻儿，就放了我和壮壮吧。我已经解释得这么明白了，你们可以继续出发，从此咱们各走各的。而不远处的宋清被宋九渊还有宋九师给扶上了马车，直到人走远，有人小声对张信说：你就不怕他们是骗你的呀？我不想让壮壮冒险。为人父母大都如此。庆哥，你终于回来了。阿英。宋清将莲英抱在怀里，夫妻俩是失声痛哭啊。即便不记得他，但是此刻的宋清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爹，你一点东西都想不起来了吗？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婉婉，你快替你爹瞧瞧。结果江婉跟宋大娘子瞧见他手腕上的伤疤，两个人都是一震。清哥。阿英，这些伤势已经好了，不碍事的。这些年清哥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呀？已经不疼了。婉婉，你快替他瞧瞧吧。好。眉心微蹙。婉婉，不管你爹的身体是什么情况，你都不要瞒我。爹的身子亏空的厉害，身上有好几处厉害的旧伤，以前怕是没有妥善处理过，另外还中了一种毒，所以才会导致失忆。婉婉，你别吓唬他们，我真的没事。爹，你虽没记忆，但身体的感受不可能感觉不到，只要你剧烈运动，身子定然会遭到反噬。想必你那些旧伤也在时刻隐隐作痛吧？江婉的话还没说完，宋清就已经震惊地张了嘴。婉婉医术真好啊。
爹爹身子亏损的厉害，想不起来就暂时不要想了。我给你配几副药吃吃，以后总会想起来的。对，听婉婉的，想不起来咱就先不想。你们还没说呢，宋家因为什么被流放了？不过是那狗皇帝随安的罪名，他忌惮大哥，就想将我们送得远远的。你先别急，宋家虽然被流放了，但婉婉医术厉害，她不仅救治了天花患者，还研究出了预防天花的法子，所以那人不得不赦免我们。不过他心里怕是不甘心，所以将九州划给渊儿当封地了，估摸着觉着眼不见为净吧。大嫂可厉害了。提到江婉，宋九离的话就多得很，小嘴巴拉巴拉的就把江婉的战绩给讲了一番。而宋大娘子在旁边妙语连珠的附和着，时不时呢将宋家的情况透露给宋清。宋清一直浅笑着听他们说，时不时的就点点头，心情也是跟着好转了起来。中途江婉出去了一番，跟宋九渊商量宋清的事儿。爹的事情你怎么看？我爹他身子亏损的厉害，能不能有偿请你帮忙给我爹治治？这是他能够想到的唯一能够留下江婉的方法了。爹失踪的时候，我们半点线索都查不到，我就猜想是有人故意扫除了线索。这些年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保不准那些人还在暗地里观察他，所以这段时间还是让爹少露面，对外先不说爹的身份，免得惹那些人怀疑。好啊，我看任大哥他们的粮食不多了，反正咱们的够吃，等会儿分他们一些。都听你的。任大哥，我们都买了些粮食，你们拿去吃吧。多谢王妃。别客气。你去忙吧，我们等会儿就不等你们了。宋九渊估算了一下距离，如今距离九州地界显然已经不远了，他急着让家人们安稳下来。好的，王爷。神邦也表示理解，至于圣旨上说的他也不在意了，只要到了九州，战王接管了九州，他们到底是如何到的九州，那还不是战王说了算？陈娘子有些担忧，王妃啊，我们一家一直跟着你们，会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呀？无妨，等到了九州，让陈策跟着九渊做事儿，想必那些人也没话说。九州呢是宋九渊的封地，他就等于是这儿的土皇帝，要个人其他人也干涉不了的。马车哒哒哒的朝着九州走去，渐渐的将流放队伍给抛在后面。耳边传来热闹的声音，到曲城了。可是到了九州的地盘。对。比起宋九离的轻松，他面色严肃。其实江婉能够理解他的心情的，即便这是他的封地，可是九州地处蛮荒，是大风最偏远的地方，还不知道民风如何。也许这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种开始。走，进城。渠城外排满了百姓，都是进城的。怎么这么多人？虽然人多，但你们没发现那些百姓都没进城吗？众人仔细一看，进城的人是少之又少。不一会儿，去前面打听的宋九池气愤地赶了回来。渠城的县令怕是疯了吧？进城费一人1两银子，这么多百姓，有几个交得起的？1两？这1两银子是普通人家家里半年的家用啊！入城费这么贵，普通的百姓根本就进不了，可他们还是源源不断的往这边挤。我方才问过几个百姓了，据说今年雪灾，农户们几乎颗粒无收，这是来城里弄粮食的。难怪啊！进城也许就还有一线希望，不进城的话，可能就要被饿死了。宋九渊跟江婉对视了一眼，我都要看看这县令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怕不仅仅是县令的想法。看来他想的没错呀。宋九渊到了九州，生活并不会因此而平静下来。狗皇帝不愧是狗皇帝，大风最难咬的硬骨头丢给我大哥。不过我相信大哥的手段，拿下九州也不在话下。一行人老老实实的排着队，终于他们到了城门口。宋九渊把这路引递给他们，一人1两银子。
1两银子入城费是不是太贵了些啊？京都的入城费都没这么贵，你可别说你们这儿比京都还金贵啊！不是金贵不金贵的东西，1两银子没得少，你们是进还是不进啊？不进别挡道，后头有的是人抢着进。本来以为你们是富贵人家，没想到这么抠抠搜搜的。因为宋九池的插话，所以守卫并没有看清楚宋九渊他们的身份，就把录影丢给他们。你，宋九池看到他们的录影被丢在地上，非常的气愤，语气愤慨：你未免也太嚣张了吧！青山赶紧把地上的录影捡起来。行了，废话少说，不进去就给我滚！宋义适时出现，一把将为首的守卫给摁倒在地上。干什么？放开守正！守卫们手里拿着大刀，可是宋义一点都不怕。将为首的蒋守正直接就摁在地上摩擦。你们居然敢这么对我！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居然敢对王爷无礼！王爷，看清楚了，小的见过王爷。蒋守正虽然只是一个小神物，却也是听知县提起过一嘴的。这九州啊，往后就是战王的地盘，可是战王迟迟未到，他们还以为对方死在路上了呢。这哪想到今天会突然出现。完了，我完了！王爷救命啊！是王爷，一定是皇上派来救咱们的。老百姓们瞧着宋九渊的身影时面目欢喜，即便是跪在寒冷刺骨的地上，眼里依然是流露出希望来。都起来吧，本王初来乍到，首先需要了解清楚渠城的具体情况。你们放心，待了解清楚以后，本王不会置你们不顾。王爷英明！王爷来了，咱们有希望了！百姓们都是激动万分，怪不得狗皇帝将这地方赐给大哥。这样的地方，等大哥肃清贪官污吏，怕是已经过了好些年，届时朝堂的风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呢。王爷饶命！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大哥饶你一命，你怎么不饶这些百姓一命啊？1两银子的入城费，有几个百姓给得起？宋九池一身正义，瞬间让百姓们对宋九渊他们是愈发的信任。王爷，小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守卫，哪里敢定下这样的高价？这些都是知县下的命令，小的只是照做。行，待本王去会会这渠城知县。为了自己的小命，蒋守正只能是老老实实的把人给带到了县衙。下官是陛下亲自任命的官员。本以为宋九渊会忌惮几分呢，毕竟他现在是光杆将军，九州这么大，让他也不敢轻易乱来的。孰料宋九渊猛地就把剑送进了剑鞘。本王入城时，副知县已经暴毙，你觉得这个理由如何？极好啊！宋九池上道的附和道。等圣上派人来核查大人的死因，这尸首……我说……副知县吓得瘫软在地上，谁不怕死呀？宋九渊这么狂，他不敢赌啊。说吧，再绕来绕去，本王没这耐心。是知府得知九州被圣上赐给王爷，便有了一心，想趁着王爷抵达前多敛一些钱财。至于其他的，知府也没有透露给下官，下官也是只管办事啊。将你知道的写成折子，明日一早，本王要看到这些，还有如何解决雪灾的法子，一并呈上来。是，王爷放心，今日发生的事，下官一定守口如瓶。最好如此。下官亲自送王爷去驿站。不必。他走远些，就吩咐着宋义派人盯着知县。他若是识趣呢，宋九渊还能留他一命。大哥，可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整顿渠城，再去九州府城。擒贼先擒王，知府在府城，拿下府城，那整个九州就不在话下了。谁料晚饭的时候，副知县派人送来了10个异域美人，雷的众人是目瞪口呆。副知县怕是活腻歪了吧？大张旗鼓让县城来送10个美人，这大冷的天儿的，10个美人穿着轻薄的衣裙，面带微笑，对宋九渊还有宋九池抛媚眼。而另外一个当事人江婉，唇角微微勾着，就坐那儿看戏呢。
他极力的忽略心底那股烦躁的情绪。王爷，傅大人担心您舟车劳顿，派了几个人来伺候您啊。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宋九渊不是一个迷恋美色的，傅知县这步棋啊，注定是走错了。次日一早，宋义正在汇报这县城回去之后傅知县的举动。王爷，县城回去之后，傅大人修书一封，连夜命人送去府城，被属下截下来了。宋九渊接过去扫了几眼，就把信合上，提起笔写了一封信。送去府城吧。说是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宋九渊写的这封信呢，字迹跟之前那个是一模一样。识趣的抱着信鸽退下。看来他真的活腻歪了。昨天晚上他已经查到了傅知县所做之事，他并不无辜。婉婉，昨天我同傅知县说的不是玩笑话，你可有让人看起来是暴毙的药物？有啊。将来也没有多问，从空间里拿了一个玉瓶丢给他。还在因为雪灾的事情犯愁。九州不比其他地方，即便我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也没法短时间内解决温饱问题。你也别操之过急，慢慢来。递给了宋九渊一张纸，这是我昨夜写的东西，先说好啊，你就随意看一下，斟酌斟酌再决定是否采纳。只见上面写着几条应对之策：其一，官员领头捐赠银钱物资，带动当地富商一起捐赠；其二，天气寒冷，家家户户都不富裕，不仅缺衣少食，房屋也不御寒，最好是让大家抱团，2、3家合并为一家，这样可以节省柴火。第三，江婉一连写了好几点，宋九渊是越看越震惊，其实有一些想法呢跟他的不谋而合，所以他才会觉得惊讶的。他们已经到了如此默契的地步了吗？早饭吃到一半，傅知县就带着县城主部几个人过来了。本王让你写的东西呢？都在这儿了，王爷。待看清楚什么内容的时候，宋九渊的眸子是愈发的冷。这就是你交给本王的答案？王爷，我们这小地方发生的事就这么多呀。解决雪灾的良策呢？打量着跪在傅知县身后的2个人，县城跟主簿这俩人呢，平时就是傅知县的左右手。王爷，下官脑子愚钝，实在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所以今日将大家都带过来，集思广益嘛。那上面写的东西乱七八糟的，显然就是在糊弄他。这是晚上回去想通了，觉得我真不敢动他。哼，渠城地势原因，算是为难你们了。每日喝着清汤寡水，本王还带了些粮食，便赐你们1人1碗面条。作为渠城的县令，他向来是只手遮天，可他是知府的人，宋九渊再怎么蛮横，也对九州一无所知，应当还需要他跟知府的。宋义，你喂他吃。大人，下官自己吃。当然，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宋九渊的疯批做法，直到面吃到一半，这傅知县突然就浑身抽搐起来。他翻着白眼，眼里都是不敢置信，随即2腿一蹬，嘎了一下晕过去了。其他人都沉默着，没说蒋婉是大夫，而是这种事儿不能把婉婉给牵扯进来的。大人，好在这里距离知县本就不远，宋义直接从知县府就拎来一个大夫，这大夫是县衙府的府医，吓得就赶紧摸上他的脉搏。下一秒，大人，老爷，这便是傅知县的夫人。方才宋义过去就惊动了他。老爷怎么了？夫人，老爷没了。你去县衙带仵作过来。是。你们说老爷到底是怎么没的？平日里老爷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分给县城，甚至就连赃银有他的一份，所以傅夫人等县城一个解释。夫人，请节哀呀。也许大人是太过操劳了，才会引发身体的其他疾病。不可能，不可能！相公一向惜命，怎么可能会放任自己累死啊？是你们，肯定是你们害死了我相公。仵作来了。当然，给出的答案也是一样的，操劳过度。傅夫人还想再闹的，宋九渊轻飘飘的就甩出了一本账本。傅知县确实很忙，
忙着剥削百姓。当看清楚上面内容的时候，顿时是面白如雪。相公做的事情他知道的不多，但是也不少。这会儿把柄在宋九渊的手上，他只能是咽下这口恶气，灰头土脸的把人带走了。现在是不是该交代清楚傅知县做的事情？王爷，下官招，下官都招。宋九渊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县城都一一招来。你来说说。下官家中有一个册子，是下官收集到的一些证据。主簿将这放册子的位置告知了宋义，激动地跪在地上。王爷，知县本来打算搜刮些油水，带着妻儿跑路，可您来的刚好啊。这也是他偶然打听到的。得知傅知县的打算的时候，他绞尽脑汁也没想到合适的法子。幸好王爷来得及时，要是再晚一步，我们怕是毛都看不到了。主簿连忙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纸，这是下官想的应对雪灾之策，只是献给知县时被知县驳回，下官也没有机会实施啊。他只是个文书，确实没有办法插手知县的决策的。拿过来本王看看。宋九渊看完微微点头，看得出来你是花了些心思的。那么接下来你暂代渠城知县的事务，处理好渠城的事情。王爷，他平日里就是个文书，怕是不擅长这些。他是知县的副手，对此事更为熟悉，而且他正八品，理应排主簿这个正九品前面的。闻言，孙主簿这心里满是恨意啊！总是这样，周县城从我手里抢过多少活计了？难道这一次又要如此？你想管可以啊，把你应对雪灾的良策拿出来。周县城愣在了原地，而孙主簿被一股巨大的喜悦笼罩住了。他可不管周县城是什么心情。王爷放心，下官一定尽心竭力。这是他表现的机会啊，他绝对不能错过。至于你负责处理傅知县的后事，如果有人乱说一句，他就是你的下场。简短的几句话就像是那催命的刀。王爷，下官也不敢保证啊，傅夫人她会不会乱说？那是你的事情。下官尽力，这哪是软脚王爷，分明是索命阎罗呀！他感觉自己要完了，脑海里面思索了800种跑路的办法，结果对上宋九渊那像是洞悉一切的眼神，顿时腿一软。直到二人离开。渊儿，那傅知县可是你的手笔？是我。那可是朝廷任命的官员。那人不是个好的，死不足惜。可他担心那位会揪着渊儿的把柄的。别放心，我心中自有成算。宋九渊早就想过此事了，说他一切根据规矩来，这九州啊，怕是没有那么容易握在手里的。算时间，人帮他们也快到了。整个渠城都是傅知县的人，孙主簿的动作应该也还没那么快。你去城门口迎接人帮他们。神帮不是渠城人，这七来好歹是他的帮手。是。而此时，秋娘，办事之前你先去城内城外找人散播些消息。王爷不是皇帝派来解决灾情的，他是被流放过来接受封地的。另外，傅知县是暴毙身亡，和王爷无关。宋九渊劳心劳力的，指不定百姓们以为是皇帝的寿命呢，这到时候宋九渊多憋屈啊！所以江晚要把这些全部都扼杀在摇篮里，也要让其他观望的人瞧一瞧应该怎么站队。好的，主子。王爷，不是小的不识抬举，实在是小的家中也没有多少余粮了。是啊，银子草民倒是不缺，主要是这银子现在也买不到粮食。草民被入城的刁民打劫了，自家都难保啊！你们不是说过来募捐吗？这会儿说这些做什么？我们是渠城人，也想给渠城多做些好事，可草民无能为力啊！可不是啊，现在去哪里找粮食啊？王爷从京都来，总不能什么都没准备吧？说好话谁不会啊？钱老爷，你想表达什么？募捐可以，王爷总得做个表率吧？就在气氛有些僵的时候，谁说你们王爷没准备的？王爷，您瞧瞧您，怎么就能这么沉得住气，任由别人诋毁您呢？为首的是江晚的贴身侍女秋娘，她身后跟着一群汉子，那汉子每一个人都推着一辆板车，
而板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站在屋内的众人都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眸。还未入城前，王爷就已经知道了渠城的情况，早就派人购买了物资。你们看到的只是小部分，这些是粮食，还有一部分棉衣就在外面。核算下来，王爷捐赠粮食3000担，100斤1担，棉衣10000件，你们还觉得少吗？哼，空间里囤了那么多东西啊，他不过是拿出了一小部分做好事而已了。要知道，因为这个，昨天晚上他半夜都没睡觉，连夜找个院子存放，一早又让绿水去看着，忙活了一夜的。听见这话的富商们总算是回过神来，这么多粮食，他们自然是不好再刁难。不少，下官替渠城的百姓感谢王爷，王爷仁义，我们自然也要紧跟着王爷的脚步。下官愿意捐赠粮食5担，白银200两。有了孙主簿开头，其他人都纷纷看向了钱老爷。王爷大人大义，草民比不得王爷啊！家产，王爷，人都安排好了，就在福禄客栈，地方倒是不错，可就是贵啊。王爷，是您的朋友住在福禄客栈吗？缘分呐！那福禄客栈就是草民开的，您的朋友就是草民的朋友，怎么能收银子呢？钱老爷哪知道宋义带回来的不是1、2个人，而是一群人。当然，草民说到做到。另外，草民也捐赠20担粮食，棉衣100件，白银1000两。他吓出一身冷汗，甚至怀疑宋九渊是不是早有预谋，知道那个福禄客栈是他的，这是故意敲打他呢。钱老爷敞亮，诸位打算捐赠多少呢？只能一个个不情不愿地记上自己的名字。墨画书4，粮食10担，白银1000两。都记下。各位贵人多忘事，还劳烦早些将东西送到县衙，下午便要开始施粥了。放心，不会忘。10几20号个人记录下名字，这才匆匆离开。等人都陆陆续续的离开，宋九渊这才对孙主簿说：捐赠这事记得贴出榜单，让百姓们记得他们的善举。是，王爷。孙主簿得令，乐颠颠的抱着小本本继续上门找其他人捐赠。一时间屋里只剩下了江婉跟宋九渊2个人。问吧，就算问他也不会说的。婉婉，你早就预料到今日的局面了吧？宋九渊，你别瞎想，这些东西是我提前安排好的，没错。不过我一开始可没打算用来帮你，我是打算用来做生意的，之前的银子都投进去了。婉婉，放心，我不会让你白白付出的，这些银子本该是我出的。你出就你出。实在是宋九渊那个眼神吧，太奇怪了。江婉觉得有些呼吸不过来，他抬脚出了屋子，脚步匆匆的就往后院走，一眼就瞧见了院子里的10个美人。绿水姑娘，姐姐知道你是好人，你能告诉我王爷等会儿会去哪里吗？等我成了王爷的侧室，好处少不了你的。哼，王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呀。我家王妃貌美如花，王爷有她就够了。再美的姑娘，看久了也就腻了。你们在干什么？刚才还蠢蠢欲动的几个美人，顿时都被钉在原地了。方才你说你是知县大人送来服侍王爷的。是的。那你还不知道吧？上午知县大人暴毙身亡，人已经被抬回去了。江婉轻描淡写的话，让在场的美人们都吓个不轻。他们都是知县送来的人，知县这个靠山没了。不可能，姑父怎么会死？姑父？你是钱姑娘吧？方才你父亲还来捐赠过不少物资。又一句话告知他们，知县倒了，就连钱老爷都来投诚了。而他们认为能够拿捏他的东西，在江婉家什么都不是。钱姑娘腿一软，瘫倒在地上。不可能，怎么可能啊！姐姐，求您给我们一个机会见见王爷吧。王妃，奴婢别无所求，只要能留在王爷身边足矣。奴婢绝不会和王妃争宠，求王妃网开一面。江婉冷漠地望着跪在地上的10个美人。想要我帮你们呀？那我便给你们一条活路，愿意离开的给你们讨回卖身契，放你们自由。
至于死磕的，那他可管不着了。这话一出，几个美人都是面面相觑，个个都心思复杂的看向江兰。有人不愿意离开，虽然呢，也有人是被逼着来的。王妃，奴婢愿意离开。可以。又有5个人选择离开，他让绿水记下名字，唯有钱姑娘和另外3个姑娘没有开口。她们跟那些姑娘不一样的，因为这是知县从富商或者是亲戚家里挑的人，为的自然是在宋九渊的身边安插眼线。已经被送到王爷这儿了，他们若回去的话，怕是也会被家族厌弃的。王妃，您至少让王爷见见我们再说吧。本王见了你们又如何？宋九渊冰着脸走近，钱姑娘委实是有些不甘心，直接跪在那冰冷刺骨的雪地里。王爷，奴婢要求不高，只求伺候在王爷王妃左右。另外3个姑娘见状，也是纷纷效仿。王爷，奴婢什么都可以做的。奴若是被退回，便没了活路，求王爷王妃开恩呢。江婉拢了拢大衣，俏眸落在了宋九渊的身上，心头莫名的就涌现出了一股酸涩的味道。他极力压下这种奇怪的感觉，轻声问：宋九渊，你怎么想的？本王有王妃一人足矣。宋九渊面对江婉的时候，神色是极其温柔，让在场的美人们顿时是心里一凉。这小丫鬟倒是没有说错，王爷心中只有王妃。宋九渊的墨眸极度深情，让江婉差点忍不住沉沦。他连忙别开脸没看他，低垂的眼睑里满是纠结。至于你们，宋九渊冷硬的脸上皆是凉意。愿意走的便依照王妃的意思，拿了卖身契走人；不愿走的也行。既然被送给本王，那就是本王的人，自然任凭本王处置。本王王妃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余下的人便卖掉吧。他轻描淡写的卖掉2个字儿，让钱姑娘等4人顿时是身子一震。虽然被送给了王爷，可是他们也是好人家出身的姑娘啊，若是被卖到教坊或者妓院，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呀？钱姑娘再也没有了奢望，讷讷的张嘴：奴婢愿意听王妃的，离开。奴婢没福气，王爷王妃珍重。奴婢也愿意离开。几个姑娘悠悠叹息，漂亮的眼眸幽怨地望着宋九渊。青山，你拿了卖身契，将人都送走。若不是当着婉婉的面怕吓到他，宋九渊可不是这么仁慈的性子。是，姑娘们走吧。美人们1步3回头，希望宋九渊改变主意。结果宋九渊连个眼神儿都没给他们，而是放软了声音对江婉说：婉婉，你可是吃醋了？我才没有。江婉色厉内荏地转过身子，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眼里的慌乱。好，你没有。宋九渊语气无奈，其中似是夹杂了万千宠溺，让江婉的心没来由的就觉得甜甜的。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不对劲儿了，轻声地说：宋九渊，你是王爷，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你真能做到始终如一的拒绝吗？他嗓音闷闷的，带了一丝无奈。唉，傻姑娘，我现在若是说能，你怕是会说我花言巧语，不会信。我能保证的是，只要你在我身边，我绝不多看其他女子一眼。油嘴滑舌。江婉嘀咕了一句，转身就走，只是在宋九渊没看到的地方，嘴角轻轻扬着。婉婉，我这话都发自肺腑。晚些我和娘李儿一块去施粥。江婉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不行，去程太乱，你们不易暴露在人前。你的家眷亲自做善事，更能收拢民心。江婉知道，对于宋九渊来说，最迫切的是什么，所以下意识考虑到所有事情的最优选择。我怕富知县的家人铤而走险。无妨，我会保护好他们。再说，不是还有你吗？江婉并不知道，他这最后一句话让宋九渊有多么高兴，他的嘴角微微翘起。好，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那行，我先去休息会儿。江婉回了屋子，先是利用时间差在空间里休息了一番，随后就忽悠着系统小精灵继续播种收割。他捐赠的小麦大米都是出自空间的，只可惜他虽然种出了棉花，无奈本人不会做棉衣啊，不然他能多造一些。这才出了房门，此时的花小却是混得风生水起。六皇子吃了药方之后，就
就感觉自己恢复了。这段时间没少折腾花晓，眼看着即将抵达京都，花晓就窝在六皇子怀里，他的指腹就落在自己小肚子上，眼里满怀希望。若是能够怀上龙骨的话，他就真的能一飞冲天了。这会儿更是亲昵地靠在六皇子怀里，唇齿相缠。只是这美好的瞬间并不持久，因为六皇子的侧妃正携着一众小妾等在六皇子府门口呢。花晓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了。殿下，殿下，臣妾想死你了。殿下，你可不能厚此薄彼，您离开这么久，臣妾都梦见你好几回了呢。一群人拥着六皇子就进了府，花晓气得脸都快扭曲了。忽然他猛地看向温如玉，温公子，你站对了吗？要是没站对，可以压我，我一定能让你成为殿下最信任的人。既然来了京都，那他就一定要闯出一番事业来。温如玉没想到这些女人一个两个的想要拉拢他，他轻嗤了一声就进了六皇子府，气得花晓连忙小跑着追上。结果花姑娘，侧妃吩咐过，殿下还没给您名分，不能走正门。于是乎花晓在京都就开始了宅斗模式。王爷王妃，周县城跑了，宋爷已经去追了。九池，这里交给你，我去州府瞧瞧。王爷，下官同你一块儿去。你留在这里，今天忙完以后，早点和人帮办完交接手续，那些流放的人便能为你所用。下官遵命。这孙主簿见不到周县城的狼狈模样，是颇为遗憾。孙主簿跟人帮去交接，宋九渊跟江婉两个人这才直奔州府。他们到的时候，州府里静悄悄的，看得出来周县城离开的时候已经是遣散了所有的奴仆。进去看看吧，说不定能找到些线索。州府在衢城算是极大的府邸了，里面装饰得很奢华，很难想象这是一个8品小官的住处。咱们分开找。江婉特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当然他也很喜欢寻宝的感觉。那你小心一些，有事就喊我。他递给江婉一枚信号弹，并且告诉他怎么使用。小精灵，快勘察勘察周县城还有没有留下宝物。在空间种植收割好些日子的系统懒洋洋的就开始扫描。没一会儿，我去，主人你运气真好，这州府还真有个密室，地图已经传送给你了。啊，这就叫瞎猫碰上死耗子。周县城跑得急，估摸着没空带上所有的宝物，一路找到了州府的牛棚。小精灵，你确定是这里？是的，主人。主人，掀开地上的草木，下面是个密室。江婉闻着空气里这浓郁的味道，他能说他很前进吗？也难怪周县城走得这么放心，谁能想到他这么损啊，把密室开在牛棚的下面。他顺着通道往下，下一秒他就感觉自己快要眼瞎了呀，因为这压根就是一个库房，库房里面堆满了金银珠宝。好家伙，谁说衢城穷了？他看衢城大半的银子都在富知县跟周县城手里吧，金银倒是没动，可以留着给宋九渊买粮食。他小手一挥，就从空间放出来粮食，直接放了宋九渊给他的信号弹。收到信号的宋九渊来得很快。婉婉，宋九渊，我发现周家的密室了，走吧走吧，我先带你下去看看。瞧见密室里堆满的东西，周县城胆子倒是大。这地方这么隐蔽，还真令人难以想象。我估计周县城以为咱们不会找到这里，怕是想以后寻着机会悄悄回来取这些东西。现在外面那么乱，带太多的金银财宝赶路更容易出事的呀。不排除这个可能。是呀。哎，宋九渊，你没发现这石壁旁半点灰尘都没有吗？就连金子上都有灰。是不对劲。轻轻的一推，就瞧见里面放着一个小本本。这该不会是周县城藏的罪证吧？喏，你看看吧。宋九渊的面上浮现出了一抹喜色。你没说错，这确实是周县城留下来的罪证，是他和富知县勾结压榨民脂民膏的证据，还记录了收取贿赂的金额，是个账本。周县城留下这些，怕是为了拿捏富知县的吧？没想到富知县直接被宋九渊给送走了，这会儿手忙脚乱的直接跑路了。那感情好，你好好收着。
我们先出去吧，余下的事情交给宋义。抓到周县城了吗？没有。那接下来抓他就难了。以后都不用抓了。宋义追过去的时候，便发觉州府上下30几口人被洗劫了，无一活口。怕是某些人灭的口吧？幸好咱们发现了他的密室，好在罪证也在。幸好有系统在，不然我也找不到那个密室。宋九渊，如果他们没有被灭口，你会怎么做？他要是不跑，也不会死这么快。我会将周县城关押起来，具体审问是朝廷的事情。余下的骂名应该交给那一对父子。哼，将事情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死无对证。一个敢直接灭掉8品小官满门的人，确实不是什么善茬。看来咱们已经成了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离开渠城前，咱们去官府签好和离书，就此分开吧。宋九渊说这话的时候特别痛心，可他也明白，跟着他会面临许多危险的。好啊，向外也说不清楚，心里那股酸涩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家都主动提了和离了，他自然是不会赖着他。正好我有时间，那便一起去县衙吧。好。或许他是真的还想快点摆脱宋九渊娘子这个身份吧。2个人沉默着离开，没想到这一幕被宋九离给听了个正着。娘，大事不好了！离儿，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宋九离急得嘴瓢啊！是大哥和离。离儿，你说什么？大嫂和大哥要去和离。肯定是宋九渊那个王八蛋，婉婉对他那般好，他居然还不识好歹，老娘弄死他！亲眼看着自家这温婉的娘亲秒变泼妇，宋九离人都傻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阻止他们和离！娘子，你先别急，我们过去看看再说。怎么可能不着急呢？你儿子就要没媳妇了，哎呀，作孽呀！此时这俩当事人呢还不知道这事儿暴露，明明之前他是期待和离的，真的到了这一天，他心里反而有些难受。婉婉，从前是我不知好歹，辜负你许多。你不必多想，我还年轻，又能赚银子，以后想找个什么样的都能找到。听他这么说，宋九渊心口一疼，差点脱口而出不和离了。可是去府城的路上确实是危险重重，他唯恐自己护不住他。宋九渊这个心呐，像是裂开一样的难受。他们终究还是到了县衙门口。见过王爷王妃。不用多礼。这是我和王爷的和离书，麻烦孙主簿拿旗出来盖上，顺便记录在案。王妃，王爷，您们在和下官开玩笑吗？没有开玩笑。宋九渊拿出属于他的那一份和离书。天哪，王爷和王妃居然要和离！孙主簿人都傻在那儿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孙主簿，这县衙的公旗莫非还在副知县手里？他也就是随口一问，没想到孙主簿还肯定的点点头。对，公旗一直是副知县收着的，下官一直没找到，所以这事儿今天怕是办不成了。那可不行。他心里会涌现出了莫名的欢喜。下官知道，等下官找到以后，一定第一时间告知王爷王妃。看王爷对王妃在意的样子，也不像是没感情啊。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呐。我可不能做刽子手。行吧。宋九渊微微点头，心情莫名好转，顺手将桌上的2张和离书收了起来。婉婉，你可要去城门口看看。也行。多般配的俊男靓女啊，他们一定是一时糊涂，我也算间接的拯救了王爷的婚姻嘛。宋九渊，今天没和离成功，你是不是很遗憾啊？没有。宋九渊脱口而出，反应过来之后连忙就找补。婉婉，我一直都很尊重你的想法。哦。江婉瞥脸他藏在袖子里的2张和离书，唇角轻轻扬了扬，大步朝着县衙外面走去。
结果刚出门，宋九渊，你个王八羔子，你怎么忍心伤害婉婉这么好的姑娘？我警告你，从今往后你不是我儿子，婉婉才是我闺女，我亲生的。对呀，大哥，你太过分了！大嫂对咱们家这么好，你怎么能伤害她呢？宋九渊猝不及防的被宋九赤给摁在地上，他下意识想要反抗的，结果注意到江婉眼里面一闪而过的心疼，他那握紧的拳头就松了。娘妈的没错，你就是不知好歹。九池，你别打了，你冷静一些。婉婉，你别管，她就是欠揍。娘知道你对渊儿一片真心，可惜她蠢，不知道珍惜你。不过没关系，以后你就是我闺女，娘给你物色一个俊俏的小郎君。大嫂，不，婉婉姐，以后你就是我亲姐姐。婉婉，以后爹会亲自送你出嫁。宋九渊在心里吐槽：这他妈到底是谁的亲人啊？娘，你们误会了，是我要和离的。啊，婉婉，哼，婉婉姐，你不必替我大哥打掩护。大哥，我这次揍你没错，你别想揍回去啊。被他们护着，江婉的心里头暖暖的。我没骗你们，真是我要和离的。毕竟当初嫁给宋九渊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知道他无意娶我。要不是原主的爹为了攀上战王，而皇帝为了羞辱宋九渊，原主根本就不会嫁给宋九渊的。婉婉，娘知道你的苦衷。得，孙主簿没有找到急，我们还没合离成功。所以啊，江婉还是他的娘子。不得不说，他的眼光就从来没有出过错。婉婉这般厉害，成功打入他家内部。你怎么不早说呀？一家人这可爱的模样让江婉是哭笑不得，他戏谑地望着宋九渊笑，仿佛在挑衅他。看，这到底是谁的家人啊？哎呀，宋九渊能怎么办呢？自己心仪的姑娘只能宠着呀。先不说那些，现在咱们先回家，马上年关了，咱们一家团团圆圆啊！两个人往前走了几步，宋大娘子没好气的就递了个眼色给宋九渊。啊，宋九渊这才悟了，原来他娘是在帮了他追娘子呀。于是宋九渊立即跟上，一家子亲亲热热的，唯独三个男人走在最后面。要不是他们都说你是我儿子，我还真不信。你也太差劲了。我虽然没有记忆，但我知道只要你娘不高兴就得哄她，你娘要是高兴了还是得哄她更高兴。你娘让我往东，我绝不会往西。大哥，爹这是在教你。宋九池嘴贱的来了一句，惹得宋九渊没好气瞪他。那你怎么不多学着点？我这不是没有遇见喜欢的姑娘吗？要是有的话，我以后也一定会如此的。不知道为什么，提起喜欢的姑娘，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齐楚。呸！我怎么会喜欢齐楚那样男人头的姑娘？宋九渊意味深长地瞥他一眼，没说话。几个人就默默地跟在江婉他们身后回了府。这是他来到异世过的第一个年。宋大娘子说不要提不高兴的事儿，江婉跟宋九渊就默契的没有再提和离的事儿了。大好的日子，宋九渊已经让宋义弄来了一头新鲜的羊，另外还弄了许多的食材回来。厨娘，陈策一家的住址定下来了吗？定下来了的，主子。那你将这些银子和吃食送过去。好的，主子。江婉从空间里弄了一些蔬菜肉，还从宋九渊那儿拿了一些当挡箭牌。宋义，你送秋娘过去。是。外面不太平，这么多东西太显眼。婉婉，你喜欢吃什么？按照你喜欢的做法来做。我以前是没有资格和爹娘一起过年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过年该吃些什么。大抵是原主的情绪在作祟，他有些难过。毕竟在原主记忆里，他娘没了之后，继母也不喜他，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吃过团圆饭了，就一直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年。婉婉，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娘，有什么委屈你一定要告诉我。好呀，娘，若是和离，认她当干娘不错。宋九渊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危险的想法呀。今夜的年夜饭交给娘来安排，你等着吃就行。对，做一个糯米丸子，寓意团团圆圆。
红烧鱼年年有余，还有金鸡送福，步步高升，招财进宝。他一连说了好几个菜色。娘，那我帮你。不用，你们等着吃。大年夜，宋大娘子指导着秋娘跟丽水做了一桌子的好菜。往年虽然也是团圆，可对我来说，那都不是真正的团圆。今年才是我们家真正的团圆，因为我的亲哥回来了。娘子，往后我绝不离开你，就守着你们。好。宋九元忙的是脚不沾地，他忙着把事情一一都派发下去。好在没了复制线压着，孙主簿的办事能力还不错，宋九元也勉强放心。晚些让秋娘好好收拾收拾，我们就去府城。你不是说咱们从此分道扬镳吗？婉婉，咱们还没有和离，你还是我娘子。宋九元想过了，说是他跟着自己一起去府城，那他就拼尽全力要保他平安。很快就不是了，心口猛烈地跳动着。江婉，你还能守住你最初的初心吗？哎呀，他不知道呀。江婉是成功的看到对方黑脸了，扑哧一下笑了。好啦，我自有分寸。马车终于驶离了曲城。滴滴滴，主人，系统检测到前方山上的悬崖处有飞雪花。眼珠子直勾勾的就盯着对面山头。你们先走，留给我一匹马，我去那边山头看看。我陪你。我就是去那边采些草药，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我帮你拎草药。直到被宋九元拽到他的马上，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居然被男色给迷了眼。失策啊，失策！我说的没错吧？感情的事情，别人千万不要参与，顺其自然多好啊！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可是娘，婉婉姐说要和离的。其他人都在心里默默吐槽，说你憨，你还不信。京都六皇子的后院，花晓站在这花园的小湖边，冷漠地瞧着池子里扑腾的女人。而温如玉来的时候就瞧见这一幕了。这花晓刚来王府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通房，如今不过短短月余就成了王爷的贵妾了。花主子，宋九渊和江婉如何？这是底下人传来的信。他们在九州倒是过得风生水起，殿下被罚闭门思过，已经月余。温如玉，你过来。他红唇一张一合，说出来的话却是让温如玉一惊。花主子，没有殿下的吩咐，这是……我会让他同意的。怎么，你不信我？他想起了刚进府的时候被各种针对的花晓，他不但没有被摧残致死，随后更是让殿下亲自升为贵妾，距离侧妃只差一步之遥。以他的身世，这升位分的速度着实是快了些。信你。信我就去办吧。温如玉就顺从的退下了。比起花晓这诡谲多变的宅斗生活，江婉就轻快很多。按照路程估算，咱们明日就能到达府城了。抵达府城，对他们来说才算是真正的安家。但是江婉总觉得不对劲儿，几乎这个想法刚浮现，恰好就对上了宋九渊那警惕的眸光。爹，你和酒池照顾女眷。顺着风朝着带有响动的地方跑去，刀剑的声音也是愈发清晰。不过短短几息，这些人就全军覆没了。等江婉他们赶到的时候，你没事吧？放心，我没事。说吧，是谁派你们来的？是知府大人，我帮他处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他保障我们庄子里人的安全和温饱，我们是交易关系。几位贵人，我们庄子里还关押这些人，肯定是知府大人要处理的人，我带你们去。刚瞧见庄子的模样，众人就瞧见庄子里跑出来一群人。齐楚，江姐姐！天哪，齐楚，你该不会就是他们抓来的人质吧？江姐姐，我可没那么差劲儿的，我是故意深入敌营救人的。你看，要不是遇见你们，我早就带着他们跑了。陪着家人过完了年，他就马不停蹄的打算过来找江姐姐，没想到会遇上这档子事儿。不是吧？宋九池，你小瞧不起人啊你！好啦好啦，我们也正好要去庄子上救人，既然你都将人救出来了，我们也可以轻松一些。我用江姐姐你给的一些药粉，将庄子上的人都给迷晕了。
这才成功把这些人给解救出来。我就说你怎么可能这么厉害，结果用的是玩玩姐的法宝啊！这一次，齐楚倒是没有生气，这些都是府城那些官员后院的女眷。齐楚的话让江婉跟宋九渊都震惊住了，没想到这知府为了迎接他们，居然胆子这么大呀！楚姐姐，你不是回去陪家人过年了吗？对啊，我这不是在家待了几天就想你们了吗？就想着你们肯定要来九州府城的，我索性就告别店长出发了呀。哪里料到能跟你们偶遇啊！这里距离府城并不算远，翻过几座山，隐约就能够瞧见不远处的烟火气。他们才刚入城，一道人影就急匆匆地跑到了宋九渊的面前。此刻跟在他身后的还有府城的另外几名官员，这会儿都齐齐地跪在他们面前。跪在最前方的就是九州的叶知府，细看的话就能发现此人是一个很有城府的人。反观叶知府身后的同知、通判还有学寿等人，这会儿都是大气不敢吭。本王自己都不知道何时抵达府城，叶知府倒是消息灵通，来得比本王那些下属还要及时。王爷恕罪，下官得知王爷即将来府城，便命人一直守在这城门口。得知您即将到达，下官这才携下属们前来迎接，只是不想慢待王爷。慢待？从今九州就是我宋九渊的封地，慢待的是客人，而本王以后是九州的主人。王爷说的是。王爷，下官早就准备好了接风宴，请。众人就跟随着马车入了城。马车很快就去过闹市，来到了一处单独的宅院，是知府特地安排的地方。本王瞧着你们几个愁眉苦脸，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叶知府一惊，眼里划过了一抹凉意。思及宋九渊的手段，刘通判忽的一下站了起来，直直的就正在了宋九渊面前。王爷，下官府中女眷被人掳走，这会儿还没有任何消息，下官是为此心中烦忧。什么？叶知府，可有此事？确有此事，下官正派人全力寻找，只是因为失踪的都是女眷，下官担心会影响他们的清誉，这才一直隐瞒此事。大人，你当真派人寻过？哎，自然是找过，只是目前还未曾找到而已。哼，王爷，求您帮忙寻找下官的家人。还有下官。徐同志的家眷也失踪了。是，夫人爱女是与通判夫人一起失踪的。又陆续有2、3个人跪下请求宋九渊帮忙，这是叶知府暗地里逼着这些官员们站队。王爷呀，下官真的很努力找过了，若是王爷有这个本事，就请王爷帮着大家找一找吧。这是想将宋九渊放在火架子上烤？王爷，您刚到府城，对九州也不太熟悉。王妃说得对，渊儿，你得量力而行。刘通盼着心里边打鼓啊，我的抉择是否正确？就在这时候，中途离开的青山忽然回头，他在宋九渊的耳边耳语了几句。王爷，请您救人呐。说完，他微微得意地瞥了眼刘通盼，想当着他的面叛变。哼，那就拿通判的家人先开刀吧。你倒是对本王有信心。哼，巧的是，入城之前，本王确实救了几个人，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其中谁的家眷。这肯定是宋九渊故意挖的坑，我不能往里跳。啊，是吗？说不定还真有这个可能呢。一共有6个官员的家眷失踪了，这会儿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抹期待。青山，去带人进来。不会吧？我明明让那人藏得这么好，这宋九渊怎可能找到那些人？在众人紧张的情绪里，青山带着一群女眷走了进来。夫人，相公，爹！这会儿哪里还有什么站队？即便是他的人见着自己的亲人，也是激动的不能思议。原来真是你们的家眷啊！多谢王爷救我夫人。
这些被救的人这才知道，面前这个人居然是王爷，他们是被王爷给救了。本王看他们都受了些惊吓，你们的好生安抚一番，让下人们先送他们回去。成功的让叶知府的联盟瓦解，宋九渊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好啊！瞧着这和谐的一幕，叶知府的心里都快要扭曲疯了呀！王爷还真是厉害呀，随手就能救回大家的家眷呢。那意思，神就是他抓的呗。有人相信，自然有人不相信。宋义就拎了一个人进来。叶知府，这人你认识吧？叶知府都要快被彭老大这个蠢货给气死了，让他看几个女人都看不好。王爷，下官冤枉啊！你冤枉什么？下官真的不认识他，这些都是他干的，与下官无关呐。叶大人，哼，你还真是能掐会算啊！王爷只是抓个人来，你就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情？王妃误会下官了，既然王爷能救回大家的家眷，下官便以为他是绑架人的匪徒啊。王爷，下官……废话少说，把其他人带上来吧，免得有人不甘心找诸多借口。宋义招手，草民见过王爷。而江婉的注意力倒是不在他身上，这是他第一次瞧见宋九渊这么多的安慰。杨二牛，说说吧，谁指使你们抓的人？让我们绑人的就是他。一派胡言！本官什么时候指使你们去掳人了？刘通判等人听见杨二牛的话，更是直接朝着宋九渊倒戈。叶大人，我自问在任期间对你言听计从，这次你过分了。是啊，我们即便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那也是不辞辛劳啊。我家几个小姑娘还未议亲，你这是葬送他们的未来呀！众人纷纷谴责地望着叶知府，让叶知府的心里发寒。本官可从未见过你，可你见过我们老大呀？你们每次都在府城的西府茶楼见面，我有幸跟着去过几次，老大见的就是你。当然，这个是杨二牛瞎掰的。而彭老大和那人在雅间见面，反正他觉得自己说的8、9不离10。你放屁！我明明从未见过他，这人到底是哪来的？先别说其他罪名，单说你派人刺杀王爷，那可是死罪哦。我什么时候派人刺杀过王爷？你请的人不就在这儿吗？王爷，下官真的没有安排人刺杀您啊！这他妈是什么事儿啊？来人，先关押起来。求救似的看向那些同僚，然而并没有用。大家都知道，宋九渊这是在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呢，好借机把这九州给拿捏住。你说，到底谁派你去刺杀王爷的？彭老大沉默着没说话。叶知府人都麻了呀，还有什么比明明是他的人却帮着别人办事更气人的呀？最重要的是，这办事不利的锅还得他来背。叶知府现在是有口难言，只能是哀求的看向宋九渊。叶大人是想去牢里想想自己犯下的罪行啊，你要是识趣的话，指不定我大哥还能网开一面，不然就等着被满门抄斩吧。刘通判，此事交给你审理，若有差池，本王拿你试问。是，王爷。而宋九渊又派了宋义跟青山监督，以免他们私底下有接触。这所谓的接风洗尘宴会，似乎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王爷，暂时居住的院子已经替您准备好了。九州这边本来就有皇亲贵族才能居住的别院，这是以往天子御驾出征居住办公的地方。宋九渊也没客气，既然已经被狗皇帝送到了这么偏远的地方，他就没打算跟以前那般的克制守礼。至于同知等人，忧心家中女眷，宋九渊索性大方放行。只是这些人走了以后，他做了个手势，爱卫们早就悄悄跟上了。于是一行人又跟着刘通判出了这院子，随着他赶往以后的王府。后院交给你来安排。娘，您来。如今宋大娘子还年轻，江婉也不想越过她。婉婉，渊儿说让你管着，你就管着吧。娘，我以前从未管理过这些，还是您来。让众人很快就联想到他以前的家事。
他在尚书府的时候并不受宠，继母自然是不会教他这些的。他不擅长也正常。也好，那我往后慢慢教你。大家赶路辛苦了，今夜先好好休息，明天再置办其他东西。听娘的。天色已晚，大家也没有迟疑，索性男人们就睡前院，女人们呢就睡后院。一直没问你们，若是我和王爷和离，你们愿意跟我走吗？主子，青山绿水，奴婢不敢保证，但奴婢愿意跟着您离开。我只是随口问问。我们的东西你先别全部拿出来吧，或许我明日就要搬走了，你也不用重新收拾。或许所有人都觉得她嫁给宋九渊是良配，是，她承认自己是有些心动的，可是嫁给宋九渊的是原主，她若真的喜欢他的话，那就再把他追回来呗。想通了的江晚整个人都精神焕发了，起身提着马灯朝着前院走去。果不其然，宋九渊还没睡呢，刚抵达九州，他要处理的杂事数不胜数。瞧见江晚过来，宋九渊眉眼里露出了一抹喜色，随即想到他的来意，心又沉了沉。猜你今夜定是没时间休息，这是我亲自制的香，能让你精神一些。多谢婉婉。你是不是很快就能接管九州？这还得感谢叶知府多此一举抓了人质，我能恰好救下他们的家人，就能拉近和其他人的关系。水至清则无鱼。其实宋九渊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并没有连根拔起的打算。他首先要做的呢，就是培养自己的人，这样九州才可以完整的把控在他手里啊。那我先恭喜你啦。江晚想起今日见着的暗卫，忍不住好奇地说：你这暗卫也不少嘛，咱们一开始被流放的时候，应该不至于过得那么惨吧？抱歉，那时我是他们眼中钉，又距离京都太远，我自身尚且难保，不敢拿他们冒险。如今到了九州，就不必再忌讳这些。所以他的人如今才开始肆无忌惮，行动自如。哦，江晚微微点头，将和离书递给了宋九渊。等你接管九州以后，你随时盖旗吧。我明日带着秋娘他们离开，正好我初来乍到，认识我的人也不多。宋九渊心底发沉，却还是接过了和离书。好。他发觉心里很痛，非常痛，但还是强撑着对江晚说：婉婉，我们还有可能吗？他清倦的眉眼里带着小心跟试探，江晚忽然就有些心疼了，自己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呀？在没有确认非他不可的情况下，江晚是需要跟他分开一段时间，让自己清醒一些的。我们的开始就是个错误，我只是不想延续那段错误，可你若是觉得可以修正的话，那咱们或许还有其他可能。婉婉，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还有机会是吗？宋九渊，我问你，你可信以我？婉婉，我心悦你。我承认，我对你也有过那么一丢丢的心动。江晚坦然的话，让宋九渊这脑子里像是烟花砰的一下盛开了一样。孰料下一秒，江晚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宋九渊，你先别激动，我还没说完。你说。我从未心悦过男子，所以不知道那是短暂的错觉还是真的，我需要花时间确认。再有，当初我们的婚姻是我父亲和狗皇帝的杰作，我知你非心甘情愿，当初我也是情非得已，我们若是这么开始，难免以后心里有疙瘩。我没有。可我有。宋九渊，我们像普通朋友一样重新认识可以吗？只要你愿意给我机会，重来就重来吧。1年前的自己肯定想不到，如今他才是那个追着他跑的人吧。宋九渊，谢谢你。明日我会带着秋娘他们离开。我让宋毅替你们找院子。你忙你的，我会另外找一处院子。好。那我先回去休息啦，你继续忙。望着他的背影，宋九渊是情绪复杂，可是还有那么一丝甜蜜。甜蜜在他承认他对自己确实心动过。从他院子里出来，江晚的脚步都轻快了不少。结果刚回院子，婉婉，娘，婉婉，娘知道留不住你，你嫁入咱们宋家一遭，什么都没得到，苦倒是吃了不少。这是娘送给你的礼物，有空常回来看看娘。娘，您真不怪我呀？怪你做什么？
只怪我儿不争气，和离就和离吧。娘就当以后多了个女儿，这盒子里有我攒的些银子，出去都要花银子，你别对自己太苛刻。这些都是赦免以后，他私底下让宋九渊的安慰去钱庄取的银票。谢谢娘。江婉这次没有拒绝，而是窝在他怀里，两个人又说了一些体己话。夜晚，他悄悄地进了空间。小精灵是系统，但他并不知道江婉的脑回路啊，只是问他接下来什么打算。我都想好了，九州什么都缺，我好歹是现代来的，从商一定能做得风生水起。我要赚好多好多银子，让尚书府的人后悔去吧。主人加油！下一秒就被江婉安排继续种植粮食还有蔬菜去了。次日，江姐姐，我同你一起走。起初本来就是奔着江婉来的，既然她要走，那自己自然是要跟着的。婉婉姐，可我舍不得你啊，都怪大哥，连大嫂都留不住，这大哥不能要了。婉婉，有需要尽管来找我。好啦，不用送我，我有空回来看你们。出了这院子，江婉他们就直奔府城客栈。婉婉姐，你们是怎么回事啊？都别想太多，没什么事情。江婉笑着引开话题。嘿，我就是要跟着江姐姐，她得跟着江姐姐学本事啊。到了客栈，今天这顿早饭我请你们，咱们吃完再上去。好啊。结果刚坐下，就瞧见了一行熟悉的人，是许久不见的林廷玉。倒是没想到，居然能够在九州遇上他们兄弟俩。他看起来恢复了很多。宋娘子，许久不见。江姐姐，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吃饭吗？好啊，那就一起啊。对了，你们怎么也来九州了？林家可不在这边。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大哥说九州这边有潜力，所以呢就带我过来侦察下情况。是，我们林家打算拓展一些分铺过来。其实吧，他是有私心的，知道他们是要来九州，所以父亲提起九州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过来了。这样啊，方便透露下你们林家主要做什么生意吗？他也是要做生意的人呢。布庄、服饰这一类，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本生意。你这么坦诚，不怕我抢你生意啊？九州府城这么大，你若是要做，咱们凭本事竞争。江姐姐，你也要从商吗？怎么，我不能从商吗？不是的，不是的，只是江姐姐你的身份不低，若是和我们一样从商，怕是会被那些官夫人瞧不起吧？士农工商，他们林家赚的银子不少，可是那些贵族依然瞧不起他们。我们靠自己双手赚钱，何须在意那些人的想法？他并没有注意到林廷玉看向他的眼神里是充满了欣赏的。江婉吃着桌子上的饭菜，微微蹙眉。九州的菜偏清淡，他吃不惯。林廷玉注意到这些，立即就把小二叫过来，吩咐小二准备带辣味的菜。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我。无妨，反正我们是要吃的，你不用拘束。对啊，江姐姐，这顿我请。林廷臣的性子开朗，很快就跟齐楚聊成了好朋友。用过了饭，江婉也回屋子里去换衣裳了。大哥，我怎么觉得你对江姐姐别有用心啊？阿晨，你年岁不小了，有些事情不要乱说，不然会损害你江姐姐的名声。我知道了。就在这时，宋九离赶来了客栈，见着林廷玉。你怎么在这儿？宋姑娘，我不能在这吗？哼，我警告你，虽然我大哥和大嫂暂时和离了，但他们心中有彼此，你别想趁虚而入。他们和离了？林廷玉的心里涌现出了一股狂喜，可他若是和离了，那自己岂不是也有求娶她的机会了？他连忙捂住嘴，没有，我刚才就是故意套你话，我大哥大嫂好着呢。宋九力懊恼不已，让你瞎说，让你瞎说，莫名成了个小叛徒吧？是，林某明白宋姑娘苦心，他会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的。你明白个什么呀？明白？宋九力烦躁的上楼。大哥，江姐姐居然和离了，你的机会来了呀！阿晨，你小声些。离儿，你怎么来了？我来给王恩姐送东西，这是大哥托我送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好，谢谢离儿了。心微微一沉，和离书这么快就盖好了，急送过来了，他倒是挺有效率的。我要出门去买出院子，离儿可要一起？不了，我还有事儿。这会儿他满腹心思都在回去提醒大哥呢，所以他跟江婉说了几句就匆匆离开。他刚出屋子，
就对上了等在楼梯处的林廷玉。江姑娘，你若是需要找铺面或者是宅院，我可以替你参考一番。他忽然改变了称呼，随即想到宋九离来过，也明白怕是他说了自己跟宋九渊和离的事儿。那就劳烦林公子啦。林廷玉是商人，这方面比他在行，所以他没有拒绝。他们坐上马车直奔衙行，而此时的宋九离是火急火燎地赶回王府。我要见大哥。大姑娘，王爷在处理公事。大哥，你会让我进去？我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同你说。宋九渊正在批改九州的折子。宋毅，让他进来吧。大哥，出大事了。大姑娘家的，毛毛躁躁。大哥，你知道谁来九州了吗？谁呀？你还有心情在这批折子？婉文姐都变成人家娘子了。什么？宋九离，你就不能一口气说清楚吗？是林廷玉。我以前就觉得这人对婉文姐居心叵测，果不其然，知道你和婉文姐和离，他笑得像朵花似的。他怎么知道我们和离的？我怎么知道？反正他对婉文姐不怀好意。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大哥，你怎么这么淡定？出去。宋九渊的声音里隐含着怒气。宋九离这才意识到不好，讷讷地出了书房。而宋九渊看着书桌上这成堆的折子，头疼地揉着眉心。他把宋毅叫了过来。你去打听下婉婉现在在何处。是，王爷。宋毅一头雾水地离开，而宋九渊头疼地拿着笔继续批改折子。另外一边，林廷玉带着来到了衙行。少夫人可是要买下人？你误会了，我们不是夫妻。明白明白。哎呀，行了，我姐姐是来买宅院的。小娘子想要多大的院子呀？年岁小的姑娘啊，都害羞，她明白的。3进4进都行。江岸只是想寻一个暂时居住的院子，要求并不高，但是地理位置一定要好。明白明白。倒是有2处符合小娘子的预期，我带您去瞧瞧。好。第一处院子是在西市，是个3进的院子，院子别致素雅，所以打算看一看另一处再说。带我去看看另外一处院子吧。而让江晚惊讶的是，第2处院子距离宋九渊的王府并不远，院子依然是雅致干净，比那一处要大一些，是个4进的院子。哼，这院子比方才那处好。此时他还不知道呢，宋九渊的院子就在不远处。这宅院如何卖的？小娘子是爽快人，那我也不会抬价。这院子你给500两，我们马上去改砌，如何？这么便宜，赚大发了呀！好，随后派秋娘跟娄丫婆去过户。就在这时，婉婉抬眸冷冷地瞥了眼林廷玉，情敌相见是分外眼红啊！你怎么来了？宋九渊这会儿应该是忙得脚不沾地啊，怎么还有时间来这儿啊？我有事要处理，刚好路过，见过王爷。林公子又偶遇了，真巧啊，说明我们很有缘分。江姑娘，可还要去看看铺子？好啊。江晚抬脚先出了院子，宋九渊压低声音跟林廷玉说：林公子，还请不要小想不属于你的人。王爷，江姑娘如今是自由身，我欣赏她，想求娶她，应当没错吧？她只是在和我闹小脾气，我们感情极好。说完，几步追上江晚的脚步。大哥，厉害呀！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只是不想多年以后的自己会后悔，总要争取一下。说完，他也是几步追了上去。小娘子，您要什么类型的商铺啊？就那样的。那么热火如潮的铺子谁会卖呀？也不着急要，你帮我物色物色，若有其他合适的，随时通知我。我需要买不少铺子。他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自然是需要许多铺子的。其实叶姑娘还有几家铺子要出售，小娘子感兴趣吗？带我去看看。临街好几家铺子都是叶家的，我带你去瞧瞧。江晚翘眸打量着东市这几家连接在一块的铺子。别想糊弄我，按照市场价来，不然你可能要砸手里了。毕竟这叶家获罪，财产是要充公的，他若是买了，最多就是银子充公，当然不会影响罗丫婆这份钱了。小娘子放心，我绝对不会抬价。江姐姐，
这几家铺子的生意貌似都还不错哎。宋九渊，叶家的铺子我能不能买？毕竟这关系到是不是叶家贪污的财产，江晚担心的不无道理啊。能。这可是个大主顾啊，他说的是唾沫横飞啊。林公子，你这方面有经验，帮我看看铺子的位置好不好？哼，好。这一家呢是胭脂铺子，地理位置倒是不错，只是来的人并不多。江晚细心观察了一番，林廷玉时不时在旁边给出一些小建议。婉婉，这几家铺子都还不错，只是掌柜和小二的态度过于高傲，等你买下以后，这些人都要换掉。那都是叶家的人，我不会用。小娘子，最好的铺子我都介绍给你了，其实叶家的铺子还多着呢，他不卖，咱们也没有办法。我明白，这5家铺子你开个价。目前他身上的银票也只够买这些了，金银他暂时没打算动，他刚来九州，出手太大方的话也惹眼，还是低调一些好。都是最公道的价格，这间40两，这间多一些，要90两，合计320两。小娘子您看如何？林公子你觉得呢？这间铺子是卖胭脂水粉的，方才我仔细瞧过，里面有不少破损的地方，我们买下来还要重新修葺。嘿，林公子，您看的可真仔细啊！我大哥是林家最会做生意的人才。公子说的有道理，那就少5两。行。他从袖子里掏出银票，还少了50两。他索性拿出了宋大娘子给的荷包。让他惊讶的是，宋大娘子给的银票还不少呢，足足800两。幸好他拿的时候是避着些众人的。交易达成，地契房契都到手了。江晚让绿水跟着罗亚婆去衙门备案。楚楚，咱们去买东西。好呀。主子，刘通判说发现重大线索。宋九渊是不大想给林听玉接触江晚的机会的，于是故意说：婉婉，你可要一起去听听。不用了吧，我相信你能处理好。然而宋九渊似乎是把握住了他的命脉。林家的案子若是能定下来，那些残产都得充公，铺子拿着没用，可以贱卖。我去，刚才我是不是冲动了？貌似这些铺子我买亏了。我可否跟过去瞧瞧？恐怕不行，相关案情须得保密，你去旁听不合适。江姐姐，那我呢？你……婉婉，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保护。楚楚，我新买的宅院里缺的东西不少，能劳烦你帮忙添置一些吗？你花费多少银子，等我回来一起给你补上。这些事情啊，交给我跟林公子你就放心吧。等我忙完了，顺便将欧阳前辈一起接过来。届时啊，你也别去客栈了，直接来你自己的院子就行了。好，楚楚，那就辛苦你啦。这里交给我和齐姑娘就行。多谢。就坐上了宋九渊的马车。和离书你收到了吗？提出的话题让江晚很是无语。收到了。这家伙迫不及待的样子，可真是让人不爽啊。收到就好。刚想说话，外面的马车不知道怎么了就颠了一下，而且还下意识地将人环住。四周都是他的气息，两个人唇间间隔极限。江晚的呼吸都乱了呀。婉婉，宋九渊，你能不能起来？天哪，这是我的声音吗？而宋九渊反而是很喜欢他如今这害羞又娇软的模样。好，我起来。忽然这马儿又是一颠簸，哎呦喂！这宋九渊顺势把人就圈在怀里。不错，今天的马夫重不少。江晚忽地抬眸，鼻尖从他的唇边擦过，顿时觉得整张脸都烫了。而宋九渊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他克制着心底汹涌的情绪。王爷到了。走吧。那模样怎么看怎么淡定，就好像心乱的只有他一个人一般。看来在求娶他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啊。见过王爷王妃。不必多礼，直接步入主题吧。宋九渊坐在了江晚身侧，随手拿起桌上的橘子就剥了起来。没想到他剥完了之后，就把它放在了江晚面前的碟子上。挺甜的，就如他此刻的心情一样。说吧，到底发现了什么线索？王爷，
先前彭越反口的原因就是这叶夫人。王爷，我和叶夫人真的清清白白，所有事情都和叶知府夫妻无关，是我自己擅作主张，要打要杀随便你们，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贱人，你们！叶知府是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这个脑袋是绿油油的。阿柳，刺杀王爷是死罪，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但现在不是发善心的时候。叶知府不傻，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彭越的意思，只要彭越心甘情愿顶罪，事情过了之后，他有的是法子惩罚那个贱人。宋九渊将刚绑好的橘子放到了江婉面前，眉眼沉了沉。我不想听你们在这掰扯，刘通判，你来审问。是。他们这个关系也太乱了吧？宋九渊觉得辣眼睛。彭越疯狂的想要帮他，可惜遇上的是猪队友。月哥，不是的，是我让他去刺杀王爷的，这事儿和月哥无关。周流，众人万万没想到呀，叶夫人居然这么厉害呢！我就说，我从未派过彭越去刺杀王爷，原来是你。王爷，您应该听见了吧？是他们这对奸夫淫妇，是他们私自决定刺杀你，这一切与我无关呐。若不是他家道中落，父母怕我吃苦，我也不会嫁给你。我和月哥生不能成为夫妻，至少能同生共死。阿柳，婉婉，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这叶夫人还真是恋爱脑。随便他们怎么挣扎，罪名那么多，扛走一个还有一个。叶知府跑不了，叶家也跑不了。他们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搜刮民脂民膏的事情没少做。所以他们不过就是在做无谓的挣扎，最后什么都逃不过的。宋九渊就这么气定神闲地看他们掰扯，也不阻止，只是因为他能跟婉婉多相处一会儿。这倒是。婉婉，我会尽快处理好九州的事情，然后他就有时间把他哄回来了呀。他们的财产什么时候能充公啊？他已经是摩拳霍霍想要接手叶家的一些铺子了呢。等我将叶知府的罪状写成折子递到京都，圣上会定夺，届时叶知府也会被送到京都行刑。到底是四品官，宋九渊没有直接定罪的权利。行吧，那你到时候派人通知我就行。昨夜忙着写商业计划书，他几乎都没怎么睡，这会儿有些发困了。这里交给刘通判就行，我先送你回去。他本来就是为了跟江婉多相处一会儿的，所以他在不在问题不大。见过王爷。楚楚他们呢？齐姑娘挑选了许多生活用品，奴婢先回来整理，她还在外面挑选，等会儿掌柜会将东西送过来。要不要带你去看看以后我生活的地方？好啊。又找着一个跟婉婉单独相处的机会了，他这心里是美滋滋的呀。只是两个人刚走了几步，师妹，迎面就遇上了满脸激动的欧阳老头。我配置出来了，快，你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啊？师兄厉害，你的毒术无人能敌。那是。师兄说的对，3期多放了1钱，比例还差一点，劳烦师兄再回去试试。啥？这师妹这打脸速度着实是快了些。师兄，你先去忙吧，我带他参观我们的院子。咦？他明明听师妹说他们俩和离了呀。我师兄气性大，还以为你抛弃了我。明明是你不愿。江婉一边走一边介绍，这院子倒是打理得不错。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最满意的就是这座院子的花园了。江婉却指着花园旁边的围墙。宋九渊，等你接手九州以后，能否将这座山卖给我？没错，这个院子呢是紧挨着街道的，左右也有宅院，唯独后院是紧挨着一片山。这个山倒是也不大，却是跟不远处的后山连接在了一起。你买山做什么？他看过九州的地图的，这山脚下的山虽然不大，但是绕过这些宅院，后面可是一片很大的山。我有用，你放心，绝对是对九州有利的事情，缓一缓也行。他的商业计划只能是一步一步来吧。好，你若是想要，这山我送你。不必。你忘记我之前答应你的了？
什么？我有一笔私产，当时抄家的时候藏起来了，先前说要分给你一些的。既然你这么热情，那我就却之不恭啦。说起抄家，你不是赦免了吗？你京都的私产不是应该还给你吗？说起这个来，江婉的脸红红的，毕竟当时库房里的东西都被他给搬空了呀。不过除去这些，宋九渊在京都的铺子也不少。被狼叼走的东西，他怎么会心甘情愿还回来？倒也是，也不知道此时的六皇子有没有福气享受这些财产啊。此时的六皇子府有些乱。花晓，你不得好死！殿下，臣妾是冤枉的，明明是他伤了臣妾。殿下，臣妾害怕。小小莫怕，将他给本王丢到琼峰阁去。琼峰阁是六皇子府最偏僻的院子，丢到那儿去，就等于是被打入冷宫了。殿下，你还不拖走？让方侧妃心凉了一片，她不再挣扎，被人给拖出了屋子。殿下，方姐姐比小小先入府，所以只是想好心教教小小规矩，臣妾不生气。你能不能饶了方姐姐呀？你呀，就是太善良了。本王还有事要处理，你乖乖等本王回来。臣妾等你。花晓点了点六皇子的肩，像是猫儿似的就挠了六皇子一把。他忍不住吻了花晓一会儿才离开。等人都走了，花晓哪里还有方才那娇柔的模样啊？让你办的事情如何了？那边传来消息，失败了。温如玉再也不敢看清花晓了，毕竟他可是连从前最受宠的方侧妃都给扳倒了呀。都是废物，没有暴露我们吧？夫人放心，没有，只是那边我们很快就把控不住了。无妨，我们若是能替殿下除掉如此心腹大患，他一定会很高兴。本来以为除去了方侧妃，他会封自己为侧妃，却没料到他什么也不说。殿下是嫌弃自己没有娘家，哼，没关系啊，他会让殿下明白，他才是最合适他的人的。这会儿他正带着宋九渊逛完院子，他不主动提离开，江外也不好赶人。要不要留下一起用饭？好啊。两个人刚到前厅，就瞧见齐楚跟林廷玉。嘿，江姐姐，你来瞧瞧这些东西，你可满意啊？这个可是我跟林公子精心挑选出来的。好家伙，这丫头是去抢劫了人家铺子吗？林廷玉从其中拿出了一块巴掌大的镜子，递给江婉。听说这是西洋货，我试过，很清晰，你试试。哇！当然，他惊叹的呢不是镜子的神奇，而是又有了生财之道。多谢，我很喜欢。看他笑得这么开心，林廷玉不自觉地扬起唇，忽然就察觉到身子有些发凉。原来是宋九渊了，一直朝着林廷玉输送冷气。情敌见面又是分外眼红。江姐姐，这个西洋镜啊特别受欢迎，为了买这个镜子，林公子差点跟别人打起来了。对啊，好在我大哥机敏，不然这镜子也买不到。林公子，感谢。这镜子在大风很难买到吗？他自打穿越以来，确实就没见过这般清晰的镜子。不难，婉婉，你若是喜欢，我替人去给你寻10块8块回来。这个呀，可是航行的船只从别处带来的。听说那边生活着的人都是金发碧眼，和咱们大夫人不一样的。江姐姐，你别看这镜子小，花了200两呢。林廷臣颇为肉疼，他大哥给他送礼物，他都没有这般舍得呢。婉婉，别听他瞎说，收着便是。你救过我和弟弟性命，这些算不得什么。一码归一码，我不能白占你们便宜。秋娘，晚些你将这些东西的账单整理出来，一并补给楚楚和林公子。宋玉，回去拿银票，这些算我送给婉婉的。宋九渊就抢着开口，怕江婉拒绝，连忙堵住他的嘴说：这些算是我们合理分给你的财产。不得不说，宋九渊把他的性子真是拿捏得死死的。果然，他没有再说话。殊不知这一幕被林廷玉看在眼里，他的眼里划过了一抹落寞。也许婉婉不知道，这不客气，恰恰说明他把宋九渊当成了自己人呢。瞥见林廷玉那落寞的眼神儿，宋九渊就继续宣示主权。还有一些首饰，
回头我让宋毅给你送过来。不用，你之前给我那些就行。虽然是离婚财产，但是古代可不兴这个呀，所以将来也不想得寸进尺。于是这尾巴刚翘起来的宋九渊瞬间就被打脸了。这会儿喜笑颜开的人换成了林廷玉。婉婉，我会在府城多留几日，你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来客栈找我们。对啊，江姐姐，我大哥做生意超级厉害，你不懂的都可以问他。婉婉，我有些饿了，咱们能吃饭了吗？辛苦你们了，一起留下吃个饭吧。好啊。林廷臣不顾宋九渊这冷漠的眼神，乐颠颠的应下。为了大哥，他不能怂了。宋九渊气邪，却是没法子，毕竟这是婉婉的客人。一群人坐在餐桌上，氛围有些怪怪的。婉婉，多吃一些。不用给我夹，你自己吃。宋九渊却并没有在意，甚至还悄悄递给了林廷玉一个挑衅的眼神。林廷玉也没有生气，虽然心底酸涩，但他并不想破坏自己在江览心里的形象。于是这顿饭吧，宋九渊就感觉自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软绵绵的，让人心底难受。吃完了饭之后，林廷玉就带着林廷臣主动告辞。林廷玉让林廷臣先上马车，他对宋九渊认真的说：王爷，咱们谈谈。好。两个人走到了无人的地方。得知你和婉婉和离，我真的很高兴。姓林的，你再说一句。宋九渊眉目发冷，没想到忽然在他伤口上撒盐。哼，我知道自己心思龌龊，可从前她是你的妻，我不能违背道德。如今不一样了，她已是自由身，所以我会努力求娶她。王爷权势大，但此事我希望王爷能和我公平竞争。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除了在江婉面前，宋九渊会流露出他柔和的一面。面对其他人，他向来都是心硬如铁。就凭从前，我从未伤害过婉婉半分。我若是喜欢一个人，一定将他捧在心间，不让他受半分委屈。王爷，您能做到这些吗？早在得知他们身份的时候，林廷玉就派人查过他们的过往。得知江婉从前痴恋宋九渊的时候，他无比的心痛，这就更坚定了他想呵护他的心思了。宋九渊头一次被人说得这么难看。林廷玉，从前本王确实伤害过婉婉，不过本王往后会千倍万倍还之，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和他在一起。宋九渊说完，大步走到他的骏马前，骑着马哒哒哒的就离开了。林廷玉这才松了一口气，挑衅完了宋九渊，他才恍然察觉到后背都已经湿透了。他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两人对峙，如果不是靠着那一星半点的希望，他怕是撑不了这么久的。大哥，你可真拼！阿晨，等你遇见喜欢的姑娘，就会知道，为了她做什么都值得。林廷玉坐在马车上，脑海中是江婉那明媚的笑容，说是能跟她在一起，即便是面对再强大的敌人，他也一定会想办法应付的。我不懂，不过你们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救过我的姐姐，我希望你们都能幸福。哼，傻小子。江府里，江姐姐，这些都是我亲自挑选的，你可喜欢？楚楚，谢谢你。嗨，别笑我，就是想说什么直说。齐楚跟着他是有自己小心思的，许是因为他心思通透，他也没有反感啊。还有一个原因啊，他是怕把齐楚放走，这会呀会被六皇子那狗东西给收走。江姐姐，我瞧你功夫了得，能否教教我呀？哦吼，感情是惦记上我那一手好轻功啊。可齐楚不知道的是，江婉的轻功之所以能这么厉害，不仅仅是功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有异能啊。平素怕被大家发现，他一直很收敛的。江姐姐，不如我拜你为师啊，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了呀。不用这么麻烦，我可以教你，不过学成什么样就得看你的资质和悟性。嘿，好嘞，江姐姐放心吧，我一定全力以赴。齐楚乐颠颠的咧着嘴笑，被姜文哄一哄，却乐得找不着北。怪不得前世能被六皇子那个狗东西拿捏，这姑娘也太单纯了些，但迷糊的可爱呀。好不容易把齐楚给哄走了，这才拿着他的计划书，迫不及待地进入空间。空间里，他前几天晚上种下的花朵已经开花了，姜文小心翼翼的就把它全部摘下来炮制。
将这些花朵的原材料处理完毕了，江晚这才想起来还得完善计划书呢。他提笔在计划书上写下了镜子，又列出了一排需要打造的工具。系统，我要的资料发给我了没有？江晚前世虽然是个医学生，但是一些化学上的东西还需要恶补。好在系统是万能的，很快就给出答案来。主人，制造器皿的法子已经发给你了。行。江晚琢磨了一晚上，次日一早就迫不及待地拿着画好的器皿去府城找最厉害的师傅们。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师傅们似乎并不会这些。哎呀，说好了不能麻烦宋九渊的，到头来他还是只能拿着图样去找宋九渊去了。婉婉，吃过了没有啊？我吃了过来的。宋九渊呢？他估计在书房，听说熬了一晚上没睡，我们怎么说他都不听。你要是见着他，帮我们劝一劝。您别生气，他只是怕慢一步，九州被别人掌控。我知道，难为他了。江晚到的时候，里边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随后就是宋九渊的怒吼：你们怎么办事的？她一个弱女子能跑到哪里去？一个暗卫匆匆跑了出来，见着江晚微微行礼，很快就消失在他面前。宋毅也走了出来。江姑娘，王爷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若是有事，可以晚些来寻他。也好。只是江晚才抬脚走，这门又吱呀一下打开了。婉婉，进来说。他淡淡的瞥脸宋毅，显然是有些生气。婉婉好不容易来找他一次，他居然劝着婉婉离开。怎么了？你发那么大的火？是叶欢，我让人守着叶府，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跑的。今早暗卫来说他不见了。之前审问叶夫人他们的事情不是封锁消息了吗？叶欢在不知道罪名的情况下居然跑了，估计有人给他透露了消息。算了，这事先不管。又一晚没睡，我会简单的推拿，你别乱动，我帮你按按。宋九渊是求之不得，乖乖的躺在这小憩的榻上，他的手法很专业，也很舒服。不知道是不是太舒服了，宋九渊就这么睡过去了。等他再度醒来，发觉身上盖了一床被子，而江晚就坐在对面的书桌上写写画画的。醒啦，方才灵儿给你送了些吃的过来，你醒来就快些用一些吧，一晚上不吃不喝怎么行？身子迟早被你拖垮。这一瞬间，宋九渊有一种两人成亲许久的感觉，他理想的婚姻似乎就是这样的。快吃吧，吃了我有事情要和你说。好。吃完之后，江晚才从一旁的书桌上拿起了一张纸。宋九渊，我想了想，你刚掌管九州，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多，不如咱们一起合伙赚笔大的。宋九渊挑起眉梢，真的是爱死他这个模样了呀！能主动跟他扯上关系，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愿闻其详。昨日的镜子你瞧见了吧？我有法子做出来。你有几成把握？9成。江晚俏皮的眨了眨眼眸，这么大的买卖，我一个人也掌控不住，你要不要一起啊？他知道这个时代士农工商，商呢是排在末尾的，要是他单打独斗拿出这么好的东西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护住。可是如果是跟宋九渊合伙，那就不一样了，他相信他有这个能力的。好，我信你。你不怕我是忽悠你的啊？婉婉这般聪慧，你既然能说出口，自然有这个能力，就算失败了也没有关系，有我顶着。我才不会失败。哼，这是我需要的原材料，你让人去寻来，我亲自做一个试验品试试。还有提取精华的器皿，江晚打算亲自上阵。好，我会尽快。宋九渊接过他递过来的纸，又细心地问过了几个注意事项。宋九渊即刻命令着宋毅交代下去。江晚的事情办完，这就打算离开了。你娘很担忧你的身体，若是时间允许的话，你适当休息休息。你在关心我吗？那炙热的眼神，随你怎么想，我先回了。江晚慌乱地从宋九渊的书房离开，瞧着他那些许凌乱的脚步，宋九渊的心情极好。江晚上了马车以后，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有点不太正常。他努力地平复着快要跳出来的心。姑娘，你怎么了？秋娘，咱们去看看铺子吧。孔雀街上熙熙攘攘都是人。姑娘，平素也没瞧见这么多人呢，怕是有些人在搞事情呢。那5家铺子如今已经是江晚的了，他自然是不能放任不管的。果然，他们刚走近，就瞧见江晚买的胭脂铺子里全部都是人，人人都在哄抢东西，生怕去晚了这东西就没了一样。平素这烟粉呢，都得2两银子呢，如今只要1两，真的划算啊！可不是，这口脂也便宜了一半，香叶阁的管事疯了。
少说废话，快多买一些，总归是要用的。姑娘，这铺子卖给您的时候，那楼丫婆就说过，里面的物品也包含在内的。急什么？吞了我的就得一并给我吐出来。姑娘可有喜欢的胭脂呀？今日香叶阁所有东西都便宜50%。将你们管事的叫出来。秋娘就是江婉的嘴替。我们管事忙着呢，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的。你让管事的出来，就说我们是来收铺子的。一句收铺子，吓得女伙计面色一白。她是铺子里的老人，虽然知道这铺子已经转手了，就是因为如此，管事才想在离开之前带他们捞一笔的。这人莫非就是新东家？稍等，小的这就去叫东家。转告管事，不要试图掩盖你们做的这些事情，不然我家主子说了会报官处理，你们就等着吃牢饭吧。是。江婉在2楼落座。东家，您来了。东家，这里面怕是有些误会，你听我解释。好，我给你解释的机会。东家，这铺子先前是叶家的，您应该知道吧？我当然知道，他们怕还是指望叶知府能出来吧，也指望叶知府的名头能压住我。见他似乎是并不畏惧叶知府，刘管事这心里大哭。这铺子纵然以前是叶家的，可是现在是我家姑娘的，你们拿着这些东西贱卖，等同于是在谋取主子的钱财。小的不知。本来以为这个江婉不过就是外地过来的商人，不知什么？小的以为叶姑娘卖的是铺子，不包括铺子里的货物。秋娘，将这位管事带走，交给刘通判。全部推给已经跑路的叶姑娘，等同于是死无对证啊！他能够想到这些，足以说明了这个人跟叶欢肯定是有过联系的。东家，小的真的不是有意的呀！小头，你快些将账本都拿来，今日亏损的，小的一并给东家补上可好？偷鸡不成蚀把米，可是江婉这么熟稔的语气，大抵是认识刘通判的吧？他不敢赌啊！东家，你要如何才能饶了小的呀？直到小桃拿来账本了，他粗略地看了几眼。刘管事，我还道你只是欺我刚来九州，原来你对老东家也不怎么样嘛。东家，罢了，从前的都是叶家的旧账，我也不和你追究，但我的可不行。你想我饶了你也行，告诉我叶欢的下落。东家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既然刘管事不愿意配合，想必刘通判会有法子问出来。我若是说了，东家可能饶过我。说出叶欢的下落，平了今日的账，咱们两清。好，叶姑娘如今她在苏学寿府上。苏学寿啊，这个时候还敢收留叶欢，还真是胆大。王爷正在找他呢，你去那边说一声。好的，姑娘。秋娘匆匆离开，而刘管事明显是有些紧张。哼，你放心，我说了不计较就不会计较。多谢东家，他们都是听我命令行事，还望东家能大发慈悲饶他们一命。我本想着能用的人继续留着，既然你们做了选择，我这铺子自然留不得你们了。一并赶走确实才是明智的选择，他向来是不喜欢留下后患。行了，明日我会派人来清点铺子，你今天将账本准备好。走之前还叮嘱了一句，买卖铺子的时候我查过你们库房的物料，你从前糊弄叶家那套别放在我身上，不然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是。余下的伙计江婉仔细看过一遍，留下了几个老实不被器重的暂时看着铺子，其余人全部都赶走。等秋娘通知完了宋九渊回来，江婉就把这几个铺子交给他。秋娘，你先将那家药铺子好好整顿一番，过几日我亲自来义诊。这几家铺子里只有药铺，江婉是打算直接运营，因为里面的药材都还不错，再加上他的医术，一定能一炮而红。至于这其他的铺子，就需要徐徐渐进了。只是不知道为何，绿水的脸色一直不太好看。绿水，在姑娘面前不得如此。无妨。绿水，方才我和秋娘忙的时候，可是有人欺负你了？方才姑娘你们忙的时候，奴婢在门外听见有人嘴碎，在说闲话，也不知道是谁把姑娘您跟王爷和离的事情给传出去了。这会儿府城的人都在传，说王爷嫌弃您身份低微，且被王爷给抛弃了。还有更难听的呢，他不想说出来，污了姑娘的耳朵。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
明明是姑娘要同王爷和离的，这太不公平了。秋娘，这世道本就对女子不公平，所以我才坚持要和王爷和离，因为我想活出自我，而不是若干年以后别人提及我时只是寥寥数语。宋江氏，他不想成为依附于宋九渊的宋江氏，他既然是来大风了，总得带来一些别样的灿烂。秋娘跟绿水两个人都被江晚的话给镇住了，若干年之后再回忆起今日来，他们还是会说江晚的话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而比起江晚的云淡风轻，宋九渊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眼里是沁着冰块的。宋义，查出来此人，不必手软。王爷，方才去抓叶欢时，属下顺道查过了。宋义的表情简直是一言难尽了，他可真是万万没想到，叶欢都已经是亡命之徒了，居然还有闲心传闲话。是谁？是叶欢姑娘，她似乎特别讨厌你跟王妃。当然他没说的是，他不仅传江晚跟宋九渊和离，还传宋九渊不行，江晚性子跋扈，耐不住寂寞，等等等等的。总之啊，府城的谣言已经变成了好几个版本的，还有说是宋九渊喜新厌旧，打算娶这府城权贵家世的姑娘，这样呢既能联姻，又能驱走这糟糠气。不过这些话宋义也没敢当着宋九渊的面说，怕他会被气到吐血。宋九渊是真想当场掐死叶欢了，但他明白他不值得脏了他的手。流通判那边进展如何？基本的罪状已经审问出来了，还差一些同谋的罪状待查证。不得不说，这个流通判还是有些手段的。让他早些办好，还有窝藏叶欢那家人，一并抓了吧。是，王爷。宋义领命离开，而宋九渊想到那些难听的话就坐不住了。若是传到婉婉耳中，他一定会很伤心吧。思及此，宋九渊脚步不停地去了江府，这种时候怎么能够少得了他呀？所以姑娘，你并非对王爷无意。江晚不想成为一个又被困在后院里的人，不然他这是白来大风一遭了。奴婢明白了，奴婢也想成为一个靠自己的姑娘。宋九渊跟宋九池来的时候，绿水去整茶点了，而秋娘就贴心的替他按了按手臂。宋九渊特别想上去替他揉一揉，有些手痒啊。外面的谣言你听说了吗？略有耳闻。婉婉姐，那些人就是吃饱了没事干，你不用放在心上，我大哥已经在处理了。有你们处理，我更不用操心了。而且那些人也不知道从前的张王妃长什么样。不过你们以后来我这儿还是悠着点，别被人跟踪。我还想过一段清静日子。婉婉姐，是不是晚了点？先前进来的时候他就说呢，这府外怎么有那么多人在看八卦，感情就是在确认婉婉姐的身份。这确实晚了。婉婉，别生气，我这就去解释清楚。你怎么解释？说我硬要和你和离，届时别人该说我有异心了吧？指不定还得传我和别的男人跑了呢。罢了，随他们说吧。那铺子里的事情，我得换个身份了。他不太在意的模样，让宋九渊这梗着的心口是微微发疼。偏生这个时候，林廷玉又来碍眼。婉婉，我买了梅花酥，你快尝尝。那香味顿时就飘散开来，早就饿得饥肠辘辘的了。如何？宋九渊不断地对他抛着冷刀子，可惜啊，那边的林廷玉是完全不接招。还不错。宋九是发觉大哥不太高兴。太甜了吧？我觉得不怎么样。没错，大哥的情敌就是他的情敌。可能你不喜欢甜食，所以吃不惯吧。林廷玉也不生气，倒是显得宋九是有些无理取闹了。婉婉，罚了你先去歇歇。江晚睡到了自然醒，最近太忙了，他都没怎么护肤。哎呀，看来这提炼护肤品的事情得早日提上日程了。忙着处理铺子的事儿，他还让秋娘去娄鸭婆那儿挑了几个人。不多久，厨房2个厨娘，外加2个粗食丫头，另外再买了2个看门护卫的成年男子，这些都交给秋娘来办，她也放心。江晚自己拿到了宋九渊送来的原材料的时候，就径直钻进了空间里搞研究。直到某天研究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又寻来一些材料，想着一并交给你。走，咱们去外面说。先前送过来的材料他已经制好提取工具了。很快他亲手做的第一套护肤品即将面世。宋九渊却对着光秃秃的花园有些好奇。婉婉，你这是？这么大片空地荒着也是浪费，我着人开垦出来，废物利用。江晚兴致勃勃地跟宋九渊说着接下来的计划。这一片将是我的试验田，
这一块种花花草草，这一块种蔬菜，这一块种水果。听他这眉飞色舞的介绍，宋九元被震的是目瞪口呆。他还以为江婉把这花园开垦出来是种花的。婉婉姐，这么雅致的院子用来种菜，怕是降低了院子的档次啊。什么档次不档次的？但凡是人都得吃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若这样分三六九等，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确实低微。毕竟士农工商，我可是要从商的。就吃，过了几天好日子，你就忘记我们当初流放是怎么过来了的吗？他们当初比普通人的身份还要低微呢。婉婉姐，对不起，是我失言了。无妨，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与你们来说确实掉价，这也是他坚定和离的原因之一。毕竟这别人家的贵夫人手里攥着铺子，可都不曾自己亲自出马，而他就不一样了呀，他喜欢赚银子的快乐。婉婉，我没有这个意思，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婉婉姐。江婉也没计较，把人带到了前厅。江婉伸手指了指，尝尝吧。这是他空下来的时候研究出来的新茶点，奶茶配雪媚娘。好香啊！一口雪媚娘下去，瞬间眼眸发亮。梨儿最喜欢甜食，她肯定很喜欢。等你们回去的时候，给大娘子和梨儿都带一些。宋九渊慢悠悠地抿了一口奶茶，此法倒是新奇，既有奶香味，又有茶的清香。我若是拿出去售卖，你们觉得会有人买吗？香丸眨巴眼眸，这是他打算做的一个生意。那些姑娘们一定会趋之若鹜，是门好生意，只是花样……放心，多着呢。你们若是感兴趣，去铺子里吃就行。除了雪媚娘，他还教秋娘做了一些小蛋糕、甜甜圈、提拉米苏。回头我带你一些朋友们去。宋九池来到府城这几日可没闲着，大家都巴结不上他大哥，就让家里的孩子们来跟他套近乎。好呀，你们今天来找我，没有其他事情要说。以叶知府为首等人的罪名已经落实，不出数日，京都那边便会定夺，府城会派来新的地方官。其实他做的远远不够，拔除了叶知府和他的爪牙，可是九州下面20好几个城镇呢，那些地方官中不乏有叶知府的人。那对父子那么防你，派来的人怕是他们的眼线。不管来的是谁，他知道我们的关系，若是为难你，你不必忍气吞声，一切有我。让江婉的心里暖暖的。他可是冷漠无情大反派啊！兄弟，你是不是崩人设了？你的事情就是大哥的事。真心希望大哥能够早日将婉婉姐再度娶回来。瞧瞧婉婉姐这万能的样子，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我以后再也不嘴贱了。明日我筹备的益生堂开张，我会亲自在那儿义诊，你们最好不要出现，因为我会隐藏自己的身份。好，听你的。即便两个人没有合力，有些东西还是要藏在暗处，免得被那对父子给盯上。离开之前，婉婉，这是该分给你的私产。拿出了一叠地契跟房契，是他承诺给江婉的。这么多，江婉差点惊到眼珠子，想到自己空间里卷走的，第一次有些不太好意思收。你收着，晚些宋义会送一些其他东西过来，你记着收。说完，他就脚步匆匆的离开。姑娘，王爷待您极好，想必是真心哄你回去的。掌心的气数滚烫，烫得他的心口都是热的。思索间，绿水领着一行人进来了。宋义带着宋九渊的人抬了不少箱子。江姑娘，这是王爷吩咐下属送过来的东西，这是单子，还请江姑娘查看。满当当的都是些箱子，江婉甚至怀疑宋九渊是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他了。他拿起单子一看，嚯，好家伙呀！南海珍珠、珊瑚。宋义，你确定没送错地方？江姑娘，这是王爷的心意。宋义知道宋九渊的心思，也不介意替他在江婉的面前美言几句。嘿，姑娘，王爷对你用情至深呢。先搬到库房去吧。江婉被打去的俏脸滚烫，这样一幕被赶来的林廷玉给看在眼里。婉婉，这些是王爷送给江姑娘的。宋义知道这个人就是王爷的头号亲弟，忙不迭地帮宋九渊宣示主权。林廷玉皱眉看向院子里摆满的箱子，心口微微一痛，尤其是江婉那幸福的眼眸刺痛了他的眼。江婉沉浸在欢喜里，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仔细查看了宋九渊送来的原材料，质量是属于上乘，看来宋九渊底下人办事能力还不错嘛。婉婉，林廷玉总算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他又恢复了平日里温润如玉的模样。可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谢谢你的好意，不过大部分事情我已经安排下去了。他从袖子里抽出了一叠房契。婉婉，这里有些铺子，你若是有看中的，我便送给你当谢礼。不用不用，林公子，我虽救你性命，但你早就道过谢了。一点小事儿，你真不必一直放在心上。他简短的几句话让林廷玉的心中刺痛。他在宋九渊的面前从来都不是这样的。那好，若有需要的，你再来寻我便是。他极力的挤出了一抹笑容，跟江婉告辞。宋毅，你主子近来可忙？忙的，王爷刚来九州，要处理的杂事还多着呢。王爷每日只能小睡2-3个时辰。劳烦你多叮嘱他好好休息。这是我制的安神香，你拿回去给王爷。另外这些药丸子，你转交给他吧。好的，江姑娘。现如今江姑娘已经能主动给主子送礼物了，那距离主子追回江姑娘的日子还远吗？至于宋毅，当他拿了几个盒子回到王府的时候，王爷，东西都送到了，婉婉是什么态度？送到了，王爷。江姑娘非常高兴，还给王爷回了礼。这是江姑娘特地给主子做的安神香和药丸子，她还叮嘱属下督促主子保重身体，万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本王知道了，你先下去吧。他迫不及待的点上，熟悉的香味就萦绕在屋子里。上次江婉带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他实在是太贪恋这个味道了。看来婉婉心里还是有他的。宋九渊平躺在榻上，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外面宋大娘子走了过来，她身后的小丫鬟手里拎着一个食盒。夫人，江姑娘送来了些安神香，王爷已经歇下了。睡了好，还是婉婉好啊，她心底好，还惦记着我们。娘，婉婉姐对大哥还是有感情的。顺其自然吧，这丫头一到府城就忙得脚不沾地的，咱们也不好去打扰她。你要是有时间，就多去帮帮婉婉，也跟着多学些东西。知道了。折腾了大半日，江婉总算是提取出了玫瑰花精华，她放在鼻尖闻了闻，味道正合适，不会太香，也不会太浓郁了。她又提取了菊花，做了简易的菊花面膜，还做了茉莉花水，将做好的护肤品用玉瓶给封好。江婉洗了洗脸，顺便做了一个护肤。做完之后，瞧着镜子里自己那白嫩的脸，她笑弯了眸子。看来做得很成功嘛。姑娘，虽然王爷派人澄清了你们和离的事情，不过还是有许多人在乱嚼舌根。毕竟九州出了个王爷，官家女子都是卯足了劲儿想要成为王妃，自然是不会说江婉这个前王妃的好话。随他们去。在自己脸上抹了一些护肤品，顿时变得唇红齿白。姑娘，这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护肤品，你瞧瞧效果如何？天哪，姑娘的皮肤好水嫩，就这冰肌玉肤的模样，府城有几个能比得上姑娘？那这个是给你和绿水的，你快拿去试试。还有一份，你等会儿给楚楚送过去。你们不试用，我怎么知道自己做的好不好？等你们用完还得给我反馈，我再根据你们的意见修改配方，这可是很重要的任务。今日要一诊，江婉并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若是有事儿去益生堂唤我，让铺子里的伙计传信给我就是。好的，姑娘。他走的是后门。婉婉，你怎么认出来的？只要是你，化成灰我都认识。怎么感觉这不像什么好话？往后请叫我江远，江公子。好，婉婉到底还有多少技能是我不知道的？她这乔装的手法未免也太高明了些。这是送你的开张礼物，江大夫。里面居然是长短大小不一样的金针，足足有108根，每根都打磨得非常的精致小巧。宋九渊的用心他自然是感受到了，他似乎是真的在认认真真的追他。之前我问过师兄，他说药王谷的谷主有这么一套金针，所以给你也准备了一套。多谢王爷。这是回礼。宋九渊的嘴角微微翘起，像是在说，你也得记得给我回礼啊。好，你别忘了吃药。徐碧脚步飞快的就消失在了宋九渊的面前。我的婉婉呀，不仅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女子，也最是心善。很快就抵达了益生堂。彼时，秋娘请来的掌柜跟伙计们
已经把铺子清理好了。渐渐的，2个老大夫面前的人就开始排起了长队，而江婉面前呢，依然是没什么人来。江大夫、王大夫和李大夫是陈府的老大夫了，许多人都认识他们，所以才都会去找他们看诊呢。谢谢你特地过来扎心。等不及的可以先来我这里。倒是又有几个人愿意找江婉看诊，不过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风寒。江婉描述的症状都特别准确，倒是让旁边的王大夫跟李大夫有些诧异。小江，你学医多久了？江婉开的每一张方子比例都很完美，并且都是对症下药，这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初学者能开出来的方子。他也渐渐明白了，这个小公子啊，怕是有些功底的。10几年了吧？这小子天赋确实不错。老王，让老夫来瞧瞧。李大夫看完之后，抚着自己的胡须夸奖道：“小江啊，你这方子开得不错。”谢谢李大夫夸奖，不过我能有今日，都是我那师傅教的好。小江是从何人呢？我师傅性子低调，不许我打着他的名号在外行医。不过悄悄告诉你们，我师兄是药王谷谷主。你是医圣的徒弟？那你们可知我不止一位师兄？唉，我师傅为人向来低调。这莫非医圣的师傅如今还在人世？医圣的名号如雷贯耳，可这小江年岁也太小了些。你们不信啊？哼，不信也无妨。若是今日那常庸患者再来寻我，我当着你们的面给他做个手术如何？说到底啊，江婉还是惦记着今天那个阑尾炎患者。大风的大夫很少会给人开刀，以至于肠胃炎说是轻症，就是喝药辅以针灸缓解；说是重症的话，基本上就是无药可治。好，若你真的能治好那人，我便相信你是医圣的师弟。李大夫，那就说好了，万一那2人再度回来，你得帮我劝说一二。你这小子倒也是皮，怪不得你师傅让你低调些。到底还是中了你的圈套。王大夫也是摇头失笑。短短几息的功夫，2人对江婉的态度就不由得感官。天色渐晚，铺子里的伙计收拾收拾清理好铺子。江婉又对钱掌柜说：“钱掌柜，我再提个小建议。”江大夫，您说。我建议咱们铺子门口可以设置个小型分诊台，这样病人来时便可以根据轻重急缓分给每一个大夫，也不至于让重病的患者一直等，是不是？如今他这虽然呢只是一家小型的药堂，但是江婉有细心把它给做大，往后呀，这个益生堂肯定还得扩建呢。此法不错。李大夫先附和了江婉的话。轻微症状的可以交给小江和我这2个小徒弟先看看，若是他们解决不了，再让我和老王一块上。不如这样吧，咱们俩换着来，明日我看重症，后日你看重症，总得有人给他们把关。钱掌柜闻言，晚些我亲自去问问东家，看那边怎么说。也行，那咱们先回了。刚回到屋子换好衣服，就听到秋娘说钱掌柜来了，让他按照江大夫的吩咐做事儿就行。秋娘一向聪慧，很快就回了钱掌柜。今日家中如何？林公子来过，得知您不在，小坐片刻便离开了。好。这才把秋娘给打发出去。次日一早，昨日那位来胃炎的患者被他的儿子儿媳给扶了起来。大夫，快救救我娘！快去内室。不一会儿，李大夫从室内出来了。小江大夫，那位长痛的患者怕是没有办法医治了，你先前说的手术法子可还有效啊？我得看过再说。江大夫，你先瞧瞧吧。好，我先进去瞧瞧。跟着他们进了内室。小江大夫，请你救救我娘。娘，你再等等，小江大夫说过，手术以后就能救活你。不要！娘，试一试，咱们试一试好不好？江婉轻轻按了按薛老婆子疼痛的地方。哎呦，疼！
可治。你们都出去吧，没有我的允许，不许随意进来。另外，再拿些麻沸散过来。这老婆子如此固执啊！江婉舍不得拿出空间出品的好东西。好的，稍等。你们还站在这里做什么？相公，这行吗？咱们也没有其他法子了。小江，老夫留下帮你吧。还有老夫，多谢二位前辈好意，不过我一个人足矣。江婉把所有人都给赶了出去。屋内，江婉动作极快的忙着做手术。相公，娘真的不会有事儿吗？他有些后悔，早知道啊，今儿就不该多嘴告诉相公，有一个小大夫说可以救娘。这是什么手术呀？万一要是害死了婆母的话，他相公怕是会扒了他的皮啊！娘会没事的，对，她一定会没事的。众人在门外等得心急如焚。转眼过了半个多时辰，手术一切顺利，麻醉散的药效还没过去，要等一会儿。小江，好样的！就在这时候，江婉手里拿着个小托盘，这就是从他体内取出来坏死的部分。原来是这东西在作祟呀！我们若是会这手术之法，早些年也能挽救不少人的性命。说话间，这病榻上的薛老婆子总算是悠悠转醒。娘，你感觉如何？我好像没那么疼了，不对，是另外一种疼。娘，小江大夫已经替你取出坏死的部分，所以你腹部不疼了，现在是伤口疼。阿婆，你放心，手术非常顺利，你只需要卧床休息7日，便能完全恢复。小大夫，谢谢你，大郎，快替娘谢谢小江大夫。多谢小江大夫救我娘。不用这么客气，再抓几副方子，有任何不适可以来药铺找我。小江大夫呀，你先回去休息，余下的交给我们处理就好。刚回到江府卸下伪装，宋九渊跟宋九离来了。婉婉姐，我听说你给齐楚送了自己亲手制的护肤品，放心，也有你的份儿。婉婉姐最疼我了，听说这效果出奇的好，我先去试试。秋娘，你帮帮她。两人一走，前厅就只剩下了江婉跟宋九渊2个人了。江大夫，听说你家中已有未婚妻。想到他即便是女扮男装，依然吸了那么多女子的爱慕，顿时就心里酸得冒泡。不过是应付几个小姑娘的话。江婉面无表情地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把折扇，递给宋九渊。给你的回礼，你小心一些，扇子里面有刀片。这扇子极好。婉婉送的礼物总是如此贴心啊！你仇敌多，拿着可以防身，这是些毒药，可以抹在刀尖上。婉婉，我很喜欢。至少婉婉还是在意他的呀。来不及说太多，宋九离就蹦蹦跳跳的进来。婉婉姐，你这护肤品比胭脂水粉还要好用，我还给大娘子准备了一套，你们等会儿回去的时候记得带上。娘肯定也会爱上这些的。再过些日子，我会开个铺子卖这些东西，你可以带你的小姐妹去逛逛。江婉知道，她忙碌的时候，这宋家人也没闲着，估计宋九离也认识了不少这府城权贵子弟。好呀！忽然眼珠子一转，说：婉婉姐，近来许多人邀请我和娘参加了不少宴会，娘想着也该设宴请大家去咱们府里坐坐，届时你带上铺子里的新鲜玩意儿来玩，你觉得如何？李二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合计合计，届时一定参加。娘最喜欢婉婉姐了，她知道肯定高兴。宋九离决定回去就催着娘快些准备。祖父，我也不知道江姐姐在不在家，反正啊，她是一个顶顶有趣的人，你一定喜欢的。为首的是齐楚，而他身后跟着一个熟悉的老人。此时老人瞪大眼眸，满脸震惊的就看着江婉。小江，好久不见呐！你们认识吗？嘿嘿，没想到咱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呐。大人，没想到你就是楚楚的祖父，咱们还真是有缘。的确是有缘分，既然你和琪琪投缘，那往后也该叫我一声爷爷吧。楚老特别高兴，本来以为到了九州可能会见到江婉，届时他一定要介绍江婉跟孙女认识，没想到这俩人早就认识了，孙女还被他照顾良多。江姐姐，原来你就是祖父说的那个极其厉害的人啊！几个人相视而笑，江婉索性就安排楚老在此住下。江婉还特意派秋娘买了个庄子，里面种了好些花，
他得提前制作一些玫瑰花水啊。哎呀，事情可真多呀！但是忙碌的同时，将来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小江大夫，你救治那位长痛患者，这事情不知被谁给传了出去。如今整个府城的人知道咱们益生堂多了位小神医呀，能剖腹治病。那些有病的没病的都往这儿跑，这可是好事儿啊！往后这益生堂的名号只会越来越响亮的。可倘若你在，那些人怕是没病也会说自己有病啊。这样吧，我这几日先不来了。益生堂他打算连续去半个月，等铺子里几个大夫都信任他的医术之后呢，他就不常去了。他们救治不了的病人，再让人来寻他就是了。次日一早，秋娘就前来说林廷玉等他许久了。林公子，婉婉。林廷玉深深地望着他，眼里面浮现出了一抹挣扎。你匆匆寻我几次，可是有重要的事情？漂亮的眸子清澈见底，林廷玉心里又是一慌，苦涩地开口说：婉婉，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问啊。倘若你有一件心爱之物，得到它需要你违背道德和底线，你会不择手段吗？他不敢看江婉那坦淡的眼神，只能是垂眸遮住眼底的失意。我会不择手段，但不会违背道德和自己的底线，因为人的底线一旦降低，便会一低再低，再也没了回头路。林廷玉愣在原地了。我明白了。林廷玉，你可是遇着什么麻烦了？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再不济还有我们这些朋友呢。婉婉，这里有一封信，劳烦你转交给王爷。你为何不亲自给他？他还真不知道这两个人私底下是相熟的。有人盯着我，你去送稳妥一些。他把信放到了江婉面前，有些狼狈地离开了。他怕自己再晚一步，心里的恶魔就会阻止他把这封信给交付出去的。总感觉今天的林廷玉有些不对劲儿啊，但是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就忙不迭地去了王府。他到的时候，宋九渊还在书房里处理公文。婉婉，你怎么来了？可是狗皇帝又为难你了。以江婉对这个原剧情里的狗皇帝还有六皇子的了解，又怎么可能会让宋九渊得逞啊？即便是让他得逞，怕也是用另外一件事情来添堵的。宋九渊面色难看。婉婉，那狗东西给我赐了个侧妃。这意思啊，他直接叫皇帝是狗东西了，说明他确实是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啥？江婉是真没想到，恶心人的方式有那么多。狗皇帝会用同一招来恶心宋九渊，毕竟当初原主被赐给宋九渊就是为了恶心他的呀。可是得知将有新的侧妃进府了，江婉这心里就没来由的难受。你打算如何？婉婉，让人消失的法子有很多种，他要送眼线到我身边，我自不会让他如意。狗皇帝这手伸的可真长了，就连他跟婉婉和离的事儿也早就有所耳闻了，并且再度插手他的婚事，让他的忍耐度是一再下降。可说那人和我一样有不得已的理由呢？婉婉，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你。不管那个人是情愿的还是被迫的，他都不会留下的。他太了解江婉的性子了，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说是他当真跟那个人有什么，江婉怕是再也不会回头的。那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先不说这些，这是林廷玉给你的信。他给我的信。宋九渊有些诧异，他们俩可是情敌啊。他嘱托我一定要亲自交到你手里，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宋九渊当了江婉的面打开了信，越看心里就越是发沉，眉头紧锁，看来的确是大事啊。他说什么了？江婉简直快要好奇死了，也不知道这俩人有啥秘密啊。有人想找他对付我。宋九渊自然不会傻到告诉江婉，那个人是用他来诱惑林廷玉。他跟林廷玉想的是一样的，认为这是对江婉的不尊重。对付你？看来那个人手里面怕是有林廷玉的把柄啊。婉婉，此事我来处理，一定不会波及到你。宋九渊不打算让江婉参与这些事儿，接下来的事情呢，他就会跟林廷玉双向联系，尽量不牵扯到江婉。婉婉，那些人知道你我的关系，怕是会对付你。他想要开口让他留在王府，似是猜到了他的想法。宋九渊，我能照顾好自己，除了他们，我也没其他亲人，他们伤不了我。远在京都的娘家人对江婉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他没什么好怕的。让我的人暗中保护你吧，只留一个人在你府上，绝不会干预你的生活。罢了，不许窥探我的隐私，尤其不许进我的房间。他可不想空间这秘密被人发现。你不说，我也不会让他乱看。暗卫都是男子，他自然也是不希望那些人过界的。
江婉想起了六皇子是原书男主，他就膈应的不行。可是不得不说，他还是有一定的男主光环在的，不然他那么作死，怎么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还有那花小，怕是也在暗戳戳的想着搞事情吧。可他是君，你是臣，你打算如何？宋九渊的眼眸就忽明忽暗的闪着，他袖子下的手攥成拳，忽然压低了声音开口：婉婉，想当皇后吗？大逆不道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江婉微微抬眸，甚至他能够瞥见他那黝黑的黑眸里的野心。他清楚的知道他说的很认真，并不是在开玩笑的。宋九渊，你该问你自己对那个位置有没有想法？如果我想，你愿意和我一起吗？抱歉，我方才失控了。他明白不该将婉婉拖入这么危险的漩涡的。宋九渊，跟着你的心走吧。可你不想。宋九渊的这嗓音里带了一丝委屈，方才他的眼神其实已经告诉他答案了。我是不想坐上那个位置，一入宫门深似海，我习惯了自由，过不惯那样的日子。即便那个人是他深爱的人，将来也是不会委屈自己的。我明白了，你不想坐那个位置，那咱们就不坐。只要不是那对父子，宋九渊可以扶持任何人的。别，宋九渊，你自己考虑清楚，可千万不要考虑我的立场。我不想若干年后你回忆起来后悔。好，我听你的，好好想想。其实他也不想坐上那个位置，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了。只是他们害了他宋家，他是不可能会放过他们的。宋九渊，你万不可涉险。婉婉，你是在关心我吗？宋九渊，没人说你很自恋吗？婉婉，你能关心我，我真的很高兴。宋九渊大手轻轻揽住江婉的腰肢，两人鼻息萦绕，感受着彼此的气息。江婉更是心乱如麻。我是怕你出事儿，往后在九州没人护着我。婉婉，他低哑的嗓音温柔地唤着他，轻软的唇就落在他唇边，仅仅是一个轻柔的吻而已。江婉的唇角像是电流拂过，心更是漏跳了一拍。婉婉，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再欺负你。宋九渊，他娇俏地瞪了他一眼，处理好你那些烂桃花再来撩拨我，不然别怪我不讲情面。婉婉，你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些。感受到他的掌心滚烫，婉婉，别动。这才发现自己窝在宋九渊怀里呢，两个人这个姿势吧，有点暧昧。他忙不迭地想推开宋九渊的，却因为惯性，两个人双双倒地。江婉就鬼使神差地抱紧了他的脖颈，而江婉呢，不出意外地把人给摁在了地上，冷香扑鼻啊。婉婉，深邃的眸子紧紧盯着他那娇软的唇。他猛地闭上眼眸，遮住眼底的疯狂。哼，宋九渊，我不是故意的。婉婉，你可真是会撩拨我。宋九渊的喉结微微滚了滚，不得不承认，在他的面前，自己这个自控力是愈发的低了。谁撩拨你了？不敢跟他深情的眼眸对视。是，你没有撩拨我，是我想撩拨你。宋九渊的嗓音里都是压制。在江婉满目诧异瞪大眼眸的时候，他的吻就落了下来，不比先前温柔的一触即离。这一次他有些不受控制的就碾磨着他的唇齿。这一刻他甚至觉得宋九渊身上这个冷香味很好闻，让他不由自主的跟着着迷。婉婉，江婉努力的按住撒了欢儿的奔跑的心口，遮住自己心底的慌乱，却是有些失言。婉婉，我会负责的，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他的尾音似乎带着某种蛊惑的力量，让江婉坚定的心逐渐动摇。他承认他对宋九渊心动了。他方才好不容易压下的心跳，这会儿又猛烈的跳跃起来，脑海当中似乎还在回忆着方才他吻自己时那紊乱的呼吸。好，和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包括九州，都是你的。宋九渊克制的松开他，深邃的眸子里满是不舍，他就飞快地溜之大吉。而宋九渊也是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指尖落在自己唇上，仿佛那儿还残留着婉婉的气息。次日一早，小江呢？我们爷孙俩在这麻烦你这么久，也是该搬出去了。江姐姐，祖父在府城有一处宅子，我们打算搬去那边住。楚爷爷、楚楚，你们不必和我这么客气。
江晚已经习惯了齐楚每天这叽叽喳喳的日子了，倒是有些不太习惯他要离开。哼哼，江姐姐你放心吧，我一有空就会来找你玩的。难得这皮丫头能闲下来，从前可是一个地儿待不了3天的人呢。楚老眼里都是宠溺，也难怪前世会因为齐楚战队6皇子那队呢。楚爷爷有空常来，我给你斟酒。放心，我可舍不得你这手艺。楚老哈哈笑着，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块玉佩。大人，这不合规矩。闭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这东西我想给谁就给谁。江姐姐啊，快接着呀！这是象征我们楚家身份的玉佩，往后呢，只要你有需要，可以随时拿着玉佩去找我们楚家人的。除了我们自家人，祖父一共只给出去过1块玉佩，有这块玉佩啊，你需要的话，祖父的门生都能帮你的。大人，三思啊！而是他的身份特殊啊，和宋九渊即使已经和离，却一直是牵扯不清的。从前楚老最讨厌的就是搅和进皇权争夺，可这……行了，多谢楚爷爷好意，只是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收着，你若是不收，是不是嫌弃我老头子？江晚忙不迭地接过楚老的玉佩，江晚的心情都还不错，只是想起宋九渊其来这越发直白的和撩拨人的手段，他俏脸滚烫。主人，系统检测到你今天心率超过100了哟。筒子啊，我要的鲜花你种下了吗？还有池塘清理了吗？里面的鱼儿都快要泛滥了吧？主人，狗还是你狗。系统想摆烂。主人，这些都是你该做的事情。是吗？我还以为我拥有了世上最好的系统，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主人你没错，刚才系统只是想休息一下。于是很快江晚就发现空间这空地上有鲜花种子被自动种下。小样，我还拿捏不了一个小系统。忙碌的时候还好，人一旦闲下来了，江晚就会想起发生的事儿，耳边似乎还响彻着宋九渊带有磁性的声音，他说想跟他在一起。哎呀，江晚失眠了，他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呀，心口是时而甜蜜时而烦躁，这折磨的他怎么也睡不着。一静下来，宋九渊那张俊俏的脸就会浮现在他脑海里。天哪，陆，我可是立志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可让我就此和宋九渊划清界限，我心口又闷又难受。江晚烦躁地睁着眼到天亮，第二天一照镜子，哇，这黑眼圈特别的明显。江晚拍了拍自己脸蛋儿，既来之随安之，既然已经心动，便跟着我的心走，考虑那么多做什么？这么想着，江晚梳洗完毕，用过了早饭，就直接朝王府跑去了。也许我是该和宋九渊好好聊一聊，这样才能知道2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未来。只是没想到宋家人都围在一个小姑娘面前。听说渊哥哥出事，我们急得不行，如今看见你们安然无恙，我也算放心了。如画，你有心了，也难为你一个姑娘家跑这么远来看我们。是啊，如画姐姐，我们都没事的。你爹也真是的，这么远的路途，怎么能让你一个姑娘家自己来呢？多危险呐！倒是宋九渊一个人坐在那里喝茶，直到瞥见江晚的身影了，他的眼里才染上笑。婉婉，你怎么来了？婉婉，这是相公好友的女儿江如画，小时候在我们府上住过一段时日，和离儿关系亲厚。原来是宋九渊的小青梅啊。宋姨，小时候渊哥哥和九池最喜欢带我和离儿淘气了。江晚啊，他听说过的，似乎是渊哥哥从前娶的娘子，所以他这才不动声色地表明他跟宋家人的关系亲近。江晚又不傻，只是早上出门时那股子欢喜的感觉已经渐渐地消散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酸涩。这儿不是现代，即便宋家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亲人，未必也不会允许再有一个人插足他跟宋九渊的感情的。他们之间横亘着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三观，而宋九渊说的负责和他理解的是不一样的。更何况还有狗皇帝啊，送给宋九渊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侧妃，他的心一点一点地坠入谷底。宋九渊心里没来由地慌了慌。婉婉，我们出去说。他有一种预感，江晚来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满目欢喜的。
因为他瞧见了婉婉上扬的嘴角，慢慢的收敛起来。不用了，只是昨天那幅字画落在马车上了，我过来拿。宋九渊深邃的眸里都是失落。好，我让人去书房取。江如画依然是温柔的笑着，仿佛看不出来宋九渊对江婉的特殊。婉婉，便留下一起用饭吧。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儿，虽然他不想勉强江婉，但是也不希望别人捷足先登。我上厨房做你喜欢吃的肘子好不好？李儿，你偏心，都不记得我喜欢吃什么了。你喜欢吃的鸭翅我已经命人去准备了。李儿，你真好。无时无刻不在展现自己跟宋家人的亲近。他本来是不想多待的，可是现在离开呢，又显得他很怂似的。餐厅里，众人默契地把宋九渊身边的位置就留给了江婉。宋九渊更是沉默不语地替江婉布菜。江如画这脸上的笑啊，都快维持不下去了。如画姐，你喜欢的鸭翅，快尝尝。宋九离这个没心没肺的，并没有意识到江如画心里的失落。其实我现在也能吃一些油腻的了，肘子也不错。江如画的目光就落在了江婉面前那一盘肘子上。可是肘子里面放了很多辣椒，如画姐，你不是不能吃辣吗？我可以试试的。说话的时候，他那漂亮的眸子就落在了宋九渊脸上，很快要移开，仿佛要试的不是肘子，而是宋九渊。如画，别强求自己，找到合适自己的最重要，不是吗？一语双关。宋姨，我还是想试试。如画呀，你身体不好，我还得替你父亲好好照顾你。江如画刚升起来的那一点子欢喜，又差点泯灭了。尤其当宋九渊说让他住另外一处宅院的时候，这种难过是直接达到顶峰了。如画，我在府城另外一处有个宅子，你去那边住一段时日吧。宋九渊就仿佛没有察觉到他的不喜一般，递给江婉一个安心的表情，继续说：现在府城的形势有些复杂，我会派人护着你的。渊哥哥，我不怕的，我可以和黎儿住在一起。是啊，大哥，如画姐姐和我住也可以的。渊儿说的对，安全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渊儿和九石现在还未成亲，你住在这里对你的名声不好。宋姨，没事的，从前我也是和黎儿住的呀。那不一样，那时候你们年纪还小，姑娘家的名声最是重要，可不能耽误你。没关系的。倒是宋九渊这个解决情敌的态度让他非常满意。什么没关系啊？忽然一道爽朗的声音传来。程锦。江婉也是心里一惊，这个人他有点印象，是原书中宋九渊的好兄弟，后期帮了宋九渊大忙的，可惜他敌不过男主定律嘛，最后也挺惨的。你怎么这么惊讶？如画，你没跟他们说我们是一起过来的吗？我忘记了。你们是一起来的？是的，不过我却办了点私事，如画可能太久没见到你们，所以忘了说了。他很宠江如画的，这是江婉的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呢，就是他看向自己的眼神讳莫如深。宋大娘子让府里的下人贴了一双筷子。方才你们在说什么呀？渊哥哥说让我住他在府城的另外一处宅子。住什么其他地方？你这院子这么大，还住不下我们？对他名声不好。他不想让婉婉误会。有什么好不好的？咱们都是男未婚女未嫁，看对眼儿也没什么呀。程锦，你清者自清，可会影响到女子一清。渊哥哥，程锦哥哥，你们别吵了，我去其他地方住没关系的，反正都在府城。你一个人住我可不放心，那我就跟你一起。不用，程锦哥，你是来帮渊哥哥的，住在这里更方便一些。吃完饭之后，宋一送他们去了那处院子。如画，你怎么了？程锦哥，我没事。你看起来哪里像没事的样子？从前是他们被赐婚没办法，如今机会来了，你怎么也得抓住。可渊哥哥喜欢的好像是江婉。他虽然喜欢渊哥哥，确实也不想当那个卑鄙的人，也不想勉强他。怎么可能啊？他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昔日，也以为江婉还是从前那个烦人精呢。婉婉，你别误会，我以前只将如画当成妹妹。我知道你对她没心思，可不代表她对你没心思啊，不然江如画对我莫名的敌意从何而来？你方才来时想说什么？
而江晚却已经没有早起身那么上头了。没什么呀，好了，你忙吧。婉婉，你真的没其他意思啊？没有，宋九渊，我需要好好想想。我等你。婉思阁也是刚开业，他自然要去的勤快一些。他清点好了铺子里的库存还有账本，打算回府。恰好江如画就走到他家铺子门口了。婉婉姐，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江婉拒绝的话到了嘴边。九渊，我们出来九州，多亏你照料。如画说请大家去府城新开的如意楼里用饭，你赏个脸呗。宋九渊却没有直接答应。婉婉，你意下如何？大概是宋九渊只尊重他的态度取悦了江婉。好啊。就在方才他还在想，倘若渊哥哥一厢情愿，江姑娘不喜欢渊哥哥也好呀，他会温暖他的。可是渊哥哥一提，江婉就答应了呀。他觉得自己这心就像是破了个口子似的，分外难受。可他有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的奢望啊。如画，快上马车吧。婉婉姐，你觉得渊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但是这话却是充满了试探。宋九离其实也特别好奇江婉的想法。江婉脑海当中很快就浮现出了宋九渊山洞里那微红的耳尖以及那迷离的眸。他在我心里很有正义感，心胸宽广，虽然脾气不太好，人还是不错的。他认真的回答，让江如画的心是愈发的下沉。渊哥哥自小就想成为厉害的大将军，后来也算得偿所愿。可惜啊，他好像是没法成为站在渊哥哥身侧那个人了。而马车外的宋九渊也是隐隐约约的听到江婉在夸他，他顿时是满心欢喜，嘴角微微上扬。程锦见不得他这模样，忍不住嘴贱道：你以前不是最讨厌江婉缠着你吗？怎么现在好像不一样了？程锦，人是会变的，如今她是我心悦的姑娘，你若是将我当成兄弟，便不要针对她。九渊，你说真的？比真金还真。也不想伤了程锦多年的情分，只能是提前跟他说清楚。程锦，我若因为你的兄弟情分，勉强答应将他接入府中，不仅伤了我和婉婉的情分，也伤了他，更伤了你。我知道了。这一刻，他居然觉得宋九渊说的好有道理啊！我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很快就到了如意楼，几个小姑娘下了马车，就被直接带到雅间。婉婉，你来点。不用。瞧着他们俩的小声摇耳朵，江如画的眼里浮现出了一抹失落，藏在桌子下的手却是微微发颤，告诉自己放弃一个人不难。下去的时候，江婉遇见了许久不见的林廷玉。婉婉，之前邹姑娘帮了我才请她吃饭。看来这姑娘是瞧上林廷玉了。我们吃过了，你们慢用。闻言，林廷玉有些失落，宋九渊倒是高兴啊。林公子，快些进去吧，不然中午人多，怕是没位置了。好。林廷玉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雅间走，他有一种预感，他觉得自己跟江婉的距离似乎是越来越远了。如画，你还有什么想买的吗？我陪你。程锦哥，我有些累，咱们先回吧。江如画勉强挤出了一抹笑容。这会儿宋九离要是再看不出来，那他就是傻子了。别人都是红颜祸水，我哥倒好，活脱脱的蓝颜祸水。如今时间一久，很多事情他都已经处理了个七七八八了，总算能够腾出手多陪陪婉婉。欣赏着他那俊俏的模样，此刻的宋九渊有些让江婉心动了。你战胜归来时的模样可入了不少姑娘们的心，原主记忆里那天可是有无数的少女对着宋九渊丢帕子的。也包括你吗？这还用问吗？听见他娇羞的回答，宋九渊心满意足。宋九渊，你平日里若是再温柔一些，怕是更多的姑娘对你趋之若鹜。我不需要那些。婉婉，既然心已经许给你，我不会再给其他姑娘机会。闻言，江婉心里甜丝丝的，他忽然想看看这宋九渊有没有腹肌啊，以前都没注意，亏了。
你什么时候才给我一个名分啊？江婉俏皮的眨巴着眼眸。我其实有个好事儿要和你分享。江婉想起了这袖子里的镜子了，双眸亮晶晶的。莫非婉婉要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吗？他满目期待的看着江婉，宋九渊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多想将这样心动的江婉摁在自己的怀里啊！宋九渊，看看这是什么？江婉兴奋地把镜子摆在了宋九渊面前。宋九渊僵硬的目光也落在了镜子上，失落的心情一闪而过。下一秒，他有些震惊地瞪大眼眸。这不是林廷玉给你那块？是我自己制作的，怎么样？江婉眸光灼灼地看着宋九渊，期待他的赞赏。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变得开始在意起了宋九渊的想法了，也开始想跟他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你……宋九渊满目惊讶，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镜子，又瞧着镜子里这清晰的脸，一时间失语了。怎么，被我的厉害震傻了？指尖轻轻点了点宋九渊的手背，在宋九渊的心里带起了一阵波澜。婉婉，我忽然发现自己好像配不上你。他面对那些狡猾的人能够运筹帷幄，但是总是会被江婉这出其不意的小惊喜给惊得失态。你想那么多做什么？你就说这玩意儿有没有人买？江婉的眼里面冒着无数的金元宝，惹得宋九渊无奈失笑。肯定有人买呀，这么清晰的镜子，不少人会争抢着购买。宋九渊，你支持我的事业吗？当然支持，你这么优秀，如果什么都不做，应该会很遗憾。你说的没错，我永远没法做后院里安安静静守着男人的小娘子。没关系，只要是你，我都喜欢。那就好，这玩意儿我能制作更多出来，但是你知道的，我一个人守不住，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士农工商，江婉不托宋九渊会有些难办的。材料还得你去找，到时候建造生产的厂子还得你来筹备。先说好啊，我只负责提供技术，其他的交给你。宋九渊把玩着手里的镜子。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将程锦叫过来。原书里面程锦的家世不错，而且他的二叔是皇商，想要打开销路的话，跟他们合作确实不错啊。我是没意见，得看程锦。宋毅，将程锦叫过来。程锦，你看看这个。南洋货呀？不对，这不是南洋货。这样的镜子，你二叔能卖吗？这镜子根本就不愁卖。早前我二叔的船队从南洋带了一批回来，不出几天就被哄抢而空。只是南洋太远，进一次后特别麻烦。我确实能弄到不少镜子，你如果愿意合作的话，我们一起赚银子。这是你弄来的？这是婉婉制作出来的。宋九渊，你可别逗我。信不信随你，你只需要回答我这生意能不能做，不能做我找别人。做。这种机会他当然要替二叔争取了。我现在就去给二叔写信。具体合作事宜见着人再说。没什么事情你就先走吧。另外这事儿谁也不能说，江如画也不行。而另外一边，程锦急匆匆地回院子写下了一封信，让底下人送给二叔。恰好江如画过来。程锦哥，你不要乱来。你误会了，不是对付他，是他有生意要和二叔谈，我便写封信给二叔。他没有告诉江如画具体的。是护肤品的生意吗？不是。对哈，还可以谈护肤品的生意啊。如果让二叔来做的话，肯定能够做到全国。程锦哥，你该不会也和渊哥哥一样喜欢上江姑娘了吧？怎么会呢？如画，我知道你的心思，但九渊的心里如今只有江婉。江如画又是心口一疼，放弃一个人不难，可是做到真的是太难了。姑娘，可听见一些谣言？哎呀，只要别告诉我铺子亏钱，一切都好说。姑娘还真是爱财如命啊。是王府那边，据说新来了一位侧妃，大家都说那侧妃还是圣上赐的，她昨日已经住进了王府。哦，姑娘，你怎么不着急呀？有什么好着急的？这事儿也不是咱们能左右的呀。如今府城都是谣言，说那位侧妃貌若天仙，指不定很快就能被王爷扶正。更有什么？更有说王爷当初同您和离，便是因为这位侧妃。心口就莫名的烦躁。
我有些疲惫。秋娘，你先下去吧，我想休息会儿。空间已经升级完毕，这几天他一直没有时间进空间，索性就进去躲一躲，就当是缓一缓心情了。结果香婉就瞥见房间的窗户口有一道黑影闪过。是谁？婉婉，是我。这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婉婉，侧妃的事情你听说了吗？我是来解释的。我知道。宋九渊刚想把人带进怀里，却被江婉嫌弃的一把推开。婉婉，你放心，我会尽快处理侧妃的事情。那可是皇上赐给你的，你打算怎么处理？是皇帝送来的人，打不得也骂不得的，指不定还得一直活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呢。婉婉，我早就做过一些安排了，只是他刚来此地，我不能贸然行动，等摸清他的底细再说。婉婉，你是在吃醋吗？宋九渊忽然心情不错。咱们两个已经和离了，这事儿你不必同我解释的这般清楚。婉婉，莫要这样，我会伤心。宋九渊抓住江婉的手，放在自己心口。你听，他在为你跳跃。少贫嘴。江婉从来都不知道，喜欢一个人能够这么轻易就被哄好了。江婉确实是心堵，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事儿怪不得宋九渊，都是那个狗皇帝故意这么做的。可是如今已经处在这个时代了，他就必须要面对这些。宋九渊，若你和他假戏真做，便不要再来找我了。他愿意给宋九渊一次机会，香丸会送给他一颗真心的。但是如果说宋九渊把持不住，不管是为了试探还是其他的目的，但凡他踏出了最后一步，香丸是绝对不会回头的。婉婉，信我，时机一到，他会消失在王府，不会打扰我们。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就好。那我先回去了。等人走了，这才忙不迭地进了空间，整个人都陷入巨大的欢喜中。空间升级了，早前他居住的屋子，这会儿变成了一个古代版的大别墅。最让江婉惊讶的是，空间这会儿看不到尽头。不远处连接着一处山脉，他迫不及待的就顺应上山，便发现这个山上什么都有，甚至还有活物、野物，还有药材。系统，这山里该不会还有老虎吧？主人多虑了，这山里的活物都是之前主人带进空间的野鸡野兔。也就是说，往后他的空间里会有无穷无尽的药材咯，就等于是拥有一个移动药房。是的，主人。次日，香丸也没急着出门，而是窝在空间里制作了几颗还魂丹。香丸也做了一些保健丸子，做好之后，又给宋清做了一些调养身体的药丸子。他打算去会一会这位情敌。欢迎江姑娘来王府做客。一照面，江婉就知道这位周侧妃不简单，不似江如画那种娇滴滴的只知道哭一样的病美人。她的一言一行暂且挑不出错出来。得到消息的宋九离就提着裙摆冲了出来。别拿你在京都宅斗的那一套对付婉婉姐，她来王府从来都不是客人。你说的对，江姑娘和王爷到底有过一段，即便现在已经没有关系，我也该尊称一句姐姐。她句句温柔，也句句都在提醒着江婉，他们都已经是过去式了。而她周侧妃呢，是如今宋九渊府里唯一的一个期限。这是之前我和王爷一起买的海鲜，他忘记拿了，让府里的厨子做了吧。哇，有虾！白灼和红烧都弄一份，王爷喜欢吃。他这不动声色的宣示主权，明明就只是普通家常的话，却是更让周侧妃扎心不已。不过这个周侧妃的心理素质是真的好。感谢江姑娘以前将王爷照顾得这么妥帖，不过现在你们也不住一块不方便，你可以将王爷的忌讳与我说说，我会好好照顾王爷的。两个人唇枪舌剑。你想什么呢？离儿，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如今江姑娘原因未嫁，常来常往，怕是会损了她的名声。用得着你多管闲事？王爷，臣妾是在替江姑娘着想。不劳你操心。婉婉，留下来一起用饭吧。好呀。婉婉喜欢喝海鲜粥，你让厨房的人去准备。不仅他对他的喜好是了如指掌，宋九渊对他的喜好也是铭记在心。周侧妃俏丽的脸是越发雪白，
宋九离还不忘了扎心呢。看见了吧，我大哥和婉婉姐相互关心惦念，他们心里有彼此。你若是识趣，就安分守己些，别奢望不属于你的东西。离儿，我是皇上赐给王爷的，不管你们承不承认，我都是王爷的女人。周侧妃下意识想要跟上，却被宋九离给拦住了。你确定要跟着去自取其辱？切，娘说你也不一定是自愿被送给大哥的，我还想着你或许无辜，我们真是高估了你。说罢，宋九离抬脚就走，留下周侧妃难堪的站在原地。婉婉，你放心，这王府只你一个女主人，至于其他女人，就算是皇帝送来的，我也不会承认。他一边说，还一边瞪着宋九渊。娘放心，我知道的。那周侧妃现在动不得，但他们都知道，在不清楚周侧妃底细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的。厨房端来新做的海鲜，宋九渊很自然的就替江婉盛了一碗粥。瞧着这俩人这亲昵的模样，看来这个傻小子追娘子有了不少的进展啊。婉婉缓了缓，难得露出了几分委屈。他用肮脏的手段对付我，他大手轻轻一折，就把江婉带入怀里。我只是害怕有一天被暗算着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信你。虽然他现在也是很想刀了周侧妃，只要婉婉相信他，宋九渊就没有后顾之忧。婉婉，我听你的。宋九渊的声音莫名的委屈。行了，别生气。不过又是一种羞辱罢了。婉婉，我很庆幸他用你来羞辱我。甜嘴。江婉心口泛着隐秘的甜，她从袖子里拿出了准备好的玉瓶。这是我配制的药丸子，红色的是你的，一日一粒，黑色的给你爹调养身体。辛苦婉婉了，你记着吃就行。王爷，周侧妃出门了，宋儿在跟着。婉婉，你再等一等，我不会让她影响你的。我信你。王爷，周侧妃去见了六皇子。可以说六皇子来府城是在宋九渊的意料之中的，周侧妃是他的人也不意外。本王知道了，你让宋儿盯远点，别被发现了。是。他看中的是我手里的兵权。世上都知道，宋钦在的时候就训练出了一队宋家军，后来随着他的失踪而消失，而宋九渊接手了宋家，六皇子忌惮他也是正常的。哼，那是父亲都不在，我只说不知。说是他教出来的话，现在宋家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需要我的时候尽管开口。我们暂时能应付。宋九渊不愿意把江婉拉入危险中，一想到六皇子来了九州，只能是琢磨着多出现在江婉面前，这样也好护着他一些。我再派几个人保护你。不用了，大不了我这段时日不出府城。堆积了不少的事儿，所以江婉并没有久待。他见识过周侧妃是何许人了，就辞行离开了。而花晓乔装打扮了一番，来到了婉思阁。他自始至终都不愿意相信江婉就是那个跟他一样的穿越的老乡。之前他试探过江婉呢，他不像现代人啊。江婉就是一大夫，怎么会这种复杂的手艺？江婉可不知道花晓的心思。其实他早就想过花晓会发现了，毕竟他的事业太大了。往后呢，除了镜子、护肤品，他还会让现代的东西一样一样的在大风现世的。他不怕花晓，因为他断定了花晓不敢跟六皇子说这些，他一定会怕他抢走六皇子的。而这会儿江府里，婉婉，周侧妃让人告诉我，六皇子发现父亲了。如今六皇子知道这事儿，说不是周侧妃泄露的才怪呢。那信估计已经传回京都了。别怕，我早就猜到会有今日，所以在京都做出了安排。只要六皇子的人弹劾，我的人会立刻出马。宋九渊早在赴京回归那一日就已经预料到今日了，只是他一边给六皇子传信，又一边故意讨好他们，实际上两边都不得罪。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若是六皇子比你强，他还是那边的人。可我很讨厌摇摆不定的人，既然他要利用我们，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你考虑好就行。贴连5、6日，江婉在家里都快闲得发霉了，终究是没忍住出去巡视铺子。你最近也天天跟着我，不会耽误公事吧？不会，有宋义在。话音一落，宋九渊就被啪啪打脸。王爷，有件事需要你亲自去处理。
你快去吧，你这样天天守着我，那人也不敢动手，适当松弛松弛也是好事儿。那好，你自己小心一些。几息的功夫，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竟然是六皇子跟花晓。江姑娘，殿下有话要和你说。屋子里就只有花晓、六皇子和江婉三人。听闻你和宋九渊和离了。是。江婉，你是个聪明姑娘，可惜以前眼瞎，瞧上宋九渊那样的。但本殿不嫌弃你的过往，你若愿意帮我，往后我许你侧妃之位。江婉，殿下瞧上你是你的荣幸，比起宋九渊这样的异姓王，殿下往后的机会更多。哼，六皇子，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背叛宋九渊，转投你的怀抱？是宋九渊的8块腹肌不香，还是凭你脸大？亦或者你以为我健忘，忘记自己差点死在你手上？江婉，本殿可是最有潜力的储君人选。那你们真是高看我了，我还偏不喜欢被圈养在宫墙的生活。更何况六皇子还被他的药丸子弄得没有男人的功能了，没有办法孕育子嗣。江婉，你还不配唤婉婉的名字。回来的这么快啊？察觉的不对就回来了。殿下私自离京，不知道皇上可知情？不劳你费心。哦，忘了，皇上对六殿下最是心疼。不过，就算他容忍你，你觉得其他皇子会不会容忍你？宋九渊，你要做什么？殿下可是皇子，王爷你不能乱来。你提醒本王了，六殿下不能动。话音一落，宋义手起刀落，直接朝着花晓就砍了过去。住手！怎么了？花姑娘对六殿下情根深重，何该让他们体验一下同生共死？方才小精灵告诉江婉，花晓身上还余下一点点的女主光环呢，不能因为她影响这个世界啊。婉婉说的在理，二皇子特别关心殿下，本王就好好做事，送你们兄弟团圆。宋九渊，算你狠！六皇子终于明白宋九渊的用意了。二哥恨他恨得要死，宋九渊若是把他送到二哥那边的话，一定会凶多吉少的。只要人不是在九州死的，父皇即便想发落宋九渊，也找不到借口。看来你想通关键了。王爷，你不能这么做，殿下可是皇子啊！皇子？哼，若不是因为这个身份，你们在本王这儿早就死800回了。六皇子眯眸望着宋九渊，眼里满是恨意。他做了一个隐晦的手势。别挣扎了，你以为我方才是去做什么？不可能！六皇子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眸，那可是父皇留给他的人啊，除了历任皇帝知道有多厉害，其他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宋九渊是如何知道他们的藏身之法的？来到我的地盘，你可没那么幸运。宋九渊大手一挥，两个人直接就现场被捆走了。人被带走了，但是宋九渊的脸还是黑的。好啦，你别生气。婉婉，自你我和离以后，还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开始惦记你了。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自信。是，他蠢。我就说，婉婉怎么会对六皇子那样的人有兴趣啊？他还不是一般的蠢，就他那样的，也不知道他爹瞧上他什么。或许，因为他是他最爱的人生下来的。江婉心里有数，不过他清楚的是，经过这一遭，这两个人的主角光环是寥寥无几。再作呀，很快就能领盒饭了。他死不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交给二皇子。二皇子置换的东西，我很满意，而他们会两败俱伤。二皇子也不是什么好人，之前抄家的事儿，他没少推波助澜。宋九渊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记仇的很。你心里有数就行。嘉婉悄悄松了口气，只要宋九渊有把握，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望着隔壁，两人打开雅间的门出去，雅间的门终于被打开了，露出了周侧妃那张惊慌的脸。谢过王爷。
今天的结果，你可还满意？王爷，臣妾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周侧妃，别把我们当傻子。臣妾有当年您被污蔑造反的证据。宋儿，本王若真要造反，如今还能站在这儿？王爷，求您饶臣妾。本王答应过婉婉，不会多看其他女子一眼。周姑娘染了重病，送到庄子上去吧。这话算是给上头的人一个交代。至于周侧妃什么时候病逝，由他说了算的。王爷，周侧妃被宋儿给拖走了，宋九渊身心舒畅。婉婉，我的做法你可还满意？尚可。江婉的心间像是裹了蜜一样泛着甜意。不得不说，在这三妻四妾的古代，宋九渊是给足了他安全感。那可否再给我一个重新照顾你的机会？宋九渊眸光灼灼地盯着江婉，眼里的深情几乎快要溢出来了。再嫁我一次好不好？江婉思索片刻，这一次没有再拒绝他。可以是可以，但我希望我们可以走一遍所有流程，是你用心的陪我走完。纳采、温明、纳吉。于江婉而言，从前那场仓促的婚礼，既是原主，也非用心的。为了羞辱宋九渊，当时皇帝直接选了最接近的日子，甚至就连嫁衣都是买的。闻言，宋九渊的眼眸亮晶晶的。好，婉婉，我这就回去和母亲商量。他跑得很快，徒留江婉站在原地失笑。殊不知宋九渊这会儿兴奋的不太正常。他急匆匆的赶回家，家里人这会儿都是各忙各的，宋九渊非得将全家人都聚在一块儿。宋九池正在跟齐楚打猎，被揪回来了，满脸不痛快。大哥，你将我们都叫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还在和小姐妹逛婉思阁呢。宋九力也嘟囔着，他刚才差点就能帮婉婉姐卖掉好些东西呢。宋清跟宋大娘子作为长辈，两个人冷静不少。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们受得住。爹，娘。宋九渊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说：婉婉答应再次嫁给我了。真的？好事，这可是大好的事情啊。阿英，你别太激动了。渊儿，你放心吧，先前你们成婚爹不在，这一次我和你娘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将江婉娶进门。大哥，有用得上的地方尽管和小弟说。娘，需要我的地方不要客气。宋九渊在心里感慨着，果然自己这个家庭地位啊，还是没有婉婉高。不过正合他意，想到他跟江婉的婚事，宋九渊表情严肃。娘，你也知道，上次成婚一切都匆匆忙忙，我和婉婉俩人都迫不得已，不过一日就面临抄家，那些回忆不太好。这一次我想给婉婉一个难忘的回忆。他把这一切的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不想给他们误会婉婉的机会。这还用你说？我的儿媳妇我来疼，我现在就安排媒人。还有聘礼，虽然比不得在京都，但也不能少。可惜当年我挣回来那些东西，都被那狗皇帝全都抄走了。大家都面面相觑，纷纷看向宋九渊。渊儿，娘一直没问你，王府的东西是你安排人送走的吗？不是。他脑子里面飞快地想起了当初江婉拿出一些熟悉的物品，但他选择什么也不说。阿英，你这是什么意思？爹，之前我们被抄家时候，狗皇帝什么都没抄到，我们之前还一直以为是大哥把东西藏了起来，现在看来是无解之谜了，那些东西都不翼而飞了。怎么可能？那么多东西怎么会不翼而飞呢？一定是狗皇帝他们干的，老子帮他们保家卫国，他们倒是阴险。爹，后面我们才知道六皇子府也失窃了。宋九渊下意识的就隐瞒了尚书府也失窃的事儿，因为那太容易把事情跟江婉想到一块儿。闻言，宋清是满脸震惊啊。大哥说的没错，总之你就不要惦记那些东西了，咱们给婉婉姐另外再寻摸些好东西吧。宋九池想到自己的私库，大哥对我不错，但现在我也用不着那些东西，索性就全来给大哥娶娘子了。还有我的那些首饰都卖掉吧，反正……行了，聘礼我自会准备，你们替我安排好其他事情就可。渊儿，你放心，娘心里有数，现在就去找人。宋大娘子是一刻都等不了啊，飞快的带着人就走了。宋九离跟宋九池也忙碌了起来。姑娘，宋儿前来通知，王爷他们已经准备出发了，还带了媒婆。他这才恍然想起来了，他说今日他们会来提亲，求得江婉同意之后送上这纳彩礼。
大师兄，今日是王爷向我提亲的日子，但我没有其他亲人，你可否充当我的长辈？往后我就是你的娘家人，你快回屋梳洗一番。好嘞。于他而言，今日是很特殊的一天的，是独属于来自现代江晚的求亲。姑娘，王爷他们已经到了。瞧见他，宋九渊的眼眸眼睛都移不开了。哎呀，这位就是江姑娘，果然和传说的一样，貌美如花，端庄贤惠。哎，巴拉巴拉的吧，那好听的话就跟不要钱似的，刷刷的就流向江晚。迎着宋九渊深邃的眼神儿，江晚难得红了耳尖。好一会儿之后，老先生，江姑娘的婚事你可能做主？自然能。婉婉，咱们进去说些提举话，这里交给他们。带着宋大娘子他们来到后院。渊儿说你答应再嫁给他时，娘是真的高兴。上次你们成婚那么匆忙，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准备，这一次娘保准让你风风光光的嫁过来，你千万不要客气，喜欢什么和娘说，娘来准备。都听您的安排。直到宋家人离开，宋九渊恋恋不舍。江晚踮起脚尖，妇儿轻轻的在他唇上轻啄了一下，瞥见宋九渊被撩拨的眼红脖子粗的。咱们现在才只纳了彩，你来我闺房不合常理哦。婉婉，我想你。你能不能别这么肉麻？他前世没谈过恋爱，遇上宋九渊，这样的甜蜜让江晚有的时候会恍惚。好。宋九渊恋恋不舍。你早些休息。好。宋九渊，你今天的样子挺好看的。砰的一下，宋九渊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了。怕江晚笑话他，他忙不迭的就消失在了江晚面前。江晚捂着嘴笑了，没想到宋九渊还有这么可爱的一幕啊！宋九渊实在忍不住来看江晚。婉婉，不是说婚前不能见面吗？你先回去吧，时间过得很快的。我觉得太慢。轻柔的吻过他的眼尾。婉婉，等我来娶你。等天亮，他们就要成亲了。坐在镜子前，穿越之前的日子恍如隔世，他好像成了大风真正的江晚。我会幸福的。姑娘。秋娘带着给她开面的喜婆婆进来。新娘子皮肤真好，我当了这么多年喜婆婆，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新娘子。眉心点着花钿，她本来就生得好看，这么仔细一打扮，更是美到极致。一梳梳到头，富贵不用愁；二梳梳到头，无病又无忧；三梳梳到头，多子又多寿；再梳到尾，举案又齐眉；十梳夫妻两老到白头。江晚此刻听着外面这热闹的声音，脚步声抵达他的院子，随后又快步抵达喜房。婉婉，我来接你了。他回握住这只手，二人的掌心有细密的汗水。原来紧张的不止我一人啊！想到宋九渊总是板着脸要伪装自己的情绪，江晚的嘴角牵了牵。宋九渊骑着大马在最前面，流水的嫁妆里包含着宋九渊陆陆续续送来的聘礼，还有江晚自己赚的银子置办的嫁妆，可谓是十里红妆。江晚耳边还能响起百姓们的声音。哎呦天哪，这王府可真有银子，要不是有限制，王爷给王妃的聘礼怕是更多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据说王妃自己赚的银子可不少，丝毫不逊色于王爷，真是羡煞旁人呢。有情人终成眷属，我都快感觉哭了。王爷和王妃都是顶顶厉害的人，他们真是般配啊。今儿个宋九渊高兴，他骑着大马带着江晚在整个九州城上了一大圈。抵达王府，喜婆高声地喊着：“新郎踢轿子啦！”这个习俗踢在给新娘立规矩，成婚之后女子应该以父为天。这个环节不必要。在他家里面，婉婉就是规矩。婉婉，嫁给我。江晚心口疯狂地跳着，因为男人的贴心而感到温暖。宋九渊弯腰把江晚给打横抱起。拜堂仪式正式开始，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江晚被送回新房，宋九渊却还要留着待客。他隐约的可以听到外头这嘈杂的声音。这成婚呢，确实是一个挺累人的活，但是能够嫁给自己心爱的人，似乎也挺不错的。好像这等待的时候似乎也没这么无聊了。没一会儿，宋九渊沉稳的脚步声响起，他的身上还似乎夹杂着酒味儿。宋九渊坐在床榻边，微微的有些发抖。婉婉，你终于嫁给我了。他的声音也有些颤抖。江晚那绝美的脸让他的呼吸都微微一滞，那双漂亮的眼睛更是让他上头。而这也是江晚第一次看见宋九渊今日的模样，他一袭喜服，衬托的人容貌非凡。婉婉，该喝金酒了。他微微抬眸，偏头就看到宋九渊那水润的唇了。婉婉，等会儿随你看个够。他低沉的声音还带着尾音，撩拨的江晚是浑身都不自在。他嗓音粗哑，似是克制着隐忍着什么。婉婉，他温柔地呢喃着，吻上日思夜想的唇。他的唇上就染着江晚的口汁，红艳艳一片，潋滟勾人，让江晚的心弦一绷。他亲身而上，宋九渊的指尖带起一缕缕的火焰，整个人都热腾腾的。婉婉莫紧张，婉婉莫怕，我会温柔的。宋九渊像是捧了一块珍宝，细心温柔地带领他感受少女到女人的蜕变。他吻过江晚那凌乱的发丝，大手穿过发丝，让江晚大脑是一片空白。似是海浪拍过，让他跟着起起伏伏。半刻钟之后，江晚这汗就蹭蹭地躺在宋九渊怀里，指尖缠绕着他的发丝。宋九渊，婉婉。宋九渊的语气里似乎是掺杂着委屈。我就是太紧张了，实在是太过于美好了。宋九渊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婉婉，你信我，这次我一定让你满意。宋九渊抬手把人搂紧，江晚的眼眸一转，拉上了床上的帷幔。下一秒，二人就落在了空间大床上。他涂着当扣的指尖，轻轻拂过宋九渊俊美的脸，唇齿碾磨，呼吸交缠。初次的时候，二人都是青涩的探索。这会儿，宋九渊似乎是慢慢的摸到了其中门道，心底的爱意似是天雷滚滚一般的砸下来。江晚随着宋九渊这翻过一层又一层的海浪，许是想让江晚见识他的厉害。这一次，宋九渊就故意的拖延了很久，直到听到江晚的嗓子有些嘶哑，他这才用了江晚结束。江晚很累，他无力的躺在榻上。在江晚感觉自己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将他轻柔的放进了浴桶里。婉婉，我替你捏捏肩。而浴桶旁边还摆着宋九渊精致准备的水果跟热水。江晚抿了一口水，甜滋滋的，是蜂蜜水。这男人还挺有心的。宋九渊，你不擦洗吗？婉婉，再邀请我一起吗？宋九渊就靠在他耳边，富有磁性的声音似乎是在蛊惑他。江晚一时之间觉得热气太烫了。哪有？他气得抿唇，下一秒身边溅起了水花，这一次居然真的跟他同居了。我知婉婉害羞，无妨，我替你擦洗。一开始确实就是单纯同居，等江晚意识到不对的时候，这次又带着他开始航行了。浴桶旁溅满了水，素来喜欢板着脸的人，这脸上染上了别样的风采。江晚一时之间看呆了，双眸也是渐渐迷离。我就知道婉婉喜欢这样。男人轻笑的声音让江晚微微回眸。宋九渊，你混账！果然啊，
不能够随意招惹这食损之味的男人。我喜欢婉婉这般骂我，语气贱嗖嗖的，让江晚逃脱不得。又是小半个时辰过去了，这才把人从浴桶里给抱了出来。被子太小了，你去另外抱一床过来。我是男子，火气重，可以给娘子暖被窝。宋九渊，我疼。确实啊，这腰酸背痛的厉害。方才意犹未尽的宋九渊顿时心疼了，他把人紧紧地抱紧。是我不好，明知娘子是初次，还乱来，你好好歇着吧。你知错就好。江晚窝在宋九渊怀里轻轻一笑，眼底染着得逞。小样，拿捏你还不容易。他却不知宋九渊把这一幕尽收眼底，不过还是心疼他，所以并没有一直缠着他，许是累着了。二人的唇角微勾，很快就依偎着睡过去了。再次醒来，空间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时辰，外面天还没亮。江晚洗漱完了，去弄了一些灵泉水喝，这才感觉被车碾过的身体没那么难受了。二人在空间里弄了一些吃食，江晚这才带着他出了空间。正好天刚刚亮。婉婉，我来替你描眉。好呀。江晚的余光瞥见秋娘收起床榻上的圆帕，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盒子里，她瞬间就红了耳根。偏偏宋九渊神色如常地替她描绘眉眼，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他的手艺还不错。他作为心腹，还需要给公婆敬茶改口呢。抵达前厅的时候，宋夫人还在打哈欠。婉婉，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新婚之夜对女子来说可不容易呀。这话在瞥见这生龙活虎的江晚的时候顿住了，他跟宋清对视一眼，神色有些凝重。宋清心想，不会吧不会吧，我们优秀又厉害的儿子难道不行？大抵是宋清的眼神太过于明显了，宋九渊气结。爹，你在想什么？没什么。急什么？你忘了自己儿媳是神医吗？有婉婉在，这点小病肯定很快就能治好了。宋九渊在心里哀怨地想着。娘，你能不能声音再大些？这女的听不见吗？